云州飞仙宗阴阳峰，一座装饰奢华的府邸中。林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个子也长了，头发也长了，怎么你的修为却不见丝毫精进？你好歹也是我苏西月唯一的弟子，是阴阳峰的大师兄，你就不能有一点大师兄的样子吗？修炼了这么多年，归来仍是炼气废材，你莫不是要气死我才肯甘心？满脸怒容的苏西月看着跪倒在自己面前的林然，也是一阵恨铁不成钢。急躁的欲火再加上此刻的怒火，一时间竟攻入他的心脉，让他浑身都透着一抹诱人的粉红，美艳的不可方物。师尊，并非是徒儿不想努力，只是林然炯着一张脸，甚至都不敢抬头，任由苏西月冲自己指指点点。只是什么？苏西月气得伟岸的峰峦一阵起伏不定，脸上充满了怒火。这该死的逆徒，每次谈到修为上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和借口，听多了林然的鬼话，他自然不会再相信了。林然分明就是不想努力，不想进步，可偏偏还给他找这么多借口，简直不可饶恕。林然叹息一声，正要说些什么时，识海中却是突然有一道声音炸响：叮！检测到宿主成功觉醒天命系统，请问是否绑定？听到这提示音后，林然虎躯一震，眼底的激动几乎快要满溢而出。来了来了，他心心念念的系统终于来了，毕竟这可是穿越者的标配啊！童子，快快介绍你的功能！林然心中激动问道。叮！回宿主，本系统名为天命系统，只要宿主完成相应的任务，便可获得相应的奖励。系统解释道。叮！检测到苏西月身负重伤，情毒攻心，修为不复，又因本系统让宿主苦苦等待了数个2年半时间，导致心生愧疚，故特此颁布新手福利任务，请宿主自行阅读以下内容。师你实在是太美，徒儿实在不愿看到您香消玉殒啊！任务：身为苏西月的好逆徒，充实是在所难免的。奖励：大道仙体，命运仙体。什么？竟然是大道仙体？这奖励也太牛逼克拉斯了吧！林然彻底惊呆了，瞳孔里只剩下了深深的震撼。他在这方世界经营了这么多年，自然知道生灵在先天上都能够觉醒出特殊体质，能够觉醒出特殊体质的人，无一例外都是百里挑一的天骄妖孽。而特殊体质也是有等级划分，由低到高，分别是灵体、玄体、道体、圣体、至尊体、地体、神体、仙体，而大道仙体则是超脱于一切特殊体质之上，是能够直通大道的至强体质。有了这命运仙体，我何愁不能踏足这世界的顶峰？林然忽地笑了起来。他修炼了这么多年，境界一直停留在炼气境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觉醒出特殊体质，从而导致根骨太废物了。但若是能够觉醒出命运仙体，他的根骨、资质、悟性都会得到最大的改善提升，到时候他还会怕自己修为提升不上去。咚！就在这时，苏西月在林然头上狠狠敲了一下。逆徒，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为师讲话？都现在这情况了，你竟然还笑得出来？合着你一点都不把自己的修为放在心上，这么多年来是为师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苏西月气的肺都要炸了，汹涌的波涛一阵起伏不定，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他在这里激情演讲，结果林然这个逆徒却在下面神游太虚，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说实话，他已经对林然很失望了，甚至可以说是失望透顶。林然摸了摸升腾的脑袋，随后淡淡的抬眸看向苏西月。苏西月的容颜堪称是云州一绝，她的容颜宛若由众神精雕细琢而出的玉雕，完美无瑕，杏眼桃腮，唇红齿白，眉如新月，气质清然脱俗，一袭月白仙裙，飘然若仙，为她更添几分仙然气息。如瀑的青丝垂落下来，云鬓轻挽，露出如玉的景象。笔直修长的白皙玉足有一部分裸露在外，却更是引人入胜，目不暇接。苏西月的美太过仙然了，就仿佛天上高悬的明月，可望不可及，让人垂涎却又不敢亵渎。但是因为身中情毒的原因，导致苏西月那如温玉般的肌肤上透着一抹难以掩饰的粉红，这便使得清美若仙的她仿佛沾染了些许尘世间的妩媚动人，貌似也变得没有那么可望而不可及。而且林然是何人？自从他穿越到了这方世界，在飞仙宗修炼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怀有一颗充实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而今机会就摆在了他面前，他必须去考虑这是否是他此生仅有的一次机会了。师尊，你受了伤，且中了情毒。林然缓缓起身，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淡淡的问道。逆徒，你怎么知道？苏西月明显愣住了，瞳孔里浮现出深深的难以置信。这件事他还未和别人说过，林然是怎么看出来的？他深呼吸一口气，分出大部分心神压制体内的情毒，道：你说的不错，我在寻找突破至准地境的机缘时，遭到了仇敌的陷害，不仅身受重伤，更是不小心吸入了情堕九尾花的花粉。情堕九尾花的花粉是世间最为阴险的一种情毒，而今我欲火焚心，想要破解这个死局，唯有闭死关，破而后立才行。可我深知情堕九尾花的强大，也许此次一闭死关，或许就真有生死道消了。而你，逆徒，我若是死了，谁还来做你的靠山？你自己就不能争点气，让宗门看到你的美好品质吗？苏西月气急败坏道：师尊，徒儿既然能救你一次，那便能救你第二次。想要化解情堕九尾花的情毒，也没人说非要闭死关才行。解药，
不就在徒儿的身上吗？来，师尊，徒儿这就把解，要亲自射。呸，亲自喂到你嘴里。结，逆徒，你要干嘛？眼看着林然朝自己步步紧逼，苏西月心里咯噔了一下，连连倒退。要！林然爽快回道：苏西月，师尊，徒儿实在不忍看到你香消玉殒，所以这以下犯上欺师灭祖的罪名，徒儿犯定了。林然上前将苏西月搂在怀里，贪婪地吮吸着对方身上的幽香。逆徒，我……苏西月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林然的气息仿佛与情堕九尾花的毒素融合在了一起，使他再也克制不住心底的欲望，双眸瞬间迷离起来，心智彻底沦陷沉沦。师尊，徒儿这就来救你了。结。林然右手勾着苏西月的腿弯，将她温柔地抱起，随后朝着卧房走去。他想要的是苏西月吗？不，他想要的可是命运仙体啊。不过呢，在获得命运仙体的途中，顺便还能名正言顺的充尸，他自然乐意为之。时间转瞬即逝，很快便过去了3天时间。林然率先苏醒，温柔地看了眼趴在自己胸膛上的苏西月，随后蹑手蹑脚地坐起身来。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奖励大道仙体、命运仙体。定，检测到宿主超额完成任务，让苏西月身心愉悦，故特此发放额外奖励。额外奖励1万天命点，命运仙体第一式本源神通，命理道盘觉醒，满级根骨、资质、悟性、魅力，还有额外奖励。林然看到这意外之喜，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只不过是在帮助苏西月化解情毒的过程中，竭尽了他的所能罢了，没想到却因此获得了额外奖励。这可真是公牛给母牛开门，牛逼到家了，真不愧是童子哥啊！有此童子，宿主何求？轰隆隆！随着命运仙体成功到账后，林然就仿佛打破了无数道桎梏，体内的力量如同火山喷发般源源不断的涌出，修为也是在此刻不断攀升。炼气境7重天，炼气境8重天，炼气境9重天，灵海境1重天，灵海境8重天，灵海境9重天。待到修为突破至灵海境9重天后，林然眼底闪烁出一抹疯狂之色。既然我如今觉醒了命运仙体，那么我的道便是命运大道，是3000大道中最强的大道。就趁此时，一举修出命运道果，踏入合道境。合道境是修炼境界中的第3个大境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境界。想要踏入合道境，就必须要修炼出自己的道果，也就是此生认定要走的道。一旦这个道选错了，或是不适合自己，那么除了经历9死1生的斩道，便别无他法。但命运大道乃是天下大道中最强的大道，没有之一。任何人都想一窥命运的真理，想要修出命运道果，林然也不例外。更何况他现在觉醒出了命运仙体，最适合的便是命运大道，他自然要修炼出命运道果。借助着命运仙体的伟力，林然一鼓作气，在丹田中逐渐凝聚出一颗晶莹剔透、蕴含着至强运力的道果，正是命运道果。轰！就在命运道果成功凝聚出来的那一刻，林然的修为也如同水到渠成般成功踏入合道境1重天。而且就在他的命运道果凝聚出来的那一刻，他也成功领悟出了命运真意。合道境1重天，勉勉强强吧。林然感受着自己如今的修为境界，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另外，在他的识海中，他的神魂脚下正悬浮着一口气息强大的道盘，正是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命理道盘。命理道盘喷薄出来的命运之气化作丝丝缕缕的白芒，缠绕住他的神魂，将他神魂保护得密不透风。而且命理道盘不仅能够保护他的神魂，还能够镇杀敌人，可谓是一种可攻可守的本源神通，很是强大。至于这满级的根骨、悟性、资质与魅力，同样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奖励，林然自然来者不拒。童子，天命点有什么用？林然心中询问。回宿主，天命点可以帮助宿主觉醒特殊体质的本源神通，宿主也可利用天命点觉醒他人的体质神通。系统解释道。什么？竟如此逆天？林然惊讶的合不拢嘴。天命点不仅能够助他觉醒本源神通，还能够帮助他人觉醒本源神通。若他拥有足够的天命点，岂不是堪称无敌？童子，我若是要觉醒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需要花费多少天命点？回宿主，需要整整10万天命点。10万！听到这个天文数字，林然瞬间犹如双打的茄子一般，神色悻悻。他现在只有1万天命点，距离10万天命点的确还有着一大段距离，也不知何时才能凑到10万天命点。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是已充，奖已得，是时候收手了。任务向苏西月真挚道歉，并任由后者处罚。奖励6000天命点，硬件软化之术，让宿主永远无法抬头板。选项2结，小孩子才做选择，师尊的深和心我全都要。任务将错就错，俘获苏西月的芳心。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注：当苏西月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100时，才算俘获芳心成功。目前苏西月好感度10。看着苏西月对自己的好感度，林然瞬间妈了，负10点好感度，好感度还他妈能有负的？这不是在搞他心态吗？他虽然犯下了欺师灭祖的大错，但也救了苏西月一命不是，为何这好感度还能有负数？定，宿主难道不曾听闻女人是感性的生物吗？
现在的苏西月对宿主充满了愤怒，一时好感度降至负数实属正常。不过嘛，宿主和苏西月的感情基础摆在了那里，本系统相信苏西月对宿主的好感度肯定会直线上升的。系统乐呵呵道。突然，林然背后一凉，感觉到了一股骇人的杀气朝着自己席卷而来，瞬间覆盖了他全身。林然，你这个逆徒，本封主势必要杀了你！苏西月咬牙切齿，气得伟大的山峦一阵颤动不止。他辛辛苦苦教导了这么多年的唯一弟子，竟然会犯下如此大逆不道之罪，他竟敢冲师？难道林然已经觉得自己翅膀硬了，看他修为不复，便能够在他这里为所欲为了吗？这种十恶不赦之人，他绝不允许待在自己的阴阳峰里。师尊，你的反应有必要这么过激吗？再怎么说，徒儿也是救了你2次的人了。林然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嬉皮笑脸的将苏西月搂在怀里，细细感受着对方肌肤的细腻温润。想当年他在蓝星，本想高考结束后登顶泰山，放松下心情。那时他的确感悟到了何为一览众山小，但是在原路返回的途中，不知为何莫名吹来一股妖风，将他吹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那时他大脑一片空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等他再一睁眼，才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这方世界，并且他穿越到这方世界的时候，还顺带莫名其妙地砸死了正在秘境中追杀苏西月的4尊准地境大妖，从而间接救了苏西月一命。这也是苏西月带他回到飞仙宗，并收他做唯一弟子的原因。而今他又把解药亲自喂到了苏西月的嘴里，助他化解了情堕九尾花的情毒。要不然以苏西月那种状态必死关，唯有死路一条。而这他又间接的救了苏西月一命。这一来二去，他总共救了苏西月2回。他稍稍索取一些回报怎么了？那又如何？你救了我不假，但你对我犯下如此大逆不道之罪也不假。念及你对我有这2次救命之恩，你我好歹师徒一场。你走吧，我可以全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苏西月的弟子了。苏西月咬了咬牙，轻轻推开了林然。可不知为何，在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竟莫名刺痛了一下，就仿佛他在割舍着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这种感觉让他很是不好受。师尊这是要提起裤子不认人，打算将我逐出师门？师尊啊师尊，不得不说，你的确傻得可爱。你觉得徒儿会忍心抛弃你这个月下仙子吗？师尊，你已经是徒儿的女人了，这辈子都是，徒儿是绝对不会允许你擅自离开的。林然右手轻轻捏着苏西月的下巴，神情似笑非笑。逆徒，你犯一次罪还不够，难不成还想再犯吗？我可是你师尊啊！苏西月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用自己的小虎牙将林然咬死。师尊虽是我师尊，但也可以是徒儿的道侣了。师尊，徒儿只信奉2个观点，那便是日久生情以及日久生情。既然我们日久难以生情，那便日久生情。相信师尊会清楚自己该如何做出抉择的。结。林然坏笑着吻向苏西月那张莹润诱人的朱唇，双手与她十指相扣。苏西月想反抗，但是却如何也反抗不了。虽说情堕九尾花遗留在他体内的毒素被林然化解了，但他的修为并没有恢复，至今都处于炼气境。这种境界的他，如何会是踏入河道境的林然的对手？逆徒，你到底把为师当什么了？为师是必要杀了你！随着苏西月怒喝一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林然与苏西月再次操练了起来，共同增加操练经验。途中，苏西月依旧在叫骂着，反抗着，但很快，在林然的满级魅力下，他也逐渐沦陷在其中，无法自拔。逆徒，你难道没有吃饭吗？快动！1周后，看着将脸埋进枕头里，泪珠似断了线的珍珠般一连串落下的苏西月，林然也是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好了，师尊，别哭了，徒儿也不是有意的，只是故意的罢了。再说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徒儿总不能真的眼睁睁地看着你香消玉殒吧？林然柔声宽慰着苏西月道：“别碰我。”苏西月将头转向一边，不去看林然。师尊见状，林然还想说些什么，都说了别碰我，疼。苏西月声音哽咽道：“这该死的逆徒，丢起来没轻没重的，就一点都不知道何谓怜香惜玉吗？还有，他怎么就这么听话，自己让他快他就快，真是个没有一点主见的逆徒。”林然若是能够听到苏西月的心声，定然会无语至极。天生的勇猛，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罢了，如今木已成舟，说再多也无用了。事已至此，我唯有接受现实了。这逆徒整天只知道对我花言巧语，鼓我心神，若他敢负我就……苏西月一边悄悄抹去脸上的泪痕，一边在心中暗自委屈道。不知不觉间，他对林然的态度也在自我扑恶中有了些许小小的改变。定，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提升20，奖励2000天命点。目前苏西月好感度10。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林然心里忍不住偷笑了起来。果然，他的观念是正确的。如果不能日久生情，那便日久生情。在停车枫林晚的过程中，别看苏西月一副要死要活、不断反抗挣扎的样子，但心里别提多舒坦呢。否则，他的好感度又岂会提升？只怕要降至更低才是。没想到和师尊进行2次做，而论到后，竟然提升了他20点好感度。那这要是再来个9次，
岂不是要把师尊的好感度彻底拉满了？林然心中偷笑道：“当然，这种事情想想就行了，定然是不可能的。”他猜测苏希月对他的好感度有所提升，可能是因为的确有些折服于他的天生勇猛了，也可能是在心里自己扑自己，因此对他的态度有所小小的改变，也或许这二者皆有。逆徒，现在你是不是感觉特别得意？眼见林然还敢偷笑自己，苏希月怒不可遏，脸上还挂着2行淡淡的泪痕。可，师尊，你如今身负重伤，又经历了一阵上下波折，还是不要轻易动怒为好。林然将苏希月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那光滑白皙的后背。别碰我，你这个该死的，活该让人千刀万剐，碎尸万段的逆徒。苏希月咬牙切齿道。虽说他已经有些认命了，但是对于林然的怒气可却丝毫没有消减。师尊，听话些，说不定日后徒儿还能为你报仇呢。林然在苏希月的脸蛋上轻轻吻了一下，乐呵呵道。毕竟他和苏希月也算是在同一张床上睡过的人了，他帮苏希月报仇雪恨也是理所应当，莫要再亵渎为师。苏希月一脸嫌弃地擦去脸上口水，随后从林然的怀里挣脱而出。他满脸鄙夷地打量了一眼林然，气急反笑道：“逆徒，你莫非是在斗为师？你可知为师的仇敌是何等存在？我也不妨告诉你，那可是一位至尊境9重天修为的强者，是你一个小小的炼气境能够夸下海口打败的。”林然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道：“至尊，这你就有眼不识泰山了吧？徒儿也不怕告诉你，我现在的修为已经真至河道境1重天了。”说着，他显露出自己的修为气息，赫然是河道境1重天。这竟然真的是河道境1重天！逆徒，你难道觉醒了特殊体质？苏希月惊讶的合不拢嘴，唯有觉醒出特殊体质，方可凝聚出自己的道果，这几乎是所有修仙界的共识。而今林然的修为突然真至河道境，他怀疑林然觉醒出了特殊体质也是无可厚非。自然，林然淡淡的点了点头。苏希月眼底闪过一抹喜悦和兴奋，毕竟林然是他的唯一弟子，又是阴阳峰的大师兄，是代表阴阳峰的门面担当。林然觉醒出特殊体质，修为终于再度有所突破，他自然高兴。不过一想起林然对他做过的事，他却又高兴不起来了。苏希月脸上的神色瞬间由热转冷，娇哼道：“修炼了这么多年，才终于觉醒出特殊体质，堪堪突破至河道境修为，为师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说吧，你觉醒的是什么不堪入目的低等特殊体质？”林然悠悠道：“姐不算是什么低等体质吧，不过是区命运仙体罢了。”哦，原来是命运仙体啊！虽然这特殊体质的等级不怎么样，但你也……等等，你说你觉醒了什么特殊体质？起初苏希月还是一脸毫不在意的表情，毕竟林然修炼了这么多年才觉醒出特殊体质，再强能够强到哪去？所以他想当然的认为林然觉醒出的特殊体质应该只是一些低等体质，能够觉醒出道体就已经不错了，至于圣体，那更是烧高香才能求得的存在。结果现在这逆徒竟然和他说觉醒了命运仙体，命运仙体那是何等体质？这可是超脱一切特殊体质的大道仙体啊！更何况命运大道乃是天下最为强大的大道，而能够直通命运大道的命运仙体，也自然是无数个特殊体质中最强的体质，没有之一。就算是与其同等级别的大道仙体，也远不如命运仙体，毕竟大道仙体之间亦有差距。逆徒，你该不会是在斗为师吧？苏希月双眸有些呆滞，喃喃道：“师尊不相信便罢了。”林然摇了摇头：“如果我没记错，今天貌似是阴阳圣杯开启的日子。师尊，你且好好歇息一番，徒儿去就回。”又亵渎了几下苏希月后，林然也是拔腿就跑。该死的逆徒，临走都还要亵渎我！苏希月一脸厌恶地擦去脸上唇上的口水，气急不已。阴阳圣杯，哼，我倒要看看这逆徒究竟能够搞出些什么花样。苏希月起身穿好衣裳，朝着府邸外走去。虽然他现在还是感觉很疼，双腿还有些颤颤巍巍的，但是林然的话却始终萦绕在了他的心里。他想要去求证林然觉醒的特殊体质是否真是命运仙体。如果真是命运仙体的话，那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了。毕竟命运仙体可是天下最强的体质，而这个体质如今出现在他的阴阳峰里，这要是全宗上下知道了，他的阴阳峰的地位还不得提升数个档次。苏希月也没有料到，要想提高阴阳峰在飞仙宗里的地位，竟然还要靠这以下犯上其师灭祖的逆徒。阴阳峰朝圣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块亘古不变的石碑，这块石碑通体黑白相间，碑身上刻有密密麻麻如同蝌蚪般大小的符文，若仔细看去，能够看到这些符文里有着极其强大浓郁的阴阳道运在流淌。此刻这块石碑前已经围满了阴阳峰的弟子，今日是阴阳圣杯再次开启的日子，而阴阳圣杯可以说是阴阳峰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至宝，所以每一次阴阳圣杯的开启都会吸引无数弟子前来。这天地间残存的阴阳法则，阴阳圣杯也吸收的差不多了，是时候将它开启，让弟子们去好好感悟一下其中的阴阳真意了。守护阴阳圣杯的阴阳峰长老捋了捋胡须，微笑道：“看着眼前无数急不可耐想要一窥阴阳圣杯中蕴含的阴阳真意的无数弟子，他也没有再犹豫，大手一挥，
激活了阴阳圣杯。霎时，阴阳圣杯绽放出耀眼的黑白神芒，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待到神芒散去，长老高声道：“好了，各位，阴阳圣杯已经开启，你们将神魂侵入其中，便可窥得阴阳圣杯中的玄妙。”听闻此言，一众弟子纷纷盘腿坐下，将神魂侵入阴阳圣杯中，领悟其中蕴含的阴阳真意。此次阴阳圣杯开启，我定要一举领悟出阴阳真意，在我的道果上再添一道业。一位容貌俊秀出尘的少年看着眼前的阴阳圣杯，脸上有着一抹势在必得的神色。少年名为徐胜，是阴阳峰的内门弟子，觉醒出的特殊体质为圣体等级，天资很是不俗。阴阳大道是世间的顶级大道，神秘莫测。虽说他的道果不是顶级大道，但他若是能够领悟出一条顶级大道，在他的道果上添一枚顶级大道的道业，那他的实力也将大幅提升。正当徐成盘腿坐下，要将神魂侵入阴阳圣杯中时，远处的天际突然有一头仙鹤急速掠来，身后摇曳着氤氲辉光。叶长老，今日是你们阴阳峰开启的日子，不知我封天骄能否去窥一窥其中的真意？仙鹤上一位迎风而立的女子妩媚一笑，女子身着一袭妖冶红衣，生得很是艳美，堪称红颜祸水。一张精致小巧的脸蛋，白皙无瑕且透出淡淡粉色的肌肤，红唇不妆而赤，娇嫩欲滴。弯弯的柳眉下有一双仿佛时刻都含着秋水的狐狸眼，一颗美人痣轻点在她眼角，为她更添一番风味。如瀑的青丝直直垂落，些许发丝凌乱地落在她那高挺的山峦上，不堪一握的楚楚蛮腰，丰润饱满的蜜臀，一切都透出成熟诱人的韵味。那双笔直修长裸露在外的玉足更是引人注目，但这些美与她的气质比起来，却也显得微不足道。她太妩媚了，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妩媚，是从骨子散发出来的妩媚。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能够让人心神恍漾，沉沦其中。原来是命运峰副峰主前来，倒真是让我阴阳峰蓬荜生辉啊！叶长老笑着冲女子抱了一拳，背地里却是释放出浩瀚如海的神识，化作一柄柄重锤，狠狠敲击在那些迷失沦陷在女子之妩媚中的弟子的心头。众弟子这才纷纷惊醒过来，慌忙不再去看女子，但脸色却依旧有些潮红。真不愧是我飞仙宗妩媚似妖的仙子，果真是妖孽的不像话啊！叶长老后背都让冷汗打湿，内心悸动不已。就在刚才，连他也是沉迷在了女子的美貌与气质中，也还好他修为不俗，否则只怕是一整天都要迷失其中了。本副峰主不请自来，叶长老应该不会在意吧？颜如玉带着一位容貌英武、身材挺拔似青松的少年缓缓降临，媚笑道：“哈哈，我飞仙宗共有9大峰，每一峰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颜峰主能够带自封天骄前来我阴阳峰参悟阴阳真意，那便是看得起我阴阳峰，相信不只是我，峰主大人也不会介意的。”叶长老打了个哈哈，西月妹妹也不敢介意。颜如玉双手抱胸，得意洋洋地笑道：“那对傲人的山峰，在他双臂的挤压下，甚至变了形。”那是。叶长老点头哈腰道：“行了，李真武，前面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阴阳圣杯了，快去领悟其中的阴阳真意吧。”颜如玉扫了眼李真武，笑道：“是。”李真武一脸恭敬的点头应道，随后虎步龙行地走向阴阳圣杯。若非是姐姐的请求，副峰主也不会带我来这里窥悟阴阳圣杯，我绝对不能辜负了姐姐的一片好意，不能让副峰主失望才是。李真武走到阴阳圣杯前，深呼吸了一口气，随后盘腿坐下。轰隆隆！就在此时，一辆由仙域天马拉着的车辇自远处的天际快速驶来，其音若雷，吸引了大部分弟子的注意。那是仙域天马，是大师兄来了。嘻嘻，我就在这里等着大师兄到来呢，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太好了，又能够看到大师兄的盛世仙颜了。整个朝圣广场上，暂且没有窥悟阴阳圣杯的弟子们纷纷震撼兴奋起来，尤其是一众女弟子，那目光如饥似渴，仿佛恨不得将车辇掀开，去仔细瞧一瞧里面的谪仙人。哦，原来是小冉冉来了。颜如玉美眸轻抬，嘴角浮现出一抹足以祸乱苍生的笑容。她和苏希月关系匪浅，自然也认识林然。虽然林然的修炼天赋是废材了点，但实在架不住对方生的仙秀，她平日里可是把林然当成宝贝来对待的。哼，这个废物来这里做什么？相比起女弟子的爱慕，徐胜倒是满脸阴沉不屑。这倒也并非是他嫉妒林然，而是因为林然夺走了阴阳峰真传弟子的位置，这个位置本应该是属于他哥哥的，结果却是被林然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夺走，他自然心生不满。若非是林然，他现在怕是早已进化成了真传弟子的弟弟，那身份和地位岂是现在能够媲美的？所以这也是他对林然有着滔天恨意和怒气的原因。叶长老，本真传莫非是来晚了？车辇自苍穹上落下，从其中传出一道温润如玉的嗓音。林然伸出右手，缓缓拨开车帘，露出了那张纤秀无双的仙颜。呜，每次看到我家真传的仙颜，不知为何总是想哭。上苍真是对我太好了念。什么你家的真传，分明就是我家的。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胸有我大吗？腰有我细吗？屁股有我翘吗？就你这样也配抢我家的真传？呸！我看最不要脸的是你。大家都别吵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家林然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有一位身材丰满霸道的女子直勾勾地盯着林然看去，
嘴角甚至有哈喇子流出。虽然用好看来形容一位男子的确有些不恰当，但事实也的确就是如此。在一众女弟子的眼里，林然似乎变得更加好看，甚至可以说是诱人。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林然在完成了充实任务后，不仅获得了命运仙体，还获得了额外奖励。而在额外奖励中，就有着满级魅力。林然的容貌本就纤秀无双，世间罕见，再加上这满级的魅力，可以说是行走的魅魔了。试问哪个女子见到她不迷糊？小冉冉，这么久都没有见你，且让师姑来为你检查检查身子。颜如玉看着更加诱人的林然，嘴角也是不禁有晶莹剔透的口水流出。明明只是10天半个月没有见到林然，但他却着实感觉林然的确变得更加诱人，有魅惑力了。颜如玉将林然抱在怀里，上下其手，一会儿捏捏后者的脸蛋，一会儿摸摸后者的腹肌。林然才刚走出车辇，便遭遇了一大波洗面奶的攻势，更何况此人还是飞仙宗最为妩媚动人的颜如玉，试问这谁能受得了？师姑，这里可是公共场合，注意一些形象，要玩我们不如回去再玩。林然拼命从颜如玉怀里挣脱出来，一阵汗颜。要不是对颜如玉的妩媚早已习以为常，此刻他只怕是要沦陷其中了。到时候一个不注意擦枪走火，那可真就不好玩了。回去再玩。小冉冉这话的意思是准备吃了师姑？啧啧，小冉冉，师姑我只是和你玩玩，结果你和师姑打算来真的？不过嘛，小冉冉生得如此纤秀，如今又不知怎地更加动人可口了。师姑也不是不能陪你来一场老牛吃嫩草的好戏。颜如玉双手环胸，上下不断打量着林然，舔了舔艳红的朱唇，这般模样简直静态极颜，万种风情。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小小魅魔也敢在天命之子面前逞凶，直接拿捏。任务俘获颜如玉的芳心，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很大，非常大。选项2，本宿主身为天命之子，自然看不上你这头老牛。任务言辞拒绝颜如玉，并从此与他划分界限，奖励神秘小礼包1份，很小，真的非常小。看着选项2里的神秘小礼包，林然心中一阵无语，就这2个选项的奖励还需要去做对比吗？直接冲1，我选1。林然瞬间做出了选择，他看向面前的颜如玉，大义凛然道：师姑，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可尊可敬的师姑，没想到你今天竟然对师侄说出这种话。颜如玉闻言，眼眸微微暗了暗，但依然笑道：我说什么了？林然义正言辞道：师姑方才说要上演一出老牛吃嫩草的好戏，这岂不是妄自菲薄？在师侄眼里，师姑容颜气质皆要胜过那些豆蔻年华的少女。师姑若老，那这天下将没有一位女子敢称年轻。颜如玉微微愣了一下，原以为林然是要批评他，没想到却是直截了当的赞美他，这简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他露出了一抹由衷的笑容，就连眼尾都含上了些许开心的笑意。他伸出一根纤细玉指，轻轻点了一下林然的眉心。小冉冉，以前师姑怎么没有发现你的嘴巴怎么这么甜？嘿嘿，师侄的嘴到底甜不甜，那不得尝尝才能知道吗？林然口嗨道：呵呵，贫嘴，师姑才不上你的当呢。好了，你今日来此，想来是为了阴阳圣杯，你也快去参悟其中的阴阳真意吧。颜如玉掩嘴轻笑，伸手捏了捏林然的脸颊。定，检测到颜如玉好感度提升20点，奖励6000天命点。目前颜如玉好感度35。林然看着颜如玉的好感度，也是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简简单单一波言语赞美，就收获了20好感度，这可比提升苏希月的好感度要快得多。要知道，他累死累活和苏希月停车风铃晚这么多天，也才提升了20点好感度罢了。苏希月果真是一点都不懂得珍惜念。看着林然径直走向阴阳圣杯的背影，颜如玉眼底划过一抹诡异的金光，嘴角也缓缓勾出一抹诡异的弧度。真是不知道小冉冉的血液尝起来味道如何，真想紧紧抱着她猛吸啊！呵呵呵。与此同时，林然已经来到了距离阴阳圣杯最近的一个位置，毕竟他是阴阳峰的大师兄，也没人敢说他不是。正当林然盘腿坐下，欲要将神魂侵入阴阳圣杯中时，冥冥之中却感觉到了一阵寒意。他顺着这道寒意看去，却发现徐胜正死死盯着自己，那目光恨不得将自己吞噬。是他。林然目光稍显怪异，随后不动声色地移开了目光。他自然认识徐胜，还知道徐成有个哥哥名为徐坤。徐坤是阴阳峰里修为最强的内门弟子，可以说其原本是最有希望成为阴阳峰真传的那个人，只不过这个真传之位被他给截胡了，因此徐坤对他心怀嫉妒和恨意，自然而然的徐胜对他也就如此。不过林然对此却是毫不在意，以前他还只是个废材大师兄时，都对徐坤和徐胜毫不在意，而今他觉醒出了命运仙体，对于徐坤和徐胜就更加不在意了。若徐胜识去，他还可以不在意这只虫子，但若徐胜不识去，那他也不妨让后者知道何为大师兄的威严。真以为他当上这阴阳峰的大师兄靠的全是狗运？明明都是实力好不好？谁家好人穿越能够砸死4个准地强者，哪怕是放在整个穿越界，这也很是炸裂了。林然的神魂缓缓离体，随后侵入阴阳圣杯中，随着一道耀眼的黑白神芒将他包裹，紧接着
他的神魂便身处在阴阳圣杯当中。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汪洋，汪洋下有2条鱼儿在游荡，其中一条鱼儿为白色，一条鱼儿为黑色，代表着阴阳。林然神魂站在这白茫茫的汪洋之上，随后向下前去。他曾经来过这里，而且次数不少，自然了解这里。在这汪洋之下，有着一座石像，黑白鱼儿守护着这尊石像，亘古不变。神魂进入到阴阳圣杯里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阴阳真意就镌刻在那尊石像上。林然，给我站住！就在林然深入汪洋之下，赶往那尊石像所在地时，有一道夹杂着无尽怒火的声音自他身后响起。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林然嘴角微微上扬。没办法，有些人就想要自寻死路，他也不能不成全对方啊。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与此同时，系统也恰到好处地跳出来发布了新的天命任务。选项1毕竟是同门师兄弟，便放他一马吧。任务：心怀大度，不与徐胜计较。奖励：4000天命点，老好人光环1枚。选项2，就你小子叫徐胜啊？今天就是你家徐坤哥哥来了，也救不了你。任务：灭杀徐胜。奖励：4000天命点，破镜丹2枚。注：破镜丹乃是天命系统独有的丹药，能够助任何生灵在任何大境界突破1小众境界。我选2。林然心中顿时做出了选择。选项1的老好人光环没有一点调用，直接排除就行了。至于这2枚能够助任何生灵在任何大境界突破1小众境界的破镜丹，那才是真正的宝丹啊！破镜丹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价值连城。对于炼气境的生灵来说，破镜丹的用处的确不大，但若是对于至尊、准地、大地境之类的强者来说，1枚破镜丹的价值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有价无市。毕竟越往后的境界里，想要有1小点提升都是难如登天，而破镜丹却能够助人瞬间突破1小众境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这对于那些强者来说简直就是灵丹妙药啊！而且有了这2枚破镜丹后，林然也可以去颜如玉那里刷刷好感度，相信颜如玉是无法拒绝能够瞬间助他突破1小众境界的破镜丹的。徐胜，我身为阴阳峰的真传，是所有弟子的大师兄，你方才却直呼我名，可知这犯罪了？林然缓缓转身，悠然道：哼，好一个真传，好一个大师兄，你这真传之位到底是依靠什么手段得来的？你比谁都清楚，修炼了几年，却仍旧在炼气境徘徊，就连特殊体质都觉醒不出。说实话，连我都替你感到丢脸，真不知峰主大人是怎么看上你这小白脸的。若非是你，我哥早就成为了阴阳峰名副其实的真传。徐胜满脸狠戾嫉妒，凭什么林然仅凭借着这张脸就能够毫无付出的夺得真传之位？凭什么林然只凭借着这张脸就能够与颜如玉那般亲密？他承认，他嫉妒了，甚至嫉妒到快要发疯。整个飞仙宗，谁人不知苏西月与颜如玉的美名？追他们的人甚至能够从云州排到其他州，凭什么林然这个废材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不仅替他哥哥徐坤不服，甚至他也不服。垃圾就是垃圾，抛开事实不谈，难道徐坤没能当上这真传之位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吗？他生不出我这张脸，是不是还要怪你们父母没有给他一张完美的脸？林然不屑一笑，哼，承认吧，你就是靠着这张脸才上位的。今日我便为我阴阳峰清理门户，我会告诉世人，你不配当我阴阳峰的真传。徐胜冷笑连连，毫不留情的一掌拍出，快若风雷。在他看来，林然依旧是那个没有觉醒出特殊体质，修为仍然停留在炼气境的废物，而他可是河道境7重天境界的天骄，神魂要比林然强上不少。他这一掌足以毙命林然，至于灭了林然的后果，他无需去考虑。他来历非凡，身份尊贵，就算灭了林然，有他身后那层背景在，最多也就是去天渊里待上个一段时间，但致命应该还不至于。而且他在此地灭杀林然的神魂，不仅能够以解心头之恨，还能够助他哥哥登上真传之位的宝座，这简直是一举两得啊！难道他真的是个天才不成？林然啊，林然，今天你落到我手里，只能算你自认倒霉了。这真传之位还是该留给我哥哥才是。徐胜满脸狰狞地笑了起来，然而下一秒他彻底傻眼了。只见他这一掌在林然的面前戛然而止，就像是被某种东西阻挡了一样，再难前进半步。而林然的周身则是喷涌出滔天强大的命运之气，一口道盘自他脚下浮现，缓缓运转，至高无上。这特么是什么鬼东西？徐胜看到命理道盘浮现，神魂都在此刻颤抖起来，仿佛他的命运已被命理道盘锁定，随时都能够覆灭他。清理门户，这句话应该由我这个大师兄来说才是。徐胜，今日你对我出言不逊，目无尊长，更是想要谋害本真传，世宗门律法于无物，像你这等卑劣毒辣、无法无天之人，我阴阳峰容不得你。今日我便代替峰主，代替宗门灭你。林然右手掐诀，脚下的命理道盘迅速变得庞大，朝着徐胜暴冲而去。该死，给我滚！徐胜怒喝一声，双掌横推而出，想要将命理道盘轰碎。见此一幕，林然嘴唇缓缓蠕动，淡淡的吐出2个大字：爱吃。命理道盘可是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岂是徐胜单单以神魂之力能够抗衡的？若是在阴阳圣杯外，徐胜依靠着本源神通，或许还能够和命理道盘1、2分，
但是在这阴阳圣杯内，徐胜可不像他一样能够动用出本源神通，想要撼动命理道盘，简直是痴心妄想。果不其然，正如林然所预料的那样，当徐胜的双掌触碰到命理道盘的那一刻，他的神魂便彻底麻住了。冥冥之中，他感觉自己的命运乱了，要崩塌了，正在被命理道盘一点一点的碾碎着。而当他的命运彻底消失殆尽的那一刻，也就代表着他彻底生死道消。试问，一个人若连命运都没了，那岂能活？灭！林然一指点出，徐胜的神魂瞬间化作漫天泡影，随后一一消散，化作虚无。外界盘坐在阴阳圣杯面前的徐胜骤然没了呼吸，体内的生机也在瞬间消失殆尽。颜如玉身为准地强者，感知力很是敏锐，自然察觉到了徐胜的异常。哦，这是死了。如果我没猜错，这人应该叫什么徐胜吧？貌似是那个徐坤的弟弟，对我家小然貌似敌意不小。这种人死了便算了，不过在这阴阳圣杯里，会是谁杀了他呢？难不成是小然？颜如玉心中思忖，他倒是不在意徐胜的死活，他在意的是若真是林然杀了徐胜，那事情未免就有点大了。毕竟徐胜来头不小，在这飞仙宗里也有些背景。不过就算林然把事情闹得再大，他也不怕。他和苏西月，一者为命运峰的副峰主，一者为阴阳峰的峰主，还怕护不住林然？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4000天命点，破镜丹2枚。林然的脑海中系统提示音陡然响起，奖励成功到账，灭杀了徐胜便能够获得2枚破镜丹。这徐胜哪是什么他的仇人啊，分明就是他的送财童子，是给他送宝藏的宝藏男孩。听说徐胜和徐坤的来头倒是不小，我如今杀了徐胜，怕是还有后续，不过也无所谓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林然神色淡然，现在的他可不再是以前那个废材了，现在的他可是拥有满级悟性、根骨、资质，是觉醒出了命运仙体的绝世妖孽。只要他将命运仙体暴露出来，怕是整个飞仙宗都会把他供起来当祖宗养着。就算他将飞仙宗闹了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相信那些老祖们也只会拍手叫好，夸他生龙活虎，符合年轻人精力旺盛的特点。接下来是时候去领悟阴阳真意了。林然马不停蹄朝着那座石像所在地赶去。在这天下，有9条大道最为强大，分别是阴阳、生死、五行、黑暗、光明、空间、因果、时间、命运。据说这9条大道是先人们所推崇的大道，是最为神秘莫测、诞生最早的9条大道，因此这9条大道也被无数人称为仙9道，是公认的顶级大道。而在仙9道中，阴阳大道要比其他8道稍微逊色些许，命运大道则是名副其实的最强大道。不过阴阳大道弱，但那也是相对的，再怎么说它为列仙9道，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大道，要比其他的初级、中级、高级大道强上不少。而阴阳真意可以说是顶级真意了，林然自然要将其领悟出来，顺着记忆中的路线飞去。不过多时，林然便在前方看到了一座绵延万万里、散发着恢宏磅礴气势的石像。这是一头巨龙的石像，雕刻的栩栩如生，那一块块覆盖全身的鳞片纹路清晰可见，散发着凛凛寒芒，栩栩如生。那一对宛若煌煌皓日的瞳孔俯瞰着万世苍茫，这条巨龙就这般静静地卧在这里，却带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让人有些不敢直视其威严。阴阳圣杯是我阴阳峰的至宝，据说是飞仙宗的开宗老祖找到的至宝，但却从未有人窥悟过它真正的玄奥。所以阴阳圣杯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有着什么玄妙？这座石像难道就真的只是一座石像？林然心中暗自思忖，眼神片刻不离地紧紧盯着这尊巨龙石像。而就在他与巨龙石像的那对瞳孔对视时，突然他仿佛看到巨龙石像的眼珠动了，那道威严且是万物如渺小一般的目光竟在打量着他。那一瞬间，林然有一种被至高无上的恐怖存在盯上的感觉，他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于一片浪涛惊天的暴海中，眼前是一头盘卧着的巨龙，正缓缓直立起身，就这般静静地盯着他。啊！林然回过神来，下意识惊呼一声，直流的冷汗将他的后背打湿，他的心脏在狂跳，如同战鼓在敲响。他再次看向巨龙石像的那对瞳孔，却并未能重现刚才那惊天动地、骇人心神的一幕。他陷入了一片茫然中，是我的错觉，还是说那是真实的？这座巨龙石像究竟蕴含着什么玄妙？它难道真是活物？林然心中浮起了一连串的问号，但他无论如何思考都无法找出问题的答案。他不知道刚才那一幕是错觉还是真实，但他现在不管如何去与这座巨龙石像对视，都无法再重现刚才那一幕了。罢了，待我日后修为高一些，再来窥探这座石像的玄奥。现在还是先将阴阳真意领悟出来再说。林然微微摇头，朝着巨龙石像飞去。此时巨龙石像的周围已经围满了不少弟子的神魂，就连李真武的神魂也早早赶到了此处，他们都是为了领悟阴阳真意而来。不过阴阳大道乃是顶级大道，阴阳真意也是世间9大顶级真意的一种，岂是说领悟就能够领悟出来的？因此已经有不少弟子觉得或许是自己修为太弱，也或许是机缘未到，此次阴阳圣杯的开启，他们还不能领悟出阴阳真意，这也导致一些垂头丧气的弟子随处可见。
真不愧是我宗之宝之一的阴阳圣杯，凭借现在的我，还是难以领悟出其中的阴阳真意吗？李真武唰的一下睁开一双锋利的眼眸，心有不甘地摇了摇头。在这座巨龙石像的身躯上，有着8个古老玄奥、散发着蛮荒气息的符文，在这8个符文的后面，还有着一道小型的龙形图案。想要领悟出阴阳真意，便需要将这8个符文尽收眼底。不过李真武能力有限，他仅仅只将5个符文收入眼底，神魂之力便再也承受不住，导致功亏一篑。若他强行要将这8个符文收入眼底，只怕是会彻底魂飞魄散。真不知还有谁能够将这8个符文一同尽收眼底。李真武叹息着感慨，他觉醒出的特殊体质是威能强绝的至尊体，可却依旧难以在此领悟出阴阳真意。难道真需要那些觉醒出地体的绝世妖孽方可领悟出阴阳真意？只是地体之罕见，可谓千百年都难得一现，哪怕是各个封主们能够觉醒出地体的都少之又少，所以至尊体便已经是明面上最强的体质了。见过大师兄，大师兄，您终于来这里了。哎呀呀，大师兄这速度可真慢，都让人家一阵好等了。切，大师兄慢怎么了？大师兄快我还不乐意呢。大师兄越慢越有力最好了。有女子冲林然抛去一个媚眼，说出来的话夹枪带棒。苏西月越慢越有力，这流程我熟。对此林然早已是见怪不怪，只当这群师妹是自己最可爱的脑残粉。原来是他。李真武只看了一眼林然便收回了目光。能够引起如此大骚动的人，除了林然估计也找不出第二人了。林然对此却是置若罔闻，径直走向巨龙石像。他以往进入过几次阴阳圣杯，也到达了这尊巨龙石像的面前，只不过那时他修为不济，资质悟性也不足，因此在将第1个符文收入眼底后便到达了他的极限。但现在早已今非昔比了，现在的他可是觉醒出了命运仙体，是拥有满级根骨、资质、悟性的绝世妖孽，还怕不能将这8个符文尽收眼底？林然来到巨龙石像前盘腿坐下，随后专心致志地洞悉向那8个符文。你们说真传大人这次进入阴阳圣杯能不能领悟第2个符文？有少女好奇询问。毕竟上次林然来到这里也只能够领悟第1个符文。不是，你看不起谁呢？我家真传虽然废物了点，但是领悟出第2个符文还是绰绰有余的。我相信真传大人。谁说不是呢？我相信真传大人能够领悟出阴阳真意。姐妹，你这个有点太夸张了。虽然我也很想真传大人领悟出阴阳真意，但总感觉有些不现实。众女子在一旁议论纷纷，窃窃私语。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自行浏览以下内容。区区阴阳真意罢了，看本真传如何领悟出来，让师妹们狠狠的大吃一惊。任务：领悟出阴阳真意，奖励8000天命点，高级道之真意，剑之真意。有了天命任务后，林然显然更来劲了。毕竟在领悟出阴阳真意后，不仅能够获得8000任务点，还能够获得剑之真意，这简直是一举3得呀！他凝视着巨龙石像身躯上的8个古老符文，以前在他眼里神异、玄奥莫测的符文，此刻在他眼里却是简洁明了，很轻易的便能够窥悟出其中的奥妙。这是8个大字。待到林然看清这8个符文后，神色很显然的愣住了。在他眼里，眼前的8个符文不再是符文，而是8个仿佛由仙人们刻下的大字。10道九龙，生化九域。林然看着眼前的8个大字，在心中痴痴的呢喃着。这字中的真意太过磅礴伟岸了，信息量太庞大了，像是要将林然的神魂冲垮。若非是命理道盘散发出的命运之气将他的神魂包裹，他怕是要再彻底陨落在这里。10道九龙，生化九域，这8个大字究竟是什么意思？10道九龙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身躯化作的九域又是哪9域？林然的心神被这2个问题笼罩，百思不得其解。他一个字接着一个的向后看去，最终落到那个龙形图案上。他将神魂之力侵入龙形图案中，就仿佛激活了某种开关一样，龙形图案闪烁出一道不易察觉的光芒，瞬间刺入他的眉心。以道为引，以戒为身，修我神通，指我大道。仿佛是仙人的低语，又仿佛是大道的呢喃。隆隆的道音化作有形的音波，笼罩住了林然的心神。这股威势太强了，好似是仙人强行灌顶。以林然现在的修为和实力去接受这种机缘，无疑是自掘坟墓。好在在这危机时刻，命运仙体爆发出恐怖的神能，稳固住林然的心神，让他成功接受了这道天大的机缘。9道创界术以先9道为指引，在体内凝聚出10道祖龙，每一条10道祖龙都分为3000灵之境，每凝聚出1灵，肉身之力都会大幅提升。修至3000灵之境后，更是能够化虚为实，可在10道祖龙的内部开辟出一方世界，也可驾驭10道祖龙阵杀敌人。接收着9道创界术的信息，林然心头一阵颤栗，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只觉恐怖如斯。这门炼体功法，他甚至可以称之为世间最强的炼体功法，修到极致，甚至可以开辟出一方世界。而他现在所掌握的9道创界术，也不过是其中的1/9罢了。他只获得了阴阳10道祖龙的传承，因此只能够凝聚出阴阳10道祖龙。不过这对于目前的他来说也足够了，等他日后修为上去了，再去寻找其他的圣杯也不迟。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8000天命点，高级道之真意，剑之真意。看着突然到账的奖励，林然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恍然大悟，
原来在他看完这8个大字，并且接受阴阳使道祖龙之传承时，不知不觉间就已经领悟出了阴阳真意。说实话，就连他也没有想到，此次进入这阴阳圣杯，不仅轻而易举地领悟出了阴阳真意，还获得了8000天命点、剑之真意以及意外之喜9道创界术。若再加上之前灭杀徐胜获得的4000天命点与2枚破镜丹，只能说他此次阴阳圣杯之行真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不虚此行。而在阴阳圣杯的周围，早已是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无数阴阳峰弟子乃至李真武看着林然周身喷吐着的阴阳真意，则是彻底懵了，大脑一片空白。这是阴阳真意？真传大人他竟然真的？有少女双眸呆滞，从头抹到了脚底。若不是亲眼所见，没人敢相信林然竟然真的领悟出了阴阳真意。要知道，上次林然进入阴阳圣杯，领悟了第1个符文后便已到了极限。可是现在，林然自开始领悟到领悟结束，这期间不过是半盏茶都不到的功夫，结果就领悟出来了阴阳真意。这之间的差距简直太大了吧！真传大人无敌，陌上人如玉，真传世无双。真传大人，你可想要师妹奖励你？呸！臭不要脸，分明就是你想要真传大人奖励你。众少女看着前方白衣若雪、绝世无双的林然，兴奋的几乎快要高潮。他竟然真的领悟出了阴阳真意。李真武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暗自咂舌。他倒没有任何嫉妒的心思，只是感觉有些难以置信罢了。就连他都无法领悟出阴阳真意，结果林然却是领悟出来了。试问这会是他人口中相传的废材真传？如果林然是废材，那他岂不是连废材都不如？既然我已获得了9道创界术，不如趁热打铁，就在此地修炼。林然没有顾及周围震惊的目光，反而是开始埋头修炼9道创界术。咦，真传大人怎么开始修炼了？有女子看见林然并未离去，反而是开始了修炼，也是满头雾水。也许真传大人是在熟悉阴阳真意吧？的确有这个可能，毕竟阴阳真意是顶级真意，蕴含着诸多玄奥。真传大人去感悟阴阳真意的奥妙也实属正常。真传大人的天赋如此妖孽，却还这么努力，想来就是为了给我们树立一个好榜样。真传大人真是太完美了孽。有女子感动道。他们殊不知，林然只是在修炼9道创界术，也并非是为了树立什么榜样。一灵之境，给我突破！林然催动命运仙体，如同狂风暴息般卷走天地间的灵气，以此凝聚阴阳使到祖龙身上的鳞片。轰！仿佛火山喷发一样，当林然凝聚出一片龙鳞后，他能够清楚感觉到自己的肉身之力提升了数倍不止。继续，林然一鼓作气，继续凝聚阴阳使到祖龙的鳞片。而凝聚出了第1枚鳞片后，接下来的修炼便会简单许多。最终，在凝聚出108枚鳞片后，林然才堪堪停止了修炼。108枚鳞片吗？林然缓缓起身，目光深邃，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凝聚出了阴阳使到祖龙的108枚鳞片后，他的肉身之力足以镇杀任何一位合道境强者。只不过他现在是神魂状态，并不能够动用这股力量。我来此的目的完成了，是时候该离去了。至于阴阳圣杯中蕴含的其余玄奥，待我修为上去后再来一窥究竟。林然微微闭上双眼，心中默念口诀，身影逐渐虚幻起来，直至消失不见。等到再一睁眼，他的神魂已经回到了肉身。小然然，收获如何？眼见林然苏醒，颜如玉第一时间走了过来，伸手捏了捏林然的脸蛋，浑身散发着成熟诱人、妩媚惑世的气息。收获还行，领悟出了我此前心心念念的阴阳真意。林然咧嘴一笑，道：还是没法做到吗？不过这也没事，虽然你这次没有领悟出阴阳真意，但你下次说不定……等等，你说什么？你领悟出了阴阳真意？颜如玉起初还未反应过来，但很快便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他没听错吧？林然竟然领悟出了阴阳真意，这可是9大顶级真意之一啊！竟然真的让林然领悟出来了，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都说他这师侄是废材真传吗？怎么一段时间不见，就感觉林然像变了个人一样？师姑，你没听错，我的确领悟出了阴阳真意。林然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而且不只是阴阳真意，他还顺带领悟了剑之真意。而今他丹田中的道果上已凝聚出了2枚晶莹剔透、散发着大道韵里的道液，正是阴阳道液与剑之道液。小然然，你该不会是在糊弄师姑吧？颜如玉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一眼林然，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林然真的发生了这般巨大的蜕变，他甚至开始怀疑林然是不是被某个老怪物给夺舍了。师姑，我何时骗过你？林然无奈一笑，右手缓缓摊开，掌心之中浮现出几缕阴阳真意，竟真是阴阳真意。然而还未等颜如玉惊呼，一道熟悉的声音却是忽然间响起，正是苏西月。此刻苏西月换上了一袭流仙云长，腰系一根洁白绦带，凤眸清澈，琼鼻小巧，点绛丹唇，不点而赤，再搭配上她浑身上下无形之中散发出的仙然气息，更使她宛若自月上仙阙中腾云凌尘的仙子，美丽难以言喻。拜见封主大人！无数弟子们纷纷向苏西月行礼，就连叶长老也是如此。然而苏西月却并未在乎他们，而是直奔林然而去，一把扣住其手腕，死死盯着后者掌心中的阴阳真意。他神色很是震撼，抬头看向林然，有些许木讷道：逆徒，你当真领
悟出了阴阳真意。师尊，我都将阴阳真意显化出来了，你说呢？林然无奈扶额。苏西月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似有惊涛骇浪在翻涌。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这逆徒自从冲了他后，貌似一切都变了。逆徒变得妖孽起来了，变得神秘，变得更加捉摸不透了，甚至还变得更加诱人了，让他都忍不住想要推倒林然。呸呸呸！苏西月呀，苏西月，你刚才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这可是对你犯下了欺师灭祖之罪，罪不可赦的逆徒啊！你怎能对他抱有痴心妄想？不行，你不能再给他好脸色了。想到这里，苏西月脸色有些不自然地松开了抓着林然的手，淡淡道：进入阴阳圣杯这么多次，今天才堪堪领悟出阴阳真意，这的确不值得你自傲。身为本峰主座下的唯一弟子，阴阳峰的真传，你本就该领悟出阴阳真意。颜如玉闻言却是轻声笑了起来。好了，苏妹妹，小然然能够领悟出阴阳真意，不是件好事吗？她的变化我看在了眼里，你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是，何必板着一张脸？苏西月听到颜如玉这番话，脸色却是更加不自然。为林然感到高兴？哼！当把林然对他做过的事对颜如玉做一遍时，颜如玉就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俗话说得好，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颜姐姐，这就是我教导弟子的方式，用不着你来管。苏西月语气冷冰冰道，没好气地弯了眼林然。逆徒，祸害为师就够了，少去祸害你师姑。方才林然与颜如玉亲密接触的一幕幕，他自然是尽收眼底，当时便气得他牙痒痒的。这该死的逆徒不仅祸害他，竟还想把魔爪伸向颜如玉，这对于他来说简直不可饶恕。逆徒是他的逆徒，要冲也只能冲他啊！不对不对，就算是他，林然也不能冲，他必须得好好控制一下林然，让其明白何为师尊的尊严。谁知面对苏西月的威胁，林然却仿佛置若罔闻一般，轻笑着传音：师尊这是吃醋了，你休要胡说！不管如何，从今往后你和你师姑保持点距离，否则为师定轻饶不了你。苏西月怒气冲冲地传音道。林然笑而不语，真不愧是他此生都冲定了的师尊，没想到就连吃醋都这么可爱捏。不过对于苏西月的威胁，他全然是左耳进右耳出。威胁他，哼，那也得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够让他听进这威胁。现在的苏西月在他眼里顶多就是一只小白兔罢了，若真惹急了他，大不了让他咬咬自己嘛，又不是什么大事。哎呀呀，我们的苏妹妹这是怎么了？心情不好？来，让姐姐我猜猜，莫不是上次你想征用姐姐的仙权，但是被姐姐拒绝了，所以才导致心生不满？妹妹也真是，竟然这么小家子气。好啦好啦，姐姐让你去抛一抛仙权便是，到时候姐姐亲自为你捶捶背，捏捏肩，搓搓球，如何？颜如玉轻笑地飘到苏西月的身后，一双柔嫩无骨的玉手轻轻搭在后者的双肩上。搓球。林然惊得合不拢嘴，忍不住看了眼苏西月和颜如玉，这两个人平日里玩的竟然这么花吗？这都比他还花了好不好？就连他都还没有给师尊搓过呢。颜姐姐，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了。苏西月脸色潮红一片，也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捶捶背，捏捏肩也就算了，可这搓球是个什么鬼？这种虎狼之词是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的？他下意识偷偷看了眼林然，发现后者正对着颜如玉一脸艳羡，这不禁又不把他气得不行。该死的逆徒到底在一旁艳羡个什么劲啊？他又没说过不给逆徒搓。不对，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咯喽，苏妹妹怎么还害羞了？颜如玉笑着捏了捏苏西月滚烫的脸颊，娇媚的笑道：啊！突然人群中传出一道少女的尖叫，随后是一阵骚动。怎么了？苏西月柳眉蹙起，连忙飞了过去。峰主大人，徐师兄他死了。一位面容可爱甜美的少女颤颤巍巍地指向徐胜的尸身，神色惊恐万分。徐胜虽然还盘坐在阴阳圣杯前，但体内却早已没有了丝毫生机，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死气，确实是死了，还是神魂陨灭而死。想来是在阴阳圣杯里，他的神魂被人给灭了。苏西月眉头蹙起，沉声道：虽然他也不喜徐胜，知道此人一直在暗中与林然作对，但不管怎么说，残害同门乃是大罪，是飞仙宗里绝对不能犯下的铁律。数年前便有一位飞仙宗弟子因觊觎机缘至宝，残害了同门后连夜逃离宗门，他自以为逃往其他州便可安然无恙，殊不知宗门早已下达了追杀令，并且承诺只要杀了他便可获得丰厚的奖励。正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不出1个月的功夫，那人便被宗门里的妖孽斩首。所以在飞仙宗里，残害同门是最为严重的大罪。谁敢杀我弟弟？就在这时，有一道如同惊雷般的怒吼声自天穹上滚滚落下，其势惊天动地，气势如虹。来人正是徐坤。就在刚才，他感应到自己弟弟徐胜的命灯熄灭，便马不停蹄地赶来朝圣广场。他想要看看究竟是谁有如此大的狗胆，敢杀他徐坤的亲弟弟。徐坤，你放肆了！苏西月冷着一张脸，抬头怒喝，当着他的面如此气势汹汹，一副恨不得杀光朝圣广场上所有人的样子，这还有没有把他这个峰主放在眼里？在见到苏西月的那一瞬间，徐坤瞳孔猛地一缩，随后急忙飞了过来，强压着心中的怒气，恭敬抱了一拳。徐坤不知峰主大人在此，方才多有冒犯，
还请封主大人莫要与我计较。但封主大人也要体谅弟子才是，弟子的亲弟弟身死在此，弟子一时怒火攻心，这才冒犯了封主大人。苏希月的脸色这才有所缓和，但依旧冷冰冰道：放心，本封主既然现身于此，便自然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徐坤闻言再度抱了一拳，大就有劳封主大人了，用不着这么麻烦，徐胜是我杀的。林然却在此时忽然插口，慵懒道：什么？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无数弟子纷纷将目光定格在林然身上，目光中满是疑惑、不解和担忧。就连苏希月亦是心头猛跳，随后怒道：逆徒，你疯了，在这里胡言乱语些什么？他这么说无非是想保护林然罢了，除非是在生死台上，否则不管是谁，只要犯下了残杀同门的大罪，那么谁都不能饶恕，谁都得被定罪。而这个罪无非就是可大可小罢了，并非是徒儿胡言乱语，而是徐胜的确是徒儿所杀。林然摇了摇头，果断承认，隐瞒也没有用。在时间峰里有一至强法宝，名为速流仙笛，只要催动这仙笛，便可速流阴阳圣杯中的时间法则，回溯过去。所以这也是林然毫不隐瞒的原因，因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逆徒！苏希月一脸阴沉地盯着林然，双拳死死攥紧，脸色无比铁青。哪怕他是阴阳峰的峰主，但是面对着林然杀害徐成一事，也不免感到有些棘手。其实这件事最主要的还是徐胜来头不小，林然灭杀了他，肯定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事情。该死的林然，还我儿命来！果不其然，一道比徐坤气势更要磅礴、汹涌千百万倍不止的声音滚滚袭来，其音波化作一道实质的浪潮，滚滚席卷而来。随后是一道铺天盖地的法力大掌浩浩荡荡的碾压而来。徐瑜，敢对我家小冉冉出手，你怕不是想死了？颜如玉媚眼一凛，脸色瞬间冰冷。她将苏希月和林然护在身后，同样凝聚出一道法力大掌，与徐瑜的法力大掌互相碰撞一起。轰隆隆，二人的碰撞惊天动地，仿佛两颗星辰对碰，恐怖的法力波动朝着四周汹涌席卷。如此惊天动地的波动，也是瞬间惊扰到了飞仙宗里的那些顶级强者。怎么回事？难道是有人在进攻我飞仙宗？我飞仙宗身为云州霸主，已经许久没人敢来挑衅我们了。应该是宗门里的强者发生了争斗，那个方向是阴阳峰。无数强者纷纷苏醒，赶往了阴阳峰。阴阳峰朝圣广场上，颜如玉俏脸寒煞，恐怖的气息好似惊涛骇浪，让人望而生畏。徐瑜，你身为黑暗峰峰主，但出手致命狠辣，要直取我峰真传的性命，难道你是想去天渊里待上一段时间吗？苏希月站了出来，一脸阴沉道。虽说林然是大逆不道的冲世逆徒，但也是他照顾了数年的宝贝，他可以教训林然，但是别人想要教训林然，他绝对不会答应。更何况徐瑜这是想要直取他这逆徒的性命，他更加不会答应。苏希月，此孽障残害同门，杀我子嗣，你还要护着他吗？徐瑜满脸狰狞的现身，那目光恨不得将林然千刀万剐。他就只有徐坤和徐成两个儿子，并且徐胜还是他最为溺爱的小儿子，他平日里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结果现在林然却是灭杀了他的小儿子，他此刻恨不得将林然凌迟处死，以慰藉徐胜的在天之灵。哼，就算林然杀了徐胜，那也是我阴阳峰的事情，与你徐瑜何干？苏希月语气阴沉道。今天林然他保定了，谁来都没用他说的。不错不错，这是阴阳峰自己的事情，和你黑暗峰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相信这其中另有隐情，我家小冉冉定不会无缘无故杀害徐胜。颜如玉也在一旁嚷嚷道。眼看着这两人一唱一和，徐瑜气的鼻子都歪了，五脏如焚。这里出了什么事情？突然一道温润如玉的嗓音突然响起，众人抬眼看去，发现一位身着青衣，面如冠玉，眸似星辰，气质温和的男子，好似一阵清风徐来。此人正是飞仙宗的宗主，一尊活着的大帝南风。拜见宗主。眼见宗主南风亲自到来，所有人脸色微变，连忙行礼。紧接着接二连三的身影齐齐浮现，那都是各个峰的峰主或者副峰主，例如生死峰的峰主郑伟，五行峰的峰主杨衍，光明峰的副峰主陈月等等，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强者，放在外界随便跺一跺脚，整个云州都得抖上3抖。而此刻这些强者纷纷现身，齐聚当场，也是让一众阴阳峰的弟子大惊失色，看向林然的目光尽是担忧。如今这么多峰主、副峰主齐聚当场，今天这事想要解决，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怎么说，林然杀害徐胜的罪名已经坐实，不管理由如何，都得受到惩罚。毕竟林然可以代替阴阳峰适当出手教训师弟师妹，但绝对没有权利出手杀害师弟师妹，否则整个飞仙宗岂不都要乱套了？宗主，此子身为阴阳峰的真传，却敢下手残杀同门，其心之歹毒，简直难测。这种人就应该将他丢进天渊，让他自生自灭。徐瑜满脸怒火，恨得咬牙切齿。呸！好你个徐瑜，果真是不要脸！我家小冉冉杀害徐胜，便是心思歹毒，而你刚才那一掌却是要直取林然的性命。若我今日不在此地，林然怕是要死在你手里了。若林然心思歹毒，那你又比林然好到哪里去了？依我看，你也要被丢进天渊，自生自灭。
颜如玉破口大骂道：“林然是我的徒儿，他杀害徐胜也是我阴阳峰的事情，你们谁也插手不了。此事就算真要处理林然，也得让我来处理。”苏西月表情冷冰冰的道：“他在飞仙宗里混了这么多年，其实没有后台的傻白甜。他要是搬出自己的后台，在场所有人都得被他吓得半死，更别谈去惩罚林然。此事的确是你阴阳峰的事情，但林然杀害的是我儿子，那这也是我的事情。今日林然必须关进天渊。”徐臾怒火冲天道。看着颜如玉、苏西月与徐臾对峙的一幕，南风也是不免感到有些头疼。若是阴阳峰的一位普通弟子杀了徐胜也就罢了，只需就事论事，正常惩罚即可。但偏偏杀害徐胜的人是林然，而林然身后又站着苏西月，苏西月身后又站着那位存在。这一来二去，牵扯的太多了，哪怕是他这个宗主也不能轻举妄动。好了，都别争了，还是先让林然解释一下为何要杀徐胜吧。南风有些头疼的摆了摆手道。见状，林然先是冲着南风以及各位峰主、副峰主抱了一拳，随后将他与徐胜相遇，而后灭了徐胜的事情详细道来。我杀徐胜也只是为了自保罢了。如若宗主、各位峰主以及副峰主们不信我之所言，我们大可动用时间峰的速流仙笛，于阴阳圣杯中回溯过去的画面即可。林然不卑不亢道：“哼，你徒儿，你不用多言了，为师自然相信你所说之话。如今看来，徐胜之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你。今日为师道，要看看谁敢动你。”苏西月将林然护在身后，霸气侧漏道。林然看着眼前如此霸道护短的苏西月，也是不由得心生感动。虽然在他冲师之后，苏西月对他很是气愤，甚至一度要将他踹出飞仙宗，与他划分界限，但那只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罢了。一遇到这种事情，苏西月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他面前，彰显霸气侧漏的一幕。如此师尊，他简直爱了呀！他发誓，以后若是再冲师苏西月，绝对会更加温柔的。逆徒，你也别太得意了，今天你给为师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等回去后看为师怎么收拾你。苏西月怒气冲冲的传音，林然对此却是毫不放在心上。等回了府邸，还不是他说的算？以现在苏西月的修为和实力，是绝对反抗不了他的。届时他捅的可就不是篓子了，而是结。这徐臾神色铁青，无比难看。林然之言完全是将李锦锦夺在了手里。对方有理灭杀徐胜，即使依旧要受到惩罚，但这个惩罚想必也不会太重了。但他不甘心自己的小儿子就这样死在了林然手里。为了公平公正，素赤鸠，你去把速流仙笛拿来，回溯一下阴阳圣杯中的情况。南风轻飘飘道。虽然他知道如此胸有成竹的林然，其所言肯定非虚，但是为了所谓的公平公正，动用速流仙笛回溯一下过往之情景还是有必要的。是。素赤鸠离去，很快他带着速流仙笛回来，并与一众峰主、副峰主进入阴阳圣杯，回溯了林然灭杀徐胜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在回溯过去的过程中，中间有一个片段貌似被遮掩了一样，任凭素赤鸠如何催动速流仙笛都无法回溯，他只能够回溯出林然与徐胜相遇时的互放狠话，然后就直接跳到了徐胜神魂陨灭之后。这是什么情况？素赤鸠神色有些呆滞地看着这一幕，自从他使用速流仙笛以来，还未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其余峰主、副峰主看到这一幕后，也是议论纷纷，互相揣度。不过眼下也不是关注这些的时候了。从林然与徐胜相遇时的画面来看，的确是徐胜挑衅在先，并且要灭杀林然。得到了这一关键的信息便已足够了。素赤鸠带着一众强者离开阴阳圣杯，冲着南风抱拳恭敬道：“回宗主，此事的确如林然所言，是徐胜怀恨在心，想要灭杀林然，但因为技不如人，却被林然反杀。”他顿了一下，紧接着道：“我认为此事完全不怪林然，一切皆是徐胜咎由自取。不过林然杀害徐胜，触犯了宗门铁律，也的确属实，小小的惩罚还是有必要的。”南风笑道：“那你便说说，应该如何惩罚林然？”素赤鸠毫不犹豫道：“触犯宗门铁律，便必定要打入天渊深处，但又因为此事罪不在林然，所以只需让林然在天渊外围禁闭上半个月，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南风笑着看向其余峰主、副峰主，问道：“诸位觉得这惩罚如何？”一群人面面相觑，随后抱拳道：“我觉得素赤鸠所言不错，这个惩罚可让林然认识到错误，也不会伤及林然性命，如此甚好。”接着南风看向徐臾道：“你觉得这个惩罚如何？”徐臾嘴角狠狠抽了抽，把林然打入天渊的外围，仅仅禁闭上半个月，这个惩罚有和没有简直没区别。与其说是惩罚林然，倒不如说是让林然去天渊赏风景去了。不过谁让他不占理呢？谁让徐胜挑衅，怀恨在先，技不如人，被林然反杀呢？他没有理，就只能够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我没有异议。徐臾咬着牙道，他的眼底翻涌着滔天的恨意。如果眼神能够杀人，林然早已被他千刀万剐。从现在开始，他与林然之间的梁子彻底结下了。接着南风看向苏西月和颜如玉，笑道：“你们二位呢？觉得这个惩罚如何？还行吧，只要不伤到林然就行。”颜如玉淡淡道。苏西月也是轻轻抱了一拳，
他暗中则是给林然传音意图，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天渊里反省，看你日后还敢不敢冲师了。眼不见为净，接下来的半个月，林然要前往天渊关禁闭，又不会危害到自身性命，他自然是轻松惬意不过。而且在这半个月时间里，他还可以趁机恢复修为，一举反超林然。届时，等林然从天渊里回归后，他会让林然知道何为尊师重道，到时候就轮到他翻身做主人了。他果然是个天才啊！林然看着暗自窃喜的苏西月，不由得撇了撇嘴。他好歹也是和苏西月在同一张床上睡过的人，就连后者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底裤都知道，岂能不知道苏西月现在在想些什么？无非就是趁着他不在的这半个月时间里提升自己修为，然后等他回来再一举镇压他罢了。不过苏西月还是太过年轻了，一点都不了解他可不是愿意吃亏的主，强势的他也绝不会轻易给苏西月翻身的机会。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不肯吃亏的天命之子遇上了不肯吃亏的天命系统，这不对位了吗？任务暴露命运仙体，震惊众人，以此化解惩罚之忧，奖励10000天命点，地级极品神通鲲鹏无量神拳。选项二，小小惩罚罢了，本天命之子就是福大命大，认了。任务接受惩罚，前往天渊关禁闭，奖励10000天命点，斗焰光环+1。我选一。林然心中顿时做出了选择。武学和神通乃是修士们最为常见的一种杀敌手段。武学分为灵级、玄级、地级以及天级，而神通更在武学之上，分为圣道神通、至尊神通以及地级神通。而鲲鹏无量神拳是地级极品神通，可以说是最为顶级的神通了。若是不选选项一，简直是辜负了童子的一片好意啊！我不同意！林然突然跳了出来，大声道。眼见事情原本就要落下帷幕，林然却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不同意，众人也是纷纷愣住了。封主们同意了，副封主们同意了，宗主同意了，就连吃亏最大的徐宇也同意。结果你跳出来大喊不同意，你特么搁这闹着玩呢？逆徒，你又在发什么疯？苏西月急了，娇喝一声。当然他急不是因为林然此举会惹得宗主等人不快，而是他也怕林然逆转乾坤，轻而易举地化解此事，甚至不用受到任何惩罚，那他的翻身计划岂不是泡汤了？哦，林然，你为何不同意？不妨说来让我等听听。南风并未动怒，反而如沐春风地笑道，我认为我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为何？南风神色有些许诧异，问道。第一，特殊情况就应该特殊对待，徐胜以下犯上，想要在阴阳圣杯中灭杀我，只是因为他实力不济才导致被我反杀，所以我杀徐胜合情合理。再者，就算我不杀徐胜，但以他犯下的罪，也必定要被打入天渊，同样是个必死之举。而我免除了这个流程，直接灭了徐胜，又怎么不是给宗门一个方便呢？宗门不感谢我，反而要惩罚我，实在不合情合理。林然背负双手，悠然道。听闻此言，徐余气的肺都要炸了，这该死的孽畜，真是好一个口齿伶俐，白白杀了他的小儿子也就罢了，竟然还不想得到任何惩罚，甚至还反过来要求宗门感谢他，什么好事都让他占了，有他这样玩的吗？南风等人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忍不住白了林然一眼。他们自然知道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对待，但铁律就是铁律，谁也不能越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命运仙体并不适合天渊的环境，如若天渊的毒气瘴气伤害到了我的命运仙体，那么这到头来宗门的损失岂不是更大了？以防万一，林然更是祭出了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命理道盘，以防南风等人不相信他有命运仙体。再说了，体质天赋这种东西不就是用来暴露装逼的吗？你有至强体质绝世天赋，一辈子藏着掖着没人来发掘培养，那和没有又有什么区别？林然暴露出命运仙体，目的便是为了获得飞仙宗的重点关注，如此他才可更好的成长。这是命理道盘，这真的是命运仙体？命运仙体是命运仙体，天下无数体质中当之无愧的最强体质。哈哈，太好了，真是天佑我飞仙宗啊！众封主、副封主看到林然祭出命理道盘后，皆是石化当场，脑中似有惊雷炸开。随后他们面露无尽的激动、兴奋之色。飞仙宗虽然是云州的霸主，但是在外树立的敌对势力也不少，而今最强的特殊体质诞生在了他们飞仙宗，只要大力培养林然，便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届时他们飞仙宗就算是称霸整个天下，也绝对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原来是命运仙体，难怪之前我用速流仙笛回溯过去的时间时，会有一小段时间朦胧而不可视，原来竟是命运仙体。时间峰的副封主肃赤鸠震撼当场，心中恍然大悟，想来是林然的命运仙体显微，扰乱了阴阳圣杯中的时间法则，才让林然灭杀徐胜的时间片段难以回溯。逆徒他竟然真的！苏西月瞳孔猛地一缩，惊得合不拢嘴，呆若木鸡。先前林然便告诉他觉醒了命运仙体，但他仍旧有些不信。现在林然当众祭出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他信了。原来这逆徒真的没有在逗他，命运仙体竟然是真的。苏妹妹，小然然他竟然觉醒出了命运仙体，
这也太让人激动了。颜如玉在经过短暂的失神后，也是疯狂摇晃着苏希月的肩膀，神色激动万分。颜姐姐，你若是再摇下去，我都要被你摇晕了。苏希月无奈扶额，又不是颜如玉觉醒了命运仙体，她怎么看上去比自己还要高兴激动？可别忘了，她才是林然的师尊啊！命运仙体，天底下最强的体质。南风看到这一幕，也是一阵漠然。他也没有想到，事情竟然还有反转。林然觉醒的是命运仙体，这可是大道仙体，还是最强的大道仙体。当林然暴露出命运仙体的那一刻后，事情的性质便彻底转变了。徐胜要杀的不仅是阴阳峰真传，更是一位身负命运仙体的绝世妖孽，杀的是他们飞仙宗的麒麟子。这一下子可以说是将徐胜的恶劣程度提升了无数个档次，哪怕是徐成有10个脑袋都不够他掉的。铁律虽然不可触犯，任何人都不行，但铁律也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铁律既然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有人可以去凌驾，甚至是去打破。而暴露出命运仙体的林然，不说去打破铁律，但至少也是凌驾铁律之上的存在。徐宇也是彻底麻了，从头麻到了脚尖。原本他就心生不爽，认为林然的惩罚太轻了，结果现在林然暴露出了命运仙体，还有谁敢去定他的罪？好，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仿佛蕴含了大道的韵理，自命运风中传出。是三祖苏醒了。听到这恢宏古老的声音，南风等人面色大变，任谁都不会想到，林然暴露出命运仙体后，竟然惊醒了沉眠在命运峰的三祖。一祖不在，二祖失踪，三祖便是飞仙宗里名副其实的最强者，而林然此刻惊醒的便是这个最强者。没想到这传说中的最强体质竟然诞生在了我飞仙宗，真是好啊！徐瑜，你子徐成要灭我宗麒麟子，此乃大逆不道之罪，死不足惜。另外，子不教，父之过，你子犯下如此大罪，实乃你这父亲教导有失，本祖便罚你去天渊深处禁闭1个月，你可有异议？三祖的声音自命运风中传来，充斥着无上的威严，简直让人不敢忤逆。徐瑜，遵命！面对着三祖的压迫，徐瑜害的心神都在颤抖，哪还敢忤逆？父亲！徐坤看向自己的父亲，眼中尽是担忧和仇恨。这该死的林然不仅杀了他弟弟，此刻更是害得他父亲要去天渊深处禁闭1个月。天渊深处的可怕程度，整个飞仙宗的人都知道。哪怕徐瑜是准地强者，但是进入天渊深处，就算不死也得掉层皮。该死的林然！徐坤满脸阴沉地看着林然，那目光宛若厉鬼一般骇人。另外，林然，你灭杀徐胜虽无过错，但也着实莽撞，本祖便罚你在府中反省半个月，你可愿意？三祖乐呵呵道，说是惩罚，但其实连惩罚都算不上。在府中反省半个月，不如说是在府中快活上半个月。又或者说，林然就算不好待在府中反省，而是到处乱跑我行我素，谁又能管得了他？这就是命运仙体存在的意义。它的存在让林然一跃成为了整个飞仙宗炙手可热的至宝。场上的局势随着命运仙体的暴露而瞬间被逆转，触犯了铁律的林然仅仅得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惩罚，却反手将徐瑜送进了天渊。如此巨大的反转，将一众阴阳峰弟子长老看得目瞪口呆。既已领命，现在便去往天渊吧。三祖淡漠道。是。徐瑜哆哆嗦嗦地应了一声，慌慌张张地朝着天渊飞去。见此一幕，徐坤恨意滔天，冲天的怒火几乎要将他的理智吞噬。林然注意到了徐坤眼底的恨意，嘴角不由勾勒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道：徐坤，本真传知道你现在应该很想杀我，毕竟若不是我，这真传之位大概率是你的。若不是我，你弟弟徐胜也就不会死，若不是我，你父亲也就不会关入天渊。所以本真传想都不用想，你现在的心情应该是欲杀我而后快。徐坤脸色更加阴沉了，还以为林然是在给他挖坑，毕竟林然暴露出了命运仙体后，就连三祖都因此惊醒了。他若回答的确想杀林然，这岂不是要成为三祖眼中钉肉中刺的节奏？只能说林然这人的确很阴，阴的没边了。徐坤，你在害怕什么？本真传可没有那功夫给你挖坑。既然你这么恨我，恨不得杀了我，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1个月后你我生死台上进行生死战，如何？毕竟我才刚踏入河道境，而你却是早早就突破至归一境，所以给我1个月的时间准备，这应该很合理吧？林然悠悠地伸出一根手指，一脸淡然之色。既然已经杀了徐胜，彻底得罪了徐坤和徐瑜，那么便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斩草除根。他要彻底铲除暗中的祸患，绝不让这些祸患有任何可乘之机。他虽是河道境1重天修为，而徐坤却是归一境7重天的修为，他与徐坤之间的差距足足有2个大境界有余，但他依旧无惧，哪怕是1个月的时间，他也有信心干爆徐坤。逆徒，你！苏希月见状面色一变，正要说些什么时，却是被林然柔声打断。师尊，相信徒儿。林然自信满满道，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满级资质根骨，悟性来源于他的命运仙体，来源于他的天命系统。区徐坤拿什么和他针锋相对？看着如此信誓旦旦的林然，苏希月也是罕见的沉默了。现在的林然太耀眼了，单单是一个命运仙体的光环，
便足以让他站到最为顶级的天骄之行列。他下意识地选择了相信林然。徐坤，这是你唯一一次能够不触犯铁律而名正言顺斩杀我的机会了，难道你不愿意？林然似笑非笑地看向一脸犹豫不决的徐坤，道：我可以生命起誓，此次生死战是你我二人的生死战，绝无外人干扰。如此，你还要犹豫吗？眼看着林然又加大了筹码，徐坤心动了。这的确是他唯一一个能够名正言顺地斩杀林然的机会了，他必须得好好把握住。这不仅是为他弟弟徐盛报仇，为他父亲徐虞报仇，更是为了他的真传之位被夺而报仇。行，此战我接下了，希望1个月后的生死台上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徐坤满脸阴沉地撂下一句狠话，旋即转身离去。待到徐坤离去，颜如玉也是满脸担忧地把林然拉过来，没好气地捏着他脸颊，嗔怨道：小然然，你太轻狂，太气盛了，你的修为只有河道境1重天，而徐坤却早早便踏入了归一境7重天，短短1个月的时间，怎能让你逆斩徐坤？你觉醒了命运仙体，只要苟着发育一段时间，面内徐坤还不是手到擒来？何必如此莽撞？你呀你，真是不知道让师姑说些什么好了。颜如玉一脸无奈，一副拿林然没有办法的样子。林然却是毫不在意的笑了笑，道：师姑不弃城还叫年轻人吗？而且我对我自己有信心，这1个月的时间足够让我有能力去斩杀徐坤。看着如此意气风发、年少不知的林然，颜如玉愣了一下。他承认，他此刻也被林然感染了，竟也觉得林然能够做到这个壮举。他抿了抿嘴，叹息一声：好吧，生死战已经立下，无人可以去改变了。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你想要师姑如何帮助你？除了给你搓球，师姑什么都答应哦。林然闻言，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不愧是颜如玉，什么虎狼之词都能够从他嘴里蹦出来。等到好感度上去了，他定要好好调查一下颜如玉，看一下他嘴巴里究竟藏着多少虎狼之词。可逆徒3祖方才让你回府中反省，我看你不如现在就跟为师回去吧。看着有些暧昧的二人，苏希月脸色竟显得有些难看。咦，好大的一股醋味！苏妹妹这是吃醋了？放心，姐姐我不给小然然搓球，难道还不给你搓球吗？颜如玉冲着苏希月抛去一个媚眼，还以为苏希月是在吃林然的醋，殊不知苏希月是在吃他的醋。他与林然的暧昧让苏希月感觉有些刺眼了。颜姐姐，苏希月脸色绯红，没好气地瞪了眼颜如玉，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搓吧。说罢，苏希月抓着林然的手转身飞离了此地。真是奇了怪了，苏妹妹最近的脾气怎么这么大？颜如玉一脸奇怪地摇了摇头，随后飞向了命运峰。既然林然已经被苏希月带走，那他也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他总不可能死皮赖脸地跟着苏希月一起回府吧。紧接着是一众峰主、副峰主们离去，即使离去，这些强者的脸上依旧带着浓浓的震撼之色。今日林然不仅暴露出了命运仙体，还反手将徐虞送入了天渊，这一操作足以让整个飞仙宗震惊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3祖苏醒了，且3祖对于林然更是霸气护短，而这也间接代表了3祖的意思，那便是不留余地，全力培养林然。毕竟这可是世间最强的体质，傻子才不会去培养呢。与此同时，命运峰一处青竹翠绿茂盛的园林中，一位鹤发童颜、精神抖擞的白衣老者正坐于其中，为自己沏了壶好茶。此人正是命运峰的3祖周之意。主人，林然与徐坤立下生死战，我们当真不插手此事吗？暗中传出一道虚无沙哑的声音。周之意缓缓放下手中的白玉茶杯，目光深邃道：视情况而定，林然既然敢与徐坤立下生死战，想必他有信心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大幅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此去与徐坤抗衡。当然，若林然最终不敌徐坤，我自然会出手干预。号称天下最强体质的命运仙体，绝对不容有失。林然身负命运仙体，其资质已然不用多说，是个明眼人都能够看出。哪怕是他不要这张老脸，也要保下林然。当然，他心里还是更愿意去相信林然的，毕竟是命运仙体的拥有者，想要创造奇迹貌似也不会很难。主人，那徐虞那边呢？暗中的人犹豫了一下，继续道：徐虞吗？哎，再怎么说也是我飞仙宗黑暗峰的峰主，他历任这么多年，就算是没有功劳，也该有苦劳。但在命运仙体面前，哪怕是本祖也显得微不足道。我让他去天渊禁闭，目的便是让他知道我对林然的态度，让他莫再与林然为敌。如果徐虞执迷不悟，我也不介意罢黜了他，再挑选一人当这黑暗峰的峰主。你要知道，我飞仙宗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强者。周之意眸光锐利，仿佛能够洞穿层层虚空。他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誓死庇护林然。只要林然能够成长起来，一具大成的命运仙体足够将飞仙宗带到巅峰之上的更巅峰。这是场投资，也是场豪赌，就看林然能否成长起来回馈飞仙宗，就看林然能否成长起来后依旧不忘本心，报答飞仙宗。当然，如果情况可以，我也会出手干预，不让林然杀了徐坤。毕竟徐盛已经死了，若是徐坤再死，只怕徐虞当真要发狂了。周之意轻酌一口灵茶，淡淡道：还是主人英明。另一边，阴阳峰峰主府邸中，刚一回府，苏希月便将大门关上，
一脸冷漠气愤地凝视着林然。逆徒，你可知罪？师尊，徒儿何罪之有？林然愣了一下，猛圈道：且不说你以下犯上，欺师灭祖，单说你今日灭杀徐胜，触犯了宗门铁律，宗门不惩罚你，但为师要惩罚你。另者，你色胆包天，不仅冲了为师，更是勾搭你的师姑，为师今日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你。苏西月凤眸圆睁，怒道。林然顿时恍然大悟，别看苏西月说了这么一大段的废话，但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一个我吃醋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0000天命点，地级极品神通鲲鹏无量神拳。恰好此时系统也发来提示，奖励成功到账。林然反手将苏西月臂咚在墙上，右手轻轻捏着后者的下巴，神色玩世不恭道：师尊，你这是吃醋了？苏西月被林然臂咚，以一种极度暧昧的姿势与林然对视，一时之间竟愣在了原地。但很快他脸上泛起一抹嫣红，又羞又怒，忍不住一口咬住了林然捏着他下巴的右手。林然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连忙将手抽了回来。他看着虎口上的牙印，惊道：师尊，你来真的呀？吃醋？为师会吃你这个充师逆徒的醋？逆徒？为师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为师，而今更是与你师姑如此暧昧，你难道当真不知羞耻吗？苏西月银牙紧咬，一字一句道：师尊张口闭口就是师姑，空气中的醋味都要蔓延到府邸外了，还说不是吃醋。林然撇了撇嘴，嘀咕道：逆徒，你休要胡说。总而言之，你这几天好好待在这里反省，若是让为师再看到你与妍姐姐那般暧昧，为师的手段你是知道的。苏西月双手叉腰，嗔怒道。林然看着在他面前气场全开的苏西月，不由得笑了起来。这还真是一小会儿没有调教苏西月，便让后者觉得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自己行了。难道苏西月已经忘了他的修为一落千丈，至今还没有恢复的现实了？吃醋的闹剧该结束了，他会把苏西月捅回现实的。林然上前一步，将苏西月拦腰抱起，右手轻轻勾着他的腿弯，邪魅笑道：师尊，别吃醋了，吃徒儿的坤吧。徒儿方才在阴阳圣杯中意外获得了一门地级极品神通，名为鲲鹏无量神拳，要不徒儿这就传授给你。毕竟是自己冲了这么多天的师尊，对苏西月好一点怎么了？再者说冲师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现在有选择了，他想做一个孝顺的冲师逆徒。苏西月双手下意识勾着林然的脖颈，还未动怒生气，便听到林然要传授给他一门地级极品神通，瞬间他呆住了。他身为阴阳峰的峰主，一名至尊境9重天修为的强者，他自然无比清楚一门地级极品神通意味着什么。地级极品神通堪称神通中的最强，神术之下的第一术法，哪怕是他也仅仅只修炼有一门地级神通，而且还只是下品，与地级极品神通比起来，简直差了108000里。逆徒，你师尊不要多言，徒儿这就将鲲鹏无量神拳传授于你。说罢，林然不给苏西月说话的机会，俯身朝着那张诱人阴唇吻去。苏西月瞳孔猛地一缩，心中又怒又羞，传授神通便传授神通，好好的动嘴干什么？而且这次动的还只是嘴，若是他不反抗，色胆包天的逆徒将会得寸进尺，下一次动的可就不仅仅是嘴了。他简直不敢再往下去想。苏西月的娇躯轻轻挣扎着，冲着林然的胸口一顿乱捶，但很快一股深奥莫测的信息量突然如潮水般涌入他的识海，顿时让他停止了挣扎。这是苏西月感悟着这些玄之又玄的信息量，修长纤细的睫毛疏忽一颤，眼中满是震惊之色。这的确是一门地级极品神通，而且威能无比强大，有着世间极致的速度与极致的力量，甚至于鲲鹏无量神拳的威力能够与一些神术比肩媲美。苏西月顿时惊得亚麻呆住了，没想到这逆徒竟然真的传授给了他一门地级极品神通，而且还是如此的毫不犹豫。瞬间他心中五味杂陈，虽然这逆徒犯下了欺师灭祖的大罪，但目的也是为了救他，而现在又毫不犹豫地传授给他一门地级极品神通。虽说传授的方式有点羞耻，但鲲鹏无量神拳也的确是一门连大地都眼馋的神通。瞬间他心里对于林然的恨和怒气貌似远没有先前那么高涨了。叮，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加10，奖励3000天命点。目前苏西月好感度20。听着系统的提示，林然嘴角缓缓勾起一抹鬼魅的弧度。师尊还真是心口不一，你明明心里很高兴，嘴上却喊着压脉带，摆出一副要死不活的表情。他必须要好好控制一下师尊了。待到将鲲鹏无量神拳彻底传授给苏西月后，林然也是逐渐与苏西月唇分，笑道：师尊，这门地级极品神通你感觉如何？苏西月早已是面色绯红一片，甚至忘了自己还被林然抱着，他目光有些许迷离闪烁，但还是傲娇的撇了撇嘴，嗔道：逆徒，别以为你传授给为师一门地级极品神通，为师就会轻易原谅你对犯下的那些罪。我告诉你，你一天是冲师逆徒，你这辈子都是冲师逆徒。气急败坏之下的苏西月甚至说出了一逆背逆的至理名言。呵呵，既然师尊执意如此看待徒儿，那徒儿也着实没招了。师尊，徒儿的鲲鹏无量神拳可不是这么好获得的，你可得付出些许代价哦。林然抱着苏西月缓缓走向卧房。逆徒，逆徒，逆徒！
苏西月破口大骂，却无能为力。现在的他修为还未恢复多少，压根就不是林然的对手。他发誓，若是让他找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机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林然。林然，师尊，乖乖成为徒儿的摇摇车吧。结，3天时间转瞬即逝。林然搂着怀里不着寸缕，浑身泛着羞红，神色有些许恼怒的苏西月，嘴角也是浮出一抹浅笑。定，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提升20，奖励8000天命点。目前苏西月好感度40，连续3日的操练也是成功提升了20点苏西月的好感度，这也让林然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那便是日久生情。对于心口不一、傲娇无比的苏西月，一定不能给他好脸色，必须要狠狠调教。越是给他好脸色，他便越会蹬鼻子上脸，这也是林然摸索出来的苏西月的一种特性。该死的逆徒，你怎么还不去修炼？可别忘了，你和那徐坤还有一场生死战，到时候你可别被徐坤活活打死了。苏西月狠狠咬着牙，一字一句道。他是真的受不了了，在这帮和逆徒坐而论道下去，他怕是连床都下不了了。嘿嘿，师尊这是在担心徒儿。林然搂着苏西月轻笑起来，右手在他光滑细腻的肌肤上不老实的游走着。逆徒，你莫不是非要气死为师才肯罢休？苏西月气得一把抓住林然的右手，怒气冲冲道。先前林然和徐坤立下生死战，便已经让他气愤至极了，结果现在这逆徒不仅不修炼，反而在这里修炼他，这便让他更加气愤了。师尊莫要担心，不过是和徐坤进行生死战罢了，这没什么，大不了就被徐坤打死呗。林然毫不在意道。苏西月看着一脸不以为意的林然，简直要气得吐血了。这逆徒冲了他，甚至还死死将他压制，一点都不给他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他都还没有报仇雪恨，岂能让逆徒被别人活生生打死？苏妹妹，小然然，你们可在府中？府邸外突然传来了颜如玉妩媚的声音。糟了，是颜姐姐来了！逆徒还不快给为师起来！苏西月恼怒的一脚将林然踹下了床。师尊，你下脚怎么这么狠？信不信徒儿也让你屁股疼起来？林然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威胁道：你这逆徒，为师要换衣了，你还不快给为师滚出去！苏西月气的娇躯都在颤抖，汹涌的波涛如怒般起伏不定。林然撇了撇嘴道：见师尊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徒儿都看了个遍，区换衣罢了，师尊害羞个什么劲？师尊也不希望师姑等得不耐烦了，从而冲进府邸，看到你我师徒坦诚相待的画面吧。眼睁睁地看着林然威胁自己，苏西月却只感到一阵无能为力，她气得浑身都在哆嗦，心中将林然的18代祖宗骂了个遍，这才窸窸窣窣地换上了流风回血仙裙。逆徒还待着做什么？跟我走！苏西月冷着一张脸，抓着一脸看吃了的林然朝外走去。师尊，你好像变得更加有魅力了，该不会都是徒儿的功劳吧？少废话！不一会儿，苏西月便带着林然走出了府邸，抬眼便看到颜如玉、南风、李真武以及数位河道境修为的弟子在外等候。师姑、宗主，你们这是？林然一脸疑惑地看了眼颜如玉等人，不知他们如此兴师动众是为何事而来。小然然，在我云州与幽州的交界之地，也就是龙皇山脉里，有9条极品灵脉现世，想必你也知道一条极品灵脉的价值。而现在龙皇山脉里足足有9条极品灵脉现世，因此我飞仙宗和玉龙魔族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最终我们双方决定，由双方势力的年轻一辈去争夺这9条极品灵脉。玉龙魔族是幽州的霸主级势力，也是飞仙宗的敌对势力之一。而今在云州与幽州交界的龙皇山脉里，有9条极品灵脉现世，双方势力自然不会轻易舍弃这块肥肉。但两方交战所造成的影响着实太大，甚至会波及整个掌命地界。权衡利弊之下，飞仙宗与玉龙魔族决定让年轻一辈去争夺。正巧龙皇山脉里有9条极品灵脉，那便挑选出9位河道境修为的年轻一辈去争夺，胜者可夺得1条极品灵脉，败者不仅连极品灵脉都得不到，甚至还得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毕竟飞仙宗和玉龙魔族是死敌，没有手下留情一说。若能够弄死对方的天骄妖孽，没人会手下留情。据我所知，玉龙魔族此次出战的9个人，乃是他们一族中的准9子。此9子个个天赋惊世，实力强大，很是不俗。小然然，你必须要小心些才是。颜如玉捏了捏林然的脸颊，语气担忧道：看来师姑这是默认我要替宗门出战了。林然无奈地笑了笑：不然呢？你身负命运仙体，又在河道境，此次替宗门争夺极品灵脉，你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了，你可是阴阳峰的真传啊，不得为宗门做些贡献？颜如玉轻笑一声，双手揉捏着林然的脸颊，不断变换着各种形状。见此一幕，苏西月的眼皮跳了跳，独自在一旁生着闷气。毕竟现在人多势众，他也不好当面发怒，否则他和林然的奸情怕是要让颜如玉知道了。他可不想颜如玉整天在他耳边烦着他问东问西的。林然扫视了一眼李真武以及其余7位年轻天骄，道：这些都是其他峰里的天骄妖孽吧？不错，此8人来自8大峰。这位是李真武，我命运峰的天骄；这位是墨霜，时间峰的天骄；这位是邹龙，因果峰的天骄；这位是……颜如玉一一为林然介绍着这群天骄妖孽。
李真武等人面对林然，也是丝毫不敢托大，抱拳恭敬道：“见过林真传。”林然是阴阳峰的真传，在身份地位上便压了他们一头，再加上他身负命运仙体，更是一跃成为了飞仙宗炙手可热的宝贝。他们岂敢对林然不敬？甚至于他们已经有所预料，也许林然将成为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宗门夺宝我装虾，宗门挨打我装龙。有这时间，倒不如多陪陪师尊宝宝捏。任务：拒绝前往龙皇山脉，奖励10000天命点，宠师光环+1。选项二，身为阴阳峰的真传，日后的飞仙宗圣子，重振宗门雄风，我辈义不容辞。任务：答应替宗门出战，前往龙皇山脉，奖励10000天命点，寻脉符。林然看着这2个选项，心中稍微沉思了一下，随后选择了选项二。虽然他现在并不知道寻脉符有着什么作用，但肯定与龙皇山脉有关。也许等他抵达龙皇山脉后，便知道寻脉符的用处了。好，要我替宗门出战，夺得极品灵脉，这的确没问题。不过我也有个条件，还希望宗主能够答应。林然眼睛不怀好意地转动了一下，道：“林然，你先说是什么要求？”南风气息温和地笑道：“在飞仙宗9大峰里，都各自建造有一座珍宝阁，但是据我所知，宗门里还建造有一座至宝阁，里面蕴藏着的都是罕见稀有的至宝。我想去至宝阁里挑选一件至宝，当作是我此行的报酬，如何？”林然嘿嘿笑道：“他不仅要薅一下童子的羊毛，还要薅一下宗门的羊毛。正所谓雁过拔毛，兽走留皮，想要他卖力可以，但是得给到足够的情绪价值才行。没想到你竟然将主意打到了宗门的身上。”南风轻轻摇了摇头，笑着开口：“不过这自然没什么问题，你们9人都可以进入至宝阁，任意挑选一件宝物，就当作是你们此行的报酬了。只要能够夺得9条极品灵脉，就算是让林然9人挑选走至宝阁中的9件宝物，倒也不算太亏。而且至宝阁中的宝物不就是用来激励宗门弟子的吗？哈哈，那就先谢过宗主了。”林然哈哈笑了一声，李真武等人也是面露感激之色的看向林然，他们也算是沾了林然的光，能够进入至宝阁去挑选一件至宝了。若是没有林然提这一嘴，他们想要进入至宝阁一次，只能说是困难无比。多谢宗主，多谢林真传。莫霜先是向南风恭敬抱了一拳，随后风情万种的冲着林然抛去一个媚眼。小狐狸精！颜如玉和苏西月见此一幕，都在心里小声的骂了一句：“逆徒，此次龙皇之行，为师就不跟着你了，你自己小心些才是。”苏西月淡淡道，心中一阵窃喜。逆徒走了，他的好日子也就来了。等他恢复了修为后，看逆徒到时候还怎么压制他。届时府中的一切可就是他说的算了。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这逆徒的安危，毕竟林然已经暴露出了命运仙体，飞仙宗肯定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林然死去的。又或者换个说法，此次龙皇山脉之行，就算所有人都死了，林然也绝对不会死。师尊，徒儿与你相伴如此多年，如今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徒儿实在是不舍得与你分离啊。要不师尊随我一起去龙皇山脉可好？正所谓师尊相随，九子干废。届时若有师尊相伴，徒儿或许能够发挥出200%的实力，区域龙魔族的准九子就更加不在话下了。林然跑到苏西月身后，一脸谄媚的为其捏肩捶背，陪笑道：“差点把苏西月这一茬给忘了。若是他前往龙皇山脉，而害得无人镇压苏西月，那苏西月的修为岂不是要暴涨了？到时候等他一回来，岂不是天都要塌了？该死的逆徒，竟然想骗我去龙皇山脉，从而接着镇压我！哼，居心叵测的逆徒，我可不会上你的当。”苏西月看着林然一脸渴求谄媚的模样，丝毫没有受其影响，反而是智慧在此刻到达了顶峰。他转换了一副表情，故作一脸不舍，转过身去，紧紧握着林然的双手，感动道：“你呸，徒儿，没想到你对为师的感情竟如此深厚，真是让为师心中感动无限，欣慰无限。只不过温室里的花朵一碰就碎，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所以啊，你不能靠为师的庇护过一辈子，你得自己去闯荡，去经历，去成长，你可懂？”看着演技十分炸裂的苏西月，林然在心里暗骂一句：“我懂你个锤子！”他暗中语气淡淡的传音给苏西月：“师尊，演技可以啊，就连徒儿都差点被你骗了过去。”苏西月轻笑一声，嘲讽的回道：“彼此彼此。”说着，他不动声色的掐了一下林然的双手，狠狠剜了对方一眼。看着一副师徒情深的场景，颜如玉也是笑嘻嘻的走过来，分开了两人。好了，整这些煽情的东西做什么？搞得我们此行必定九死一生一样。我相信有小然然在，那什么玉龙魔族的准九子完全不足为虑。颜如玉乐呵呵道：“师尊说的对，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为了彻底成长，此次龙皇山脉之行，师尊便无需跟随徒儿了。”林然自知无法让苏西月跟随自己前往龙皇山脉，索性也不打算再演下去了。乖徒儿，你能懂得这些道理，为师自然为你高兴。等你为宗门夺得极品灵脉，自龙皇山脉回归后，为师再好好奖励你。苏西月伸手捏了捏林然的脸颊，笑里藏刀的样子让林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呵呵呵，放心吧，师尊，徒儿肯定会安然无恙的夺下极品灵脉回归，时不我待，徒
徒儿便先去至宝阁里挑选宝物去了。林然嫣嫣的笑了笑，一溜烟便跑没了影。他已经能够预料得到，等他自龙皇山脉里回归后，苏西月的修为要反超过他的一目了。他现在便需要未雨绸缪，想想到时候该如何化解师尊口中的奖励。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万天命点。寻脉符。林然前脚刚踏入至宝阁，后脚便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童子，打开宿主面板。林然心中暗道：宿主面板，姓名林然，身份阴阳风真传，冲师逆徒，修为河道境一重天，根骨悟性，资质魅力满级，特殊体质命运仙体，神通鲲鹏无量神拳，本源神通命理道盘，特殊寻脉符，大道真意，命运真意，阴阳真意，剑之真意，天命点61000，评价练习时长不足2年半的菜鸡。林然看着自己的天命点已在不知不觉间达到了61000点，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想要觉醒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需要花费整整10万天命点，而今他已积攒了61000天命点，想必要不了多久便能够觉醒出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只不过当他目光向下一扫，看到童子给自己的评价时，也是不由撇了撇嘴。什么叫练习时长不足2年半的菜鸡？他哪里菜了？就算他菜，那也能够让苏西月在他身上心甘情愿地变成摇摇车。他再怎么说也是菜鸡中的战斗机吧。林真传，方才宗主已经给我传音，你可以在至宝阁中随意挑选1件至宝，你挑选完至宝后，只需在我这里登记一下即可。看守至宝阁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一脸和蔼地笑道。随着这些时日的发酵，林然的光荣战绩早已传遍了整个飞仙宗。现在哪个飞仙宗的人不知道林然身负命运仙体，并获得了3祖的青睐和庇护，甚至将黑暗峰的峰主须臾都送进了天渊里。现在的林然才是飞仙宗真正的至宝，甚至已经有不少人在传言林然必定是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有劳苍老了。林然不卑不亢地冲着苍老抱了一拳。好了，免去这些繁文缛节，快些去挑选你心仪的至宝吧。苍老微笑着摆了摆手。林然这才大步流星地走进至宝阁。至宝阁只有1层，且里面所存放的宝物要比每个峰中的珍宝阁所存放的宝物数量少得多，但能够储存进至宝阁的宝物，那毫无例外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林然快速扫过一件件至宝，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宝物。13魔流刀，下品至尊器，在与敌厮杀时可唤出蛰伏其中的心魔，以此重创敌人的道心，可谓阴狠毒辣，鬼神莫测。他威能的确很强，可惜不适合我。灭世拳套，中品至尊器，蕴含有毁灭本源，戴上后一拳轰出，威能堪称惊天动地。戴上这灭世拳套后，该不会只要我打一个响指，掌命地界的生灵就会减少1大半吧？看着镶嵌有几颗耀眼宝石，威能滔天惊人的灭世拳套，林然也是打趣的笑了笑。而且他修炼有9道创界术，肉身之力极其惊人，若是戴上这灭世拳套，可以大幅提升他的肉身之力。说实话，林然已经有些心动了，但还是没有轻易做出选择，毕竟他只有一次挑选至宝的机会，可不能轻易浪费了。紧接着他继续看下去，目光掠过了一件剑至宝，斩神剑，焚天羽，追月翼。一枚玺印。突然林然的目光定格在了一口青色的通体好似由温玉雕琢而成，摸上去温腻光滑的玺印上。玺印看上去很是普通，没有如同13魔流刀、灭世拳套一样锋芒毕露，它看上去很是内敛，甚至内敛到了一种极致的普通。若不是林然福至心灵，甚至都要错过这口玺印。我身负命运仙体，对于一些事物冥冥之中自有感应，既然是命运让我选择了你，那我便不会让你继续蒙尘于此。林然看着手中的玺印，嗡，霎时玺印通体青光爆绽，覆过林然的目光，5个苍劲有力、恢宏古老的大字在林然的识海中显化：诸天幻神印。此印名为诸天幻神印，光是听其名字便可知其逼格，此物绝对非同凡响。诸天幻神印，青衣一脉2大传承至宝之一，宿主得其印便是青衣一脉的传人。不过此印是战损版，等阶跌落至上品元气，宿主可以花费对应的天命点来提升诸天幻神印的等阶。系统道：青衣一脉是什么？林然脸色稍显茫然。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等宿主修为提升上去之后自己去寻找了。系统道：林然微微点头。虽然他现在不知青衣一脉是什么，但也可知道诸天幻神印绝对是稀世罕见的至宝。虽说只有上品元气的等阶，但它质地不凡，坚不可摧，就算是单纯用来砸人也是挺不错的。童子，我若要将诸天幻神印提升至下品圣器等阶，需要多少天命点？回宿主，需要1万天命点。系统回道。林然闻言顿时满头黑线，上品元气提升至下品圣器，竟然需要足1万天命点，这天命系统怎么这么黑？他现在还需要攒着天命点去觉醒命运仙体的本源神通，肯定不能将天命点花在这里的。林然带着诸天幻神印朝外走去，在苍老那里登记。林然，你确定要选这口玺印？这口玺印尘封在至宝阁里多年了，至今都没人发觉它到底有何玄奥。要不你换一件至宝？苍老犹豫了一下，提醒道：此前没人能够发觉它的玄奥，我未必不能。苍老，我意已决，
您不必多言了。林然微笑着摆了摆手，好吧，你开心就好。紧接着，李真武等人也赶了过来，在向林然打了声招呼后，也是进入了至宝阁挑选至宝。小然然，你挑选了什么至宝？颜如玉身姿如梦幻仙蝶般飞来，轻轻捏着林然的脸颊，自然是秘密。林然微微一笑，哦，难道连师姑都不能知道吗？小然然，你可真坏。颜如玉凑到林然的耳旁，故作委屈道。他目光向下轻轻一瞥，看到了林然那无瑕的脖颈，心中竟生出了想要狠狠咬下去，抱着林然猛吸的冲动。不行，我若是这么做了，身份怕是会就此被暴露。这种事情得瞒着大家偷偷摸摸做才行。颜如玉强忍着心中的冲动，终究还是没有咬下去。师姑，师尊呢？林然环顾四周，没有看到苏西月的身影，下意识询问道。哦，你说苏妹妹啊，也不知她最近怎么了，搞得神神秘秘的，就连你这个徒儿临别前的最后一眼她都不来看，便直接跑去闭关修炼了。师姑也搞不懂她在想些什么呢。颜如玉浅笑道。林然顿时感觉头疼。师尊看来这是在与时间赛跑，目的便是在他回宗之前，修为恢复至一种深不可测的地步，以此好镇压他。说实话，他现在已经有点不想前往龙皇山脉了，但奈何他已答应了南风，又在至宝阁里挑选了一件至宝，想要反悔显然是来不及了。罢了，这到山前必有路，师尊的好感度再怎么说也有40点，难不成他还真会杀了我？林然心中嘀咕道。苏西月即使修为比他高，也不会真的灭了他，顶多就是稍微教训教训他罢了。区区教训，他何惧之有？对了，师姑，这是我给你的礼物，这2枚丹药名为破境丹，能够帮助任何生灵在任何大境界突破1重小境界。如果我记得没错，师姑现在应该是准地境3重天修为吧？有这2枚破境丹在，足够师姑突破至准地境5重天修为。林然信誓旦旦地笑道。当真？颜如玉似笑非笑地接下这2枚破境丹。他身为准地境强者，修为的突破非一朝一夕之事，他的确有些难以相信，区2枚看上去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丹药，能够助他瞬间突破2重小境界。要果真如林然所说一样，这足以称得上是2枚神丹妙药。小然然，师姑若吞下这2枚丹药，该不会浑身将变得燥热难耐，媚眼如丝，恨不得将你按在地上一顿狠狠摩擦吧？小然然，你不乖哦，竟然给师姑这种丹药！颜如玉坏笑连连，手指轻轻抚过林然的薄唇。林然闻言，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忍不住白了眼颜如玉，道：师姑，是指我在你眼里便是这种心术不正的人？虽然他充师了，并且因为天命系统颁布的任务，目前正在攻略颜如玉，但就算真要和他们探讨人生深处的哲理，那他也是明着来的，岂会玩这些阴招？他扪心自问，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不会是这种烂人。噗嗤，呵呵呵，好了，小然然，师姑和你开玩笑的。再者说，如果小然然给师姑的真是那种丹药，那师姑也是不会拒绝的了。毕竟谁让我家小然然这么纤秀可口呢？颜如玉舔了舔猩红的香舌，妩媚之气在此刻尽显，静态极颜。林然一阵汗颜，说她纤秀就算了，可口是个什么鬼？难不成她在颜如玉眼里是什么很好吃的美食？对了，先前童子在发布天命任务时，貌似便提过一嘴，说颜如玉是魅魔。他那时还以为魅魔只是形容词，可如今一看，颜如玉眼底对自己的好奇和奇怪的贪婪，貌似对方真的来自早已灭绝的魅魔一族。就在他胡思乱想之时，颜如玉也是毫不犹豫地将2枚破境丹吞入腹中。霎时，他周身散发出狂暴的气息，并且急速攀升着。仅仅眨眼间的功夫过去，他的修为便足足提升了2重小境界。小然然，这看着自己从准地境3重天瞬间突破至准地境5重天的修为，颜如玉好似被惊雷击中，瞬间惊呆在了原地。他原以为林然只是在逗他开心，毕竟他是准地境强者，就算是一小众境界的提升，也非什么简单之事。可仅仅是2枚破境丹，便提升了他2重小境界，省去了他多年苦修，如此奇效，他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更关键的是，如此2枚神丹妙药，可林然却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便赠给了他，这简直让他心生无限感动。他看着嘴角含着一抹微笑的林然，再也抑制不住心底翻涌着的滔天情海，伸手便将林然搂在怀里。林然淹没在颜如玉的波涛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颜如玉的大小可不是苏西月能够比拟的，想要淹死他绝对轻而易举。小然然，没想到你说的竟都是真的。这2枚破境丹足足省去了师姑数年的苦修，师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了。颜如玉心潮澎湃，激动到面红耳赤，这么孝顺纤秀又可口诱人的师侄，他简直是爱了呀。林然乱叫，完全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过该说不说，用师姑牌洗面奶洗脸，还伴随着阵阵幽香，这种感觉的确不错，恐怕全天下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待遇了。不好意思，小然然，是师姑太激动了。颜如玉也注意到了林然的窘境，连忙松开了他。他低头向下看去，甚至还能够看奶白的血子上残留有一小滩晶莹剔透的口水。这个发现让他的脸颊当即烧了起来，完全不受控制，就连扮演在长发下的雪白耳根都可耻的羞红了。这个小然然还真是不老实呢。颜如玉心中又羞又嗔，可
林然轻咳一声，随后轻笑道：“师姑，师侄给了你2枚破镜丹，助你省去了数年苦修，师姑应该如何报答师侄呢？报答吗？”颜如玉眼球狡黠地转动了一下，随后缓缓凑到林然的脸庞，犹如蜻蜓点水般轻啄了一下。吻完后，他连忙与林然拉开了些许距离，满面红晕，眸子里含着春光，潋滟的几乎要溢出来，诱人的唇瓣透出艳极的绯色。小然然，师姑这个报答，你可还满意？颜如玉罕见的羞赧起来，宛若一个怀春的少女，目光有些紊乱。定，检测到颜如玉好感度提升30点，奖励12000天命点，诸天幻神印等阶提升至极品圣器。目前颜如玉好感度65。伴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林然也是感到一阵满意，真不愧是一点亏都不让他吃的童子啊！前脚他还想要提升诸天幻神印的等阶，没想到后脚童子把这个作为了奖励。知他者，童子也。而等阶恢复至极品圣器的诸天幻神印，其威能无疑更是强绝。师姑的一个吻换2枚破镜丹，师侄怎么总感觉亏了呢？林然摸了摸鼻子，嘿嘿笑道。颜如玉妩媚地白了他一眼，随后又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羞道：“2个吻换，你2枚破镜丹，这下你总算满意了吧？”林然得意地笑道：“嘿嘿，还是师姑对我好。”颜如玉闻言傲娇地挺了挺胸：“那是，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师姑？对了，小然然，反正你身负命运仙体，要不你脱离了阴阳峰，加入我命运峰吧。有师姑在命运峰，肯定能够好好照顾你的。”照顾2字，颜如玉咬得很重，显然是意味深长。师姑对我虽然好，但师尊也不差，要我抛弃师尊，转而投靠师姑，我还是做不到的。再者说了，若我真的抛弃师尊投向师姑，只怕是师姑会看不起我了。林然哈哈笑了笑，开玩笑，他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以攻略苏西月为主，怎么可能说离开阴阳峰就离开阴阳峰？小然然说的对，你不来我命运峰，又让师姑我垂涎3尺，望而不及；你若来我命运峰，却又让师姑我看不起你。小然然，你呀你，真是一个让师姑倍感矛盾的人呢。颜如玉伸出一根纤纤玉指，在林然的眉心轻轻点了一下。与此同时，李真武等8人也是挑选完了至宝，纷纷从至宝阁中走了出来。紧接着，宗主南风似一阵清风拂过般现身，立于众人面前。可都挑选完了至宝，一切安排妥当了。南风双手负于身后，淡笑道：“放心吧，宗主，一切都准备妥当了。”颜如玉点头道：“时不我待，那我们便出发吧。”南风轻轻打了个响指，一艘古楼船腾空而起，气势磅礴。走！南风衣袖一甩，下一秒，众人便已立身于古楼船上。轰隆隆，古楼船破空疾驰，犹如惊雷当空，隆隆作响。云州与幽州的交界处，龙皇山脉半空中，此刻正有着2方人马对峙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这2方人马，赫然是飞仙宗的强者以及玉龙魔族的强者。飞仙宗，你们动作太慢了，我玉龙魔族的准九子早已准备妥善，就等着你们飞仙宗的年轻废物前来，由他们亲手撕碎。玉龙魔族的阵营中，一位头生双脚、魔气滔天的老者淡漠着开口：“呵呵，老泥鳅，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若我飞仙宗的弟子前来，怕不是会把你那9条小泥鳅给当场吓尿了吧？”飞仙宗的冯长老冷笑连连，毫不示弱：“哼，废话少说，一切手底下见真章。”玉龙魔族的族老冷哼一声，眸底杀气毕露。轰隆隆！就在此时，一艘气势磅礴的古楼船腾空驶来，船头上插着一面镌刻有飞仙2字的大旗，带给人无尽的压迫感。飞仙宗到来，是飞仙宗。玉龙魔族的族老看着飞仙宗的古楼船破空驶来，心神也不免感到些许震颤。毕竟是大名鼎鼎的飞仙宗，是云州的霸主，试问谁面对飞仙宗能够保持平静？不多时，古楼船停在龙皇山脉的上空，一袭青衣的南风缓缓从其中走出，拜见宗主。冯长老等一众强者纷纷恭敬地抱拳行礼。什么？来人竟然是南风大帝！玉龙魔族的族老心神在此刻彻底被震撼了，任谁都没有想到，传闻中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南风大帝，竟然会现身龙皇山脉。南风，好久不见，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会亲自现身此地。玉龙魔族那边，天穹上的云层之中，有一颗硕大的龙头缓缓浮现，其龙角狰狞遒劲，一双猩红的眸子宛若悬浮在空中的血月，滚滚魔气自他鼻腔中喷吐而出，好似2道万丈魔柱。轰！随着一阵滔天的魔气疯狂蔓延，这头魔龙也是化作人形，立于南风面前。这是位身穿黑袍，衣裳上绣有锦绣山川，容颜英美的青年。龙拜雪，你不也亲自前来了吗？南风背负双手，一脸淡笑。呵呵，看来你我对这9座极品灵脉都很是眼馋啊。龙拜雪皮笑肉不笑道：“拜见族长。”玉龙魔族的族老们冲着龙拜雪纷纷抱拳行礼。免礼。龙拜雪淡淡的点了点头。其实更让我好奇的一件事是，为什么你这么能生？你们玉龙魔族的准九子是你的子嗣，真龙九子也是你的子嗣，真不明白以你这种修为是怎么生出这么多子嗣的。南风轻笑道，语气中稍稍有些艳羡。按理来说，修为越高，血脉越强，诞下的嗣的概率也就越低，但龙拜雪却不一样，诞下的子嗣一次比一次多，而且个个身负强大的特殊体质，
天资妖孽，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你羡慕了？龙败雪眼睛微微眯起，谈不上羡慕，毕竟你族中的准九子今日便要全部陨落在这里。南风微笑道。听闻此言，龙败雪的目光骤然一凛，随后放声大笑。南风，多年不见，你还真是越来越猖狂了。说着，他顿了一下，缓缓伸出2根手指，道：南风，龙皇山脉的极品灵脉是我玉龙魔族率先发现的，按理来说，他们本就该属于我玉龙魔族，只不过也不知你飞仙宗是如何得知了极品灵脉的消息，这才让局面走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但其实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最重要的是，我玉龙魔族临时改主意了，要附加2个条件，若你答应，我们便让年轻一辈去争夺极品灵脉，若你不答应，哼，那我们2大势力便鱼死网破，不死不休。南风微微颔首道：龙皇山脉里的9条极品灵脉，的确是你玉龙魔族先发现的，此事我飞仙宗说起来的确有些理亏，你可先说你玉龙魔族的条件，若我能够接受便答应，若我不能接受，那便免谈。你玉龙魔族要战，我飞仙宗奉陪到底。他飞仙宗当了云州这么多年的霸主，从来就只有他们威压别人，还从不允许别人来威压他们。如果龙败雪提出的条件让他不能接受，那他肯定不会委曲求全，不就是拼个鱼死网破吗？他飞仙宗也不是没有这个魄力，只怕到时候玉龙魔族这条鱼死了，他们飞仙宗这个网却不会破。好，第一个条件便是我玉龙魔族的准九子还需要做些准备，这场厮杀的时间得延迟在半个月后。龙败雪点头道：可以。南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一个条件。我玉龙魔族的第2个条件便是争夺9条极品灵脉时的1对1的厮杀将变为混战，也就是说，你飞仙宗的弟子与我族的准九子一同上场，不死不休，谁是最后存活下来的，谁便是这9条极品灵脉的最终拥有者。南风，不知你意下如何？龙败雪邪魅一笑。南风眸光淡淡，在心中沉思了一下，道：我飞仙宗答应了。很好，那么你我便半个月之后见了。说罢，龙败雪命人在此地继续看守极品灵脉，随后独自离去。南风看着龙败雪离去的背影，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下一秒便回到了鼓楼船上。宗主，你答应龙败雪第1个条件也就罢了，但是为何要答应第2个条件？玉龙魔族将单独厮杀改成大混战，想来肯定是有了新的谋划，而且定然准备齐全，我们贸然出击，只怕是会落入敌人的圈套。颜如玉不解道：我看龙败雪那势在必得的神色，便知道我若不答应他这2个条件，只怕他真会绿玉龙魔族与我们开战。南风摇了摇头道：可我们飞仙宗无惧玉龙魔族。颜如玉急道：你说的对，但我们飞仙宗的敌人也不只有玉龙魔族一个，我们飞仙宗的使命也不是为了夺得极品灵脉而去与玉龙魔族争个头破血流，我们飞仙宗的目光要看得更远才是，能不节外生枝便尽量不节外生枝。南风淡笑着回道。眼见颜如玉还要说些什么，他轻轻摆了摆手，笑道：好了，你不必再多言了，玉龙魔族有准备，难道我们就没有准备？正好林然他们不是在至宝阁中各自挑选了1件至宝吗？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便让他们去熟悉熟悉自己挑选的至宝，以此在之后的厮杀中最大发挥出至宝的威能。毕竟绝对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所谓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只有分崩离析的份。李真武等人神色坚毅地点了点头，对于南风的话语深表认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只要拥有绝对的硬实力，纵使玉龙魔族在如何利用阴谋诡计，他们也无需畏惧。好了，都去歇歇吧，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你们好好熟悉熟悉你们手中的至宝，届时便赐给玉龙魔族雷霆一击，定不负宗主所托。是夜，林然盘坐在床上，眼前沉浮着诸天幻神印。宗主南风说的不错，他虽然获得了至宝，但却并不熟悉如何至宝，他要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挖掘出些许诸天幻神印的玄奥才行。他将神魂侵入诸天幻神印中，伴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笼罩住他的神魂，不一会儿，他的神魂便来到了一方独特的天地。这方天地是一片浩瀚无垠，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平原。林然神魂向前飞去，若非周围景象的确在不断变换，他甚至以为自己只是在原地踏步。平原太浩瀚无垠了，且无比单调，辽阔的让人绝望，仿佛置身于难以逃脱的牢笼。少年郎，莫要再往前飞了，你这般毫无目的的探寻，找不到心中想要的答案。不知何时，林然神魂的身后下方的空地上竟浮现出一口波光粼粼的湖泊，一位身着蓑衣的老者正坐在湖泊旁悠闲垂钓。林然神魂眼皮猛跳，心底暗暗吃惊。他刚才经过那处时，并未看到那里有一口湖泊，这是何时出现的景象？这老者又是何方神圣？晚辈林然，飞仙宗弟子，见过前辈。林然神魂飞到老者面前，恭敬地抱拳行了一礼。飞仙宗吗？没想到你竟来自这个宗门。老者淡然一笑，前辈也知我飞仙宗。林然神魂下意识问。老者点了点头，道：我见惯了太多势力的兴衰与更迭，但飞仙宗却是个例外。这天下犹如滔滔大浪，淘尽了无数沙砾，可唯有飞仙宗屹立不倒，亘古不变。你可知为何？林然神魂抱拳，晚辈不知。因为你飞仙宗与传说中的仙人有些渊源，至于这渊源是什么，我不方便告诉你。对了，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朱天幻神印的器灵，你称我雅老即可。雅老收起钓竿，缓缓起身，微笑道：你想要发掘朱天幻神印的玄奥，是不能和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方天地飞行的。林然神魂不卑不亢道：还请雅老指点一二。简单来说，朱天幻神印并非是一件简单的法宝，它更像是与神联系的媒介，而你想要与神联系，甚至是让神为你所用，靠的是心。雅老笑着伸出钓竿，轻轻点了下林然神魂的心口。这方天地名为星幻神天地，你用心去感悟它，便可知其玄奥，得其神势。好了，我的话便到这里了，至于你能悟出多少，便全靠你自己了。雅老左手伸出，轻点林然神魂的眉心，让其神魂回归肉身当中，靠心去感悟。林然看着面前的朱天幻神印，目光稍稍闪烁一下，扩散出自己的心神，逐渐将朱天幻神印笼罩。他的资质、根骨、悟性可是满级的，之前领悟不出朱天幻神印的玄奥，只是因为没有方向，而今有了雅老的指点迷津，为他指点了方向，因此朱天幻神印的玄奥，他此次轻而易举的便领悟了出来。这就是星幻神天的吗？林然看着自己识海中模糊朦胧的星幻神天地，心中小声嘀咕起来。他并没感觉到星幻神天地有多么强大，甚至感觉可有可无。难道是因为他还没与神灵产生联系的原因？与此同时，朱天幻神印的星幻神天地中，正在悠闲喝茶的雅老突然感应到了什么一般，猛地喷出口中的茶水，一双老眼瞪得不能再大。这怎么快就领悟出了星幻神天地？雅老目瞪口呆，整个人好似被一道惊雷劈中，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他身为朱天幻神印的器灵，自然见过不少朱天幻神印的主人，可是他还从未见过有人像林然这样的妖孽，简直妖孽到让人感觉天方夜谭。他才刚刚稍稍指点了林然一下，结果后脚林然便自己领悟出了星幻神天地，这简直大大超乎了他的意料。难不成林然是青衣一脉的某个大能转世不成？朱天幻神印这一次的主人貌似有点非同凡响啊！雅老一阵默然。与此同时，外界林然的房间外，颜如玉趁着夜色蹑手蹑脚地从自己房间中走出，而后从怀里掏出了一口幽绿色的香囊。他将香囊打开，里面顿时传出无色无味，却能够轻易让人陷入昏迷状态的气体。严风主，大晚上的你不休息，拿着千魂引在这里准备迷诱谁？不知何时，南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颜如玉被吓了一大跳，差点将手中的千魂引给丢了，连忙转身，有些做贼心虚的道：可，原来是宗主啊！你突然出现在我身后，是打算吓死我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能被我吓到，便说明你心里有鬼。南风笑道：有鬼？我心里能有什么鬼？我只不过是在大胆追爱罢了。颜如玉双手抱胸傲娇道：你们年轻人的事我管不着，你别做得太过火就行，可别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南风慵懒地笑了笑，转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待到南风走后，颜如玉继续打开千魂引，引导着其中的气体缓缓渗透进林然的房间里。此时在凝聚出了星幻神天地后，林然也是打算使用之前系统奖励给他的寻脉符，可就在他下床时，却感到一阵头重脚轻，眼前貌似出现了重影。该死，有人投毒，难道是玉龙魔族之人？林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玉龙魔族，但转念一想，有宗主南风和颜如玉在这里，玉龙魔族之人不应该敢如此胆大妄为，否则即使南风将投毒的玉龙魔族之人砍成臊子，都算他们皮糙肉厚。该死，到底是谁？还不等林然多想，他的意识便彻底陷入了晕厥当中，哐当一声栽倒在地。结，小然然，你终于还是栽在了尸骨的手里。放心，不会很疼的，尸骨可是会很温柔的哦。颜如玉一脸邪笑地钻入林然房间，自然而然地将房门关上，并随手布下一座隔绝大阵。看着昏倒在地的林然，颜如玉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犹如饿虎扑食般扑了过去。他整个人压在了林然身上，如怒般的波涛重重压住了林然的胸膛，他就好似痴女一样，将脸深深地埋在林然怀里，贪婪无厌地吮吸着对方身上的气息。自从林然的魅力被系统拉成满级后，他便很想要这么做，而今终于有了这个机会。今晚的时间是属于他和林然的，他必须陪林然好好玩玩。不愧是我家小然然，就连晕倒了都这么诱人，师姑真是爱死你了捏。颜如玉嘴角浮现出一抹邪魅的笑意，眼角渗透出艳足之色。毕竟林然的魅力可是被系统拉满了的，颜如玉越是吮吸林然身上的气息，越是与其亲密接触，他便越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颜如玉右手轻轻枕着林然的后脑勺，动作轻柔细腻的不像话，就仿佛在呵护一件完美无瑕且易碎的艺术品。小然然，师姑要来了哦！颜如玉拂去遮挡住林然脖颈的些许凌乱的青丝，诱人红唇微微张开，露出一对锐利的獠牙。他俯下身子，毫不犹豫地朝着林然的脖颈处咬去。颜如玉的喉咙轻微滚动着，他能够清楚感觉到林然体内的血液顺着他的獠牙涌入他的口中，划过他的舌头，流进他体内。他的身后渐渐延展开一对紫红色宛若恶魔的翅膀，其上更是有清晰可见的鲜红血管在跳动，生气蓬勃。林然此前的猜测没错，颜如玉的确是血脉纯正的魅魔，而颜如玉吸食他的血液的举动，也只是为了释放魅魔的天性罢了。呵呵呵，没想到
小冉冉的血液竟然这么可口，早知如此，我应该早些这么做才对。颜如玉拔出自己的獠牙，带出一连串细小的血珠，脸上浮现出一抹病态艳足的笑容。这还是他第一次吸食生灵的血液，没想到仅仅是一次，便让他食髓知味，再也难以摆脱这种感觉。他知道这其中有命运仙体的功劳在，林然身负命运仙体，其体内的血液如此可口诱人，也实属正常。小冉冉，师姑会对你负责的。颜如玉看着昏迷中的林然，痴痴地笑了起来。他俯下身子，仔细认真却又温柔如云地亲吻着林然的脸颊、唇瓣、下巴、脖颈、胸膛。他完全克制不住心中对林然的爱意了，只想要将林然彻底占有，亲吻着对方的每一寸肌肤。很快，颜如玉的理智几乎快要被汹涌的爱意淹没，他开始着急，开始解开林然的衣裳。可突然，他动作一顿，不行，我还不能对小冉冉这么做，要不然事后小冉冉生气，从此之后不理我可就不好了。而且，我总感觉苏妹妹和小冉冉之间有些奸情。颜如玉的理智逐渐恢复，心中暗自思忖，他不是瞎子，自然能够注意到他在苏希月面前与林然每一次亲密接触时，苏希月的眼底都会翻涌着滔天的醋意。那时他便猜测，也许苏希月和林然之间当真有些许奸情。他不怕他吃了林然后，林然会对他生气，他怕的是，若苏希月知道了此事，只怕是会与他恩断义绝。那时候他怕是连苏希月的好姐妹也做不了，而且还会让林然两头为难。他对林然的爱是疯狂、贪婪、占有的，但也是理智的。若他的爱会让林然为难，甚至难堪到心力交瘁，那他宁愿将这种爱深藏在心里。不过，我虽不能吃了小冉冉，但我却可以玩玩小冉冉。再说了，只要在外面不进去，不就不算吃吗？结，颜如玉呀，颜如玉，你果真是个天才啊！小冉冉，你放心，师姑只在外面磨磨蹭蹭，是不会让你难堪的。颜如玉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坏笑。这话要是让林然听到了，肯定会直呼一声倒反天罡。之前在蓝星，一般都是他对其他女子这么说，结果现在反而轮到颜如玉对昏迷中的他这么说，这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紧接着，颜如玉继续展现出了善解人意的一面，直到天色即将破晓，几缕白光刺破了无尽黑暗。颜如玉仔细打扫了一下战场，确保自己没有留下存在过的痕迹后，也是心满意足的悄然离去。半个时辰过去后，安然躺在床上的林然也是悠悠转醒，除了他脖子上还存在着2个细小的血洞，一切都显得很是正常，完全发现不了颜如玉来过的痕迹。妈的，究竟是谁投的毒？可别让本天命之子带到你了，要是让我带到了，没你好果子吃。林然艰难地爬起身来，只感觉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激战，浑身腰酸背痛，脸色还有些煞白。蓦地，他感觉自己脖子上传来了些许刺痛。他抓起桌上的镜子，发现自己的脖子上竟莫名其妙地多出了2个细小的血洞。这画面有些类似于他在荧幕上看到过的吸血鬼吸食人类血液时所造成的血洞，只不过他脖子上的血洞要比吸血鬼造成的小很多。难道说是？林然顿时联想到了什么，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只不过这只是个猜测，虽说他80%能够肯定，但并非是完全肯定。稍微琢磨了一下，他单手扶着墙走出房间，敲了敲颜如玉的房门。怎么了，小冉冉？天色还未亮，这就忍不住来找师姑了？让师姑想想，你该不会是忍了一夜，纠结了一夜，这才终于忍不住了，所以想来找师姑探讨人生深处的哲理。颜如玉打开房门，先是假意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而后将林然搂在怀里。叮，检测到颜如玉好感度提升20点，奖励13000天命点，结地丹1枚。目前颜如玉好感度85。听到系统的提示后，林然心中顿时宛若明镜。果不其然，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昨晚在他房里投毒兴风作浪的人就是颜如玉没错。第一，鼓楼船上有南风和颜如玉坐镇，如若真是敌人投毒，必不可能逃过颜如玉和南风的探查。第二，他已有了猜测，颜如玉就是早已灭族的魅魔，而魅族最喜吸食生灵的血液，他脖子上的这2个血洞很有可能便是颜如玉造成的。第三，就是颜如玉对他的好感度莫名其妙提升了20点。如此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这才让林然能够肯定，昨晚定是颜如玉在他房里作乱。林然倒也不是介意颜如玉在他房间里作乱，他介意的是怎么颜如玉这么自私，只顾着自己一个人舒服，让他陷入了昏迷且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要知道，自私的人可是会飞起来的。可，师姑莫要打趣我了。林然轻咳一声，在颜如玉的怀里顶级过废了一波。反正85点的好感度摆在了这里，就算他在这里强推了颜如玉，颜如玉只怕是会夸他推得漂亮。小冉冉，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颜如玉故作大惊失色，一脸心疼道：哎，师姑别提了，昨晚也不知怎地，突然间就昏睡过去了，醒来时只觉浑身酸痛，脸色苍白。林然炯着一张脸，奄奄道：他现在并不打算拆穿颜如玉，毕竟他来到此地还有着一件要事没有做，那便是动用童子之前奖励给他的寻脉符。难道是有人在暗中捣鬼？颜如玉惊讶连连，心中则是暗自窃喜，他的行动果然没有露出丝毫犄角，
林然竟没有丝毫察觉。如此，他岂不是能够在孤独寂寞冷的夜晚，天天去找小然然玩？这么一想，未来的生活简直太带派了呀！师姑，暂且不提这些，我手中有一宝物，能够寻到其他的灵脉。林然摇了摇头，道：寻脉符能够指引着他去寻找其他的灵脉，当然，肯定不会是龙皇山脉里明面上的那9条极品灵脉，毕竟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如果寻脉符寻的是这9条极品灵脉，那岂不是太掉价了？所以林然猜测，在龙皇山脉的暗中，定然还有着蛰伏未出的灵脉。哦，是什么宝物？颜如玉来了一丝兴趣，笑道。林然也不废话，直接将寻脉符取了出来，将之催动。顿时，寻脉符燃起熊熊火焰，化作一道火球，朝着前方急速掠去。师姑，我们走！林然率先跟上这团火球，颜如玉紧随其后。小然然，这符箓真能寻找到龙皇山脉里蛰伏未出的灵脉？途中，颜如玉忍不住问道。放心吧，师姑。林然信誓旦旦道。这可是童子赐予的宝物，岂能有疑？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童子出品，必属精品。跟随着火球的指引，林然和颜如玉在龙皇山脉里急速飞行。短短半刻钟时间转瞬即逝，火球在钻入了一口阴暗干燥的洞穴后便消失不见了。应该就是这里了。林然开口道。我能够感觉到这洞穴里的天地灵气的确要比外界浓郁得多，而且貌似还有着不一样的地方。颜如玉笑道。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也说不上来，我们进去探一探便知道了。与此同时，洞穴里正有着一男一女在玩小游戏。三哥，别这样了，待会儿来人了怎么办？少女声音娇柔妩媚，风情万种。放心吧，小五，这里不会有人来的。而且此地天地灵气如此浓郁，待我为你排完毒后，我们也可在这里好生修炼一番。少年语气充满了坏意，让少女背对着他。此2人正是御龙魔族准九子中的其中2子，其中少年名为龙尘，在准九子里排行老3，因此少女习惯性喊他三哥。至于少女名为龙武，在准九子中排行第7。正所谓龙性本淫，再加上他们同父异母，因此合欢起来并没有太多顾虑。小五，龙尘缓缓俯下身子，轻轻抓着龙武的双臂，与他热吻一起。良久后，龙武与他唇分，媚眼如丝道：三哥，等正事办完，要不我们先回去练习9龙求天大阵吧？毕竟父亲与飞仙宗提出了条件，让我们与飞仙宗弟子的厮杀推迟了半个月，这可是父亲的好意，我们不能辜负了才是。龙尘点了点头，道：小五，你说的不错，9龙求天大阵乃是一种血脉连结大阵，若有我们准九子一起联手施展出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威能。我们的确可以先回去练习9龙求天大阵，反正这里隐蔽得很，倒也不怕有人鸠占鹊巢。9龙求天大阵乃是御龙魔族数天前在外偶然获得的一门血脉连结大阵，若有9位血脉相同的龙族之人联手施展，能够最大的发挥出其威能。这也是龙败雪提出条件要延迟争斗的原因。难怪那龙败雪会突然提出条件要延迟争斗，原来根结竟在这里。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道酥媚入骨的声音，吓得龙尘冷不丁地打了个激灵。他慌忙收拾好自己，脸上煞气逼人，怒目圆睁地看向前方，是谁在装神弄鬼？妈的，竟然敢坏他的好事，绝对无法饶恕！有其龙父必有其龙子，龙败雪生性淫荡，妻妾成群，没想到他子嗣也不遑多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应该就是准九子中的龙尘和龙武吧？颜如玉笑着从暗中缓缓走出，身边还跟着一脸淡漠的林然。见到颜如玉的那一刻，龙尘瞬间被惊艳到了，一阵失神。颜如玉本就生得倾国倾城，再加上他来自魅魔一族，是一只血脉纯正的魅魔，他的妩媚是来自骨子里的，是先天的，是无法让人抵抗的。只一眼，龙尘便陷入了深深的震撼，只感觉身边的龙武都不香了。三哥，你若再敢看下去，我就把你的眼睛挖了！龙武气冲冲地说了一句，随后眼神极度莫名的狠狠剜了颜如玉一眼。龙尘是他的专有物，也只能够看他一人，若有其余女子敢抢他的三哥，他必然会毁了对方。你们莫非是飞仙宗的弟子？龙尘稍稍眯着眼睛，一脸邪笑地打量着林然2人。当然，他的目光更多的还是聚焦在颜如玉身上。至于河道境一重天修为的林然，则是被他自动无视了。区河道境一重天的废物，他大手一挥都不知能够灭杀多少，又岂会在意林然？我们的确是飞仙宗的人，今日在这里遇到你们，也算是冤家路窄。颜如玉轻笑一声，这位姑娘话也别说的那么绝对，你的男人貌似看上去很不行啊，不如你跟着我，让我来好好伺候你。龙尘肆意打量着颜如玉，压根就没把林然放在眼里。他们御龙魔族的天性本就奇淫，而今又见到了颜如玉这般妩媚祸世的女子，他自然更加不可能放过。三哥，快灭了这女人，别让她打扰我们的好事了。龙武眼中的妒火满溢而出，恨不得将颜如玉千刀万剐。颜如玉听着龙武作死般的发言，也是不免感到些许好笑。当然，他身为命运峰的副峰主，一位准地境5重天修为的强者，自然不屑于对龙尘、龙武这种小辈出手，这样的垃圾交给林然清理便可以了。林然看着龙尘和龙武，也是感到一阵无语，他这修为果然还是低了些，没想到
这二人竟然自动把他给无视了。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敢无视本天命之子，今天算你们踢到棉花了。任务以和气生财为理念，向龙晨、龙武道歉，随后带着颜如玉狼狈离去。奖励9000天命点，硬件软化之术，永久不可逆版。选项二，敢觊觎、嫉恨本天命之子的女人，你们也有屈死之道。任务猎杀龙晨、龙武，奖励9000天命点，顶级仙体，九霄神劫剑骨。我选二。林然瞬间做出了选择。选项一肯定是不能选的，这硬件软化之术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奖励，总让他感觉身下凉飕飕的，这是要彻底断他幸福根源啊。而选项二的奖励只能够说是太诱人，太带派了，毕竟这可是顶级仙体啊。顶级仙体那可是仅次于大道仙体的至强仙体，是多少天骄妖孽梦寐以求的体质，这波只要换个正常人来都会无脑冲二。结，原以为是来给我送命的，没想到是来给我送宝藏的，你们可真是我的宝藏男孩和宝藏女孩啊。林然唇角勾起一抹张狂的邪笑，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和我的龙拳说去吧。龙晨眉头一皱，调动体内灵力，右拳轰出，竟隐隐打出一道龙头虚影，龙吟声响彻天地。这正是玉龙魔族的天级武学，据说一拳能够轰碎山河，很是强大。在他看来，像颜如玉这样的女人，就不是林然这种废物能够占为己有的。他必须要灭了林然，将颜如玉夺到自己手里。且他是河道境9重天修为，林然只是河道境1重天修为，在他看来，他这一记龙拳下去，林然不说粉身碎骨，但肯定必死无疑。然而面对龙晨的急招，林然却是不屑一顾。他同样催动体内灵力，调动108枚阴阳使到祖龙的鳞片之力，打出一记鲲鹏无量神拳。顿时鲲鹏虚影自半空中浮现，更有一轮浩瀚无垠的北海。鲲鹏虚影自北海中高高跃起，以摧枯拉朽之势与龙晨的龙拳碰撞一起。二者触碰的一瞬间，龙晨的脸色骇然巨变，一股无与伦比的伟力席卷至他全身，将他轰飞出去。噗！龙晨宛若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大口咳血，整条右手臂都轰然炸裂，化作一团血雾。若非他来自玉龙魔族，是龙族生灵，天生肉身强大，只怕是整个肉身都要在此刻轰然炸碎。但即使如此，他的情况也依旧不好，整个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战力直线下滑，几乎为零。3个！龙武脸色狂变，瞬间便没了血色，连忙飞身上前搀扶起龙晨。小五，快走！此人此人过于强大，你我不是对手。龙晨口中的鲜血犹如不要钱一般吐出，整个人气若游丝，气息奄奄。此刻他心里满是悔恨，早知如此，他在见到林然的第一面起就应该赶快带着龙武逃离此地才是。可现在他在见识到了林然的恐怖后，这时才心生悔恨，未免为时已晚。今日他和龙武只怕是都要死在这里了，毕竟飞仙宗和他们玉龙魔族乃是死敌，林然身为飞仙宗的弟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他们的。走，呵呵，今日你们谁都别想走。林然冷笑一声，祭出诸天幻神印，朝着龙晨和龙武镇压而去。玉龙撕天！龙武双眸猩红，催动体内全部灵力，施展出玉龙血脉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好！一头气势滔天的玉龙虚影浮现在半空之中，狰狞的龙头硕大无比，猩红的瞳孔宛若血月。玉龙虚影探出前爪，宛若缓慢坠落的流星，带有着一抹撕天裂地之势。龙武身负的玉龙血脉乃是高级圣体之等级，此刻他动用全部灵力施展出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其威势堪称惊人，滔天强大。和我比本源神通？林然目光稍显怪异，右手轻抬，掌心之中浮现出一轮道盘，正是命运仙体第一式本源神通命理道盘。命理道盘急速飞出，在空中愈演愈烈，迅速变得庞大，丝丝缕缕的命运之气化作肉眼可见的白色力线，将玉龙虚影缠绕住。轰！命理道盘与玉龙虚影轰然碰撞一起，轻而易举地将被束缚住的玉龙虚影破灭。紧接着，命理道盘与诸天幻神印同时朝着龙武杀去。不！龙武瞳孔猛地一缩，甚至连话都未来得及说，便被轰成了一团血雾。小五眼睁睁看着龙武死在自己面前，龙晨目眦欲裂，流出了一行血泪。别鬼吼鬼叫的，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林然操控着命理道盘和诸天幻神印，转头便朝着龙晨杀去。我玉龙魔族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必死无疑！砰！龙晨话音刚落，整个人便被轰成了一团血雾，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小然然，你如今的实力未免也太厉害了吧？颜如玉将林然抱在怀里，喜笑颜开地揉了揉他的头。虽然龙晨和龙武在他眼里的却算不上什么，但再怎么说也是玉龙魔族的准九子，一个身负顶级圣体等级的玉龙血脉，一个身负高级圣体等级的玉龙血脉，且这二人都是河道境9重天修为，而林然仅仅只有河道境1重天修为罢了。但是在他面前，龙晨和龙武简直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轻而易举的便被灭杀。只能说林然自觉醒了命运仙体之后，可谓是大事出城，师姑过誉了。师侄还有更厉害的方面没有让师姑看到呢。林然笑着打趣了一下，好你个小然然，你这次胆真是越来越大啊！颜如玉捏了捏林然的脸颊，
眼底却翻涌着可怕的贪婪和占有。昨晚他磨磨蹭蹭林然时，自然发现了对方身上最为厉害的一个点。实话说，昨晚他的确被林然震惊了，难以想象世上竟有人将大鹏鸟豢养到了如此庞大的程度。若非是他最后意志坚定，只怕早已捅破了最后一层薄薄的窗户膜，和林然一阵稳那样了。只能说，越是了解林然，便越觉得深不可测，无法自拔。当你以为林然只有那么短一点时，没想到他长得可怕。听闻颜如玉的话语，林然心中忍不住腹诽了一句：他色胆再大，还能有颜如玉大？毕竟颜如玉可是敢大半夜里偷偷摸摸的在他房间里投毒，将他迷晕，随后对他行不轨之事。单凭这一点，他在色胆上便绝对无法超越颜如玉。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9000天命点，顶级仙体9霄神劫剑骨。轰！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林然的体内莫名其妙地觉醒出了一块剑骨，正是9霄神劫剑骨。而也就在觉醒出9霄神劫剑骨的那一刻，林然体内的力量再度喷薄起来，好似苏醒且将欲爆发的火山。他周身的气势竟以一种坐火箭般的速度攀升，恐怖的混沌劫雷自9霄神劫剑骨中迸发，噼啪作响。颜如玉心神猛颤，连忙向后暴退，丝毫不敢沾染一丝混沌劫雷的气息。混沌劫雷据说是混沌初开时天地间诞生而出的第一道劫雷，它的可怕绝对无需多言。而看着混沌劫雷自林然体内迸发，颜如玉宛若一个雕塑一般，彻底惊呆在了原地。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能够在觉醒之时显化出混沌劫雷的体质，貌似也就只有那一种了。顶级仙体9霄神劫剑骨。不出颜如玉所预料的一样，伴随着混沌劫雷出现后，紧接着是滔天汹涌的剑气澎湃四海，将整个洞穴都充斥满。颜如玉已经确定了，此刻林然觉醒的就是传说中的顶级仙体9霄神劫剑骨。他不敢在这洞穴里多待一秒，下一秒便出现在洞穴外面。洞穴里林然的气息还在不停的攀升，待到突破至河道境9重天后，突破也是戛然而止。并非是9霄神劫剑骨的觉醒所带来的能量只能够助林然突破到这里，而是林然有意压制了自己的修为。他还需要去与玉龙魔族的准九子厮杀，去争夺极品灵脉，修为自然不能够突破至斩凡境，要不然到时候玉龙魔族不让他参加这场争斗，那事情可就闹大了。当然等争斗一结束，他的修为该突破还得突破。9霄神劫剑骨骨中蕴含着混沌劫雷，混沌劫雷又滋养着9霄神劫剑。这9霄神劫剑分别为青霄、赤霄、紫霄、云霄、凌霄、烈霄、阴霄、太霄、昊霄。每觉醒出一柄劫剑，9霄神劫剑骨的威能便越强。林然心中暗道，9霄神劫剑骨身为顶级仙体，无疑蕴含着无穷至高的伟力，单单是这9霄劫剑便足够敌人喝上一壶的了。童子，我若要觉醒9霄神劫剑骨的9霄劫剑，需要花费多少天命点？林然心中询问。回宿主，以宿主现在所拥有的95000天命点来看，足够觉醒出青霄劫剑、赤霄劫剑与紫霄劫剑。另外，宿主唯有觉醒出9霄劫剑，才可进而觉醒出9霄神劫剑骨的本源神通。系统解释道，只能够觉醒出青霄、赤霄与紫霄劫剑吗？林然心中低低的呢喃着。不过他现在已经有了95000天命点，距离10万天命点去觉醒命运仙体的第20本源神通已经不远了，应该只差了一个天命任务。既然如此，他便继续留着这些天命点去觉醒命运仙体的第20本源神通。至于9霄神劫剑骨中的9霄神劫，他则是打算自己去花费时间领悟。再怎么说，他的资质、根骨、悟性都是满级的等级，想必觉醒出9霄劫剑不会太难。当然，若是童子发布的天命任务的奖励中能够助他觉醒9霄劫剑，那自然再好不过。所以说到这里，童子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吧？林然用滑稽的目光锁定了系统。系统，此次林然灭了龙尘和龙武，不仅打乱了玉龙魔族的算盘，甚至还因此觉醒出了9霄神劫剑骨。若是龙武和龙尘有在天之灵，只怕是要被气活过来，还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林然都止得不住啧摇头，感慨道：小然然，你觉醒了9霄神劫剑骨。突然他身后传来了一道难以置信到极点的声音，他转身看去，发现颜如玉正满脸呆滞麻木地看着他。颜如玉惊了，呆了，妈了！林然不止身负命运仙体也就罢了，没想到竟然还在此时觉醒出了9霄神劫剑骨。虽说9霄神劫剑骨不比命运仙体，但也是仅次于命运仙体的顶级仙体。寻常人若觉醒出命运仙体或9霄神劫剑骨中的其中一个，都可笑傲天下，日后必将成为风云人物，青史留名。结果现在这两种至强的体质都出现在了同一人身上，这要不是亲眼所见，谁敢相信？这要是传出去，只怕是会吓傻一众年轻天骄。也不知怎么回事，在灭了龙尘和龙武后，师侄突然福至心灵，觉醒出了9霄神劫剑骨。看着颜如玉脸上的震惊，林然笑着解释道：他当然不会傻到把自己的金手指供出来。良久后，颜如玉才堪回过神来，激动地把林然紧紧抱在怀里，道：好，太好了，小然然，你现在不仅身负命运仙体，还身负9霄神劫剑骨，
你日后必将成为名动天下的风云人物。我非仙宗有你，当真是莫大的幸运啊！面对如此激动莫名的颜如玉，林然无奈挣脱不开，也只能够悄悄过嘴瘾，顺便顶级过费一波。小冉冉，你又不老实了。颜如玉看着自己肌肤上残留下的一滩晶莹剔透的口水，娇嗔似的轻轻瞪了眼林然，同时他的心海在翻滚，有着抑制不住的渴望。如今的林然再度觉醒出了九霄神劫剑骨，想必他的血液应该更加鲜甜可口了吧。想到这里，颜如玉的心便抑制不住的激动起来，恨不得现在就显露出獠牙，抱着林然猛吸起来。只不过他还不能这么做，他怕自己魅魔的身份暴露之后，林然会因此嫌弃他。他想，至少也得等自己彻底攻略了林然后，才能够暴露自己魅魔的身份。他要让林然对他食髓知味，彻底离不开他。殊不知，他在林然的眼里也是个攻略对象。师姑说笑了，师侄人老实话不多，怎么可能会是你口中不老实的模样呢？林然嘿嘿笑了笑，颜如玉忍不住给了他一个白眼。狗屁的人老实话不多，应该是人老实话不多吧？当然，林然可不老，而且还很鲜嫩，称得上是鲜嫩多汁，就像是美味可口的西瓜一样，稍微榨一榨就能够榨出不少粘稠的汁水，怎么可能会老呢？在颜如玉眼里，林然简直嫩得不能再嫩了。好了，师姑，我们继续向前走吧，我能够感觉到灵脉就在前方了。林然笑道。好，我们走。二人朝着前方急速飞行，越是深入这口洞穴，里面的空间便越是宽阔，所蕴含的天地灵气便越是精粹浓郁。而且不只是颜如玉感觉到了这里的天地灵气不同寻常，哪怕是林然也感觉到了，这里的天地灵气貌似不同于外界的天地灵气，它要更加的狂暴，蕴含的能量更加的汹涌。好浓郁狂暴的灵气，小冉冉，也许前方当真月含有一条特殊的灵脉也说不定。越是深入这口洞穴，颜如玉便越是感到心惊肉跳。我也能够感觉得到，前方蕴含的灵脉定然非同寻常。林然重重的点了点头。好。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一旁的暗中有一具骇人的尸骨飞出，是龙族生灵的形状，正张牙舞爪地冲林然杀去。这头龙族生灵生前的修为很强，即使死去了这么多年，但威势依旧强盛，不是现在的林然能够媲美的。滚！眼见林然有威，颜如玉怒喝一声，恐怖的法力汹涌扩散，震得这具尸骨散落一地，化作飞灰。好，枪！紧接着数不清的龙吼、黄鸣之声响彻整个洞穴，迫使得整个洞穴都在此刻剧烈颤抖。林然和颜如玉就像是入侵者一样，惊扰到了这些尸骨，使这些尸骨回光返照，恢复了些许往日的神威，要将林然二人格杀当场。哼，不过是一群死了的废物，也敢在我面前嘤嘤狂吠。颜如玉简单单一掌拍出，恐怖的法力波动朝着四方席卷而去，将一具具尸骨吞没，使他们彻底烟消云散。小冉冉跟在师姑身后，师姑倒要看看这前方到底还藏着什么脏东西。颜如玉气势磅礴，准地境五重天修为的气息显露无遗，大步流星的向前走去。林然亦步亦趋的紧紧跟随在颜如玉身后。这个地方到处都彰显着诡异，死去多年的尸骨突然活了过来，并对他们发起攻势。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尸骨上并未附着有任何残魂，甚至是一道残念。那么这些尸骨到底是如何对他们发起攻势的？林然一边向前走着，一边仔细观察着四周突然爆起的尸骨。他发现这些尸骨上无一例外都附着着黑暗的气息，并非是尸骨突然活了过来对他们发起攻势，而是尸骨上的黑暗气息感应到了他们体内的生机，想要蚕食他们的生机，因此带动着尸骨朝他们袭来。尸骨！林然轻轻喊了一声前方的颜如玉，想要告诉对方他的这个发现。颜如玉头也不回的道：我都看出来了，这些尸骨上附着的黑暗气息很是不一般，真不知是什么东西传出的影响。小冉冉，你跟紧点，切莫离师姑太远。随着他灭了一具又一具尸骨，打散了不知多少黑暗气息后，他们的眼前倏然屹立着一口石门。石门很是庞大，散发着恢宏古老的气息，就像是一尊屹立不倒的古神俯瞰着万事不变的沧桑。在感应到林然与颜如玉的到来后，石门竟自主缓缓打开，处处彰显着神意。死寂蛮荒的气息瞬间从石门的背后传出，让人望而生畏。颜如玉带着林然小心翼翼地走进去，二人环顾一眼四周，发现这里就像是经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废墟不断。好，枪！颜如玉和林然的气息惊扰到了这里的黑暗气息，无数巨龙族生灵的尸骨、皇族生灵的尸骨纷纷冲天而起，朝着颜如玉和林然杀去。哼！颜如玉神色丝毫不惧，冷哼一声，祭出一条寒光凛凛的艳红长鞭，鞭身上更有密密麻麻的骨刺凸起。他挥舞着手中的长鞭，舞得虎虎生风，每一鞭落下都有数具乃至数十具龙族、皇族的尸骨爆碎。风铃舞！颜如玉师展出鞭类神通，攻势就宛若秋风扫落的落叶，一道接着一道，绵延不绝，快若风雷。灭！随着一道爆喝声响起，颜如玉右手一挥，将最后一具龙族生灵的尸骨硬生生抽爆。小冉冉，那座宫殿里貌似有不同的气息，我们去看看。颜如玉指向前方一座保存的较为完好的宫殿，询问道：听师姑的。林然笑道：好，我们走。颜如玉左手探出，
抓住林然的肩膀，朝着那座宫殿飞去。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枯败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浓郁的黑暗之气。颜如玉催动体内法力，在周身形成一道屏障，抵挡着这股气息。二人进入其中，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两具人形尸身，但这两人同样是来自龙族与皇族，且时过境迁，他们的尸身不知在此地被遗忘了多少年，但那尸身上却依旧散发着滔天的地威。这威势是两尊大地强者。颜如玉眼皮狂跳，心中顿时警惕大作。大地强者，神龙见首不见尾，平日里压根难以见到一面，是能够在掌命地界里屹立巅峰的存在。他们的强大早已深入人心，无需多说。可是现在足足两尊大地强者同时在此地逝去，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幕。那柄剑，林然看着两尊大地尸身同时抓住的一柄长剑，眼里爆射出阵阵金光。长剑的剑身散发着阵阵寒芒，有如同乌黑墨水，细微如丝的道韵在剑身上流淌，散发着恐怖的威势，让人望而生畏。嗡！就在这时，长剑的剑身轻微震颤了一番，传出一道悠悠之声。又来了两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颜如玉和林然闻言，面面相觑了一眼。敢问前辈，您是？颜如玉率先抱拳问道。我吗？我是这暗世界的剑灵，已经在此地孤寂了万万年了。剑灵悠悠道。敢问前辈，这两尊大帝又是？林然抱拳询问。这两尊大帝吗？他们都是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妄想以微不足道的实力掌控暗世界，所以他们死了。剑灵语气平淡道。颜如玉苦笑一声道，可惜了，没想到就连两尊大帝都死在了这里，也许此至宝与我们无缘了。他顿了一下，略带歉意的冲暗事件抱了一拳道，我与自家后辈无意间来此，没想到却惊扰了前辈，还请前辈见谅。说罢，他抓起林然的手，转身便欲离去。等等，难道你们就对暗世界不好奇？你们可知在这暗世界下还镇压着龙皇灵脉的龙皇之灵？眼见颜如玉和林然将要离去，剑灵顿时急了。闻言，林然脚步一步，转身眨了眨眼睛，故作一脸单纯道，前辈您在急什么？我自然着急，我在这里已经沉寂了无数年了，只盼望能够遇到一位明主，跟随着他征战四方。而今我好不容易等来了你们两个，自然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够掌控暗世界。剑灵解释道。可前辈你也看到了，我和我师姑一人修为只在河道境，一人修为在准地境，就连两尊大帝想要掌控暗世界都殒命于此，可想而知，若我们有想要掌控暗世界的心，只怕下场不会比这两尊大帝好到哪去。林然嘴角勾出一抹神秘的笑容，故作无奈道，非也，你若不试试，又怎知无法掌控暗世界？本尊相信以你的天资，定然能够让暗世界臣服于你。剑灵眼见林然软硬不吃，再度急了。前辈你怎么又急了？林然继续装出一副单纯的模样，实则他心中冷笑不已，这狐狸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剑灵前面才说这两尊大帝是因为实力不济，难以掌控暗世界，所以才生死道消的，结果现在剑灵又说以妖孽的资质便可令暗世界臣服，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可见这剑灵定然有问题，又或者说这压根就不是剑灵。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 A， 区区大帝残魂也妄想谋害本天命之子，给也死。任务夺下暗世界，灭杀大帝残魂，奖励10000天命点，地级极品神通，建筑9天。选项2，此地诡异莫测，不宜久留，本天命之子先溜为敬。任务带着颜如玉回去过二人甜蜜世界，奖励10000天命点，极品天级武学恨月步。我选一。林然心中顿时做出了选择。根据童子的提醒，他也知道了，并非是暗世界的剑灵在作祟，而是一道大帝残魂在作祟。从始至终，暗世界都没有剑灵，这一切不过是这两尊大帝强者的残魂在捣鬼罢了。那么这道大帝残魂会是哪尊大帝强者的神魂呢？林然双眼微微眯起，颜如玉好看的柳眉轻轻皱了皱，道，不必了前辈，我们还是不冒这个险了。就连林然都能够看出其中的端倪，他又怎么会看不出来？而他没有选择当场翻脸的原因，也是不知对方实力究竟如何，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让他感到震惊的是，林然竟突然上前一步，笑道，既然前辈如此相信我，那我也不妨试一试。小然然，你……颜如玉瞳孔微微一缩，正要说些什么时，却被林然打断。好了师姑，你不用多言，我身负9霄神劫剑骨，未必就不能让这暗世剑臣服。林然笑着摆了摆手。暗中的大帝残魂闻言，心中骤然一惊。9霄神劫剑骨，那不是传说中的顶级仙体吗？据说骨中孕育着混沌劫雷，混沌劫雷又滋养着9霄劫剑，堪称是至强杀伐的一种顶级仙体。而林然竟然说他拥有这种传说中的体质，瞬间大帝残魂的内心被无穷无尽的贪婪所包裹，宛若一条瞄准了猎物的毒蛇，伺机而动。苍天有眼，真是苍天有眼啊！没想到我被暗世剑镇压在了这里无数年，可却让我遇到了一位身负9霄神劫剑骨的绝世妖孽，这可真是天助我也。若是将其夺舍，9霄神劫剑骨就是我的了，到时候这方牢笼还如何困得住我黄九玄？我黄九玄迟早成神成仙，永垂不朽。哈哈，好是妖孽的天才，
没想到你竟身负九霄神劫剑骨，有此剑骨在，想必暗事件必定臣服于你。黄九玄赞美连连，想要借此稳住林然。这要是让林然跑了，那他的计划可就彻底泡汤了。如此完美的肉身，他还去哪里寻找？而且他也丝毫不担心林然无法拔出暗世剑，将其掌控。毕竟九霄神劫剑骨乃是顶级仙体，内蕴至强无上的九霄劫剑，只要林然释放出九霄神劫剑骨的气息，必定能够使暗世剑臣服。而他只要等到林然拔出暗世剑的那一刻，破开暗世剑对他的封印，趁此时机钻入林然的识海，将林然的神魂灭了。如此一来，林然这具完美的肉身便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他会带着九霄神劫剑骨以及颜如玉这位妩媚娇俏的女子登顶世界之巅。那晚辈便借前辈吉言，这就来试着掌控暗世剑。林然笑着走上前去，可却是被颜如玉突然抓住肩膀。小然然，你没事吧？这其中明显有诈，你怎么还要以身犯险？颜如玉心生焦急，暗中传音给林然，就算是以身犯险，不还有尸孤在这里吗？林然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一道大地残魂罢了，再强能够强到哪去？就算对方使出浑身解数，难不成还能与颜如玉抗衡？话虽如此，但我们不知这其中的深浅，何必冒险？颜如玉急道：师姑，相信我，我行事自有分寸。林然拍了拍颜如玉光滑细腻的手背，示意后者安心。可是颜如玉还要说些什么，却只见林然猛地释放出九霄神劫剑骨的气息，顿时整个宫殿内剑气凌天，肆虐横行，像是要迫使万剑臣服。在九霄神劫剑骨的威压下，暗世剑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甚至还有意的主动贴近林然。是在颜如玉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暗世剑竟自主从地底飞出，冲向林然。没想到比我想的还要简单。师姑，你看，这不就……林然的话还未说完，便有一道疯狂的大笑响起。终于上当了呀！我黄九玄终于从这破剑的封印里逃出来了。为了好生感谢你，你的肉身我就收下了。随着一道白光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钻入林然的眉心，林然的眼眸瞬间空洞无神了下去。距离太近了，再加上如此速度，快到甚至连颜如玉都反应不过来。毕竟是大地残魂，就算实力不复生前之鼎盛，但若是全力以赴，到底还是能够爆发出不弱的急速。林然见此一幕，颜如玉的脸庞瞬间没了血色，双腿一软，吓得几乎快要晕厥。他身为命运峰的副峰主，见多识广，自然知道此刻的林然正在经历什么。有一道大地残魂竟然要夺舍林然，他的心瞬间揪住，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他的心脏，使他快要窒息。他整个人在轻微的发抖，心中充满了恐惧不安。若林然死了，被人夺舍了，他该如何向苏西月交代？该如何向南风交代？该如何向三祖交代？一位身负命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的绝世妖孽，其无敌之路甚至还未开始，便被人夺舍，这又该是何等的讽刺？颜如玉的大脑此刻一片空白，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愣在原地手足无措，两行清泪自他眼眶中流下。林然被夺舍了，那还是他心中的那个林然吗？他甚至还未来得及开口和林然说自己爱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告诉林然，自从见到林然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将林然当成了他的猎物。他想和林然说的千言万语都未来得及开口啊！林然。与此同时，林然的识海中，黄九玄的残魂自进入此地后，便在疯狂寻找着林然神魂。他生前可是大帝修为，即使只剩下了一缕残魂，但是要灭林然神魂也是轻而易举。只要他找到林然神魂，夺舍了这副肉身，九霄神劫剑骨就是他的了。他必定重回巅峰，甚至是更上无数重楼，踏上仙道极巅。找到了！黄九玄残魂在林然的识海中肆无忌惮的飞行，很快便在眼前找到了正飞速逃亡的林然神魂。想跑？呵呵，死亡才是你的归宿！黄九玄残魂右掌探出，滔天的法力汹涌澎湃，吞没向林然神魂。轰！林然神魂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之力，整个人瞬间倒飞而出，重重摔倒在识海中，神魂透明度都不免暗淡了几分。小子，本帝还得多谢你帮我从暗世剑的封印中脱困，所以为了报答你，本帝可以让你说出你的遗言，甚至是用你的肉身完成你未完成的遗愿。黄九玄残魂踏空漫步而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宛若蝼蚁般的林然神魂。就算是死，我也要当个明白鬼，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你不是暗世剑的剑灵？林然神魂挣扎着站起身来，咬着牙怒道：暗世剑的剑灵，很抱歉，暗世剑从未诞生出剑灵，而我便是那两尊大帝强者中其中一位大帝的残魂，名为黄九玄。黄九玄双手负于身后，淡笑道：至于我为何会被暗世剑封印在这里，其实说来也简单。当年我绿族人与涛龙族之人厮杀，意外将战场延展到了此地，我和涛龙族的族长，也就是你所看到的另外一位大帝尸身，在同一时间发现了此地的暗世剑。我们都发现了暗世剑的不凡，知道此剑或许是我们斩杀对方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又因为对暗世剑的争夺，使得厮杀越发激烈。可谁知后来我们两败俱伤，暗世剑竟突然间威势暴涨，不仅斩杀了我们的肉身，
甚至还将我们的神魂封印在此。而我们各自的族人们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最终被暗事件散发出的黑暗气息侵蚀。只要一有生灵来到此处，便会引起黑暗气息的暴动。而我是皇族生灵，精通各种保命之术，所以要比龙争一苟延残喘的时间要更久。如今终于让我遇到了你，等到了逃脱之机，等到了重回巅峰的契机，所以我必须得好好感谢你才是。黄九玄淡笑道：我还有一个问题，这暗事件到底是什么等阶的法宝？林然好奇询问。或许是一件等阶级高的神器，但不至于到达仙器的水准。好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和遗言，尽皆说出来吧。本帝心情好，允许你诉说这些。黄九玄淡淡道：没有了。林然摇了摇头，既然没有，那便死吧，我会带着你的肉身好好的活下去。黄九玄右掌探出，将林然神魂灭杀。虽然他有一点搞不明白，为何林然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他貌似还隐隐从对方的眼底察觉到了些许戏谑，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亲手灭了林然神魂，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了林然，只有他黄九玄。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驱魂夺身大法夺。黄九玄手掐法诀，施展出神通术法，欲要就此彻底掌控林然的肉身。只不过等了许久后，他依然没有与林然的肉身建立起丝毫的联系，整个人稍显滑稽的在原地愣了半天。怎么回事？难道是驱魂夺身大法不管用了？给我夺！黄九玄先是吃惊，随后继续动用出驱魂夺身大法，想要掌控林然的肉身。黄前辈，你都没灭我神魂，怎么夺我肉身？蓦地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吓得黄九玄打了个激灵，慌忙转身看去，目光宛若见了鬼一般的惊恐，难以置信。只见方才已经陨落在他手中的林然神魂，竟不知为何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并且正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这不可能，你不是被我……该死！少在这里装神弄鬼，给本帝死！黄九玄眉宇间闪过一抹阴狠，右掌再度拍出，将林然神魂拍成了虚无。这下总该死了吧？黄九玄死死地盯着前方，眼睛一刻都不敢眨一下。黄前辈，你好像并没有灭杀我的能力，看来你的算盘终将是要落空了。林然的声音又在黄九玄的身后突然响起。黄九玄这次脸色终于变了，满脸惊恐地转身看向林然，压根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接二连三地灭了林然神魂，可为何林然神魂却始终能够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不成林然的神魂是不死的？林然看着满脸惊恐茫然的黄九玄，开口笑道：黄前辈，看你之前回答了我那么多问题，那么在你死前，晚辈也可以为你解答一下你此刻的困惑。不妨告诉你，此地乃是我领悟出来的新幻神天地，一切随我心动，一切随我心想，我之所想即是所是，在这里我才是主宰一切的神，而神你是杀不死的。噗嗤！说着说着，黄九玄残魂的胸膛突然被一只手掌贯穿，他惊恐地扭头看去，竟发现林然神魂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后，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他完全懵了，前面有着林然神魂在乐呵呵地为他解惑，后面也有着一道林然神魂对他掏心掏肺，这谁反应的了？不，本帝不相信这一切。既然这里是你领悟出来的天地，那本帝便以力破之，让你的神魂、你的天地一同陪葬。黄九玄几乎疯魔了，此刻他只想灭了林然神魂，将林然的肉身占为己有。然而让他绝望的是，不管他灭了多少林然的神魂，总会有林然的神魂源源不断的出现。这方天地的坚固也远比他想象的要更强。闹剧该结束了。林然神魂眸光淡漠，右手缓缓抬起，掌心向上，凝聚出一口缠绕着命运之气的道盘。命理道盘气势磅礴，冲着黄九玄残魂杀去。这是黄九玄的眼里，命理道盘在逐渐放大，直至将他彻底吞没。临死前，他终于明白了，林然不只是觉醒出了九霄神劫剑骨的绝世妖孽，他更是觉醒出了命运仙体的艺术妖孽，并且还领悟出了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拥有命理道盘的庇护，哪怕是没有这所谓的新幻神天地，他的夺舍计划也不会成功。可以说，从始至终，他的夺舍计划都是错的，甚至他觉得这是林然的算计。林然故意在他面前暴露出九霄神劫剑骨，目的便是引起他心中的贪婪，让他产生夺舍的心理，然后再凭借着新幻神天地和命理道盘灭了他。林然的城府太深了，并且算出了他的贪婪，知道他定会产生夺舍的心理。从一开始，他便掉入了林然的陷阱。若是没有生出夺舍的心思，以他的能力，肯定能够从林然和颜如玉的手中逃脱的。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而他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一缕残魂被命理道盘一寸寸地碾碎。最终，他的意识彻底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0000天命点，地级极品神通剑珠9天。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奖励也成功到账，剑珠9天，地级极品剑道神通。习此神通需凝聚出一颗无敌剑心，随后将所有的精气神凝聚在这一剑之上，剑出则天崩地宇，可斩地，可退神。正好如今宝剑和剑道神通都有了，也算是不虚此行。而且我现在的天命点也攒到了105000点，足够觉醒出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了。
林然神魂微微一笑，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肉身。外界，颜如玉正满脸愤恨地死死盯着林然，脸颊上的泪痕清晰可见。若林然被夺舍了，他就算再如何不舍，也绝不会允许此人凭借着林然的肉身，在这掌命地界里胡作非为。当然，林然死了，他哪都不会去，他会将林然葬在这里，永生永世都在这里为林然守墓，直至他老死的那一天到来。这是他给自己的惩罚，也是他必须要经历的惩罚。林然缓缓睁开眼眸，嘴角勾出一抹邪笑，脱口而出道：“真是一副不错的肉身啊！这时的我必将登临9天之巅。”他并未注意到颜如玉脸上的泪痕，也并未看到颜如玉眼底的心碎，否则他肯定不会和颜如玉开这个玩笑。这不是找死吗？果不其然，听闻他这短短一番话，颜如玉脸上的血色瞬间全无，心脏像是骤停了一般，痛到他难以呼吸。但很快，他咬了咬牙，眼眸猩红，浑身涌起滔天的怒气。我不管你是谁，但这具肉身不属于你，我也不会允许你凭此肉身在掌命地界胡作非为。说着，他祭出长鞭，骇人的杀气使得林然的神魂都在此刻颤栗。林然心中咯噔一下，看着颜如玉脸上这极度认真的神色，以及那凝结成实质的杀气，他承认有些害怕了。这是不是玩脱了？师姑，等等，我是林然，刚才我只是在和你开玩笑。眼看着颜如玉手中的长鞭就要向他抽来，林然彻底害怕了，连忙摆手求饶：“你真是林然？”颜如玉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然：“师姑，自然是我，谁家好人夺舍完后还会故意说出那一番话暴露自己？”林然讪讪一笑。颜如玉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将眼前的谪仙人搂在怀里，感觉有些如梦似幻。“你真是林然？”他语气还有些颤抖，还是不敢置信。那一道大地残魂当真没有成功夺舍林然。师姑，你忘了，我觉醒了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命里道盘不仅能够杀敌，还能够保护我的神魂。区区一道大地残魂，怎能夺舍我？而且从始至终都是我的计划罢了。我故意在他面前暴露出9霄神劫剑骨，目的便是为了激发他心中的贪婪，故意让他夺舍我，如此我才可更好的灭他。要不然他若是逃走了，可就有些麻烦。林然轻轻搂着颜如玉，动作温柔细腻地拭去他脸上未干的泪痕。他自然不可能放过黄九玄，不仅仅是因为天命任务，更是因为对方乃是大地残魂。以黄九玄的贪婪，他肯定不会白白将暗世剑拱手相让。若是让他逃走，他日后再杀回来可就麻烦了。林然绝不允许有任何威胁他的存在出现。听到这里，颜如玉也是确定自己怀里的谪仙人就是林然无疑了。命里道盘的确能够保护好神魂，黄九玄的残魂想要夺舍林然，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只不过他先前一时着急，大脑一片空白，因而忘了这茬。咚！突然，林然的脑袋重重地挨了一下，痛得他呲牙咧嘴，倒吸凉气。好你个小然然，故意引诱那道大地残魂夺舍你也就罢了，结果你灭了那道大地残魂后，竟然还敢故意来斗师姑，你说你是不是闲得慌？说罢，颜如玉还不解气，双手放在林然的腰间，狠狠拧了起来。师姑，我错了，你就饶我这次吧。林然痛得连连求饶。见状，颜如玉这才松开了手，转而又将他紧紧搂在了怀里，晶莹剔透的泪珠在他眼眶中打转，闪烁着耀眼的金光。颜如玉语气哽咽道：“小然然，你知道吗？当我看见那道大地残魂钻入你的识海，要将你夺舍时，我的心快要碎了，我整个人快要崩溃了。我不知道你被夺舍之后，我该如何向苏妹妹他们交代。刚才师姑真的很担心你，你懂吗？”看着眼前真情流露、潸然泪下的颜如玉，林然抿了抿嘴，心中一阵愧疚。他伸出右手，轻轻擦去颜如玉眼角的泪珠，语气温柔道：“对不起师姑，是我害得你这么担心了。”颜如玉轻轻抓着他的右手，自己擦去泪珠，随后气鼓鼓的道：“你既然知道对不起我，那你该如何补偿我？补偿吗？”林然微微一笑，右手一拉，把颜如玉与自己的距离拉得更近了些，两个人的肉身几乎严丝合缝地贴在了一起。他稍稍俯身，吻住了颜如玉的单唇。颜如玉没有说话，没有拒绝，甚至害羞的没敢去看林然，但他却主动撬开林然的牙关，与其缠绵入骨，双手紧紧搂着对方，越来越紧。相吻了许久后，林然才渐渐与颜如玉唇分，如沐春风的笑道：“师姑，这个补偿可还满意？”颜如玉整个人都趴在他怀里，将整张脸埋进了他的胸膛。他羞怯地垂下头，嘴唇微微撅起，轻哼道：“勉勉强强吧，不过我可没有就此原谅你。小然然，答应师姑，以后不要再这么冒险了，好吗？”林然揉了揉颜如玉的发顶，语气温柔的发腻道：“放心吧，师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肯定不会去做。”哼，这还差不多。颜如玉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由衷的笑容。定，检测到颜如玉好感度增加10点，奖励13000天命点，治脉破物丹。目前颜如玉好感度95，看着颜如玉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足足95点，林然心中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才过去了几天，颜如玉的好感度便已经来到了这么高的地步。95的好感度，恐怕自己现在就把颜如玉强推了，将她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一阵那呀哦哦，恐怕后者
也只会浑身颤抖着回应：治脉破物丹。林然看着系统空间里刚才获得的治脉破物丹，心中一阵沉思。治脉破物丹同样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丹药，它能够帮助生灵打破血脉中的枷锁，提升血脉等级。林然猜测，治脉破物丹应该适合颜如玉来使用，毕竟对方身负魅魔血脉，能够依靠着治脉破物丹提升血脉等级。不过，林然并不会现在就把治脉破物丹赠予颜如玉，他必须得找个好时机才行。嗡！就在这时，方才暗示剑自地底飞起，而留下的一道裂隙中，飞速窜出一道耀眼的金色光团，是龙皇之灵。黄九玄没有骗他们，暗示剑的确镇压着龙皇灵脉的龙皇之灵，而龙皇灵脉所有的灵气都蕴含在了龙皇之灵的身上。换句话说，龙皇之灵在哪，哪里便是龙皇灵脉。颜如玉显然知道龙皇之灵的重要性，因此在龙皇之灵出现的那一刹那，他便迅速出手，将龙皇之灵的逃跑路线拦截，禁锢在自己的掌心之中。这小家伙挺有灵性的，知道趁我们不备时再逃跑，只可惜他还是逃不过我的手掌。颜如玉傲娇的颔首将龙皇之灵递给了林然。小然然，先前你将2枚破镜丹作为礼物赠与师姑，师姑如今就把这龙皇之灵当作礼物送给你，可好？林然闻言心中一喜，道：多谢师姑。嗨啊，你我之间就不用言谢了。颜如玉紧紧搂着林然，心海莫名有些澎湃，竟主动吻了上去。她的唇很软，带着沁人心脾的清凉和甘甜。她的吻浅尝辄止，却又绵延不断，让林然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品尝棉花糖一样。好半晌过后，颜如玉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了林然，但此刻想吸食林然血液的心思却到达了顶峰。他现在很想知道，觉醒出了9霄神劫剑骨后的林然，其血液与昨晚究竟有着何等不同之处。师姑，此地的机缘已经没了，我们也离开这里吧。林然笑道。此行他不仅觉醒出了9霄神劫剑骨，还提升了颜如玉的好感度，获得了暗示剑、龙皇之灵等等，可谓是收获颇丰。更重要的是，他杀了龙尘和龙武，使得玉龙魔族的算盘彻底崩溃。他现在很想知道，少了龙尘和龙武的准九子，还能不能动用出9龙求天大阵。我们走。颜如玉抓起林然的手，与其十指相扣，悠然地赶回了鼓楼船。与此同时，玉龙魔族内龙帝殿中，龙败雪正满脸难看地坐在地座上，脸上就像是有乌云覆盖，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就在刚才，看护命灯的族老前来禀报，龙尘和龙武的命灯灭了，这也就代表着2人已经身死在外。当然，他并不会为龙尘和龙武的死而感到伤心，毕竟他子嗣众多，别说是准九子了，就连真龙九子都是他的子嗣。没办法，谁让他看上的女子个个都运气强绝呢？他在意的，而是如今龙尘和龙武身死在外，那么接下来与飞仙宗的极品灵脉争夺战，他要派谁出战？真龙九子和准九子是他所有的子嗣中资质最为不俗的18人了，也可以说是玉龙魔族中最为杰出的18人。如今龙尘和龙武死去，他实在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出2个替补的人选，更何况他还要让出战的9人去练习9龙求天大阵。一想到这里，他便感到阵阵头疼。来人，去将龙灵和龙雪唤来。龙败雪当即下令。龙灵和龙雪同样都是他的女儿，虽然资质不如龙尘和龙武，但也是他目前能够想到的在河道境中最为妖孽强大的2人了。让这2个人去填补龙尘和龙武的空位，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他现在只希望14天之后的极品灵脉争夺战不要出现什么意外才是。龙皇山脉的周围，一艘鼓楼船上，颜如玉与林然的身影从天而降，落到了鼓楼船上。师姑，那我便先回房闭关修炼去了。林然在颜如玉的掌心处轻挠了挠，笑道：咦，小然然，可你如今的修为已经在河道境9重天了，若是再突破，岂不是要到斩凡境了？颜如玉一脸疑惑，他倒不是看不惯林然的修为提升太快，从而心生嫉妒，而是因为14天之后便是极品灵脉的争夺战，若是林然将修为提升至斩凡境，岂不是不能替宗出征了？放心吧，师姑，我自然不会傻乎乎的将修为提升至斩凡境。我最近修炼有一门炼体功法，我此次闭关修炼只是提升肉身之力罢了。毕竟此次灵脉争夺战，玉龙魔族可没对肉身之力有要求。林然桀的坏笑起来，他可以利用龙皇之灵中的一小部分能量，助他凝聚出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如此他的肉身之力便又可获得极大的提升。届时他恐怕单单以肉身之力都能够镇压所谓的准九子了。原来如此，那小然然，你就好好闭关修炼吧，争取到时候给玉龙魔族雷霆一击。师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龙败雪那一副傻眼的表情了。颜如玉狠狠挥了挥粉拳，战意昂扬道：放心吧，师姑，14天之后玉龙魔族将在没有所谓的准九子一说。说罢，林然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此次闭关修炼，他不仅要利用龙皇之灵的小部分能量凝聚出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他还要花费10万天命点觉醒出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看着林然离去的背影，颜如玉眼底的贪婪和占有再次显现了出来，但很快他便摆出了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如今林然闭关修炼，也不知何时出关，那他到底该如何度过这些孤独难耐的夜晚？一想到不能吸林然体内的血液，不能对林然进行磨磨蹭蹭的痴女行为，他简直快要发疯了。
难道他真的就只能靠着五指帅哥度过那些寂寞的夜晚？可五指帅哥又如何比得上林然的烫度？哎，今晚又是个寒冷的夜晚了。颜如玉垂头丧气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毕竟空穴来风嘛，没有林然的陪伴，这几天的夜晚应该都会是寒冷的清夜。另一边，林然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也是将龙皇之灵取了出来，准备吸收其中的能量，凝聚出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当然，龙皇之灵乃是龙皇灵脉中全部的灵气聚集在一起，从而诞生而出的产物。而且林然还能够感应到龙皇之灵貌似并不稳定，如果他吸收的能量多了，也许会让龙皇之灵崩溃，重新化解成龙皇灵脉。所以他必须要把控好龙皇之灵崩溃的临界点，不能吸收太多灵气才是。毕竟身上带着一道龙皇之灵，总不比带着一条龙皇灵脉招摇壮实。林然深呼吸一口气，开始吸收龙皇之灵中的能量，凝聚出一片片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他倒要看看，在到达龙皇之灵崩溃的临界点前，他到底能够凝聚出多少枚鳞片。修炼无岁月，转眼间便已过去了14天。而今日，整个龙皇山脉中充斥满了肃杀之气，在9条极品灵脉之上，迎风儿立着10余道身影，正是龙败雪等人。今日之争斗，于我玉龙魔族来说至关重要，切记不要留手。龙败雪冷冷道。虽说龙武和龙尘死了，9龙求天大阵施展起来的威能肯定会下降很多，但依旧很是强大，不容小觑。是，父亲。准九子中里剩下的妻子龙雪、龙鳞纷纷抱拳，齐声震天。龙败雪点了点头，眉头微微蹙起。今日便是他们玉龙魔族与飞仙宗争夺极品灵脉的日子了，怎么放眼望去，只有他玉龙魔族的人在这里，飞仙宗的人呢？来人，去请飞仙宗的人前来，记得别忘了礼数。龙败雪有些愠怒道。是。一位玉龙魔族的族老当即朝着南风的鼓楼船飞去。不多时，他踏空而立，俯视着脚下的鼓楼船，鼓足体内灵力，声音恢宏道：飞仙宗的人听着，我玉龙魔族的年轻天骄已等候多时了，若尔等因为畏惧而不敢前来，我想你们还是趁早滚回家去喝奶吧。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鼓楼船中顿时传出一阵骚动。南风、颜如玉、李真武等人齐齐现身。该死的玉龙魔族，竟然敢在我们飞仙宗面前跳脸，看我这就去斩了他！颜如玉气急败坏道。不必动怒，他只是个传话的，正所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南风微笑着摆了摆手道。紧接着他双手负于身后道：你回去告诉龙败雪，就说我飞仙宗很快便赶过去，不会让他等太久。玉龙魔族的族老冷哼一声：南风大帝，希望你之所言的确如此。说罢，他衣袖一甩，消失在众人眼前。可恶，这玉龙魔族当真是嚣张至极。莫霜满脸怒气，愤愤道：与其在这里骂着，不如去斩了那所谓的准九子。李真武淡笑道。南风看向颜如玉，问道：林然还在闭关？颜如玉看向那扇禁闭的房门，微微点了点头，应该是吧。行，那我们便再等一会儿。南风悠然道。紧接着半刻钟时间过去，1刻钟时间过去，半个时辰时间过去。在这段时间里，玉龙魔族已经来催了许多次了，甚至都懒得爆粗口了，实在是被南风等人搞得心态全无。毕竟今日是争夺极品灵脉的日子，事关重大，他们玉龙魔族的年轻天骄一直严阵以待着，可飞仙宗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见人影，这谁能受得了？伴随着禁闭的房门终于被人打开，无数道目光齐刷刷的看去，他们久久苦等的人终于现身。林然身着一袭一尘不染的白衣，淡然而立，他容貌若仙，肌肤若玉，迎面吹来的微风轻拂着他的青丝，隐约散发出的气息更是让一众女子着迷。小然然，你终于舍得出来了。颜如玉脸色似有幽怨，自然而然地将林然搂在怀里，丝毫没有顾及李真武等人怪异的目光。这14天里，知道他是怎么度过的吗？没有林然的那些夜晚，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冷冰冰的手指头压根就比不上烫乎乎的林然半点。抱歉了师姑，让你久等了。林然微微一笑，没事，主要是那玉龙魔族等得不耐烦了，今日前后来了不下5次，都是来催我们的。颜如玉眼唇轻笑。林然微微颔首，既然他们已经等不及要投胎了，那便如他们所愿。宗主，我们出发吧。南风笑着微微点头，心神微动，驾驭这鼓楼船驶向龙皇山脉。不多时，鼓楼船便抵达龙皇山脉的上方，一道身影倏然浮现，满脸阴沉，气急败坏道：你们飞仙宗的人难道都这般没有时间观念吗？龙败雪，你在急什么？我们只说是今天争斗，又没精确到哪个时辰，难道我们失约了？倒是你们玉龙魔族来这么早作甚？你玉龙魔族的年轻天骄难道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去黄泉路上看风景？南风一脸悠然地走出鼓楼船，淡然道：你……龙败雪气的手指头都在颤抖，五脏如焚，七窍生烟。明明是飞仙宗没有时间观念，可这南风却倒打一耙，质问他们为何这么早到达。有他这么道反天罡的吗？哼，本帝也不想与你多费口舌，我们手底下见真章。龙败雪衣袖一甩，怒气冲冲地离去。走，我们也下去。南风大手一挥，带着众人落在地面上。对面，龙败雪立于前方，身后站着9位头角峥嵘，气质华贵不凡，
体内血脉滚滚沸腾的年轻天骄，这正是准九子中的妻子，以及龙灵和龙雪。至于南风身后，则是颜如玉、林然等人。龙败雪双眼微微眯起，道：“南风，听说你飞仙宗的时间峰有一至宝，名为素流仙笛，正好我前段时间也获得了一样不凡的宝物，名为孤命石。虽说我不知其玄奥，但也能够看出其不凡之处，想必不会比你飞仙宗的素流仙笛差。”闻言，南风轻轻蹙眉，开口道：“所以你到底想说些什么？”龙败雪嘴角勾出一抹邪笑：“南风，不如我们来对赌如何？就赌我们今日谁能笑到最后，赌注便是素流仙笛和孤命石，如何？”南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且不说龙败雪口中的孤命石是个什么宝物，单单是素流仙笛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便不是能够拿来当做赌注的至宝，所以他肯定是不愿将素流仙笛拿出来与龙败雪对赌。好啊，我替我宗宗主同意了你的对赌。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突兀响起，南风的目光微微一凝，扭头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林然。他发现林然的脸上没有丝毫波动，甚至还莫名有些想笑。顿时，他心领神会。好，龙败雪，既然你想赌，那我便陪你赌。南风点了点头，哈哈，如此甚好。龙败雪猖狂大笑。慢着，林然再度开口，似笑非笑道：“龙前辈，我听闻你御龙魔族有收集龙骨的癖好。”龙败雪双眼微微眯起，上下打量了林然一眼，道：“不错，我御龙魔族中的确收集有不少龙骨。你想怎样？很简单，既然你与我宗宗主已有了赌约，那想必你也不介意再加一个赌约吧？”龙败雪目光怪异，审视着林然：“哦，你也想与我对赌？正是。若你输了你我之间的赌约，我便要前往你御龙魔族挑选一具龙骨，不知龙前辈意下如何？”御龙魔族中的强者在作化后肉身不灭，尸骨长存，且尸骨中仍旧蕴藏着精粹磅礴的能量，可以供后辈修炼，所以这也是御龙魔族喜欢收集尸骨的原因。林然对于御龙魔族所收集的尸骨自然眼馋，因此才提出了这个赌约。龙败雪双眼眯起，脸上的沉思一直未断。良久后，他突然大笑了起来：“哈哈，有意思，真是有意思。那么好，你想怎么个赌法？”林然咧嘴一笑：“就赌我能否以一己之力杀你身后那9条小泥鳅。我若输了，我的命是你御龙魔族的，9条极品灵脉是你御龙魔族的，我飞仙宗的素流仙笛也是你御龙魔族。不知龙前辈觉得这个赌约如何？”此话一出，不只是龙灵、龙雪等御龙魔族的年轻天骄呼吸一滞，就连李真武、莫霜等人亦是瞳孔地震，只觉林然太过猖狂了。他们虽然知道林然觉醒出了命运仙体，知道这是天底下最强的特殊体质，但也没有必要如此冒险。毕竟对方是御龙魔族中在河道境这个境界里实力最强的9个年轻天骄，就算林然资质再如何妖孽，但终究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御龙魔族还准备了9龙求天大阵，想要以一己之力灭杀龙灵、龙雪9人，无疑更是天方夜谭。哼，猖狂！就让我龙擎苍来教你做人。准九子排名老大的龙擎苍纵身一跃，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落在地上，掀起一众烟霾。父亲，答应他的赌约，这正是我们一举拿下9条极品灵脉的好时机啊！龙灵也在此时趁热打铁道。闻言，龙败雪看向南风，耻笑道：“南风，没想到你飞仙宗的天骄还挺有个性的，你怎么看？”“怎么看？我打算站着看。”南风不咸不淡道。他注意到了，不仅仅是林然脸上没有丝毫畏惧之色，反而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就连颜如玉的嘴角也是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嘲笑。当即他便明白了，御龙魔族是有备而来，但是他飞仙宗的林然更是有备而来。今日他和林然势必要让御龙魔族大出血才是。龙败雪，哼，既然你这么说，那本帝便默认你答应了此事，一起上解9龙求天。然而龙败雪的话还未说完，龙擎苍便急不可耐地冲杀了上去，狠狠一记龙拳挥出，想要将林然强势格杀于此。在他看来，林然此举无疑是在蔑视他们，以一己之力挑战他们9人，这完全就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他身为准9子中的老大，资质最强的一人，自然心高气傲，自尊心极强，他完全就看不惯林然这副装逼的嘴脸。今天这个逼应该是由他来装，由他来大放异彩才是。死吧！龙擎苍面色阴鸷狠辣，气势磅礴的龙拳当真蕴含了真龙之势，要将林然灭杀于此。就这，然而这一记在他人眼里气势磅礴、势如破竹的龙拳，在林然的眼里却宛若软绵绵的棉花一样，不见丝毫力度。林然催动体内的灵力，以及336枚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不留任何余地地施展出鲲鹏无量神拳。不错，在这14天的闭关修炼里，他吸收了一小部分龙皇灵脉中的能量，成功修炼出了228枚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至此，他也是成功将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凝聚到了336枚之数。336枚鳞片之境，这要比108枚鳞片之境强大了多少倍？林然只感觉以他现在的肉身之力，就算施展凡境修士的肉身，他也可轻易轰爆，更何况只是区河道境9重天修为的龙擎苍。嗡！鲲鹏虚影凭空显化而出，自北海虚影中一跃而起，碾压着虚空，狠狠轰向龙擎苍。砰！
就在双方接触的那一刹那，龙擎苍的肉身瞬间炸为一团血雾，压根就没有任何抵抗之力。嘎！见此情形，所有人都懵了。南风愣住了，颜如玉愣住了，李真武等人愣住了，就连龙败雪等人亦是齐齐呆在了原地，感觉眼前发生的一幕太过玄幻，让他们难以回过神来。身为准九子老大，身负顶级圣体级别的御龙血脉，并且是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人，龙擎苍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了，被林然一拳轰成了血雾。这特么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要知道，他们御龙魔族可是龙族，生来便肉身强大，可是林然却在他们引以为傲的肉身上一拳轰爆了龙擎苍，这未免也太过天方夜谭了吧？甚至龙败雪认为林然隐藏了实力，他并非是河道境九重天的修为，可是他无论如何看去，林然也只是河道境九重天修为，那么便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然的肉身太强大了，要远超龙擎苍。该死，这小子到底觉醒了什么特殊体质，或者说他修炼了某种强大的炼体功法？龙败雪眼眸阴鸷，满脸欲气的死死盯着林然。如今龙擎苍死了，虽然剩下的8人依旧能够动用九龙求天大阵，但威能却是会锐减。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林然，若是只能动用不完整的九龙求天大阵，龙鳞等人还能够击溃吗？但没办法了，事到如今，他们御龙魔族已退无可退。杀！龙败雪满脸狰狞，大手一挥，龙鳞等8人一起施展出九龙求天大阵，杀向林然。然而龙擎苍死了，他们8人也只能够施展出不完整的九龙求天大阵。仅仅8条魔龙虚影自阵中浮现，虽张牙舞爪，但气息却并不骇人。然而即便是不完整的九龙求天大阵，却也不是能够小觑的。李真武等人面色凝重地看着眼前一幕，手心沁出了细汗。他们扪心自问，若他们以一己之力面对这不完整的九龙求天大阵，即使动用出在至宝阁中获得的至宝，只怕是也会身受重伤。以8人之威施展出的九龙求天大阵，终究不是他们能够力敌的。不愧是血脉连结大阵，有点意思。林然嘴角勾着一抹淡笑，脸上不见丝毫慌张。龙鳞8人放眼整个御龙魔族，他们在河道境中都是实力最为顶尖的年轻天骄。此刻8人以自身血脉之力，一同施展出九龙求天大阵，虽说并不完整，但这威能也足以灭杀任何斩凡境修士了。不过即使如此，这在林然眼里也就那样吧。他右手祭出暗示剑，催动体内灵力，将精气神全部凝聚在这一剑之上。哗！一剑斩出，白茫茫的剑气似惊天浪涛，似狰狞怒龙，气势汹涌，欲斩九天。此正是地级极品剑道神通剑诛九天。轰隆隆，剑诛九天与那8条魔龙碰撞一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余威，足足3条魔龙虚影陨灭在这剑气之下，化作虚无。龙鳞8人亦是受到了严重的反噬，纷纷咳血，后退不止。哦，竟然没破！林然小小的震惊了一下，在他看来，他这一剑下去，眼前的九龙求天大阵应该直接被他斩灭才是。可没想到，仅仅只是覆灭了3条魔龙虚影。只能说，这九龙求天大阵的确不凡，就算是8条小泥鳅来施展，也能够发挥出不俗的威能。不过，你们的道也就到此为止了。林然继续催动体内灵力，于掌心中凝聚出一口缠绕着命运之气的道盘，正是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命理道盘。这是看到命理道盘的出现，龙败雪与一众御龙魔族的族老彻底呆愣原地，像是大白天见到了鬼一样，整个人石化当场。轰隆隆，就像是2颗古老的星辰碰撞一起，命理道盘与九龙求天大阵的交锋，震散了天上白云，席卷了苍茫大地。这哪是河道境的年轻天骄在厮杀，这看上去完全就是圣人们在厮杀。噗！在命理道盘的恐怖威势下，龙鳞8人施展出来的九龙求天大阵瞬间破灭，仅剩的5条魔龙虚影纷纷炸裂，化作虚无。更有准九子中的3子陨落在这一本源神通之下，陨落的3子，他们的血肉之气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纷纷涌向暗示剑。暗示剑通体闪烁出一阵妖异的红光，将血肉之气吸收殆尽。没了这九龙求天大阵，看你们这次还能活下多少个？林然神色冰冷，命运仙体的神能在此刻锋芒毕露，恐怖的命运之气自他周身冲起，涌入云巅之上。下一秒，众人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应，纷纷惊恐，呆滞的抬头看去，发现一柄巨大的神剑撕开了天穹，仿佛自9天之上一落而下，带有着一往无前、审判命运的气势。这正是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中剑审判。在闭关修炼的这些天里，林然也是花费了10万天命点，觉醒出了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不止如此，林然更是将命运真意、阴阳真意以及剑之真意通通加持在这一剑上，使得这一剑的剑芒堪称绝世，是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中剑审判。不止如此，还有命运真意、阴阳真意以及剑之真意，这也太……颜如玉等人瞠目结舌，脸上写满了震撼。尤其是颜如玉，他全然没有想到，在这短短14天的闭关修炼里，林然竟能够觉醒出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如此妖孽的天资，他完全就找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了。该死！全力出手！杀！准九子中排行老2的龙杰神色诚惶诚恐，冷汗直流，后背一片如湿。林然的实力太恐怖了，
他的本源神通太恐怖了，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一尊古神在傲视，这种压迫感太大了，吓得他们连尿不湿都尿湿了。玉龙司天，仅剩的龙劫5人催动体内所有的灵力，施展出玉龙血脉的第一式本源神通。他们5人中，玉龙血脉的等级都在圣体等级，此刻一起施展出第一式本源神通，其威势依旧不可小觑。他们同样将自己领悟出来的道之真意加持在这一式本源神通上，只不过他们领悟出来的道之真意大多都是终极真意，只有龙劫一人领悟出了高级真意，与林然的命运真意、阴阳真意、剑之真意比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可笑，就让这一剑终结你们的命运。随着林然的右手落下，天穹上的神剑宛若流星急坠一般，杀向龙劫、龙鳞等人。轰隆隆，在无数双震撼、呆滞、惊恐的目光中，这柄能够斩断命运的神剑将龙劫等人施展出来的本源神通轻而易举地撕裂。神剑落下，直插苍茫大地，龙劫等完全就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其肉身在触碰到神剑的那一刻便纷纷炸裂，爆成团团血雾，并被暗世剑吸收殆尽。龙前辈，你与我宗宗主的赌约是我们赢了，按照约定，这9条极品灵脉、孤命石都是我们的。另外，我还会前往你玉龙魔族挑选一具龙骨。林然的语气听不出丝毫情感，毫无波澜，就仿佛以一己之力灭杀了玉龙魔族中最为杰出的9位河道境年轻天骄，在他眼里就压根不值一提。好，好强！李真武、莫霜等8人齐吞咽了一口唾沫，眼底写满了震惊，惊得合不拢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这场争斗竟然会是以这种结局收尾。林然以一己之力摧枯拉朽般虐杀了龙擎苍9人，这要是放在事发前，他们简直想都不敢想。可偏偏故事的走向的确如此，在他们的眼里，林然简直就是天神降世。最关键的是，林然灭了这9人后，气息依旧平稳，衣着不染丝毫尘埃，就仿佛随手拍死了9只苍蝇一样。这才是最恐怖的一点。即使是独自面对龙擎苍等人，林然却依旧未动用全力。当他们以为林然只有那么长一点时，却不知林然简直长得可怕。龙败雪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事到如今，他终于明白了林然的底气何在。没想到对方竟然身负天下最强的体质命运仙体，难怪林然敢与他立下赌约，敢以一己之力独占龙擎苍等人。试问，最强体质就在林然身上，更何况还觉醒出了2式本源神通，龙擎苍等人死在他手里，的确不冤。哼，本帝答应的事情自然不会食言，这9条极品灵脉还有这孤命石便给你们了。说着，龙败血气极败坏地将手中的孤命石指向南风。身为一尊大地强者，他自然不会言而无信，否则要是传出去，天下人还不得疯狂嘲笑他，还不得贻笑大方。龙败雪，你的好礼本宗便收下了。南风伸手将孤命石握在手里，唇角的笑容止都止不住。今日的林然的确可以称得上让他大开眼界了。命运仙体的第2式本源神通，阴阳真意、命运真意、剑之真意，以及恐怖的肉身之力，难以想象这一切种种竟然会出现在一位河道境9重天修为的天骄身上，这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林然，这孤命石是你赢回来的，你自己收好吧。南风笑着将孤命石递给了林然。谢封主。林然欣然接下，感激地抱了一拳。哼，至于你要的龙骨，你还是随我回玉龙魔族自己挑选吧。龙败雪一脸肉疼地挥袖离去。9条极品灵脉没了，他生下的准九子、龙鳞、龙血全都殒命。与飞仙宗的欣然祥和比起来，他玉龙魔族这边简直就是阴沉到了极点，他的脸色自然不会好到哪去。我估计这老泥鳅要被气疯了，不仅极品灵脉没有抢到手，子嗣还死了这么多。不过准九子死了，对这老泥鳅来说估计不怎么肉疼，毕竟他的妻妾运气太好了，估计用不了几年又能够给他生出来。要是你下次能够将真龙、九子也全都灭了，估计才能够让这老泥鳅真正肉疼一阵子。南风哈哈大笑，放心宗主，迟早有那一天的。与我飞仙宗为敌之人，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无一处他们的安生之地。林然霸气道。好，这才是我宗麒麟子该有的无敌之气魄。南风拍案而起，越看林然越是顺眼，激动。有如此妖孽在他们飞仙宗，他们飞仙宗还要什么自行车？甚至于他心中都生出了一种冲动，恨不得当场就把林然立为这一代的圣子。当然他心知肚明，林然成为圣子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而且还是让飞仙宗上下所有弟子、长老、副封主以及封主们心服口服的圣子。他对林然有这个自信。走吧林然，我们便去一趟玉龙魔族的领地，有我在，玉龙魔族不敢对你出手，除非玉龙魔族想掀起地灭战，除非他们现在就想灭族。南风的话语同样霸气侧漏，有他在，玉龙魔族便不敢动林然。短短一句话便带给林然无尽的安心。那就有劳宗主了。林然笑道。颜如玉，你且将那9条极品灵脉收了，然后在此地等我与林然回归。留下一道命令后，南风抓着林然的肩膀，朝着幽州的玉龙魔族的领地飞去。留在此地的颜如玉祭出一口宝袋，将束缚住袋口的束绳扯开，顿时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宝袋中传出，将埋藏在地底的9条极品灵脉通通收入囊中。幽州吗？做完这一切后，
颜如玉双目深邃地看向幽州所在的方向，眸底一片淡漠，甚至翻涌起仇恨的怒火。他来自魅魔一族，自然也是魔，也来自幽州，但现在他却是出现在云州，并且加入了飞仙宗，这其中自然也有些不为人知的隐秘。与此同时，在南风的带领下，林然也是成功抵达了幽州的玉龙魔族的领地。南风，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这么大胆，竟然真的敢孤身一人带着这小子前来我族。龙拜雪皮笑肉不笑的道，毕竟是白给的机缘，不要白不要。南风不甘示弱道，哼，跟我来吧。龙拜雪拂袖而去，南风与林然跟随在他身后，表情平淡至极。途中，无数双玉龙魔族之人的目光纷纷投来，其中带有着敌意、警惕、审视以及些许好奇。当然，这其中自然以敌意最多，毕竟幽州是魔族的聚集地，平日里可以说是鲜少见到人族生灵，或者说压根就见不到。但现在2位人族出现在了幽州，甚至还出现在了他们玉龙魔族的领地，这其中显然有些许因果。龙拜雪，看来你的族人们很不欢迎我们。南风淡笑道，我们幽州的魔族就是这样，最厌恶的便是你们人族生灵。龙拜雪不冷不淡道，说句实在的，你们幽州的魔族是厌恶我人族生灵，还是仇恨我人族生灵，这些我都不在乎，毕竟这是你们的权利，谁都无权干涉。不过你玉龙魔族之人如此肆无忌惮地窥探本宗，这是不是有些太不把我这尊大帝放在眼里了？说罢，南风脚步一顿，周身散发出滔天的剑意，这些剑意凝成实质，仿佛一柄柄神剑，刺向虚空。啊！伴随着一道尖锐的哀嚎声响起，众人闻声看去，便见到一位中年男子捂着自己的双眼，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哀嚎，嫣红的鲜血自他指缝中流出。仅仅是南风身上散发出的剑意，便刺瞎了他的双眼，毁了他的特殊体质，如此实力简直强大。而也就是在南风出手的那一刻，林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整个玉龙魔族内都涌起惊天的暗潮，仿佛无数强者在暗中监视着他们。滚！南风轻轻吐出一个字，身后有一尊复剑神像隐约浮现。复剑神像周身散发出的剑意简直太过惊人了，他屹立于虚空之中，仿佛一轮煌煌皓日，亘古不灭。尤其是他头顶上顶着的一盏半幽半明的神火，让人望而生畏，心惊肉跳。你竟然到达了那个境界！龙拜雪脸色巨变，神色阴晴不定。都退下！此2人乃本地贵客，你们如此肆意妄为，是打算如何？龙拜雪低吼一声，并用眼神示意一旁的族人，将那位双目失明、满地打滚的中年男子带了下去。他转头看向南风身后的复剑神像，其头顶上那盏半幽半明的神火，似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心头，让他心中掀起惊天动地的骇浪。南风，没想到你还当真有些本事，竟能够在这个时代触摸到那个境界的门槛。龙拜雪皮笑肉不笑的道，龙拜雪，我们来这里可不是听你说废话的。南风没有给龙拜雪好脸色，语气淡漠，如同淬了冰的利剑。本地自然知晓，跟我来。龙拜雪冷哼一声，带着南风与林然2人径直走向运尸楼。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所以这一路走来，再也没人敢肆无忌惮地窥探南风和林然。但2人明显能够感觉到，玉龙魔族之人对他们的敌意更深更重了。不过他们并不在乎，飞仙宗与玉龙魔族本就是死敌，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他们又何必在乎玉龙魔族之人对他们的敌意是深是浅？不一会儿，龙拜雪便带着2人来到了一座阁楼前。阁楼从外面看去并不宽阔，但是很高大，其顶端更是刺破了云霞，立于其上大可手摘星辰。这正是玉龙魔族用来储存那些龙骨的运尸阁。进入运尸阁，林然瞬间被其中的辽阔给小小震惊到了。运尸阁内部另有乾坤，别有洞天，这里的空间足够容纳下无尽的生灵。密密麻麻的龙骨整齐排列于此，但却并不散发出死寂之气，反而散发出滔天恐怖的气息。尸骨中蕴含着磅礴的能量。龙前辈，你们玉龙魔族中所有强者在死后，其尸骨都会保存在这里吗？林然忍不住好奇询问。龙拜雪白了他一眼，道：自然不是，也并不是所有强者在死后，其尸骨中都会蕴含有精粹磅礴的能量。对于那些没用的尸骨，该如何处理便如何处理，至于那些有利于我们修炼的尸骨，则会储藏在这运尸阁里。好了，你要挑就快挑，不要多说这些废话了。说到最后，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林然轻轻点头，看向此地存放的这些发龙骨，却是忍不住蹙起眉头。他发现这里的龙骨虽然气息强大，但无一例外生前都是圣人境的修为。玉龙魔族家大业大，一座如此别有洞天的运尸阁，岂会只储存有圣人境修为的龙骨？他继续仔细观察着四周，最终在隐秘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座传送大阵。他猜测这应该是通往运尸阁第2层的传送大阵。想到这里，他朝着传送飞去。看着林然飞向传送大阵，龙拜雪的嘴角狠狠抽了抽。他们玉龙魔族已经将传送大阵布置得如此隐蔽了，没想到林然还是找到了。难道这就是命吗？龙前辈，这传送大阵可是通往运尸阁第2层的。林然似笑非笑道。龙拜雪嘴角抽了抽，道：不错，运尸阁共有7层，每一层都布有一座传送大阵。不过传送大阵设有禁制，你若是破除不了禁制，那便……嗡！龙拜雪话还未说完，
传送大阵便疏忽绽放出道道金光，在此刻彻底激活。龙前辈，看来这传送大阵的禁制得加强一下了。林然杀人诛心，破解了禁制后还不忘补刀，若非龙败血心性不错，只怕是要气得吐血。借着这座传送阵，三人也是通往了运尸阁第2层，而这第2层储存的龙骨，其质量明显要高于第1层。这里摆放的都是圣王境修为的龙骨。好了，这里都是圣王境修为的龙骨，对你来说也比较适合修炼。再者，这第2层的传送大阵，其禁制也要比第1层的传送大阵强上不少。龙败血满脸肉疼道。林然听出了龙败血话里话外的意思，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不要得寸进尺吗？毕竟圣王境的龙骨的确很是诱人了，放在外界都足以引起一众势力的疯抢。但林然可还看不上，他身为天命之子，要就要最好的。至于传送大阵上的禁制，则更加可笑。他身负满级根骨、资质和悟性，岂会破解不开区区禁制？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本天命之子身为修炼界的和平大使，为了飞仙宗与玉龙魔族的情谊，当然要得饶人处且饶人。任务顺从龙败血的意思，挑选一具圣王境龙骨，奖励11000天命点，和事佬光环加1。选项2，你在叫本天命之子做事。任务通往运尸阁最高层，夺取最大的机缘，奖励11000天命点，清消劫剑觉醒。我选2。林然嘴角勾出一抹邪魅的笑容，他转头看向龙败血，毫不客气道：龙前辈，你再叫我做事，你要搞明白一点，是我挑选龙骨，而不是你挑选龙骨。闻言，龙败血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气得鼻子都歪了。若非是南风在这里，他怕是早就一巴掌拍死林然了。龙败血，这是你自己与林然立下的赌约，愿赌服输的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输了便是输了，难不成你输不起？南风自然也听出了龙败血话里话外的意思，当即开口道：哼，本帝岂是那种输不起的人？本帝只是给这小子一个建议罢了，我有听取别人建议的习惯吗？哪知林然继续毫不客气的回怼，双手负于身后，一副趾高气昂的做派。你！龙败血气的血液都在滚滚沸腾，眸底是无穷无尽的杀气在交织，在酝酿。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给脸不要脸的后辈。林然有恃无恐地走向传送大阵，轻而易举地将阵上的禁制破开，通往了第3层。反正有南风在这里，龙败血就算再如何愤怒，也得给他受着。林然踏上传送大阵，通往运尸阁第3层。第3层的运尸阁储存的都是至尊境修为龙骨，但数量却要比圣王境、圣人境的龙骨少上不少。至于第4层、第5层的运尸阁储存的龙骨，则是准地境、大地境修为，而这类境界的龙骨数量就更少了。准地境的龙骨只有10几具，大地境的龙骨用一只手都能够数过来。那么第6层的运尸阁会是什么等级的龙骨呢？林然双目微微眯起，继续破解传送大阵上的禁制。运尸阁共分7层，而这第5层就是大地境等级的龙骨了。那么这第6层的运尸阁储存的会不会是神火境的龙骨？要知道，神火境可是神明的境界，一旦点燃神火，那便踏入了神明之境。神火境修为的龙骨，其中蕴含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庞大，林然简直无法想象。见此一幕，龙败血的心简直在滴血。若林然没能破解这层传送阵上的禁制，那也能够挑走一具大地境修为的龙骨；而若是林然破解了禁制，那恐怕就得挑走神火境的龙骨。不管结果如何，他们玉龙魔族这一次可真是亏到姥姥家了。不仅9条极品灵脉没有抢到，准九子殒命了，孤命石也没了，而今更是要将一具大地境修为的龙骨，甚至是神火境的龙骨拱手相让，这换做哪个霸主级势力来能够受得了？嗡！就在龙败血心疼的时候，林然再度破开了第5层传送大阵的禁制，身影一闪，便通往了第6层。龙败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宗麒麟子的资质确实有些妖孽了，其实我也不愿他这样。南风乐呵呵地拍了拍龙败血的肩膀，随后踏上了传送阵。噗！龙败血彻底忍不住了，任他心性再好，也在此刻吐出一大口老血。杀人还要诛心，这一大一小联合起来，怎么特么就能这么气人？与此同时，运尸阁第6层，林然自踏入此地，放眼望去，便彻底被震撼到了。果然不出他所预料的一样，能够储存在这里的龙骨都是半步神火境，甚至是神火境的龙骨，而且这里储存的龙骨数量竟然要比第5层的还多上一些。神火境之上是神桥境，难不成这第7层的运尸阁储存的是神桥境的龙骨？林然目光一阵闪烁，他马不停蹄地将第6层的传送大阵破解。在南风和龙败血刚踏入此地时，他便已进入了第7层。第7层，他竟然……龙败血双腿一软，几乎快要瘫倒在地，双目一片呆滞无神。运尸阁第7层，那里蕴藏着他们玉龙魔族最大的秘密，是他们玉龙魔族称霸掌命地界的契机。无妨，龙败血，你何必担心？想要获得第7层的机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小子必然没有那个能耐。龙败血满脸阴沉，宛若一头戾气深重的雄狮，死死盯着传送大阵。此刻他心底满是悔恨，早知如此，他当初就不该与林然立下这个赌约，结果现在到头来吞下苦果的还是他们玉龙魔族。龙败血，你不准备一起上去看看吗？
南风似笑非笑道：“能够看到龙败雪吃瘪，他就莫名感到高兴。就算我想上去，也上不去。这运尸阁第7层布有独特的禁制，只能够容纳下1人。”龙败雪快将后槽牙给咬碎，阴恻恻道：“哦，那太可惜了，这样我们就不能得知我宗麒麟子在里面究竟获得了什么机缘了。”南风故作一脸惋惜，实则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单单从龙败雪这一副恨不得冲入运尸阁第7层，将林然生生拽出来的模样来看，他也可知道第7层肯定蕴含着不小的机缘。若不然，龙败雪还不至于摆出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运尸阁第7层，经过好一阵天旋地转后，林然也是终于脚踏实地。他唰的一下睁开双眼，环顾四周，发现这第7层的环境与其余6层截然不同。其余6层虽然储存着龙骨，但却并无丝毫死寂之气散发。但是身处这第7层，林然能够再清楚地感觉到死寂之气扑面而来，其中更是夹杂着怨怒，服得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更重要的是，这运尸阁的第7层看不到一具龙骨。难道我猜错了？这运尸阁第7层并未储存任何龙骨。林然心中小声嘀咕了一句。这里的环境很是阴暗，他向前走去，发现眼前矗立着一扇沉重的石门。他催动336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恐怖的肉身之力倾泻而出，却无法撼动这石门分毫。他放弃了用蛮力打开石门的方法，开始在这四周寻找观察起来。最终他在一处十分隐蔽的岩壁上找到了一块凸起的小石块。随着他将小石块按下去后，沉重的石门传出一阵轰隆隆的声音，缓缓开启。难道龙骨藏在了这石门之后？林然毫不犹豫地进入其中，可映入眼帘的一幕却是瞬间将他惊在了原地。在这石门之后，矗立有一块硕大的冰晶，冰晶之宏伟，简直要将辽阔无比的空间给填充满。而在这块冰晶里，冰冻着一具龙尸。虽然龙尸被冰晶封印，但是它的气息却还是有丝丝缕缕渗透了出来。这是真龙！林然整个人好似遭受了五雷轰顶，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从头麻到了脚尖。真龙，一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至强生灵，世间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见过他们真容的生灵。结果现在，一具完整的真龙尸身被封印在冰晶里，其身躯更是由一柄散发着滔天魔气的魔剑贯穿。难以想象，这之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战。林然瞳孔地震，努力克制着心中的骇然，继续观察着这具龙尸。他发现这具真龙尸身的怀里紧紧护着一颗蛋，没有让那柄魔剑贯穿。这是真龙蛋，那么这真龙便是这颗真龙蛋的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柄魔剑斩杀了这头真龙，连同着这颗真龙蛋也一并封印在了这块冰晶里？林然继续观察，滔天的魔剑源源不断地喷涌着魔气，渗透进那颗真龙蛋中。他猜测玉龙魔族将真龙尸身、真龙蛋以及魔剑封印此地，应该是要利用魔剑的魔气将真龙蛋中的幼崽魔化。玉龙魔族想要造出一头魔化的真龙，为他们所用，称霸整个掌命地界。想到这个可怕的可能，林然心中便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真龙这个种族太强大了，其幼崽自诞生而出便有不俗的修为。若真让玉龙魔族掌控了一头魔化的真龙，届时整个掌命地界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不知我能否动用九霄神劫剑骨的威势，让这柄魔剑臣服？林然在心中低语，丝丝缕缕的混沌劫雷自他周身显化，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九霄神劫剑骨的气息在空气中疯狂弥漫，贯穿了真龙尸身的魔剑在此刻轻微颤抖，竟在林然的注视下一寸寸的自冰晶中剥离出来。魔剑不断缩小，直至变回正常常见的大小后，才哐当一声跌落在地。咔嚓咔嚓，一道细微的声响传入林然耳中。他忙不迭地抬眼看去，发现整块冰晶都衍生出了丝丝缕缕的裂隙。哗啦啦，冰晶轰然炸裂开来，冰屑、冰块碎落一地，又以不正常的速度融化成水。林然先是朝着这具真龙尸身虔诚地抱了一拳，而后飞向那颗完好无损的真龙蛋。他要将真龙蛋夺走，不可能让玉龙魔族掌控一头真龙。林然右手轻轻抓住真龙蛋，想要将之收走，可这具真龙尸身却护得很紧，他不敢动用蛮力，怕将真龙蛋给毁坏。稍微思索了一下，他当着这头真龙尸身的面立下天道誓言：前辈，我可立下天道誓言，定会照顾好您的子嗣，若有机会，我也会为您报仇雪恨。我林然若有违此事，必天降劫雷，生死道消。说来也奇怪，就在他立下天道誓言之后，真龙尸身竟不再护着真龙蛋，能够让他轻而易举地拿走，仿佛再也没有了留恋一样。亘古不灭的真龙尸身竟开始腐朽，化作灰尘，化作虚无。林然将真龙蛋小心翼翼地收好，随后看向地上的魔剑，他没有丝毫犹豫，大手一挥，将这魔剑一并收走。雁过拔毛，兽走留皮，在他这里，只要是第7层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全都要收走。这玉龙魔族一直难以孵化出真龙蛋，想来是没有这个本事，倒不如让我来孵化。而一个无法孵化出真龙的真龙蛋，对玉龙魔族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用。至于这魔剑，魔性太强了，玉龙魔族之人若自己动用，怕是会危及自己。我收走了一个无用之物和一个害人害己之物，而不选择收走一具神火境的龙骨。哎，我对玉龙魔族还是太善良了。林然一边乐呵呵的自言自语，
一边乐此不疲地抠着岩壁上的极品灵石。这些极品灵石是玉龙魔族镶嵌在这里的，目的便是以纯粹的灵气孵化出真龙幼崽。而现在，这些极品灵石将无一例外地被林然扣走。这些极品灵石就当是我为玉龙魔族回收废物的报酬吧。至于那什么龙骨，就留给玉龙魔族之人自己用吧。林然悠哉道。殊不知，他这些话若是让玉龙魔族之人听到，怕是得气得吐血3尺，暴跳如雷，抢走了他们的真龙蛋和魔剑也就算了。林然竟还义正言辞地说是帮助他们废物回收，还要用这数不清的极品灵石当作报酬。想当强盗就直说，何必还找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借口？不一会儿，将岩壁上的极品灵石纷纷收入囊中后，林然踏上了第7层的传送阵。运尸阁第7层的传送阵没有设下禁止，而且可以传送到任何运尸阁的任何一层。林然在给第6层的南风传了一道音后，便坐着传送阵回到了运尸阁第1层。第6层的南风收到了林然的传音，旋即便坐上传送阵，直通运尸阁第1层。见此一幕，龙败雪也是知道林然离开了第7层，他慌忙坐上传送阵，手忙脚乱地将其激活，通往了第7层。当他看到那扇石门被人打开后，心下不由一沉，他以此生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当他看清石门后的场景后，脸上血色全无，双腿一软，竟下意识瘫倒在地。没了，全都没了。龙败雪眼神一片空洞呆滞，麻木无神。冰晶碎了，真龙尸身没了，真龙蛋没了，魔剑没了，就连特么岩壁上镶嵌的极品灵脉都被林然一一抠走。虽然林然没有挑走一具神火境修为的龙骨，但是他挑走的东西，其价值要远超一具神火境的龙骨。与此同时，另一边，自林然和南风回到运尸阁第1层后，便开始了急速逃亡。林然，你究竟在运尸阁第7层中获得了什么机缘，需要如此火急火燎的逃跑？南风脸上带着一抹好奇。林然嘿嘿一笑，也没有藏着掖着，道：宗主，我在运尸阁第7层中发现了一具守护着真龙蛋的真龙尸身，而今真龙尸身烟消云散，但我却将真龙蛋给夺走了。至于魔剑，它则是没有暴露出来，因为没有必要，毕竟与真龙蛋比起来，区区一柄魔剑貌似算不上什么。真龙尸身，真龙蛋，南风眼皮狂跳，似有一道惊雷在他耳旁炸开，嗡嗡作响。真龙蛋，那可是能够孵化出真龙幼崽的真龙蛋啊！一颗真龙蛋的价值简直不言而喻，也难怪林然会传音告诉他，让他快跑了。这要是让龙败雪看到运尸阁第7层中的真龙尸身没了，真龙蛋也没了，还不得被气疯？果不其然，他们还未跑出多远，便听到运尸阁中传出一道惊天动地的怒吼：该死的南风，该死的林然，你们休想跑！来人，给我追！听闻此言，南风一把抓住林然的肩膀，将天上星辰排布在脚下。他脚步变幻，神鬼莫测，不一会儿便已掠至万里开外，逃出了玉龙魔族的领地。龙败雪浑身散发着滔天的杀气，瞬间出现在运尸阁外，却是连南风和林然的背影都没看到。南风的修为本就高深莫测，再加上那门变幻无常的步法神通，除非是神明亲临，否则难以追逐到南风。该死，让他们跑了！龙败雪满腔的力气却无处发泄，指甲深深地陷入血肉之中，即使流出鲜血也没有在意。真龙尸身化作飞灰，真龙蛋和魔剑被林然夺走，而造成这一切损失的罪魁祸首都是他龙败雪。若他不与林然立下那个赌约，就不会造成今日这般局面。到最后，他还得去向老祖们请罪，自己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至于杀向云州，杀向飞仙宗，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更何况他们玉龙魔族在飞仙宗面前还算不上强龙。另一边，带着林然回到云州，重回龙皇山脉后，南风也是大笑着拍了拍林然的肩膀：好小子，真没想到你竟然能够获得如此机缘，这一颗真龙蛋肯定能够让玉龙魔族肉疼个好几年，甚至是好几十年了。林然，你且好好看顾这颗真龙蛋，本宗也会将宗门内的资源倾泻于你，祝你早日孵化出其中的真龙幼崽。南风的话语中没有丝毫要将真龙蛋占为己有的意思，反而是要用宗门内的修炼资源帮助林然孵化出其中的真龙幼崽。一宗之主面对着自家弟子手握如此至宝，却不曾生出丝毫觊觎，反而是选择大力帮扶，如此才是一个宗门能够生生不息、弟子无穷的根本。若是一个宗门上梁不正，试问下梁还能够正到哪去？灭亡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罢了。那就多谢宗主了，若我有需要，定然不会与宗门客气。林然微笑着抱了一拳，有白给的资源不用，这不是傻子行为吗？他当初选择暴露出命运仙体，不正是为了让宗门注意到自己，从而大力培养自己吗？如今他的目的达到了，自然不会与宗门客气，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重中之重。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1000天命点，清霄劫剑觉醒。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林然只感觉体内的九霄神劫剑骨莫名沸腾起来，其中蕴含着的混沌劫雷在澎湃，清霄劫剑自主浮现在他的丹田中，散发着至高无上的恐怖气息。当然，仅仅是清霄劫剑的觉醒罢了，林然并不会因此自傲。他要做的是觉醒出完整的九霄劫剑，只有觉醒出完整的九霄神劫，才可从而觉醒九霄神劫剑骨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宗主，小然然，你们终于回来了。
颜如玉飞身而来，紧紧抱住了林然。好了，师姑，这么多人看着呢。林然笑着轻轻拍了拍颜如玉的后背，怎么，这就开始嫌弃师姑上不得台面了？师姑只是担心你，想念你，所以才做出如此举动。小冉冉，你怎么能嫌弃师姑呢？颜如玉故作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轻轻撅着一张冷艳红唇，真可谓是天见犹怜。林然闻着对方发丝上传来的麝香，只感觉一阵心猿意马，热血沸腾。若非这么多人在此，他定然要狠狠吻向那张饱满的红唇。可，颜如玉，那9条极品灵脉呢？南风轻咳一声，问道。都在这里了。颜如玉从怀里取出一口宝袋，乐呵呵道：毕竟这里面蕴含着的可是9条极品灵脉啊，是连霸主级势力都要争得头破血流的至宝。林然，这饕餮带你拿着。南风笑着将饕餮带递给了林然。宗主，这……林然脸色微变，有些手足无措。这9条极品灵脉是他替宗门争夺的，为何南风突然又递给了他？就算是准备大力培养他了，但这力度是不是有些大过头了？他承认自己有些吃不消这力度了。这9条极品灵脉是你以一己之力从玉龙魔族的手中夺来的，自然应该由你来做定夺。好了，我话已至此，该如何处置这9条极品灵脉，就全看你自己了。南风拍了拍林然的肩膀，嘴角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李真武等人闻言，皆是满脸艳羡地看向林然。当然，他们并不会嫉妒林然，反而心中很是感激林然。若非是林然，他们也不可能白白便在至宝阁里挑选一件至宝。要知道，这场与玉龙魔族的极品灵脉争夺战，他们完全就是看戏的，一点力都没出，却白白获得了一件至宝。他们心中自然对林然无比感激。好了，此事告一段落，我们也是时候该回宗了。南风悠然控制着古楼船，将船头调转至飞仙宗的方向。宗主，我听闻龙皇山脉附近有一雪城，听闻那里的雪景甚是诱人，我打算带小冉冉去那里看看雪景。你们若要回宗，便先回吧。颜如玉笑嘻嘻地挽着林然的手臂，道：你要带着林然去雪城看雪景自然可以，但你得照顾好林然，注意他的安危。南风点头道：哎呀，宗主，我的实力你还不放心吗？有我在，谁敢伤我家小冉冉半分？颜如玉拍了拍傲人的酥胸，信誓旦旦道：呸！你知道，本宗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头魅魔。我警告你，行事别太肆无忌惮了，若是伤到了我宗麒麟子的根基，本宗可不会轻饶了你。南风没好气地瞪了颜如玉一眼，暗中传音道：放心了，宗主，我平日里宠小冉冉，爱小冉冉都来不及，又怎么会舍得伤他？我行事自有分寸。颜如玉暗中回应道：你最好是有分寸。南风没好气地说了一句，随后便带着李真武返回宗门。走吧，小冉冉，师姑这就带你去雪城赏雪。颜如玉满脸兴致冲冲，一把抓住林然的手臂，朝着雪城飞去。林然无奈一笑，心中自然知道颜如玉在想些什么，所以也就任由他去了。他回宗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和亲爱的师尊宝宝黏腻一起，颜如玉能够对他下手的机会自然就少了很多。而今苏西月闭关修炼，而他又在外游历，可以说这段时间是颜如玉能够对他暗中下手的最好时机。不过在这场猎杀中，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这还真不好说呢。颜如玉是准地境强者，他的速度自然奇快无比，不一会儿便带着林然进入了雪城。雪城中有一座常年覆雪的古峰，据说曾是一位主修雪之大道的大能于此地闭关修炼过，其周身的雪之道运无形之中散发而出，将整座古峰影响，进而又影响到了整座雪城。这里的景色很美，美轮美奂，天地间呈现出一片茫茫的白，但些许冒出的奇异色彩悄悄点缀，也使得这种美不显得单调。鹅毛般的大雪缓缓落下，遮住颜如玉和林然的些许发丝，遮住他们的双肩。小冉冉，你可知南风宗主为何要将9条极品灵脉通通交于你？毕竟你和李真武他们此行的目的可是为宗门争夺极品灵脉的，而不是为自己争夺极品灵脉的。按理来说，南风宗主不应该将9条极品灵脉给你，你说是吗？颜如玉轻轻拂去林然发丝上的雪花，娇笑着询问。请师姑解惑。林然微笑道：很简单，因为宗主已经有意要把你立为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了。你想啊，你身负命运仙体，天资自然不必多说，这是天底下最强的特殊体质，有你在，其余真传便翻不起什么波浪。而且目前我飞仙宗的最强者，也就是沉眠于命运峰的三祖，也是因你而苏醒，并为你撑腰，将须臾打进了天渊。三祖这是表明了态度，不顾一切的相信你，护着你。你的无敌天赋、无敌体质，再加上背靠三祖的无敌背景，所以我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为非你莫属。不过你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这只能代表你已经是内定的圣子了。宗主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此，并不是你能够力压其他真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圣子，而是你受到这些真传以及所有弟子长老全心全意的拥戴，你才能算是真正的圣子。小冉冉，你就等着看吧，等我们回宗后，宗主到时肯定会把你、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在宗的封主和副封主齐齐换来。至于是为了什么，想必不用师姑解释，小冉冉应该也知道了吧。颜如玉乐呵呵的轻轻捏着林然的脸颊，眸底闪烁着一阵璀光。听到这里，
林然才真正明白了南风的良苦用心。南风宗主，这是在助他的事。南风看似是将9条极品灵脉交给了他，并让他来处置，但其实这9条极品灵脉只是暂时寄存在了他身上，迟早要让他吐出来的。毕竟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宗门争夺极品灵脉，是为了宗门。只是南风目光长远，就算是让他最后吐出9条极品灵脉，也要吐得有价值。9条极品灵脉经他之手，当着一众封主、副封主之面，平等的分配给9大封。试问那些封主、副封主会如何看待他？试问当整个飞仙宗的弟子、长老们知道此事后，又会怎么看待他？只怕他的威望将会在飞仙宗内水涨船高。南风不仅仅是要让他成为圣子，对方的目光要更为长远，要让他成为受所有人拥戴的圣子。想到这里，林然的眼眸微微湿润了。自他整个人穿越到掌命地界，遇到苏西月以来，他唯一当成家的地方，也就只有和苏西月同居一起的府邸。苏西月对他很好，即使知道他难以觉醒出特殊体质，是个毫无争议的修炼废材，但也始终如一的坚持教导他。而自他觉醒出命运仙体，惊扰了3祖之后，整个飞仙宗貌似都向他吻了过来。要知道，在此之前，飞仙宗是不会重点关注他的，甚至可以说是关注度为0。若非他是苏西月的弟子，只怕整个飞仙宗里将会有0个人关注他。他知道这很现实，很露骨，但偏偏他就是一个现实的人。毕竟，如果他是飞仙宗的宗主，也不会去重点关注一个修炼废材。但现在，既然飞仙宗选择相信他，并无条件的大力培养他，那么他也愿意将飞仙宗当成自己的家，誓死捍卫宗门的荣誉。小然然，这就感动得要流泪了。颜如玉看着眼眸稍有湿润的林然，也是忍不住打趣的笑道，紧紧将他搂在了怀里。没有，刚才风有些大，扬了些沙粒进我眼睛。骗人，这里都是雪，沙子都被盖住了。林然，颜如玉掩嘴轻笑，拉着林然的手快不留心的走去，随手伸手指向前方。小然然，看。林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们所站立的地方能够将整个雪城的场景一览无余。万家灯火葳蕤繁盛，为这一片白茫茫之色增添了无尽的生机。这天下万家灯火，若有我一盏，那便足矣。颜如玉望着山下的万家灯火，痴痴道。林然不易察觉的悄悄牵上了颜如玉的手，与其十指相扣。师姑，我的灯火永远为你而留。他的声音很轻，却充满了坚定，这仿佛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誓言，但却如一块铁烙，深深烙印在了颜如玉的心头。他扭头看向林然，与其十指相扣的右手紧紧地握了右握。他抿了抿唇，眼尾湿润泛红。不管他是身处幽州还是身处云州，这都是他目前为止听到的第一个男子为他立下的这种誓言。他的心海在泛滥澎湃，心跳如同战鼓在擂响，他的耳中在嗡鸣，只剩下心跳的声音。林然这是在变相的向他告白吗？师姑，你怎么这就感动得要流泪了？林然似笑非笑的小小还击了一下。风大，扬起的沙粒吹入了我的眼睛。骗人，我们脚下便是万丈悬崖，哪来的沙粒？就不能是从悬崖下吹上来的？小然然，你在拆师姑的台，信不信我把你丢下去？林然，好好好，现在不让他小小的还击一下，等到晚上，他狠狠逮住了颜如玉，必定大大的还击。离开常年落雪的古风，颜如玉带着林然走进一家雪城的客栈，入住其中。他美其名曰是要带着林然好好观赏一下雪城各地的美景，实则他内心的小九九，林然又岂会不知？师姑，那我便先回房间了。上次觉醒9霄神劫剑骨时，我并未炼化其所带来的全部能量，而今灵脉争夺战已经告一段落，我也是时候该突破修为了。林然笑道，虽说极品灵脉争夺战已经告一段落了，但你与徐坤的生死战也马上要到来，而今你只剩下了不到半月的时间，的确是要苦修一番了。到时候小然然，你可别给师姑和苏妹妹丢脸，记得干报徐坤。颜如玉神色激昂道。林然眼睛转了转，干咳一声，嘿嘿坏笑道，若是有师姑的激励，兴许我到时候真能单手干爆徐坤也说不定。颜如玉注意到林然嘴角的坏笑，一双纤细的玉臂缓缓伸出，将林然拉了过来。哦，小然然，这话的意思是要师姑如何激励你？如果师姑能够……林然要说的话还未说出口，一张诱人饱满的红唇却是轻轻吻了过来。他稍微愣了一下，反手抱住颜如玉的柳腰，用舌头撬开对方的牙关，挑逗着她，刺激着她，纠缠着她。许久后，颜如玉像是有些透不过气，忍不住败下阵来，白皙绝美的脸颊瞬间红得像成熟的番茄。好了，小然然，好好修炼，切莫辜负了师姑的期盼。说着，颜如玉迫不及待地将林然推入了房间。而林然没有看到的是，当他进入房间的那一刻，颜如玉的唇角微微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并轻轻舔舐着自己清凉的单唇。小然然，好好修炼，等到晚上你修炼结束时，师姑再来好好肆弄。颜如玉邪笑不断，看上去更加的妖冶妩媚。很快，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与此同时，被颜如玉推入房间后，林然也是盘腿坐在床上，炼化着体内残留的能量。9霄神劫剑骨觉醒时所带来的能量，他并未彻底炼化，仍有一部分被他储存在了丹田中。而今时机已到，
是时候该继续提升修为了。那些残留下来的能量，此刻正被林然快速炼化着。他修炼地功法是苏西月教给他地功法，也是飞仙宗里最为顶级地功法，但也仅仅是一门中品大地法，与他的炼体功法九龙创界术比起来，的确差得太远了。现在的林然也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童子下一次给他发布的天命任务中，能够有一门世间顶级地功法作为奖励。待到林然将残留的能量全部炼化后，他的修为也如愿以偿的提升至斩凡境5重天。斩凡境5重天吗？灭杀那徐坤也没什么问题了。林然握紧了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四海的力量，很是满意。斩凡境5重天的修为虽然看上去不怎么高，但可别忘了，他是觉醒出命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的绝世妖孽，越阶而战对他来说如同吃饭喝水般简单。半个月前见到徐坤，对方也只是归一境7重天修为，就算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徐坤的修为有所精进，但只要不超凡入圣，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接下来是时候该等我的猎物上钩了。林然唇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邪笑，而后钻进被窝，明显一副睡觉的样子。毕竟外面的天色也不早了，明月悬挂窗台，星辰缭绕，睡觉也合情合理。唰！就在这夜色撩人之下，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自房间里迅捷地飞出，手上还拿着千魂印。此人正是颜如玉。在他的神识探查下，林然早已陷入了酣睡。不过他搞出来的动静有些太大了，以防万一，还是得让千魂引出马才行。小然然啊，小然然，就让师姑来尝尝，觉醒了九霄神劫剑骨后的你，血液究竟变得有多么鲜美，有多么的让我甘之如饴。颜如玉桀桀地笑了起来，手中动作不停，利索地将千魂印打开。他现在压抑的快要疯了。自打知道林然觉醒了九霄神劫剑骨后，他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口了。无尽压抑的等待后换来这一口，他简直不敢想象，当他的獠牙刺破林然的肌肤，贪婪而肆意地吮吸着对方体内的血液时，他该会是何等的欲仙欲死。他的手在颤抖，他的娇躯在颤抖，他的心在颤抖。房间内，林然躺在床上，装出一副酣睡的模样，实则他的内心此刻无比清醒。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无色无味的气体正慢悠悠地钻进自己鼻腔，使他浑身无力，几乎快要陷入昏迷。九霄神劫剑骨，林然咬了咬舌尖，心中暴喝一声。九霄神劫剑骨暗暗催动，恐怖的混沌劫雷在他体内游走，湮灭着那些无色无味的气体。他的力气逐渐恢复，昏睡的感觉如同潮水般退去。而外面在感觉时机已到后，颜如玉也是收起了千魂印，大摇大摆地推开林然的房门，走进去后反手将门关上，并随手布下一座隔绝大阵。结，小然然，没想到吧，师姑又要来对你磨磨蹭蹭了。颜如玉一脸邪笑地朝着昏睡中的林然走去，他掀开林然的被子，踢开自己的锦鞋，上床跨坐在林然的身上，以一种极致暧昧的姿势。他目光痴迷，带有着深深的留恋、疯狂以及占有。他先是温柔的，像是在呵护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为林然整理好碎发。随后他缓缓俯下身子，痴然地吻着林然额头，一股清凉的触感在林然额头上蔓延开来，直至触及他的内心。他感到一阵心猿意马，体内血液滚滚沸腾。毕竟自己身上压着这么一个人间尤物，只要是个正常男子都不了啊。好在颜如玉此刻已然深陷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注意到他今日不同寻常的异样。颜如玉的吻缓缓滑下去，划过林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在他眼里，林然整个人就是个香饽饽，林然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他都想要占有。直至他的吻落到林然脖子上，一对锋利的獠牙显露而出，轻而易举地刺透了林然肌肤，开始吸食后者体内的血液。小然然的血液貌似变得更加可口了呢。颜如玉脸上透露出无限的激动、兴奋之色，整个娇躯都在此刻疯狂颤抖，胸前的圣洁之地亦是动荡不安。他猜的果然不错，觉醒了九霄神劫剑骨的林然，血液要比之前更加诱人，更加让他爱而不舍，不愿分离。他沉浸在自我世界里，贪婪吮吸着林然的血液，眼底是无尽的痴迷、狂恋以及疯狂的占有。此刻他简直爱林然爱到了无法自拔。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本该和一具死尸一样沉睡的林然，却是突然睁开了双眼，正满脸怪异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原来被魅魔吸血竟是这种感觉。林然心中低低的呢喃了一声。当獠牙刺透他的肌肤时，他并未感觉到任何刺痛，反而感觉到了酥酥麻麻的凉意。他能够清楚感觉到自己的血液正在被颜如玉一点一点的吸食，但他心中却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内心在雀跃，就像是在不断迎合着颜如玉。他想，这估计就是魅魔与生俱来的天赋吧。即使颜如玉此刻在不断索取他内心却只在一味的迎合，但他敢发誓，他本意绝对不是这样。林然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戳了戳颜如玉那张绝美的脸颊，试探性的喊了一声：“师姑。”小然然，别碍事，师姑正在吸你血呢。颜如玉有些不耐烦，推开了林然的手指，含糊不清道。此刻的他全身心陷入了林然的温暖以及后者血液的鲜美中，丝毫没有注意到异常。师姑，我的血味道如何？带不带派？林然轻轻搂着颜如玉不堪一握的腰身，似笑非笑道：“简直是人间罕有，稀世珍宝。师姑已经彻底
爱上了你的血液，此生再也不能离开你了。念小冉冉的血液是世间最带派的珍馐。颜如玉仰头扯出自己的獠牙，脸上满是艳足和疯狂的痴迷。她的2颗獠牙上甚至还挂着一小串晶莹剔透的血珠，散发着诱人辉光。她伸出香舌，一滴也不浪费，将獠牙上残留的血液通通吞入腹中。可突然，颜如玉娇躯猛地一震，浓郁的兴奋和激动之色如同潮水般退去，转而是一脸错愕，难以置信。她像是见了鬼一般，机械地垂下琴手，与似笑非笑的林然互相对视着。师姑，怎么不继续了？林然的声音击碎了颜如玉最后的幻想防线。她啊的尖叫一声，整个人失去重心，狠狠从床上栽倒在地，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师姑，你没事吧？林然连忙起身，将颜如玉搀扶起来。谁知颜如玉却是推开了他，一脸惶恐不安的后退，脸色煞白，毫无血色，嘴唇哆哆嗦嗦的道：“林然，你什么时候苏醒的？”林然耸了耸肩，笑道：“我何时昏迷过？”颜如玉一脸惊愕，林然竟然没有陷入昏迷状态，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千魂饮不管用了？一连3个问题瞬间填满了颜如玉的脑海，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但眼下这3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魅魔身份彻底暴露了。林然在得知了他是人人喊打的魅魔后，究竟会怎么看待他？他趁着林然昏迷，对林然做过的这些荒唐事，林然又会怎么看他？林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接受，只求你原谅我，好吗？颜如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竟掩面而泣，哭得梨花带雨。林然顿时心疼万分，上前轻轻将颜如玉抱在怀里，动作温柔，轻轻拭去她脸上的泪水。师姑，好端端的，你怎么哭了？我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颜如玉闻言，瞬间止住了泪水，一脸呆萌可爱却幼稚妩之媚的看向林然。小冉冉，你不怪我，你不害怕我？林然毫不在意的笑道：“我应该怪师姑，应该害怕师姑吗？”颜如玉更猛了，可我利用千魂饮让你昏迷，对你行这些荒唐不轨之事，你真的不怪罪我？而且我是魅魔，吸食血液是我的天性，我第一次吸食的血液便是你的，我已经爱上了你的血液，我疯狂迷恋上了你的血液，没有你的血液，我感觉我会疯掉，我会死掉，你当真不怕我？林然笑着摇头，不怕，而且我喜欢师姑吸食我血液的样子，我体内的每一滴血液仿佛都在迎合着师姑。颜如玉愣愣地看着林然，全然没想到后者会这样说。在幽州，他们魅魔就算放眼整个魔族，那也是人人喊打的存在，惶惶不可终日，就连魔族都对他们魅魔一族抱有如此强烈的恶意，更何况是人族。他一直害怕林然在知晓他的身份后会嫌他如碧玺，他如蛇蝎，因此就算他对林然抱有深深而不可割舍的爱意，也不敢在林然面前袒露心扉。他的目的是等着自己彻底攻略完林然后，再向对方坦白自己的身份。可没想到，就在他在林然房间里作乱的第2晚，便被林然当场抓包。更让他没有意料到的是，林然竟然丝毫不在意他的身份，反而是更加的爱上了他。难道林然就喜欢自己吸食他的血液？难道林然其实是个隐藏的 M？ 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本天命之子连师尊都冲了不下10回，还怕你一个小小的魅魔师姑？任务安抚颜如玉的心情，并一举拿下魅魔师姑，奖励13000天命点，后宫加1等仙级功法，先天纯阳法。选项2，本天命之子身份何等尊贵，岂能与你这区魅魔有染？任务痛斥颜如玉，并让他彻底离开自己的生活，奖励13000天命点，坤爆炸之术。林然没有丝毫犹豫，心中瞬间做出了选择，我选1。上一秒他还在期盼着，若是童子下次发布的天命任务奖励中能够有一门强大的修炼功法就好了，可没想到童子就像是听到了他的心声，竟真的在此次发布的天命任务中奖励带有着一门至强的修炼功法。这还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啊！有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童子，真是让人感动捏。林然温柔抚摸着颜如玉的发丝，又滑到后者的玉背上，道：“师姑，你忘了吗？我和你说过的，这天下虽有万家灯火，但我的灯火必定属于你。对于你，我不敢食言，也不会食言。师姑，我爱的从始至终都是你这个人，与你是不是魅魔无关。”听到这番真情流露的话语，颜如玉目光一凝，一张诱人红唇微微张开，眼底写满了难以置信。林然在得知了他的魅魔身份后，不仅没有推开他，反而是对他真情流露，动情的温暖瞬间充斥满了他内心。此刻他眼里全是林然的身影，再也容不下其他事物。师姑，林然缓缓俯身，朝着那张美艳诱人的红唇吻去。颜如玉紧紧搂着他的脖颈，狂热着，迎合着，似乎要将他彻底占有。待到唇分后，颜如玉媚眼如丝，右手轻抚着林然脸庞，静态极言道：“小冉冉，自我见到你的第一面次，我便将你当成了我的猎物。那时我便发誓，定要得到你，品尝一下你的血液。只是……”颜如玉话锋一转，撅着一张樱桃小嘴，委屈道：“只是你天天和苏妹妹黏腻一起，深居简出，师姑实在是找不到机会下手。好在上苍垂怜，终究是让我找到了这个占有你的机会。”说着，他再度狠狠吻了上去。这个吻
不似之前那般温柔，反而带着侵占、攻略的韵味。颜如玉就像是在发泄，在将这些年压抑的情绪全都发泄出来。林然哑然失笑，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和颜如玉初次见面时便已经被对方当成了猎物，也难怪颜如玉上次会那般疯狂，竟不惜将他弄晕过去，在他房间兴风作浪。不过在这场名为狩猎的游戏里，只要还未到最后，谁又能够知道谁是猎人，谁是猎物？小冉冉，我心悦你，希望你的心也在我身上。颜如玉像是只乖巧的猫咪，轻轻蹭着林然的脸颊。林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颜如玉脸上的细小绒毛在自己脸上磨蹭，酥酥痒痒的。他心痒难耐，道：“师姑，听闻魅魔都长了一对恶魔的翅膀，不知我能否看看？”颜如玉闻言，毫不犹豫地显化出自己的翅膀，一对紫红色、宛若恶魔的翅膀瞬间映入林然眼帘，其上血管跳动，清晰可见。他看呆了，这对翅膀太美了，显化在颜如玉的身后，不见丝毫违和，反而为颜如玉更添妩媚妖娆，惑乱人心。林然伸出右手，指尖刚触碰到翅膀上的血管的那一刹那，翅膀竟忍不住蜷缩起来，一道糯唧唧的哼声自颜如玉喉间溢出。他抬头看去，发现颜如玉此刻竟满脸潮红，通体泛着一模一样的羞涩。小冉冉，这是师姑的敏感地带，你轻点摸。颜如玉紧紧抱着林然，张口喷吐出灼热的气息，整个人就像是快要融化成一池春水。见状，林然嘴角露出一抹邪笑，以自己在蓝星上撸猫的速度，疯狂撸着颜如玉的翅膀。颜如玉娇哼着，双眼越发迷离，她内心在雀跃，在疯狂，心海在澎湃，一道恶魔的低语不断蛊惑着她内心，推倒林然。事实上，她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她动用自己的翅膀将林然包裹住，随后飞到了床上，狠狠压住身下的谪仙人。嘘，小冉冉，别说话，这都是你自找的。今晚这月色，只属于你我二人。林然本以为自己还要费些劲才能够拿下颜如玉，可没想到自己只是撸了几下颜如玉的翅膀，却反倒被颜如玉给拿下了。他现在只想问一下童子，如果他被颜如玉拿下，算是完成任务吗？昨夜下雨了，这场雨下得很大，很狂烈，很暴躁，很持续，直到天色破晓，这场暴雨才逐渐退散。床上，颜如玉娇柔百媚地趴在林然的怀里，脸上是至美的红霞在酝酿，背后的翅膀也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3000天命点，后宫加1等仙级功法，先天纯阳法。先天纯阳法1等仙级功法，也是整个无尽虚空里最为顶级的功法之一。林然利用此功法，可在丹田中凝聚出至纯至阳的先天纯阳。先天纯阳有着诸多奥妙，不仅能够提升他的修炼速度，还能够用以杀敌等等。更重要的是，当林然将先天纯阳修炼至一定程度后，更有可能修出先天纯阳仙体。先天纯阳仙体同样是一种顶级仙体，玄妙无穷，威能莫测。若是能够修出先天纯阳仙体，林然的实力必将大幅提升。真不愧是1等仙级功法，没想到竟能够让我修出先天纯阳仙体。林然心中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但同时在他的丹田中，他能够清楚感应到那里似乎汇聚着一团精粹磅礴的能量。小冉冉在想些什么？颜如玉亲吻着林然的肌肤，修长白皙的美腿轻轻搭在对方身上。师姑，我丹田中汇聚着一股精粹磅礴的能量，莫非与你有关？林然好奇询问。昨晚他和颜如玉在传经授3夜的过程中，能够清楚感觉到自颜如玉的体内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融入他丹田，他并不知晓这是什么东西。哦，那是我魅魔一族的女子独有的阴元气。昨夜我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你，这阴元气自然也就被你吸收了。小冉冉，你将这阴元气吸收了，修为兴许还能提升不少呢。闻言，林然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运转先天纯阳法，开始吸收炼化这股阴元气。魅魔一族特有的阴元气，真是好生磅礴精粹，兴许我可以利用这阴元气，在丹田中凝聚出先天纯阳。林然心中不断盘算，阴元气也在逐渐减少。不一会儿，一股暖流自他丹田中涌现，随后是一团乳白色的小火苗，这正是先天纯阳的雏形。见此情形，林然趁热打铁，不断运转先天纯阳法，让这团乳白色的小火苗愈演愈烈，逐渐朝着烈阳的规模进行演变。哗！直到这股阴元气所剩无几，在林然的丹田中，那团乳白色的小火苗才终于演变为天穹的烈日。只不过天穹上的烈日是赤红色的，但先天纯阳却是乳白色的，但其散发出来的气息却很是强大，仿佛能够焚尽世间万物。真不愧是1等仙级功法，没想到仅仅是凝聚先天纯阳，便消耗了如此大量的能量。林然心中重重吐出一口浊气，感慨不已。要知道，颜如玉可是准地境修为，是个活了成千上万年的强者，他体内聚集的阴元气那是何等精粹磅礴，可仅仅是修炼出先天纯阳，便让这股阴元气所剩无几，这种消耗堪称恐怖。好在林然成功修炼出了先天纯阳，开启了修炼出先天纯阳仙体的第一步，阴元气还剩下一点，估计能够助我突破至归一境。林然趁热打铁，在凝聚出先天纯阳后，将最后的一小部分阴元气炼化，
而他的修为也如他所料想的一样，在飞速攀升。待他将阴元气全部吸收殆尽后，他的修为也是成功从斩凡境5重天突破至归一境2重天。才归一境2重天，颜如玉看到这一幕也是微微愣了一下。他身为准地境强者，又修炼了这么多年，体内的阴元气可以说是无比精粹磅礴。在他看来，林然吸收了他的阴元气，少说也得突破至圣人境才对，甚至是圣王境也可冲击一下，怎么可能只突破到归一境2重天？林然缓缓睁开双眼，似是看出了颜如玉眼中的疑惑，笑道：“师姑，我并不只是用这阴元气来提升修为了，我还用它修炼了其他东西。再者，最近我修为提升太快了，平均算下来，一天可以抵得上其他普通天骄1年苦修，我也得好好巩固一下我的根基吧。”颜如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小冉冉，你说的对，你的根基的确需要好好巩固一下了。想当初林然离开飞仙宗时，不过才合道境1重天修为，结果这才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便提升到了归一境2重天境界。这种提升可谓是又大又快，就和林然本人一样。”颜如玉舔了舔嘴唇，看向林然的目光添上了深深的迷恋和贪婪。不知为何，他怎么又感觉林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貌似又更加诱人了。小冉冉，你的气息貌似又迷人了不少呢。颜如玉不着寸缕的娇躯紧贴着林然的胸膛，穷鼻疯狂吸动，贪婪吮吸着对方身上的气息，又迷人了。看着颜如玉这般迷恋的模样，对方说的不像作假，但这也让林然更是疑惑。他只不过是修出了先天纯阳罢了，难道这还能增加他的魅力值？定回宿主，先天纯阳和先天纯阴一样，都是天地间至强的一种存在。先天纯阳只存在于男子身上，无形之中散发出的气息会吸引着女子；先天纯阴则只存在于女子身上，无形之中散发出的气息会吸引着男子。而今宿主修炼出了先天纯阳，所以嘛，系统的解释伴随着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结尾。林然一阵汗颜，他也没有想到先天纯阳竟然还有这种作用。他本就仙颜无双，魅力值更是早就拉满，而今又修出了无形之中会吸引女子的先天纯阳，那现在的他算什么？比魅魔还魅的人。小冉冉，师姑想吸吸你，可以吗？颜如玉脸上涌起诱人的潮红，眼中的柔情如丝丝缕缕的蛛网，像是要将林然彻底缠住。可，师姑，我们必须得约法3章了。你可以每天都吸我的血，但是有限制，你不能伤及我的根基。上次你将我迷晕，在我房间里兴风作浪，偷偷摸摸吸食了我那么多血液，害我头晕目眩，脸色煞白，我都还未找你算账呢。所以虽然我可以给你稀释血液，但也必须得节制。林然干咳一声，紧紧搂着颜如玉的腰身，正色道：“虽然他身负天底下最强的命运仙体，体内精血澎湃四海，但也不是颜如玉这种吸法。”颜如玉下起嘴来，那可真是毫不留情，一旦疯起来，不管他体内到底有多少，只怕是全都要给他吸干净了。好，师姑答应你，你让师姑停嘴，师姑就停嘴。颜如玉把林然压在身下，双目痴迷，疯狂吻着他的嘴唇，攻势凶猛。另外，师姑，正所谓有付出才有收获，我的血液也不能让你白白吸食不是？师姑，正好你换个地方吸一吸呢。林然唇角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邪笑，抚摸着颜如玉光滑似玉的玉背。颜如玉娇嗔似的白了他一眼，样态极其妩媚，风骚婀娜。小冉冉，你这个小色胚，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坏。不过师姑喜欢。说罢，颜如玉的身子缓缓滑了下去。接下来的几天，林然和颜如玉都待在了雪城中，二人白天则是到处赏雪游玩，晚上则是回到客栈玩一些增进感情的道侣小游戏。而颜如玉的好感度也是达到了足足99点，距离100点也只有一步之遥。但让林然头疼的是，不管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无法让颜如玉的好感度突破至100，底线一破再破，但好感度却像是卡住了一样，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小冉冉，我们在雪城里待了这么多天，也是时候该回去了，要不然宗主他们怕是担忧的很，尤其是你的好师尊。说到苏西月，颜如玉目光变得深邃悠然，林然也是满脸头疼。此次回去后，师尊的修为定然恢复到了极高的境界，他若是再想要以下犯上，恐怕还得看对方的脸色。小冉冉，你老实告诉师姑，你和苏妹妹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奸情？颜如玉一改深邃的神色，反而满脸八卦的凑了过来，挤眉弄眼道。林然沉思了一下，也没有隐瞒将苏西月身中情堕九尾花的情毒，而后自己给苏西月解毒的经过简单叙述了一遍。咯咯喽，师姑我猜的果然不错，苏妹妹的确是与你在一起了。颜如玉脸色稍微有些震惊，但也在意料之中，妩媚的娇笑起来。师姑是如何发现的？林然好奇询问。颜如玉轻轻点了点他的眉心，掩嘴轻笑道：因为师姑我看到了，苏妹妹眼底全是对你的占有以及对我的醋意。她对林然的占有只是简简单单的占有，仅仅是想和林然在一起罢了。但苏西月可和他不同，苏西月的占有是霸占，是想要一个人独自享用林然的占有。林然瞬间恍然，原来是师尊的眼神出卖了他们。小冉冉，你可得好好去劝劝苏妹妹了，让她不要太固执己见，要不然师姑我以后岂不是都不能光明正大的和你亲热了？
地下恋情什么的，师姑最讨厌了。师姑只喜欢光明正大的。而且啊，小然然，你想想，若是你能否说服苏妹妹，日后师姑与苏妹妹一起服侍你，岂不是更好？如果说服不了，那就去说服她。师姑相信你有这个能耐的。颜如玉双手轻轻搂着林然的脖颈，笑得花枝乱颤。毕竟她也算是被林然说服的人了，岂能不知道林然的极限在哪？说服一个小小的苏西月很难吗？闻言，林然承认他有些小小的心动了。一想到自己日后吃师尊和师姑盖饭的画面，他便感到一阵热血沸腾了。而且为了神秘大礼包，他也必须要彻底征服苏西月。颜如玉表面上虽然说得轻松，但对方眼底一闪而过的不甘，仍旧被他清楚地捕捉到了。毕竟颜如玉现在已经和他坦诚相待，互诉心肠过，但回去后却要被苏西月这个正宫压上一头，在苏西月面前更是只能够背地里和他偷摸亲密。颜如玉内心肯定受不了，他讨厌这种局面，搞得自己不三不四，貌似与林然之间的事情就仿佛见不得光一样。而这也是他对林然的好感度迟迟没有突破至100的原因。林然猜测，等到自己说服了苏西月，能够吃上心心念念的师尊师姑盖饭后，估计颜如玉的好感度才会真正突破至100点。放心吧，师姑，师尊那边自有我来应付，你只需等着和师尊一起把盖饭喂到我嘴里就行。林然拍了拍胸脯，打着包票道：为了盖饭？不对，为了师尊和师姑的和睦相处，他必将全力以赴。颜如玉在林然的脸颊上狠狠吻了一下，笑呵呵道：小然然，那师姑可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哦。当然了，师姑会和你并肩作战，一起说服苏妹妹的。说罢，颜如玉抓着林然的手，带着他赶回飞仙宗。不过片刻功夫，二人便回到了飞仙宗。此时已是深夜，颜如玉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在月光的照耀下，凸现出她那完美的曲线，显得更加纯美动人。小然然，时候也不早了，师姑便先回去了。颜如玉在林然的手心触不着痕迹地挠了挠，随后眉眼含笑着离去。毕竟这里是飞仙宗，他就算再如何色胆包天，也不敢乱来了。谁知道苏西月有没有在暗中观察着他们这里？待颜如玉消失在月光下，林然也是化作一道光团，回到了阴阳峰。来到熟悉的府邸前，不知为何，他竟莫名感到心跳加速。看着眼前熟悉的府邸，仿佛只要他打开大门，里面的黑暗便会将他吞噬。他承认自己有些怕了，毕竟恢复修为的师尊，这谁不怕？深呼吸一口气后，林然最终还是推开了大门，蹑手蹑脚地进入其中。师尊没在，难不成还在闭关修炼？察觉到里面没有任何动静，林然也是稍微松了口气。苏西月还在闭关修炼，便代表他还有时间琢磨哄骗苏西月的话术。然而还未等他窃喜多久，他的胸口就好似遭到了一记重锤一般，整个人宛若断了线的风筝，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出，差点将隔夜饭都给吐了出来。他整个人重摔倒在地，手忙脚乱的想要挣扎着爬起来时，却是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的胸口。他伸手摸去，发现是一根软软的、滑滑的，还散发着些许香味的东西。他定睛一看，发现这赫然是苏西月的玉足。此刻苏西月的脸上布满寒霜，宛若俯视蝼蚁一般俯视着他，红唇轻启间传出一道淡漠无情的声音：意图再敢乱摸，为师便斩了你的手。林然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松开了手，讪笑道：呵呵，师尊可是专门在等徒儿回来？苏西月闻言，嘴角扯出一抹笑容，只是这笑容越看越人感觉毛骨悚然，完全没有丝毫温度。是啊，你不回来，为师该找谁报仇呢？林然故意装傻充愣，疑惑道：师尊何出此言？我们是整个飞仙宗里最为让人羡慕的标准模范师徒，何来的丑语言？苏西月笑了，右脚轻轻用力，疼得林然顿时鬼吼鬼叫起来。逆徒，你很喜欢演戏吗？另外，谁和你是标准的模范师徒了？他冷冷地瞥了眼林然，他力度不算大，顶多只是为了单纯的教训林然，还没有让林然痛到鬼吼鬼叫的地步。嘿嘿，没想到被师尊识破了。师尊，你我好歹师徒一场，这场景若是被外人看到，岂不是要传出你我师徒不和的谣言了？林然轻轻捏了捏苏西月的美腿，心中顿时感慨万千。还是这个温软不腻的手感，地道。苏西月闻言笑了，他右手一翻，一柄闪着寒光的长剑顿时出现在他手中，下一秒又抵在了林然的脖子上。逆徒，当日你骑师犯上时，可曾想过今日我给你说遗言的时间？不然你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苏西月眸光冰冷淡漠，仿佛杀林然这件事情在他眼里翻不起任何波动。林然眼皮跳了跳，但很快便平静了下来。他知道苏西月不会真的杀他，只是在吓唬他罢了。毕竟他觉醒了命运仙体，是整个飞仙宗的宝，身后更站着3组，苏西月岂敢杀他？再说了，40的好感度摆在了这里，苏西月也不会杀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苏西月在吓他，再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摆清自己的地位。切，口是心非的女人，在我身上化身摇车的时候，怎么不见得要杀我？林然撇了撇嘴，心中一阵腹诽。看见他这副不以为意的表情，苏西月目光越发冰冷，剑锋喷吐出凌厉的剑气，稍稍刺破了林然的肌肤，渗透出嫣红的血珠。苏西月眼皮猛地跳了跳，但依旧淡漠道：逆徒，
当真以为为师不敢杀你？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来啊，有本事就杀了本天命之子，大不了18年后本天命之子转世归来，继续充尸。任务强硬起来，言语激怒苏西月，让他杀了自己。奖励7000天命点，轮回投胎转世卡1枚。判官看了都叫好。选项2，噗，本天命之子可是专业的。任务到反天罡，让苏西月心生愧疚，化解今晚危机。奖励7000天命点，先天纯阳晋升第1转之境。我选2。林然看着这2个任务选项，毫不犹豫地排除了第1个。随后他故作一副悲愤欲绝之表情，愤然道：师尊若真要杀我，便动手吧，就当师尊这辈子都没有过逆。徒儿也怪徒儿瞎了眼，将一片真心付与师尊，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苏西月看着林然这副悲愤欲绝的神色，握剑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语气依旧冰冷：逆徒何出此言？想当年我从天而降，在秘境中砸死了4位追杀师尊的准地强者，前些时日看似是我兽心大发，行以下犯上之事，但实则我是为了化解师尊之情毒，为了救师尊的命。可师尊呢？你恩将仇报，是我的2次救命之情于无物，却只记得徒儿以下犯上之事。师尊，你要知道，徒儿这段时间即使在外提宗门争夺9条极品灵脉，可心里心外想的却只有师尊。这枚丹药名为劫地丹，能够助师尊突破至准地境，乃是徒儿经历9死1生得来的。师尊，这枚丹药和徒儿的命，就算是徒儿给你的最后赔礼了，你都拿走吧。说着，林然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神色，竟主动伸出脖子往长剑的剑锋上靠去。师尊，别他妈傻愣着了，再不把剑收起来，你这温暖热心的充实逆徒，可就当真要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了。看着苏西月呆愣在原地，林然嘴角狠狠抽了抽，心中一阵祈祷。但演戏就要演全套，事到如今他算是骑虎难下，只能够悄悄放慢速度，不让自己脖子冲得那么快。苏西月终究回过神来，右手轻微颤抖地伸出长剑，抿了抿嘴唇，看着如此真情流露的林然，他并不觉得林然在骗他。此刻他内心充满了感动。逆徒在外提宗门争夺极品灵脉，没想到心底却依旧想的是他。这枚名为劫地丹的丹药，暂且不论它的作用是否真如林然说的那么神奇，但当他听到这是林然9死1生才为他夺来的丹药后，他承认他的心的确动摇了。其实他今晚本意也并非是为了杀林然，只是想吓吓林然，让后者摆清身份地位罢了。毕竟他现在修为恢复了，总不可能让林然一直压他一头吧？不得轮到他压林然一头了吗？可是当他看到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林然后，他还是动摇了，完全就狠不下心去教训林然。而且多次和林然做爱做的事情后，他心里早就没有了当初那般对林然的怒气，只是他傲娇，不会主动显露出这些罢了。苏西月在心底叹了口气，但表面上却依旧毫无波澜。行了，逆徒，起来吧，看在你言之有理的份上，为师不杀你便是。至于这枚丹药是否真如你说的那样，能够助为师突破至准地境，等到日后为师再试一试。苏西月收走劫地丹的同时，也将自己踩着林然胸膛的玉足收回。林然连忙嬉皮笑脸的爬起身，来到苏西月身后，轻轻揉捏着对方的肩膀。师尊，徒儿问你，你可感到些许惭愧内疚？苏西月好看的白了他一眼，果断回道：李有。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7000天命点，先天纯阳晋升第1转之境。叮，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6000天命点。目前苏西月好感度55。听着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林然唇角缓缓勾出一抹邪笑。师尊啊师尊，童子的提示都响起来了，你竟然还不承认，这可真是心口不一捏。不过你不说也没关系，逆徒待会儿便会撬开你的嘴，亲自大调查你，看看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对逆徒的愧疚。结，师尊宝宝，徒儿此次外出闯荡，其实还为师尊准备了一份礼物。林然嘿嘿笑道。什么礼物？苏西月淡淡的瞥了眼林然，耳间微微泛红，不知为何，他怎么感觉自己这逆徒外出闯荡了几天时间，怎么回来后又变得更加诱人了？林然身上的气息不断钻入他的穷鼻中，让他心痒难耐，就仿佛是一片羽毛轻轻挠着他的内心。这个嘛，等天亮后再告诉师尊，今晚时候不早了。师尊，我们这就去歇歇。林然坏笑连连，目光肆无忌惮，上下打量着苏西月玲珑有致的娇躯。今晚的苏西月换上了一袭淡粉色齐胸襦裙，本就绝美的五官在清月的照耀下更显孤美鲜然。也不知是不是做爱做的事情做多了，林然总感觉苏西月的气息貌似变得更加成熟动人，屁股好像也翘了不少，看得他简直心花怒放。苏西月被林然看得浑身发毛，一张俏脸红的就和出战的晚霞一般，却又含着一抹愠怒。逆徒，你若再敢多看一眼，为师就挖了你的眼睛。为师只是说不杀你了，可没说原谅你了，你最好莫给为师得寸进尺。林然不以为意的撇了撇嘴，小声嘟囔了一句：姐，你身上哪里我没看过？听到林然的嘟囔，苏西月怒瞪了他一眼，双手叉腰，蛮横又可爱道：逆徒，你说什么？林然嘿嘿一笑道：师尊听错了，
徒儿刚才哪里说了话？好了，师尊，天色的确是不早了，快些休息吧。苏西月狠狠剜了他一眼，随后转身进入府邸。眼见林然跟着他一起进入他的卧房，苏西月不禁皱了皱眉，冷然道：“逆徒，滚回你自己的卧房！”林然愣了一下，而后故作委屈巴巴的样子：“师尊何故赶我？我只是想和师尊培养感情，缓解气氛罢了。”说着，他上前将苏西月搂在怀里，伤心道：“师尊，在外的这些天里，你都不知徒儿有多想你。徒儿想你想的简直夜不能寐，食不能安。徒儿回宗，第一时间想见的也是师尊，只是没想到师尊自从恢复了修为，便对徒儿如此狠心。如若师尊继续要赶徒儿走，那徒儿便走。都说越绿茶的逆徒越是受师尊宠爱，事实也的确如此。”看着林然这副伤心欲绝的模样，虽然知道他的话都是鬼话，信不得真，但苏西月抿了抿唇，终究还是道：“行了，别在我面前摆出这副样子。你可以和我睡一起，但你若敢动手动脚，为师会狠狠打断你的腿，是3条。逆徒，你可懂？”他知道自己没有相信林然的鬼话，但不知为何他却答应了林然。与其说林然贪恋他自己又何尝不贪恋林然？但他傲娇，就是不说。林然连连点头，懂。他心里则是一阵腹诽，都已经55的好感度了，现在竟然还想着打断他的腿，而且还是全部打断，真是口是心非的女人捏。他此刻只想问一句：苏西月，自己的腿没了，谁还能给他稳稳的幸福？不一会儿，苏西月侧着身子，背对着林然躺在床上，温柔的月光洒在他脸上，使他纯洁圣美得宛若天上仙子。逆徒，你若敢越界，日后就别上为师的床了。苏西月冷不丁道：“放心吧，师尊，徒儿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林然乐呵呵的笑道：“对啊，他是什么人？他可是冲师逆徒啊，岂会因为苏西月的一句威胁就放弃自己冲师的伟大梦想？”不过多时，卧房内便响起了苏西月冰冷的娇喝：“逆徒，你的手不想要了吗？”林然轻轻搂着苏西月，胸膛紧贴着对方的后背，凑到对方的耳旁，轻轻呼出一口灼热的气息，道：“师尊，徒儿只是太想你了，就让徒儿抱一下，好吗？徒儿保证不干别的。”苏西月娇躯轻轻一颤，呼出的气息有些紊乱，她抿着唇，久久未语。好一会后，她才叹息一声：“逆徒，记住你说的话，别干别的。”“放心吧，师尊，逆徒只干一件事。”林然信誓旦旦道。又是一小会过去后，卧房里再度响起了苏西月的怒喝：“逆徒，你不要得寸进尺，你这腿是都不想要了吗？”“师尊，徒儿只磨磨蹭蹭，不打扰你休息。”“你……最终趁着苏西月不备时，林然循序渐进，又和好师尊共同修炼进步上了。玉兔落，金乌生，待到日上3竿，林然才率先苏醒。紧接着，乖巧趴在他怀里的苏西月也是醒来，满脸幽怨地看着他：“逆徒，昨晚对为师又是哄又是骗的，最后终于达成了你那该死的目的。现在你终于得意了。”林然搂着苏西月的玉背，感受着上面传来的光滑细腻的手感，笑道：“不敢，只有师尊得意了，徒儿才敢得意。在徒儿心里，师尊至上。”苏西月俏脸一红，嘟囔道：“骗，你就继续骗为师吧。”叮，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提升10点，奖励8000天命点，破金丹2枚。目前苏西月好感度65。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林然嘿嘿一笑，在苏西月的唇上吻了一下：“徒儿可从不骗师尊。”苏西月嫌弃地擦了擦嘴角，道：“你说从不骗为师，那昨晚是怎么一回事？”林然撇了嘴道：“明明是师尊一直会错了徒儿的意思，徒儿说的不干别的，是除了师尊之外的别的。”闻言，苏西月脸色羞红，又气又怒，狠狠一口咬在了林然肩头：“好你个逆徒，色胆包天，看为师不咬死你！”林然疼得呲牙咧嘴，倒吸一口凉气：“师尊，你属狗的呀，要咬也别咬这里啊，换个地方逆徒随你咬。再说了，如果徒儿真去干别的，师尊你答应吗？”苏西月顿时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松开了嘴。她美眸圆睁，怒道：“逆徒，你敢去干别的？我问你，你这几天是不是和你严师姑去雪城赏雪了？”林然心中咯噔了一下，小心翼翼道：“可是宗主告诉师尊的。”苏西月冷笑道：“呵呵，逆徒，你还真是好雅兴啊！以前怎么就不见你陪为师赏雪？你严师姑喊你赏雪，你就屁颠颠的跟过去了。逆徒，你最好实话实说，你和你师姑除了在雪城赏雪，还背着为师偷偷干嘛？”苏西月眼底的醋意简直快要溢出来了。“是啊，不，师尊，你要相信徒儿，徒儿只和师姑赏雪，并未干些其他的。”林然连忙摆手狡辩。苏西月咬着牙，一脸冰冷地盯着他：“逆徒，你最好别对你师姑怀有觊觎不轨之心，否则为师必定打断你的腿。”此刻，林然只想对着苍天喊一声冤枉啊！明明是颜如玉对他怀有觊觎不轨之心，苏西月怎能反将锅完全推到他头上？当然，这些话林然肯定是不会和苏西月说的。现在苏西月的好感度虽然到达了65点，但只要还未到100点，便难以代表苏西月已经彻底依赖上了他。所以，他和颜如玉的事情还得再瞒着一段时间。等他将师尊的好感度刷到100点，到时候这府中谁上谁下，还不全是他一个人说的算？身为天命之子，若是连自己的后宫都管理不好，那他还修炼什么？直接待在府中吃奶得了。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要尽快将苏西月的好感度刷到100点。师尊放心吧，我对颜如玉只有如同对师尊一样的尊敬，绝无其他想法。林然信誓旦旦道：“这是自然的，他对苏西月怎么样，自然就得对颜如玉怎么样，一碗水总得端平不是？哼，算你识相。”苏西月并未听出林然话里话外的意思，反而觉得林然已经臣服在了他的淫威下，眉宇间也变得柔和了一些。对了，逆徒，昨晚你说等到天明便要送给为师一个礼物，现在可否告诉为师这礼物是什么？苏西月故作一脸平静，淡淡道：“来，师尊，徒儿这就告诉你。”林然拉着苏西月的小手，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自己则是坐在了玉椅上。说就说，不要老是动手动脚。苏西月没好气地剜了林然一眼，但翘臀还是稍稍磨蹭了几下，找了个自己认为最舒服的姿势。林然呼吸稍稍有些许急促起来：“师尊，你这是在勾引徒儿？”苏西月白了他一眼，傲娇道：“少废话，为师是个物质的女人，你快些将你要给为师的礼物拿出来。”看着师尊这般急不可耐的样子，林然也没有卖关子的心思，右手一翻，取出了龙皇之灵。师尊，这是龙皇灵脉的龙皇之灵，龙皇灵脉中所有的灵气都聚集在了他身上，这可真正是徒儿经历了九死一生才获得的至宝。我们将它禁锢在我们府邸的地下，如此便意味着我们府邸下蕴含着一条龙皇灵脉。想必师尊也知道龙皇灵脉代表着什么吧？哪怕是数十条极品灵脉，也比不上这一条龙皇灵脉。到时候我们府邸堪称是整个飞仙宗的修炼圣地。而且呀，等师尊利用那劫地丹突破至准地境后，还可以利用龙皇灵脉巩固修为。师尊，徒儿这个礼物你可还喜欢？林然将下巴轻轻搭在苏西月的肩上，声音轻柔地笑道：“龙皇灵脉，龙皇之灵。”苏西月看着林然手中的龙皇之灵，大脑在这一刻彻底短路。身为阴阳峰的峰主，他自然清楚龙皇之灵代表着什么。正如林然说的那样，哪怕是数十条、上百条极品灵脉，都比不上这一条龙皇灵脉。若是将这龙皇之灵镇压在他的府邸下，那么他这府邸将会成为修炼圣地。逆徒，这太贵重了，不如你将这龙皇之灵炼化，提升修为。苏西月连连摆手，但心中却是十分感动。如此珍贵的宝物，林然却是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说送便送给了他。林然对他的爱意简直汹涌的没话说，他暗暗发誓要誓死守护全天下最好的逆徒。好了，师尊，竭泽而渔的事情徒儿也不是不懂，若是直接将这龙皇之灵炼化，性价比确实太低了。我们将它镇压在这府邸下，让龙皇灵气时刻洗涤着我们的肉身，提升我们的修为，岂不更好？林然温柔一笑，亲吻着苏西月的脸颊。苏西月满脸绯红，美眸一阵闪烁，她轻轻低着头，用细若蚊足的声音道：“好，听你的，那便由师尊将这龙皇之灵镇压在此吧，毕竟徒儿的修为还是有些弱小。”林然乐呵呵道：“若是让他来镇压龙皇之灵，只怕是龙皇之灵哪天趁着他们不注意就远走高飞了，由苏西月来镇压最好不过。”苏西月轻轻点头，右手掐诀，周身法力澎湃，凝聚出一片道之法则。道之法则互相交织一起，最终形成一道独特的符文，融入了龙皇之灵。苏西月右手轻轻一拍，将龙皇之灵打入地底。霎时，滔天的龙皇灵气冲天而起，充斥满了整个府邸，没有一丝泄露。这自然也是苏西月的手臂，毕竟龙皇之灵可是逆徒送给他的礼物，他可不想浪费一丝一毫的龙皇灵气。师尊，一枚劫地丹，一道龙皇之灵，这两样礼物你可还喜欢？林然轻轻搂着苏西月的楚腰，坏坏的笑道。苏西月耳尖泛红，傲娇的轻轻颔首，勉勉强强，倒也算看得过去。师尊就不想奖励奖励徒儿？林然轻轻含着苏西月的耳垂，嘴角那抹不怀好意的笑容越来越盛。他抱着苏西月走到院落中栽下的古树旁，随手布下一座隔绝大阵。逆徒，你别乱来，昨晚折腾的还不够吗？苏西月脸色红的就像是要滴血一般，实则他心海一片泛滥，心跳如雷，隆隆作响。毕竟被如此鲜颜绝世、气息诱人的谪仙人以这种暧昧的姿势抵着，哪个女子能够保持平静？师尊宝宝明明心里激动的快要高潮，嘴上却还是不依不饶，你还真是心口不一捏。不过逆徒最喜欢治你这种心口不一的女人。林然桀的笑了起来，他的大礼岂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拿到手的？不让苏西月付出点血的代价，他就不是充实逆徒了。而院落中的这棵古树也承受了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压力。3天时间转瞬即逝，林然一脸神清气爽从府邸中慢悠悠走出。他终究是被苏西月赶了出来，理由便是苏西月要利用那枚劫地丹闭关修炼，突破至准地境，顺便依靠龙皇灵气巩固修为。林然倒是无所谓，苏西月闭关修炼，他大不了去明运峰找颜如玉嘛，就是不知道颜如玉会不会夹道欢迎他的到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若颜如玉夹道欢迎，他必倾囊相授。林真传，还请留步。正当林然前往命运峰时，背后突然有一道声音叫住了他。他回头看去，发现来人是李真武，而李真武的一旁则站着一位气质冰冷的女子。女子身穿一袭云水长裙，如瀑的青丝若银河般泻下，发丝根根晶莹剔透。她眉如远山寒带，
目似秋水盈盈，肤如凝脂，唇色若丹，背齿银白。往下是高挺傲人的酥胸，柳腰不堪一握，蜜臀挺翘，一双修长白皙的玉足，好似摄人心魄的夺命剪刀，笔直玉立。只不过她眉宇间很是清冷，就像是一抹万年不化的寒霜，浑身散发出生人勿近的气息。林真传，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姐李化英，命运峰真传。李真武咧嘴一笑，热情介绍起来。原来是李真传，久仰了。林然淡淡的点了点头，他好歹也在飞仙宗混了这么多年，自然认识李化英。据说李化英并非云州本土人，而是其他州的天之娇女。她不远万里慕名前来加入飞仙宗，只为拜师学艺。有传闻她身负2种至强特殊体质，天资妖孽，自加入命运峰后便一路过关斩将，一举成为命运峰真传。后来她更是一众真传中率先踏入圣人境界的存在，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真传，也可以说是飞仙宗明面上最为强大的年轻一辈。李化英也没有想到林然对自己的态度会如此冷淡，但他也只是愣了愣，并未表现出什么明显的情绪。毕竟他不是极品灵脉，做不到人人喜爱，别人对他态度如何，他管不着。姐姐，这位就是林真传，是我飞仙宗觉醒出命运仙体的绝世妖孽。李真武扯了扯李化英的衣袖，轻声解释道。李化英粉唇轻启，淡漠道：我知道他曾与林真传有过一面之缘。林然淡笑一声，直入主题道：李真传，今日你和你弟弟前来，莫非只是来与本真传嘘寒问暖的？有事说事吧，本真传可以考虑要不要帮你。李化英轻轻点头，先是冲林然微微抱了一拳，争夺极品灵脉一事，还得多谢林真传。若非林真传以一己之力力斩玉龙魔族的9大天骄，只怕我这不成器的弟弟若上场，不知会受何等伤势。李真武老脸一红，小声嘀咕道：姐，你弟弟修为不弱，又在至宝阁里挑选了一件至宝，岂会那么容易就受伤？谁知李化英却是狠狠瞪了他一眼，闭嘴。李真武顿时噤声，咳。李化英轻咳一声，目光莫名变得有些飘忽不定，似是不好意思开口一样。姐，你就别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开口，弟弟来帮你说。林真传，是这样的，我姐前不久在外历练时，偶然获得了一件异宝，她想探寻异宝中的玄奥，却苦于对命运大道的感悟不深，所以我这才想带着我姐来找你。毕竟林真传觉醒了命运仙体，对于命运大道的感悟肯定极为深厚。李真武眼见李化英扭扭捏捏，也是不仅看不下去，大大方方的开口道。林然微微点头，只是他没有想到李化英竟然会是李真武带来的，他原以为是李化英带着李真武来找他。林真传，事实的确如此，还请你不吝赐教。李化英脸色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微微抱了一拳，毕竟他是第一真传，是圣人境修为的强者，可如今面对皈依境的林然，他却要不耻下问，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他感觉有些莫名的羞耻。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本天命之子对命运大道的感悟，凭什么白白教你？任务，拒绝李化英的请求，奖励12000天命点，一颗稍稍破碎的少女心。选项2，结，本天命之子乐于助人，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助女子2臂之力。任务，答应李化英的请求，并俘获李化英的芳心，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超大，超级大的那种。我选2。林然瞬间做出了选择，好不容易又等到了一个神秘大礼包，他可不会白白错过。李真传说笑了，你我皆是飞仙宗的真传，互帮互助是应该的，那么我们去哪里论道？林然瞬间180度改变的态度，也是打了个李化英措手不及。方才还见林然一脸淡然，仿佛对万事都漠不关心一样，没想到仅仅眨眼间的功夫，林然便对他摆出了一副热情的模样。他心中暗暗敲响了警钟，莫非林然这是对他图谋不轨？去我弟弟府邸吧，正好他府邸离这里更近一些。李化英淡淡的瞥了眼李真武，李真武闻言瞬间急了，姐，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明明是你府邸离这里更近一些。再说了，林真传觉醒的可是命运仙体，难道姐姐你只想和林真传论道一次，总不可能每次都在我府中论道吧？李真武愁眉不展道。林然闻言，嘴角忍不住浮出一抹笑容，他要是没看错的话，李真武这是在给他牵红线，真不愧是好弟弟，这助攻打的简直了。李真武，你！李化英气得不行，有致的胸脯上下起伏，恨不得一脚将李真武踹飞出去。好了，李真武，我和你姐姐是去论道的，不是去干别的什么，只要给个清幽之地，无论哪里都没问题。林然毫不在意的笑了笑。李化英闻言，不动声色的看了眼林然，发现后者眼底的确没有其他波动，他不禁开始怀疑他刚才的推测。不过这也代表不了什么，初次正式见面，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知道谁在伪装。林真传随我来，我这就带你去我这不成器的弟弟的府邸。不成器这3个字，李化英咬得很重，最后更是狠狠剜了眼李真武。李真武则是尴尬的笑了笑，默默跟随在2人身后。不多时，一行3人便来到了命运峰，进入了李真武的府邸。李真武毕恭毕敬地为林然和李化英沏了壶好茶后，随便找了个借口便离开了，将空间留给了林然和李化英。林然轻轻啄了口灵茶，开门见山道：李真传，你对命运了解多少？
李焕英低头看着杯中的灵茶，黛眉微蹙，脸上浮现出沉思之色，看上去可爱极了。良久后，他才缓缓开口，语气中却带上了一抹连他自己都未察觉到的紧张。命运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虚幻之物，它掌控了无尽生灵的生死，是天下最强的大道。可，林然差点将口中的茶水喷出来。他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量着李焕英，随后小声嘀咕一句：“这胸也不大，怎么说出来的话这么无脑？”李焕英自然听到了他的嘀咕，脸颊红似滴血，不免恼羞成怒道：“那么，林真传，你对命运有何看解？”他好歹也是修炼出了命运真意的天骄，虽说命运真意并非是他的主道，但他对命运大道也有自己的见解。可他的见解在林然那里却是无脑说出来的话。更让他气愤的是，林然骂他胸小，这他能忍，这放哪个女子身上都忍不了。林然不以为意，轻笑道：“世人都知道，在世界初开前，大道便诞生了，等到世界初开，才渐渐有了天下亿万生灵。那么，这其中便牵扯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身上承载的命运究竟是哪里来的？难道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是命运大道为了控制这天下所有的生灵，才强加给我们的一种虚幻之物？这自然是错的。与其说是你口中的命运大道心怀不轨，要控制我们所有生灵，又或者说是我们需要命运，而从命运大道身上掠夺出自己的命运，倒不如说是这天下万物与命运大道互不割舍，相辅相成。命运大道需要我们，我们也恰好需要命运，由此，这其中便会形成一个平衡点。当我们越是靠近这个平衡点，便越是能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奥妙，也就是命运的玄奥。开玩笑，他身负命运仙体，对命运大道的感悟和见解，岂是李焕英能够媲美的？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他的专攻便是命运大道。李焕英听痴迷了，如痴如醉。林然的话语仿佛在他识海中画出了一扇门，门后便是汹涌如海的命运大道的玄奥。他虽然修出了命运真意，却从未想过这样深的层次。他只是片面的以为命运大道是天下最强的大道，亿万生灵承载着的命运只是命运大道的施舍。但现在林然却告诉他，并非是命运控制生灵，也并非是生灵强需命运，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存在。这亿万生灵与命运之间，更是存在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平衡点。他全然没有想到，林然对于命运大道竟然会有如此见解。他看向林然的目光也发生了些许连他自己都不易察觉的改变。没想到李真传大吃我惊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嘛。林然玩世不恭的笑了笑。李焕英瞬间红透了脸，羞视的嗔了林然一眼：“林真传，你能不能正经点？你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但他不知为何，貌似不正经的林然仿佛更能撩动他这冰封已久的心弦。啊，本真传说了些什么吗？林然眨了眨眼睛，揣着明白装糊涂道：“你算了，今日听林真传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感激不尽。日后林真传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我必全力以赴。”李焕英郑重抱了一拳，正色道：“放心，有用得着的地方，我肯定会开口的。不过，到时候李真传也记得要开口，要不然本真传可不知道你在修炼上还有些什么疑惑。对了，听闻李真传也修习剑道，需要和本真传论剑吗？”林然轻轻拍了拍李焕英的香肩，坏笑道。闻着林然身上弥漫而来的诱人气息，听着林然口中传出的虎狼之词，李焕英脸上的红晕显得更显眼了，宛若桃花一般，而且蔓延到身后颈间。不用了，今日我获得的感悟已经够多了，多谢林真传。说罢，李焕英逃也似的离去，实在是不想听到林然口中的虎狼之词了。哎，姐，你怎么？守在府邸外的李真武只看见一道光团从他面前急速飞走，并带起了一阵香风，一时间他愣在了原地，心中猜测不断。所以林然和李焕英的坐而论道到底成没成，可别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啊。府邸中看着慌忙逃离的李焕英，林然眸光微沉，右手摸着下巴，暗道：看样子这妮子涉世未深，感情上更是一张白纸，应该是受不了我这些话给她带来的大冲击吧。果然，女人和女人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像是苏西月早就习惯了听她的虎狼之词，虽然偶尔还是会脸红。至于颜如玉，对方的虎狼之词则是比她还要猛，她自己也表示受不了。而李焕英与苏西月和颜如玉比起来，一下子就高下立判了。定检测到李焕英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5点，奖励1万天命点。目前李焕英好感度25，简简单单一番刺道，便增加了李焕英25点好感度，更是收获了1万天命点。这在飞仙宗修炼的日子啊，简直是越来越带派了。林然哼着小曲从李真武府邸中走出，全然不顾一脸茫然的李真武，径直飞向颜如玉的府邸。看林真传心情这么好，想来不是和姐姐论道论崩了。太好了，看来有戏。李真武府长大笑，心里忍不住为他的机智点了个赞。林然的猜测不错，他带着李焕英来找林然，目的便是为了给二人牵线。若林然真和李焕英成为了道侣，那么等回到黄州之后，李焕英就不再是孤军奋战的一个人了。回到自己府邸后的李焕英也是连忙关上大门，他背靠着门，急促的呼吸和急速的心跳都将他此刻内心的不平静昭然若揭。虽说他觉醒了命运仙体，又赐我命运大道的感悟，但他本质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登徒子。
下流。李焕英暗暗骂着林然，但脸上的羞红和粉红的耳尖却将他眼中的情绪映射了出来。林然打趣他、挑逗他的画面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林然身上散发出的诱人的气息还隐约萦绕在他鼻尖，他尘封已久的心海莫名荡漾了几分。另一边，林然也是跟随着记忆飞到了颜如玉的府邸前，他还未走到大门前，颜如玉却是早已感应到了他的气息，迫不及待地从里面飞出，抓起他的手臂将他带了进去。颜如玉大手一挥，关上府邸大门，而后将林然抵在墙上，贪婪索取着他的吻。好半晌后，他才满足地喟叹一声，整张脸深深埋进林然怀里，语气似忧似怨：“小然然，怎么这么晚才来找师姑？师姑想你，想你的血，想得都快疯了。”说着，颜如玉显露出獠牙，刺入林然脖子上的肌肤，贪婪地吮吸起来。没办法，师尊粘人。林然抚摸着颜如玉散发着幽香的发丝，嬉皮笑脸道：“哼，我看不尽然吧。”颜如玉适可而止，拔出一对锋利的獠牙，嘟囔着一张嘴道：“以苏妹妹的性子，怎么会粘你？依我看，应该是你粘着苏妹妹还差不多。你这花心大萝卜，有了师尊便忘了师姑，真是让师姑好一阵伤心。”说着说着，颜如玉竟装模作样的抽泣起来。今日血量是平日的双倍。林然淡淡伸出2根手指，成交。颜如玉顿时喜笑颜开，继续吸食着他的血液。等吸完后，颜如玉一脸意犹未尽的咂巴嘴，神色又变得幽怨起来。对了，小然然，苏妹妹那边你劝得如何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吃师尊？师姑盖饭了。林然干咳一声：“师姑别急，看我操作就行。”行吧，师姑不急，但你要答应师姑，不能隔三差五的将师姑淡忘在此。师姑也是你的女人，需要你，需要你的。颜如玉伸出右手，轻轻贴在林然的胸膛，随后缓缓滑下，把握住了林然的命运。他顿了顿，笑靥如花道：“小然然，现在师姑可是握住了你的把柄哦，你若是待师姑不好，师姑便将你我之间的事捅到苏妹妹那里去。”林然浑身打了个冷战，随后不甘示弱的笑道：“师姑握住了我的把柄，我不也找到了师姑的漏洞吗？师姑若这样做，我便将师姑是魅魔的身份告诉师尊，然后再倒打一耙，说是师尊先勾引的我。虽说也的确如此。”颜如玉闻言连连摆手：“算了算了，师姑以后不威胁你了，真是怕了你了。”一边说着，他一边抓着林然的手朝着府邸深处走去。在府邸的深处，再有一口热气蒸腾、鲜灰氤氲的仙泉。小然然，你觉得此地玩密室逃脱怎么样？我不会逃，你直接脱。颜如玉看着眼前的仙泉，漫不经心道。林然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果然，颜如玉还是那个颜如玉，虎狼之词若天上繁星，张嘴就来，他直呼难以抵挡。这便是师姑府中的仙泉吗？听闻泡在其中，就连神魂都会舒畅不少。林然干咳一声，转移话题：“仙泉是否真如小然然说的那么神奇？小然然自己下去泡泡不就知道了？”颜如玉眼底闪过一抹狡黠，催促道。林然倒也没有拒绝，3下5除2便退进衣裳。颜如玉看吃了，即使这副完美的肉身他已看了不下100遍，但每一次看都会给他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这锁骨，这胸肌，这腹肌，颜如玉从上往下，目光缓缓下移，看得如痴如醉。等到林然进入仙泉时，他才猛地回过神来，竟发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哈喇子已经流了一地。小然然，等着师姑。颜如玉擦了擦口水，心痒难耐的暂时离去。林然整个人泡在仙泉中，默默盘算着接下来的打算。接下来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将9条极品灵脉分给9大峰；第二件要做的事，便是与徐坤的生死战。等做完这2件事后，便是即将来临的真传大比了。在9大真传里，李化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真传，是圣人境3重天修为，只要击溃了李化英，便已经能够奠定他的圣子之位。而将9条极品灵脉分配给9大峰，能够奠定他在飞仙宗里的声望。一个有声望、有实力的圣子，才是他想要成为的圣子，也是南风宗主以及众强者所希望看到的宗主。小然然，师姑进来了。突然，一道妩媚至极、充满了诱惑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拉回了他的心神。他抬眼看去，目光蓦地凝住，一脸呆滞无神。只见颜如玉竟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云鬓轻挽，身上只简单挂着一件纯白浴袍，浴袍的衣摆仅仅只能够遮掩住他的大腿根，春光若隐若现。可偏偏就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春光，才最是引诱人心。颜如玉伸出玉足，轻轻踏入仙泉中，看了眼早已失神的林然后，勾唇轻笑，随后朝着林然缓缓游去。他轻轻搂住林然的脖颈，媚眼如丝，幽香四溢。小然然，师姑美吗？因为师姑是魅魔，所以美得不可方物，而又因为是师姑你，所以在我眼里美得如梦似幻。林然轻轻搂着颜如玉的柳腰，吻向那张诱人红唇。颜如玉睫毛轻颤，紧紧抱着林然，不愿分离。良久后，他吐气如兰，双眸迷离，似梦呓，似英明。小然然，密室逃脱的游戏玩吗？玩。纯白浴袍随着荡漾的波纹飘得越来越远，而林然也是品尝到了在水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转眼间又是数日时间过去，仙泉中，林然通体浸泡在此，头枕着颜如玉的大腿，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小然然，
后天就是你和徐坤的生死战了，可有把握一招击溃他？颜如玉轻轻抚摸着林然的脸庞，为他整理着发丝，笑问。林然咧嘴一笑，师姑，徐坤好歹也是我阴阳峰的天骄妖孽，更是有真传之资，你怎能如此轻视他？一招也许不够，怎么着也得2招吧？颜如玉无奈笑道，是，小然然说的都对，那就2招把那个跳梁小丑打回现实吧，要不然他恐怕还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以为你是靠这张脸上位的呢。说着他顿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对了，小然然，前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是徐坤进入过珍宝阁一样，貌似从里面买下了一枚煞境丹，而那时徐坤的修为已经提升至归一境9重天了。师姑料定他是想将这枚煞境丹当作最后的底牌，怕是要在与你的厮杀中突破至圣人境，而后赐你雷霆一击。颜如玉的眉宇中充满了担忧。哦，没想到这徐坤竟还有如此胆量，连煞境丹都敢用，厉害厉害！林然毫不在意地笑了笑。煞境丹是一种境丹，吞服者可以利用其中蕴含的煞气，强行踏入更高的境界。当然，相比于一时的强大，煞境丹所带来的永久性的副作用才更让人忌惮。一旦吞下煞境丹，恐怖的煞气虽说会助人在短时间内冲入更高的境界，但也在短时间内摧毁人体的经脉、丹田。也就是说，煞境丹带来的强大是一时的，但堕落却是一世的。因此，煞境丹也被人称为境丹，除非真是那种万不得已的生死关头，否则没人敢动用。林然也着实没有想到，徐坤为了杀他，竟然连煞境丹都敢买来用。不得不说，他已经有些佩服徐坤的勇气了。看着林然满脸不以为意的样子，颜如玉忍不住白了他一眼，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眉心。小然然，师姑是认真的，徐坤若吞下了煞境丹，在短时间内将会大幅提升实力，你倒是切记要小心啊。看着颜如玉眉宇间对自己的担忧以及眸底蕴含着的真情实意，林然起身将他搂入怀中。放心吧，师姑，我从未将徐坤放在眼里。再说了，师姑的美我都还未欣赏够，怎么舍得轻易死去？林然唇角挂着一抹坏笑，轻咬着颜如玉的耳垂，呼出的灼热气息拍打在他脸上。就你嘴甜！颜如玉满脸欲红，似嗔似羞。好了，小然然，收拾自己，然后我们去宗主殿吧。闻言，林然瞬间会意，也是时候处理手中这9条极品灵脉了。二人腻歪了一番后，纷纷穿好衣裳，赶往了宗主殿。待到二人赶到宗主殿时，南风宗主、众峰主及副峰主也是齐聚于此。除了还在闭关修炼的苏西月，只要是待在飞仙宗的峰主以及副峰主，全都赶到了这里。早在前来时，颜如玉便已传音给了这些人，让他们在宗主殿内一聚。颜副峰主，你这可就有点不像话了，说是有事喊我们过来，结果你却自己迟到。生死峰的峰主正为语气中有些埋怨，确实不厚道。五行峰的峰主仰眼淡淡一笑，好了，大家先别说话，且听听颜副峰主要说些什么。南风微微一笑，不过他说话时目光却一直定格在了林然的身上，眸中的光芒闪烁不定。可，今日喊你们来，非我之意，而是我家小然然要赠予你们一场机缘。颜如玉轻咳一声，傲娇地把林然拉到自己身前。闻言，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林然身上。时间峰副峰主苏赤鸠微微一笑，来了些兴趣，不知林真传要赐予我们什么机缘？林然先是冲着南风等人抱了一拳，随后道：各位前辈，可还记得前些日子我飞仙宗与玉龙魔族争夺极品灵脉之事？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的确记得，不过我们貌似并未看到9条极品灵脉，难道是都被玉龙魔族夺走了？应该不可能，林真传身负命运仙体，此次替宗出征，少说也会带回1条极品灵脉，总不可能1条都见不到吧？的确如此，这可真是怪事。众峰主、副峰主议论纷纷。是这样的，各位前辈，其实9条极品灵脉都在我手上。林然开口道：什么？9条极品灵脉都在你手上？这是怎么一回事？玉龙魔族竟然1条极品灵脉都没有夺走，还有这种事？众人大惊失色，脸上全是震撼。紧接着，林然也是将南风与龙败雪的赌约简单叙述了一遍。当时我以一己之力斩了玉龙魔族的9大天骄妖孽，因此夺得了9条极品灵脉。宗主认为夺得这9条极品灵脉乃是晚辈一人之功，所以将9条极品灵脉全都赐给了我。但晚辈认为受之有愧，宗门大力培养我替宗门夺得9条极品灵脉乃是应当，所以我认为我不应该独吞这9条极品灵脉，应该将这9条极品灵脉分配给9大峰。如此，每一峰的峰主、副峰主、长老、弟子都可从其中获得不少好处。林然开口道。一众峰主、副峰主则是头脑嗡嗡作响，一片空白，像是一座座雕塑般待在原地。林然以一己之力斩杀了玉龙魔族派出的9大天骄妖孽，南风宗主将9条极品灵脉赐给了林然，而后林然认为这9条极品灵脉受之有愧，又要分配给9大峰。这9条极品灵脉大概是林然在外辛辛苦苦拼杀得到的，结果现在却是要分配给9大峰。如此恐怖的战力，如此大度的心胸，在他们眼里，此刻的林然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耀眼的光芒。那是什么光？天啊，是传说中正道的光。众峰主、副峰主脸上难掩激动之色，
激动到浑身颤抖。毕竟这可是极品灵脉啊！哪怕是每一峰各自获得一条，这都是天大的机缘。极品灵脉可以改善峰内的修炼环境，提升众人的修炼速度，光是这一点便是天大的机缘。而没人注意到的是，宗主南风的嘴角却是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神秘又欣慰的笑容。他看向林然，气质温和，整个人仿佛一块温玉，笑问：林然，我将9条极品灵脉赐你，便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提升你的修为。你今日当真要将9条极品灵脉分配给每一峰？林然点头，抱拳道：回宗主，正所谓宗门为我，我为宗门。既然宗门选择大力培养我，那我也将投桃报李，回馈给宗门。这一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信誓旦旦。众峰主和副峰主看向林然的目光顿时有了个明显的变化，那是兴奋，是惊讶，是激动，是欣慰，还有一丝丝的敬畏。老杨，你觉得林真传的身份需不需要再往上提了？我越发觉得林真传有圣子之香了。生死峰峰主郑为拍了拍五行峰峰主杨眼的肩膀，目光深邃道。杨眼深表认同，老郑，你说的对，我也支持林然成为我们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素赤鸠摸了摸下巴，嗓音温润如玉道：以往的圣子圣女虽说也不差，皆是心胸大度之人，但就算是把他们放在今天这件事上，只怕是也不会有林然这般一心只为宗门。那些圣子圣女少说也得自己独吞几条极品灵脉，再将剩余的极品灵脉拿出来才是。说着说着，素赤鸠竟自己笑了起来，看向林然的眼神全是赞赏和认同。诸位放心，真传大比不日后便会到来，我家小然然势必会成为圣子的。颜如玉信誓旦旦的傲娇道。哦，没想到颜副峰主竟然对林真传有如此自信，我倒是越发期待真传大比的那一天到来了，真希望看到林真传成为我宗圣子。加一。众人再度议论纷纷，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林然的满意，恨不得替代宗主老祖即日起便立林然为圣子。见此一幕，南风嘴角笑容越发浓郁，他想要的不就是这种效果吗？正如颜如玉说的那样，他将9条极品灵脉赐予林然，的确只是暂时寄存在林然那里，最后还是要林然吐出来的。就算林然今日不主动如此，他也会暗示林然在暗中手把手的教林然如此。而林然悟出了他的心意，主动将9条极品灵脉上交，收获了一大波明星，这更是让他心满意足，对林然也越发满意。林然内心也是稍稍有些激动，看今天这架势，这是已经把他当成准圣子了，他终于又要进步了。好，既然林然你执意如此，那我们再推脱下去，便显得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矫揉造作了。当然，我非仙宗家大业大，你既然将9条极品灵脉交出，本宗也不会亏待了你。从今天开始，宗门里的所有资源将向你倾斜，无论是珍宝阁、至宝阁，亦或是功法阁、神通阁等等，你都可来去自如，看上了什么便挑选什么，你才是我非仙宗的首位。南风拍了拍林然的肩膀，郑重有声。这一番话犹如一弹激起千层浪，哪怕是颜如玉都为之惊叹，心头猛颤。疯了，宗主疯了，这已经明摆着要告诉全宗上下了，林然现在就是飞仙宗的宝贝，是独一无二的麒麟子，一切皆以他为首，这便是命运仙体存在的意义。林然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心思稍微活络一番，随后当着众人的面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我林然在此立下天道誓言，只要飞仙宗不负我，我定不负飞仙宗。若有违此事，天道降杀，肉身陨灭，神魂飘散，真灵溃败，再无轮回可言，烟消云散。林然当着南风等人的面立下了天道誓言。这天道誓言看似是约束他，实际上是让南风等人放宽心。毕竟他要是卷走了珍宝阁、至宝阁、神通阁等等阁楼中的宝物，转而叛离了飞仙宗怎么办？虽然南风等人清楚他不会这么做，而他也清楚自己不会这么做，但这个信任也只不过是一个主观臆想象的模糊概念。但他此时立下天道誓言，便是让这个模糊的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界限，能够让南风等人安心，并且更加信任他，他何乐而不为？果不其然，当他这个天道誓言立下后，包括颜如玉在内，在场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都变了，变得更加柔和，也更加敬畏。林然这天道誓言说的是，只要飞仙宗不负他，他定不负飞仙宗。这不仅没有把话说死，更是让他们心里安心了不少。这情商简直了！南风看着林然，内心直痒，恨不得将整个飞仙宗都交到林然手里，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他下一秒怕是就要和三祖那45码的大脚来一场亲密接触。毕竟林然修为还是太弱了，就算他有心要将飞仙宗传给林然，只怕是林然自己也不会答应。宗主，各位前辈，这饕餮袋里便是9条极品灵脉。林然取出了那口装有9条极品灵脉的饕餮袋，递给了南风。南方笑着接过，随后将9条极品灵脉分发了下去。哈哈哈，好啊，好啊，有了这条极品灵脉，我峰内之人修炼速度必将提升一大截。圣子，不对，林真传，如此大恩大德，我正为铭记于心。正为大笑着拍了拍林然的肩膀，很是豪迈。日后林真传若有需要，尽管开口，我等自然不会拒绝。苏素赤鸠微笑道：林小子，我家峰主是个怪人，
身为光明峰的峰主，家里却竟养了些稀奇古怪的毒虫。你若需要，可以来偷偷和我说，等到真传大比的那天，我去将其余峰的真传毒晕，到时候你没有对手，这圣子之位便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光明峰的副峰主陈月悄悄凑了过来，挤眉弄眼，不怀好意道：可，多谢陈副峰主的好意，不过我应该不需要。林然干咳一声，感觉一阵汗颜。身为光明峰的峰主，背地里却养着稀奇古怪的毒物，传出去也是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了。好了，都散了吧。西鱼，今日苏峰主没来，这条极品灵脉便由你带回你们阴阳峰。南风摆了摆手，笑道：是。柳西鱼微微抱拳，他是阴阳峰的副峰主，如今苏西月闭关修炼，阴阳峰里的一切事务自然由他做主。会议结束，颜如玉带着林然离去。小然然，师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机灵，你那一番誓言可谓是立到了宗主他们的心坎子里，真不愧是我家的小然然。颜如玉轻轻捏着林然脸颊，宠爱的笑道：我不过是顺着宗主的心意，有条不紊的走下去罢了，这并没有什么。对了，师姑，宗门内可有神元石？林然问道。神元石是比灵石更强的修炼资源，虽然珍稀罕见，但们飞仙宗也的确有不少。小然然，你要神元石做什么？颜如玉好奇询问。修炼炼体功法。林然回道：想要凝聚出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普通的灵气肯定是难以修出来的，唯有一些稀世罕见的天材地宝，亦或是神元石、仙元石之类的宝物，才更容易修出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龙皇灵脉中所蕴含的龙皇灵气，同样要比普通灵气更容易凝聚出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原来是这样，小然然，你去师姑府中等着，师姑这就去为你取来神元石。说着，颜如玉身影一闪，转眼便消失在原地。林然也是飞向了命运峰，毕竟南风已经有言在先，宗门内的一切资源他都可使用。既然如此，他肯定不会和宗门客气，当然他也不会太过分，只索取一些神元石就足够了。至于功法之类的，他已有了最为顶级的修炼功法和炼体功法。法宝的话，他身上也有暗世剑和不知名魔剑。至于神通，他若是有空，倒是可以去神通阁看看。与此同时，命运峰青竹园林中，三祖周之意收回了神石，感慨地叹息了一声。暗中如影随形的那位神秘强者同样感慨万千，我飞仙宗出了这么一位妖孽，当真是我宗门之幸啊。周之意闻言，苍老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白玉杯，双眼微微眯起。是啊，林然如此胸怀大度，还肯将9条极品灵脉分配给9大峰，真不知道是哪些蠢货竟然会与林然为敌。你说这些蠢货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原本对于后天即将到来的生死战，他还对徐坤抱有一丝出手相救的意思，但现在看到林然今日的举动后，他对徐坤是一点想出手相救的心思都没了。一个肯将自己在外厮杀累死累活夺回来的9条极品灵脉分给9大峰的人，能够坏到哪里去？一个肯立下天道誓言，只要宗门不负他，他定不负宗门的人，又能够坏到哪去？与林然相比起来，为了赢下后天的生死战，甚至不惜买下煞境丹的徐坤，在周之意眼里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摩根深种的人。这种人留不得，只能说这波徐坤纯躺枪，他的坏全靠林然的好来衬托。暗中的神秘强者也是心领神会，主人，我知道了。很快，不到1天的功夫，一道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飞仙宗。林然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玉龙魔族的9大天骄。宗主南风因为欣赏林然，便将9条极品灵脉赐予了林然。但就在刚才，林然召集了一众峰主、副峰主，将自己手中的9条极品灵脉分给了9大峰。瞬间，整个飞仙宗一片哗然。难怪我方才便感觉峰中的灵气貌似变得更加浓郁了，想来是峰主将极品灵脉镇压在了我们峰中。是啊，灵气变得浓郁后，我瞬间便突破了1小众境界，这可真是多亏了林真传啊！哈哈，没想到林真传竟然以一己之力独自斩杀了玉龙魔族的9大天骄，没能看到林真传的英姿，真是奴家此生的一大憾事。要是林真传是我峰真传，师妹我怕是做梦都要笑醒了。哎，诸如此类的一幕幕，在9大峰里争先恐后的上演着。可以说，林然在飞仙宗里的声望几乎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疯狂暴涨，因此对于后天林然与徐坤的生死战，几乎牵动了全宗上下所有人的心神。这个可恶的徐坤，他凭什么和我家真传进行生死战？就是打坏了我家真传的脸，他赔得起吗？听说徐坤为了赢下生死战，还买下了一枚煞境丹，这种人真是心思歹毒。希望我家真传后天能够干爆徐坤。同一时间，林然的声望在暴涨，也就预示着徐坤的声望在暴跌，甚至于此刻的他俨然与一只过街老鼠无疑，几乎走到哪里都会引来无数的白眼和戏谑。该死！一座磅礴大气的府邸中，徐坤面目狰狞，发泄着满腔怒火，几乎将府中能砸的东西都给砸了。该死的林然，我恨啊！徐坤宛若一头发怒的雄狮，狰狞咆哮着。林然抢走了他的真传之位，更是杀他弟弟，并间接将他父亲送入天渊。而今他更是因为林然，几乎成为了过街老鼠，走到哪里都不受人待见。虽然是他先招惹林然在先，但抛开事实不谈，林然难道就没错吗？若不是林然凭空降临，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发誓，定然要在此次的生死战上将林然抽筋拔骨，碎尸万段。我手上还握有一颗煞境丹，只要吞下它，我便可在短时间内突破至圣人境。林然，我会告诉你，何为圣人之下皆蝼蚁。届时，我要让全宗上下看着你死在生死台上，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以说，此刻徐坤的内心全然被仇恨吞噬，已经彻彻底底失去了理智。2天的时间转瞬即逝，这日整个生死峰内几乎人满为患，喧嚣鼎沸。在生死台的周围早已围得水泄不通，人满为患，只因今日便是林然与徐坤的生死战。这一战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甚至于除了阴阳峰，其余8大峰的真传亦是纷纷赶到了此地，想要目睹这场惊世大战。徐坤是黑暗峰峰主徐虞的子嗣，他的资质自然没话说。如果没有林然，他便是阴阳峰的真传弟子，而林然则是整个飞仙宗的宝，是觉醒了命运仙体的绝世妖孽。二人若是碰撞，想来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针锋相对。徐坤，一旦踏入生死台，生死道运将会包裹住你们，除非是一方生，另一方死，否则生死台绝不会关闭。你可想好了？生死峰峰主正为目光悠悠地看着徐坤，眼神意味深长。今日林然必死。徐坤撂下一句狠话，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生死台。他自然知道正为这番话用意何在，不就是让他低头向林然道歉，主动解了今日这场生死战吗？但他不会，他在飞仙宗里已经是过街老鼠般的存在了，就算与林然和解，那又能如何？即使林然身后站着3组，他今日就算是杀不死林然，也绝不会让林然好过。果不其然，听到徐坤的话后，众峰主、副峰主等人皆是目光一凛，看向徐坤的目光带上了丝丝寒意。当然，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也不会傻乎乎的出手灭了徐坤，就让他再活些时刻，等到我家真传赶来，看他还怎么嚣张。柳细鱼冷冷的看了眼徐坤，心中暗道，他身为阴阳峰的副峰主，自然是心向林然。至于这什么徐坤，谁管他死活？与此同时，命运峰颜如玉正在站在府中的修炼室外安静等待着。2天前，他找到了南峰，将宗门内仅有的200枚神元石通通拿走。而今林然依靠着这200枚神元石还在修炼当中，也不知等他出关后实力会暴涨到何等程度。轰！随着修炼室内传出一阵汹涌狂暴的气息，大门缓缓打开，从其中走出一位白衣绝世、鲜颜无双的少年。小冉冉，你终于出关了！颜如玉喜出望外，上前抱住林然，将脸深深埋进他的颈窝，接着显露出自己的獠牙。师姑，我修炼了多久？林然轻轻拍了拍颜如玉白里透红的脸蛋，问道。不久，正好是2天时间。颜如玉一边吸食着林然的血液，一边含糊不清道。哦，那今日岂不正好是我与徐坤的生死战？林然笑了起来。颜如玉拔出獠牙，牙间还挂着一小串血珠，被他用舌尖舔走。他心满意足地咂了咂嘴，道：累啊，估计那徐坤已经在生死台上等你了。既然如此，也不能让人家久等了才是。林然毫不在意地笑道。颜如玉抓着林然的手，带他飞往了生死峰。生死峰，生死台上，徐坤独自一人站在生死台上，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这副与全世界为敌的模样，倒还真给他增添了一些萧瑟孤傲之感。不少女子看向他的目光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姐，你觉得这场生死战谁能赢？生死台旁，李真武扯了扯身边李化英的衣袖，悄声询问。不好说。李化英就像是惜字如金，面无表情。那你希望谁能赢？李真武继续询问。林然吧。李化英道。闻言，李真武面露喜色。然而还未等他高兴多久，李化英便给他浇了盆冷水。毕竟林然要是死了，可就没人和我论道了。李化英依旧面无表情，李真武则是心中叹气，愁眉不展。他最讨厌给傲娇的女子牵红线了。徐坤，没想到你来的还挺早吗？就在这万众瞩目之时，一道温润如玉的声音自天穹上炸响，紧接着颜如玉带着林然从天而降，不踏虚空。是林真传，太好了，林真传终于来了。数日不见，我家真传的气息貌似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诱人了捏。想贴贴，想骑。整个生死台周围的气氛随着林然的到来而推向了高潮。林然扫向生死台旁，发现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南风等人自然不必多说，让他惊讶的是，没想到除了他之外，8大真传也都聚集了。他稍微思索了一下，也就恍然大悟。毕竟真传大比不日后就会开启，这些真传自然会乖乖待在宗门里。看着林然出现，李化英目光微微变化，耳间泛着些许粉红。前些时日从林然口中蹦出来的那些虎狼之词，他至今都还记得。登徒子，色胚，今日让这徐坤打死就好了。李化英在心里暗暗啐了林然一口，只不过他越骂下去，脸就越红，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林然，你终于来了，准备好迎接你今日的死期了吗？徐坤面色冰冷淡漠，唇角勾起一抹狰狞的笑容。林然悠悠落下，脚踏生死台，顿时一股浓郁的生死道韵将他和徐坤包裹。嗡，璀璨耀眼，好似一片片星河般的生死符文滔天涌现，将整个生死台包裹。这是一种禁制，除非是一方生，另一方死，
否则这禁制便不会消散。生死台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容忤逆的，是无法逆转的。唯有双方仇恨已经到达了无法化解的地步，才会动用这生死台。林然可怜似的看了眼徐坤，忍不住摇了摇头。徐坤，说实话，我从未将你放在眼里，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哦，对了，你也没有以后了。说着，林然平平无奇地拍出一掌，催动580枚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不错，在炼化了200枚神元石后，他成功将336灵之境修炼至580灵之境。此刻，足足580枚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齐齐催动，其中所蕴含的肉身之力堪称绝世阴阳乱神。面对这一掌，徐坤只感觉后背都让冷汗打湿，丝毫不敢大意。他双掌横推而出，掌心中互生阴阳，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宏伟的阴阳图案。徐坤身为徐虞的子嗣，天资自然不差，自出生以来便觉醒了大阴阳至尊体，这是高级至尊体，很是强大。而阴阳乱神则是大阴阳至尊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威能强绝。轰隆隆，阴阳乱神与林然这平平无奇的一掌碰撞一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然而下一秒，在无数双呆滞震撼的目光中，徐坤凝聚出来的阴阳图案竟在瞬间崩塌，压根就承受不住这股至强的肉身之力。砰！徐坤整个人倒飞而出，体内传出骨骼粉碎的声音，双手更是无力地耷拉下去。他重重摔倒在地，大口咳血，脸上是一片茫然不解。这特么是怎么一回事？他事归一境9重天修为，施展出的更是大阴阳至尊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结果现在林然仅仅是平平无奇的一掌，只动用了肉身之力，却将他重创至这种程度。这到底是什么鬼肉身？传说中的命运仙体当真就有这么可怕吗？他当然不知，命运仙体虽是最强的特殊体质，但林然的肉身之强大部分来源于九龙创界术这门炼体功法。580枚阴阳使到祖龙的鳞片，给他带来的肉身提升简直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人绝望。围观之人脸上表情极度精彩，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种情况。此刻他们心底都有一个疑惑，那便是林然的肉身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徐坤，今日灭你，兴许在黄泉路上，你还能追上你弟弟的脚步。林然脸色淡漠，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在他眼里就应该如此。他右手轻抬，掌心中有恐怖的命运气息在交织，逐渐勾勒出一口充满了命运道运的道盘，正是命理道盘。该死！阴阳回天！徐坤催动大阴阳至尊体的本源，施展出第二式本源神通，滔天的阴阳气息冲天而起，化作丝丝缕缕的黑白细线，将他缠绕，好似一个茧蛹一般。待到茧蛹破碎，徐坤身上的伤势也彻底恢复了过来，好似无事发生。这就恢复了，不愧是大阴阳至尊体，没想到本源神通竟然如此逆天。不过施展这一本源神通所消耗的体质本源应该不少，不然的话，若能够一直施展下去，这徐坤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众弟子议论纷纷，他们说的不错，徐坤施展这一式本源神通的确消耗了不少体质本源。他全然没有想到林然的肉身竟然会强到这种程度，刚一交锋他便吃了个大亏。而今林然施展出命运仙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他就更加不会大意。阴阳两仪刃出，徐坤祭出一柄长刀，刀身的两面都流淌着恐怖的阴阳二气，这正是一件中品至尊器。他好歹也在飞仙宗待了这么多年，以前更是被誉为阴阳风的准真传，身上岂能没有一张底牌？阴阳乱神。紧接着徐坤以阴阳两仪刃为载体，施展出大阴阳至尊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轰隆隆，阴阳两仪刃的刀锋上喷薄着汹涌澎湃的阴阳二气，与命理道盘碰撞一起，威势滔天。哼！徐坤震得虎口流血，忍不住倒退数步，嘴角一血。虽然他将命理道盘破灭，但依旧受到了不小的伤势。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徐坤面色发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枚煞气满溢的丹药吞入腹中。不好！徐坤吞了煞劲丹，我就知道徐坤买下煞劲丹肯定不怀好意，他果然要用煞劲丹来对付林真传，真是可恨！徐坤此人心思歹毒，简直不得好死。徐坤如此做派，引得无数弟子义愤填膺，破口大骂。众长老、副封主、封主等人虽说早已有了预料，但看到徐坤如此做法，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怒气。更何况徐坤的修为本就要比林然强，现在却还要用上煞劲丹，这简直可笑！轰！吞下煞劲丹的徐坤双眸变得猩红，好似一头发很发狂野兽，周身散发出滔天的气息。他的修为在煞气的冲击下正在急速攀升，圣人境1重天，圣人境2重天，不一会儿他的修为便已突破至圣人境7重天。反观林然的修为也不过才归一境2重天罢了，二人之间的差距足足有一个大境界往上，圣人境7重天。见此一幕，李化英不知不觉地攥紧拳头，掌心之中沁有密密麻麻的细汗。虽说在煞劲丹的帮助下，突破至圣人境7重天修为的徐坤还不足以威胁到他，但也能够给他带来不小的压力。而修为仅仅只有归一境2重天的林然，能够胜过圣人境7重天修为的徐坤吗？小然然，不要跟他硬打，你只需拖到他的反噬到来即可。颜如玉在台下看得一片焦急，大声提醒道。然而看着眼前气势滔天的徐坤，林然双目微微眯起，
却是摇了摇头，太慢了，太慢了，什么太慢了？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是让众人摸不着头脑。暗中，周之义眉头微蹙，提起了气势，随时做好营救林然的打算。虽说生死台是一组创造出来的，内蕴恐怖无边的生死道运，哪怕是大地强者都不见得能够破坏它，但是对他来说，未必就不能强势破开生死台上的禁制，救下林然。他今日可以不要这张老脸，但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命运先体有失。林然，今日你必死无疑！阴阳乱神，徐坤挥舞着阴阳两仪刃，以圣人境7重天的修为施展出第一式本源神通。这是何等恐怖的法力，瞬间席卷了整个生死台，狂风乱作。颜如玉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冷汗直流。不过，看似身处险境中的林然，却是微微勾起了唇角。不错，看着面前的徐坤，林然终于提起了一丝兴趣。依靠煞境丹突破至圣人境7重天修为，的确给他带来了些许意外。要不然，若是他随手一击便可压制徐坤，那未免就太无趣了些。死！徐坤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施展出急招，杀向林然。他吞了煞境丹，势必会成为废人，但在此之前，他也要让林然付出应有的代价。想杀我，你够资格吗？林然戏谑一笑，祭出暗示剑，并催动580枚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左手打出一记鲲鹏无量神拳，右手施展出剑诛九天，2大地级极品神通施展而出，整个生死台上的空间都充斥满了这2大极招的杀威，让人面色大变，骇然失色。轰隆隆，好似2座山岳在碰撞，整个生死台都剧烈颤抖了起来。林然虽是归一境2重天修为，但胜在肉身强大，鲲鹏无量神拳蕴含着无穷的伟力，而暗示剑又是上品至尊器，等阶要比阴阳两仪刃更高，剑诛九天又是地级极品神通，两者相辅相成，威能也越强。所以哪怕是林然与此刻的徐坤相差了一个大境界不止，但他依旧不将徐坤放在眼里。噗！徐坤压根就难以抵挡林然的杀招，整个人再度受创，宛若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鲜血也好似不要命的吐出。枪！他手中的阴阳两仪刃也是脱离他手，飞落一旁，斜插在生死台上。静！整个天地间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瞪大了眼眸，脸上写满了震撼，难以置信地看向生死台上的谪仙人。即使徐坤吞下了煞境丹，修为在短时间内暴涨至圣人境7重天，可却依旧败得这么彻底。他在林然面前简直就和玩具一样。徐坤，你败了，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林然连眼睛都未眨一下，仿佛徐坤的溃败在他眼里就本该如此。不，我还没败。林然，今日你必死无疑。残月，给我出！徐坤披头散发，状若疯魔，发出如同野兽般的嘶吼。他大手一挥，身前赫然出现一具复健的尸骨。尸骨早已没了血肉，只有皑皑的白骨，但其身后背负着的长剑却如同刚打磨出来的一样，剑身散发着凛凛寒芒，好似夜晚苍穹上的残月之光。神异的是，长剑的剑身上更是刻有一轮残月，像是印记，像是法则。这柄剑是残月宗的剑，这尸骨也是某个残月宗强者的尸骨。传说中早已湮灭于时间长河中的残月宗。徐坤祭出这尸骨是要干些什么？众人议论纷纷。颜如玉等人刚落下的心再度悬了起来。林然，这是我最后的杀招，希望你命大，能够扛下来。这就让你亲眼见见何谓传说中的剑术。以我阴阳血，化尔阴阳魂，杀！徐坤风一般的大笑起来，将所剩无几的体质本源疯狂注入这具尸骨当中。体质本源不够，他就将自己的精血注入其中。这是他曾经在外闯荡时偶然获得的一门神通，名为阴阳逆尸之术。此术可以让死去已久的人重现生前盖世之威。简单来说，就是徐坤可以利用此术让死去的人暂时活过来，施展出生前的神通术法助他杀敌。当然，施展此术代价很是昂贵，一不小心便是生死道消。不过徐坤已经不在意了，他踏上这生死台，吞下这煞境丹，他就没有抱着活下来的心思。今日他虽死，但也要让林然付出应有的代价。残月诸神剑诀，杀！徐坤几乎是将自己的所有注入进了这具尸骨，而这具早已死去多年的尸骨也在无数双骇然的眼眸中动了起来。尸骨缓缓起身，拔出身后背负的长剑，气势滔天惊人，剑意凌天。而就在长剑出鞘的那一刹那，整个苍穹都暗了下来，唯有一轮残月悬挂，散发出熠熠寒辉。这是残月宗号称可斩神的剑道神术，残月诸神剑诀。相传此神术可牵引太阴之力，斩断世间一切，这也太可怕了吧。残月宗在世时更是有若见残月非死即伤的恐怖传言，无数人惊在了原地，手脚冰凉，哪怕是8大真传都默然无言，一股死亡的危机在他们心中蔓延。扪心自问，若是他们此刻站在林然的位置，去面对残月宗这一号称可斩神明的剑道神术，他们也难以抵挡。即使是号称第一真传，修为已达圣人境3重天的李化英，此刻神色亦是凝重，星辰到了谷底。即使是他面对徐坤这最后的杀招，就算能够活下来，怕是也得重创。可是林然修为比他都还低了不少，林然当真能够与徐坤这一招抗衡吗？残月宗的斩神手段吗？
有点意思，不过你的道也就到此为止了。今日我便让你见见何为真正的斩神之剑。林然面无表情，仿佛泰山崩于眼前都面不改色。他催动体内浩瀚澎湃的体质本源，恐怖的命运之气冲天而起，于苍穹上凝聚出一柄猩红色的巨剑。巨剑斩裂了天穹，似一道流星急坠直落，酝酿着恐怖的杀机，正是命运仙体第二式本源神通中剑审判。然而这还未完，他继续催动九霄神劫剑骨，祭出酝酿在剑骨中的第一柄劫剑青霄劫剑。青霄劫剑通体缠绕着恐怖的混沌神雷，弥漫而出的些许雷芒噼啪作响，带着狂暴的气息，像是要毁天灭地。这是九霄神劫剑骨。南风虎躯一震，失声惊呼，脸上一副见了鬼般的表情。九霄神劫剑骨，这可是九霄神劫剑骨啊，是传说中的顶级仙体，是仅次于大道仙体的顶级仙体啊！林然不仅身负命运仙体，竟然还身负顶级仙体。要知道，掌命地界已经许久未出现过仙梯了，一具仙体的诞生，足以引起整个掌命地界的关注。可现在，林然不仅觉醒出了命运仙体，而后又再度觉醒出了九霄神劫剑骨。所有人彻底石化当场，宛若一个个雕塑一般，嘴巴张大，眼睛瞪大，显得很是滑稽。无论是命运仙体还是九霄神劫剑骨，只要拥有其一，便可踏足诸天万界的顶端。而现在，这两大至强的体质却是同时出现在林然一人身上，这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徐坤也愣在了原地，一阵寒意在他身上蔓延，但他现在已无路可退，今日势必要和林然鱼死网破。杀！他操控着这具尸骨，一剑挥出，就仿佛月上仙人斩出的一剑，遮天盖地的寒意和斩天裂地的剑意交织形成，使得这一剑威能绝世。灭！林然右手轻轻一挥，苍穹上的那柄猩红色巨剑落下，青霄劫剑带着混沌劫雷之势杀向徐坤。双方的急招碰撞一起，恐怖的法力波动化作狂风，在生死台上肆虐，到处都充斥满了惊人的剑意。周之意在暗中死死凝视着这一切，目光片刻不离，掌心中有强大的法力在酝酿。只要林然一旦不敌，他会瞬间出手打破生死台上的静止，救下林然。现在的林然更是暴露出了九霄神劫剑骨，他绝不允许林然伤到半根毫毛。小然然，颜如玉呼吸急促，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粉拳紧握，掌心中沁出了不少汗水。色呸！李化英眸光暗沉，不知在想些什么。双方最后施展出的急招都太强了，强的连圣王强者都为之心惊了一下。大家快看徐坤！蓦地，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所有的目光齐刷刷想看向徐坤，竟发现徐坤竟在缓缓消散。审判神剑在与残月诸神剑诀的碰撞中，每向前突破一分，徐坤的肉身便消失了一些。这是因为他的命运正在被斩断，命运没了，他存在于天地间的痕迹也就没了，肉身自然就没了。而且不只是肉身，神魂也是如此。审判神剑和青霄劫剑同时发力，凌厉的剑气、命运之气、混沌劫雷呼啸而出，更有命运真意、阴阳真意、剑之真意加持其上。林然，徐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身、神魂寸寸消失，却什么都做不了，直至无边的黑暗将他意识吞噬，他也就此陨灭。随着徐坤陨灭消失的，还有残月宗的大能尸骨。林然撤去了审判神剑，换回青霄劫剑，气息内敛，白衣一尘不染，仿佛不像是与人激烈厮杀了一场，倒更像是在生死台上走了一圈。以及是白衣绝世，不染凡尘。赢了！无数弟子口干舌燥，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只感觉如梦似幻。徐坤吞下煞境丹，修为突破至圣人境7重天，而后更是祭出中品至尊器，又祭出了残月宗的大能尸骨。可即使如此，徐坤却依旧不是林然的对手，被轻易斩杀。更关键的是，林然不仅觉醒出了命运仙体，更是觉醒出了九霄神劫剑骨，已归一境2重天修为，逆斩圣人境7重天修为的徐坤，就这般逆天的战力，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之位，简直非他莫属啊！随着生死台上的静止如同潮水般退散，林然也是向着台下走去。给我死！骤然间，一道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响彻天地间，随后是一根喷涌着黑暗之气的剑矢爆射而来，刺破了虚空，速度快到极致。剑矢直指林然的心口，势如破竹。突如其来的一幕将绝大部分人吓得愣在了原地。徐瑜，你竟想杀我徒儿？放肆！滚！先是苏西月的怒吼声响起，而后南风、颜如玉等人瞬间回神，想要拦下这一剑。然而他们快，却有人比他们更快。只见一道身着白衣的苍老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林然面前，右手朝着虚空一抓，便将这根剑矢抓在法力大掌中。法力大掌轻轻一握，这根剑矢便啪嗒一声粉碎。见状，南风眸光一凛，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小然然，你没事吧？颜如玉飞到林然面前，脸上尽是担忧，全身上下检查了林然一遍，发现没有任何受伤的地方后，这才松了口气。师姑，我没事。林然咧嘴一笑，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颜如玉后怕地拍了拍傲人的胸脯，老者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林然，眼中是掩饰不住的满意和赞赏。林然，你很不错。林然心中微微琢磨了一下，抱拳恭敬道：晚辈阴阳峰真传林然，见过三祖。见此一幕，
众人纷纷回过神来，朝着三祖抱拳行礼。哈哈，好，好，都免礼吧。周之意开怀大笑，心情很是舒畅。林然也在此刻偷偷打量着三祖周之意。周之意虽然须发皆白，容貌苍老，但他的气息却宛若古老的苍龙般苍劲雄浑。虽已年迈，但体内的气血却依旧磅礴汹涌，生机蓬勃。三祖虽未内敛气息，但却无人能看透，他的修为太高了，高到让人仰望。周之意将目光定格在林然身上，眉宇柔和，笑道：“林然，你很不错，有你在，我飞仙宗必将屹立巅峰，不日后便是真传大比了。本祖很看好你。”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飞仙宗三祖周之意在背后力挺林然成为圣子。林然不卑不亢，微笑着抱了一拳，多谢三祖赏识，晚辈必定全力以赴。周之意再度开怀大笑，眼中的赞赏和宠爱几乎快要溢出来。身怀逆天之姿，实力强大，却依旧不卑不亢，知礼数，怀大度，如此完美的妖孽，他承认他以往未曾见过。恰在此时，南风镇压着徐瑜而来，身旁还跟着满脸杀气，恨不得就地斩杀徐瑜的苏西月。若非他制止，只怕苏西月当真要斩了徐瑜。当然，他也想斩了徐瑜，毕竟徐瑜一而再的要杀飞仙宗的宝贝林然。但既然三祖在此，那么他们便不能僭越，应当由三祖做主。三祖，徐瑜已经押来，还请您发落。南风抱了一拳，沉声道。苏西月狠狠剜了一眼跪在地上面如死灰的徐瑜，随后朝着林然飞去。师尊，你出关了。林然看着眼前的苏西月，激动道：“徒儿你且放心，今日有三祖在这里，此事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苏西月恰好到处的将林然拉到自己身后，让林然与颜如玉隔了些距离。哼，颜如玉鼓着腮帮子，心中生着闷气，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他和林然相处的这些天里，该做的都做了，该喝的都喝了，该吃的也都吃了，他也算是心满意足了。徐瑜，你可知罪？周之意冷冷地看着眼前瑟瑟发抖、匍匐在地的徐瑜，眼底没有丝毫情感。三祖，是这孽畜杀我儿子在先。徐瑜惶惶不安，但依旧嘴硬。在天渊深处禁闭1个月的他，搞得灰头土脸，活脱脱像个野人，全然没有一点黑暗峰主的形象。但他不在意这些，他在意的是，今日乃是徐坤与林然的生死战，禁闭才刚结束，他就马不停蹄地赶来生死峰。只不过他终究是晚了一步，只看到自己儿子身死在林然手中的一幕。林然光彩夺目，妖孽非凡，而他的2个儿子却是成为了剑下亡魂，冢中枯骨。一时之间，丧子之痛和对林然的仇恨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再一次对林然痛下杀手。我知道林然杀了你2个儿子，你心中怨怒颇深，但所有的一切起因都是你自己的儿子引起的。为何林然只杀你儿子，不杀别人儿子？上次在阴阳峰，你对林然痛下杀手，我只让你去天渊深处禁闭1个月，已经是给你一次机会。但今日你死不悔改，仍对林然痛下杀手，我飞仙宗再留不得你。念及你是我黑暗峰的峰主，这么多年来任劳任怨，本祖也就不罚你什么了。从今日起，你离开飞仙宗吧，这黑暗峰的峰主，本祖会另寻他人。周之意双手负于身后，面色淡漠如水，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瞬间，无数人心头猛跳，就因为惹了林然，自己的2个儿子死了，自己的峰主之位也要罢黜，更是被驱逐出飞仙宗。只能说徐瑜真是好惨一峰主哟。而这也更加让人深信，在这飞仙宗里，惹谁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去招惹林然。可以想象，今日过后，林然在飞仙宗里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地位。当然，林然也配得上他在飞仙宗的待遇，不仅身负命运仙体9霄神劫剑骨，拥有逆天之姿，更是胸怀大度，将9条极品灵脉分配给9大峰，而且不卑不亢，知礼数。他们只想说，林然配得上这一切。徐瑜，你走吧。周之意语气冷然，目光不动声色地瞥了眼虚空，暗中有一道影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谢三祖不杀之恩。徐瑜声音苦涩，死死地咬紧牙关，转身飞离了飞仙宗。待到徐瑜离去，周之意也是收回了目光，笑看着林然。林然，好好修炼，莫要辜负我等对你的期盼。另外，不久后便是真传大比了，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宗门里修炼吧，等真传大比结束后再去外界闯荡吧。说罢，周之意大笑着离去。临真传威武，陌上人如玉，真传世无双，圣子无敌。圣子，我看也是，以临真传这天赋和实力，圣子之位指日可待。圣子牛逼，临圣子天下无双。无数弟子兴奋的呐喊，眼里全是对林然狂热的崇拜。林然已经彻底让他们心服口服，哪怕是真传们亦是如此，自愧弗如。真武，我们走。李化英脸上面无表情，招呼了一声李真武后便转身离去。李真武张了张嘴，却是欲言又止，只能够叹息一声。他自然理解自己姐姐的心思，毕竟他可是知道的，李化英不远万里的赶赴云州，加入飞仙宗，目的便是为了成为飞仙宗当代圣女。他为了这个目标努力了无数年，而今却只能够看着林然光明正大的成为了他人口中的圣子，骄傲如他，心中自然很是不好受。这种失落感，李真武自然明白。不过呢，越是这种时候，便越需要他这个做弟弟的出马了。
想当年他在黄州可是被人称为小月老的男人，搭桥牵线这种事情他无疑最是拿手。看着无数弟子长老心甘情愿地称呼林然为圣子，即使一切都还未尘埃落定，但南风等人也知道林然夺取圣子之位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当即他们脸上不由露出了一抹姨母笑。可严姐姐，我还有些话要与徒儿说，就不在此地久留了。苏西月警惕性地看了眼颜如玉，道：就从刚才颜如玉脸上对林然的担忧以及眼底的爱意来看，他貌似隐隐猜到了什么。特么的，这颜如玉是想抢走他的逆徒，上演老牛吃嫩草的戏份。他这个做师尊的可不答应，逆徒既然冲了他，那便只能是他的。为了防止逆徒祸乱天下女子，他愿意一人独自承担这份苦果。苏妹妹，何时来姐姐府中泡仙泉？上次答应给你搓球，姐姐可不想食言。颜如玉自知氛围有些不对劲，连忙讪笑一声，心中则是一阵腹诽。有必要这么守着他的小然然吗？小然然都被他吃干抹净了无数遍，苏西月这是守了个寂寞。当林然靠在他耳边对着他说自己是刘备，二弟天下无敌的时候，恐怕苏西月还在一个人独守空房吧。真是的，他不是想霸占林然，只不过是想共享林然罢了。苏西月还真是一个一点也不懂得分享的自私女人捏，迟早让她飞起来。宗主，各位前辈，那晚辈便先告辞了。林然干笑一声，旋即跟随苏西月回到了阴阳峰。刚一回到府中，苏西月便将林然抵在了墙上，问道：逆徒，老实交代，你的九霄神劫剑骨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师尊，徒儿觉醒了九霄神劫剑骨，你不是应该感到高兴吗？林然嘴角勾着一抹笑，双手搂着苏西月的柳腰，缓缓下滑。逆徒，给我老实一点。苏西月没好气地瞪了眼林然，但也仅仅是如此。她脸上泛起了如同桃花般的粉红，美得一塌糊涂。林然心猿意马，右手轻轻捏着苏西月的下巴，霸道地吻了过去。苏西月娇躯微微一颤，脸颊上的红晕如同晨曦中的云霞，美艳至极。但她这次却没有挣扎，反而是略显生涩地轻轻搂着林然。对于这个细微的变化，林然自然察觉到了，心中一阵窃喜，好感度到达了65点就是不一样。等他把苏西月的好感度刷到100，他势必要让师尊宝宝知道何谓真正顶天立地的 man。 够了，逆徒！吻了许久，苏西月才轻轻推开林然，眼角飞快闪过一抹羞赧，娇嗔道：师尊，今日风和日丽，天气正好，你看要不要为徒儿传经授道？林然反手却将苏西月搂得更紧，嘴角坏笑不断。苏西月撇了撇嘴，没好气道：这些话暂且不提，我警告你，离你师姑远一些。此前是为师错怪你了，没想到不是你在勾搭师姑，而是你师姑在勾搭你。你也别急着反驳，严姐姐眼里对你的爱意和担忧，为师可是尽收眼底的。逆徒，记住为师的话，你师姑可不是傻好人，你若和她在一起，她迟早会把你吸干的。苏西月张牙舞爪威胁道。林然闻言愣了愣，随后只想仰天长啸。他终于沉冤的血了。反驳？他反驳个屁啊！师尊宝宝说的不错，就是颜如玉勾搭的他啊。虽说吧，他也的确乐意被颜如玉勾搭，但事实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此前师尊宝宝一直冤枉他，是他先勾引的颜如玉，他背着师尊宝宝都不知在颜如玉怀里诉了多少次苦呢。如今他终于沉冤的血，可谓是苍天有眼啊。不过还有一点他感到疑惑，为何苏西月会说颜如玉会吸干他？难不成苏西月知道了颜如玉是魅魔的事情？师尊，你知道师姑的身份？林然试探性的询问道。什么身份？苏西月懵了一下，就是可，那你为何说师姑会吸干了我？逆徒，你傻呀！你师姑都孤独寂寞多少万年了，她坐在地上怕是都能把大地吸干，更何况是你。虽然你之前和为师说过吧，你号称那什么刘备，但总而言之，你还是不要与你师姑有太多牵扯。反正颜姐姐不是傻好人就是了。苏西月一脸不耐烦，眼中醋意横生。放心吧师尊，徒儿都懂，吃醋了就明说嘛，徒儿会好好安慰你的。林然不怀好意的笑了起来，他将苏西月拦腰抱起，不顾后者的惊呼，将她带到卧房。他将苏西月轻轻放在床上，动作温柔的不像话。苏西月感觉到自己的颈胁让人轻轻褪去，那10颗圆润饱满如同水晶葡萄般的脚趾裸露在外。她害羞的缩了缩脚，浑身都泛着一抹诱人的羞红。她身穿一袭烟笼寒梅裙，内搭一件粉白色的孤梅胸衣，玉腿笔直修长，光滑白皙。她的每一寸肌肤都美得不似凡尘之物。林然轻轻俯下身去，吻着苏西月的颈窝，又渐渐吻上她的脸颊。哼！苏西月绷紧了娇躯，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如同仙乐般的嘤咛。这逆徒怎么这么混？苏西月满脸绯红，眼神四下乱瞟。师尊宝宝，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可有想过徒儿？师尊，你不用告诉徒儿，徒儿这就来亲自调查你。结。府邸中逐渐传出了嬉戏打闹之声。数天时间过去，林然怀里搂着苏西月，正悠闲惬意地躺在床上。逆徒，为师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苏西月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林然胸口上画着圈，低低的呢喃道。
师尊是徒儿的第一个女人，在徒儿心里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不管何时何地，徒儿都会把师尊放在第一位。林然温柔抚摸着苏西月的脸庞，目光真挚道：“逆徒就知道说这些甜言蜜语来骗为师。”话虽这么说着，但苏西月的嘴角却是浮出一抹甜蜜的笑容，整个人往林然怀里缩了缩，二人离得更近了些。定，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1万天命点，诸天幻神印提升至极品至尊器，神灵信物玄女簪。目前苏西月好感度80，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奖励成功到账，诸天幻神印的等阶提升了，威能也就更强了。至于这神灵信物玄女簪，林然则是能够凭此在新幻神天地中凝聚出玄女的幻神，而后他便可以诸天幻神印为媒介，唤出玄女的幻神，镇杀敌人。师尊，这2枚丹药你收着，对你修为有益。林然似乎想到了什么，将之前童子奖励给他的2枚破镜丹取了出来。这是什么丹药？苏西月伸手接下这2枚破镜丹，好奇询问。师尊，此丹名为破镜丹，顾名思义，它们能够助你突破2重小境界。林然微笑着解释。有如此神奇的丹药，逆徒，为师现在修为已经真至准地，这2枚破镜丹还可以让为师突破2重小境界。苏西月半信半疑，有了林然给他的结地丹，他的修为自然提升到了准地境1重天。如果这2枚破镜丹能够帮助他这个准地都突破2重小境界的话，那这简直就是神丹妙药。哼哼，师尊宝宝，别说你是准地修为了，哪怕你是大地修为，是神火境修为，这2枚破镜丹亦能助你突破2重小境界。林然得意的颔首，自信满满道。苏西月看着手中这2枚破镜丹，依旧在琢磨：逆徒，这该不会是你的新花样吧？该不会等为师吞下这2枚丹药后，会变得浑身燥热，欲火难耐？苏西月眨了眨眼睛，呆萌可爱的询问。林然脸上写满了无语，不愧是能和颜如玉成为好姐妹的人，说出来的话怎么和颜如玉一个样子？他只好自己动手，将这2枚破镜丹亲自喂到了苏西月的嘴里。苏西月喉咙滚动了一下，将这2枚破镜丹吞入腹中，瞬间他的修为开始了松动，转眼间便提升了2重小境界，突破至准地境3重天修为。这可真是神丹妙药啊！逆徒，你可还有破镜丹？快，再给为师拿几颗来，为师不日便可突破至大地境。苏西月兴奋地坐在林然身上，抓着对方的肩膀摇晃起来，2枚破镜丹便提升了他2重小境界，这简直抵得上他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苦修，这完完全全就是神丹妙药啊！要是多来几颗破镜丹，他便可在1日之内突破至准地境9重天，待到巩固完修为后，便可着手渡大地劫，突破至大地境。林然脸上写满了无语。师尊宝宝，你果真是胸大无脑啊！你现在既然知道破镜丹是神丹妙药，徒儿又岂能随手就拿出来？这2枚破镜丹是仅有的存货了，再多就没了。林然看着在自己眼前晃荡的满园春色，有些口干舌燥的咽了咽口水。苏西月难道真不知道他现在这般模样到底有多诱人吗？尤其是他的坐姿正在唤醒一头沉睡的怒龙。不过嘛，师尊，徒儿虽然没有了破镜丹，但身上还有2颗与众不同的丹，师尊，要不你尝尝看？林然嘴角浮现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苏西月闻言，耳尖先漫开一点粉，顺着耳廓往下淌，转眼就染透了半张脸颊，像进了桃花枝的宣纸。他感受着身后的滚烫，似是明白了什么，脸更红了，头上更是有白烟在蒸腾。逆徒，你一天到没个正形，就知道欺负为师。苏西月俯下身子，轻轻咬在林然的肩头，但很快他话锋一转，眸光四下乱瞟，声若蚊足道：不过看在你赠与为师2枚破镜丹的份上，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林然面露狂喜之色，师尊宝宝的底线就该用来狠狠地捅破啊！这种事情只有0次和无数次。师尊宝宝，拜托了，大佐英！哼，你这个该死的逆徒！苏西月似一条滑溜溜的泥鳅，身子灵活地滑了下去。另一边，被驱逐出飞仙宗的徐瑜正飞速地赶往幽州，满脸阴沉狠厉，眼眸一片猩红。该死的林然，该死的周之意，该死的飞仙宗！本座好歹也是黑暗峰的峰主，任劳任怨这么多年，结果却让本座的儿子白白死在林然那个孽畜的手上，现在更是将本座驱逐出飞仙宗，本座恨啊！飞仙宗孽畜林然，你们给本座等着，本座迟早会回来毁灭一切。徐瑜神色阴鸷，眼底是滔天的恨意，眼睁睁看着徐坤也死在了林然手上，并且自己还被周之意逐出飞仙宗后，他已经彻底黑化了。他要复仇，为自己的2个儿子复仇，为自己复仇，他要让飞仙宗付出代价，要让飞仙宗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毁灭飞仙宗的大业，靠他单打独斗肯定是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他必须要戒慎。而玉龙魔族就是很好的神，玉龙魔族本就与飞仙宗是死敌，恨不得剿灭了飞仙宗，而他现在与玉龙魔族的目的正好相同，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再者说，他身为准地强者，想必玉龙魔族也不会拒绝他的加入。飞仙宗，我迟早有一天回来，亲眼看着你们的落幕。徐瑜低吼一声，加快了步伐。我飞仙宗也许真有落幕的那一天，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突然，一道如同鬼魅般的声音自徐瑜耳旁响起，徐瑜眸光一凝，四下观望，
却未曾看到一人。是谁敢在本座面前装神弄鬼？须臾心中警惕大作，探出汹涌澎湃的神识。然而，一股死亡的危机突然在他心中蔓延，吓得他惊出了一身冷汗。须臾，如果我猜的不错，你此行应该是要前往玉龙魔族吧？结，主人说的果然不错，你不知悔改，而今竟还要与玉龙魔族狼狈为奸，你当死！神秘声音响起，须臾的心脏突突跳动，震得他耳膜嗡鸣。扑哧！突然，他满眼难以置信地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心口不知何时被剜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露出其中砰砰跳动的心脏。这就好像是有人用一把匕首刨开了他的胸膛，但他却压根就没看到人在啊！咳！须臾大口咳血，神色慌张，目光偶然间一瞥，竟看到自己脚边的影子正拿着一把匕首向着他的心口刺去。不对，这很诡异，他现在正在天上飞行，特么脚边哪来的影子？这不是他的影子，是有人将他的影子显化了出来，而后侵入其中，以他的影子为媒介，对他本体造成伤害。这究竟是何其诡异的手段？他完全就不知该如何反制，施展出的神通术法打在自己的影子上，却是直接穿透了过去，就仿佛这只是虚幻之物，但给他造成的伤害却是实质性的。我知道了，你是影。须臾瞳孔猛地放大，话还未说完，他的心脏便被人刺破，影子钻入他体内，手中匕首轻轻一划，将他的神魂一柄斩灭。影子钻出须臾的尸身，遁入虚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仿佛没有他来过的痕迹，唯有自半空中陨落的须臾尸身，才可证明他的确来过。以影为术，以影为媒介，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灭杀对方，这手段太诡异了。哪怕须臾是准地强者，也全然没有丝毫反制之力。主人，须臾已死。命运峰青竹园中，影子在暗中缓缓开口。须臾的确和主人料想的一样，不知悔改。他被主人赶出飞仙宗后，竟妄想加入玉龙魔族，与我飞仙宗作对。周之意缓缓点头，须臾死不足惜，与林然作对，便是他此生做过的最错误的选择。我不会允许暗中有人觊觎林然，林然绝对不容有事。他缓缓放下手中的白玉杯，眸光如刀剑般锋利。他活了这么多年，对于人心最是了解。以须臾这性子来看，自己将他逐出飞仙宗后，他势必心怀不轨，怨恨滔天。与其让须臾蛰伏暗中，随时对林然露出致命的獠牙，倒不如他派手下去杀了须臾，以绝后患。林然不仅觉醒出了命运仙体，之后还觉醒出了九霄神劫剑骨。如此逆天的妖孽，他绝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在暗中蛰伏，对林然不利。哪怕是搭上飞仙宗的一切，他也在所不惜。他将一切全都赌在了林然身上。主人所言极是，林然乃我飞仙宗登及顶峰的契机，绝对不容有失。影子郑重其事道。另一边，在狠狠调教了苏西月几天后，林然也是被受不了的苏西月赶出来了。没办法，谁让他是刘备呢？苏西月吃不消食属正常，不过嘛，林然坚信，只要他和苏西月的日常没有长，那么到那时苏西月应该就吃得消了。定，检测到苏西月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12000天命点，赤霄结剑觉醒，先天纯阳道液1滴。目前苏西月好感度95。听着耳边响起的童子的提示，林然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别看苏西月在他身上化身摇摇车时会开口狠狠骂着他，但其实师尊宝宝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灭。毕竟谁不喜欢他这种刘备式的冲师师徒？再说了，在和师尊宝宝丢时，师尊宝宝不骂他才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林然定了定神，拿出了系统刚刚奖励的先天纯阳道液，虽说只有1滴，但他也能够感应到其中所蕴含的庞大的能量。有了这滴先天纯阳道液，我顺便将先天纯阳的境界提升至第2转，随后再用残余的能量突破修为。想到这里，林然当即盘坐在府邸大门前，一口吞下了这滴先天纯阳道液。府邸内，苏西月躺在床上，双腿有些发软，她用被子裹住自己的娇躯，声音闷闷地骂道：“这该死的逆徒，一点都不知道轻重，我可是他师尊啊，张口闭口喊我宝宝，顶天立地的时候怎么就不懂得怜香惜玉？哎，这该死的逆徒，又害我下不了床了。”与此同时，黄州圣龙王朝一处静谧的山林中，一位昏厥在泥地中的少年骤然间苏醒过来，大口喘着粗气，眼里全是茫然。但很快，无穷无尽的激动、兴奋之色自他脸上透露而出。本帝竟然重生了！现在几年？少年激动之余，瞬间爬起身来，但却因为牵扯到了头上的伤口，传来阵阵刺痛。他伸手抹去，能够摸到一滩黏糊糊的红色液体，是血。原来本帝竟然重生回到了这个时候。少年名为萧火火，是圣龙王朝国主的子嗣，排行第7，因此也被人称为7殿下。前世的他自幼性格内向，觉醒出的特殊体质更是只有道体等阶，可谓是废材一个，在一众皇子皇女中很是没有存在感，就连国主也对他很不感冒。直到他意外踏入此山林中，被石流至圣道盘砸中后，这才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石流至圣道盘是至宝，不仅改善了他的体质，更是助他登临世界之巅，成为当世大帝。而也就在他突破至大帝境时，却突然遭到一股神秘伟力的压迫，让他身死当场。好在他重生了，上天又给了他一次重来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按照前世的记忆来看，
这山林其实是埋藏圣龙尸骨的地方，而那具圣龙尸骨中还蕴藏着完好无损的圣龙血脉。等我将圣龙血脉炼化成自己的后，便可以彻底解决特殊体质的问题了。萧火火激动道：“虽然石流至圣道盘能够改善他的肉身，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解决特殊体质的问题，还得依靠圣龙尸骨中的圣龙血脉。重来一世，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是让他更加激动兴奋。有了前世的经验后，他这一世登临顶峰的速度只会更快。”果不其然，顺着前世的记忆找去，萧火火很快便找到了那具埋藏此地的圣龙尸骨。太好了，果然就在这里！不日后便是挑选储君的日子了。届时，本帝势必要先夺得储君的身份，然后华音等着我。这一世，本帝不会只在背后默默照顾你了。这一世的你，终将是本帝的。他此次重生回归，不仅仅是为了重回巅峰，更是为了上一世的遗憾。云州飞仙宗阴阳峰峰主府邸的大门前，林然的身后有一轮乳白色的先天纯阳显化而出，散发着煌煌威压，让人望而生畏。先天纯阳也修炼至第2转了，我的修为也突破到了归一境9重天，不错。林然悠悠站起身来，缓缓伸了个懒腰，一滴纯阳倒液，不仅让他的先天纯阳踏入了第2转之境，更是让他的修为也突破了7重小境界。只能说童子这波给的奖励着实不错。童子，打开宿主面板。宿主面板，姓名林然，身份阴阳峰真传冲师逆徒，修为归一境9重天，根骨悟性资质魅力满级，特殊体质并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功法先天纯阳法，九龙创界术，神通剑诛9天，鲲鹏无量神拳，本源神通中剑审判，命理道盘，法宝镇仙魔剑，暗世剑，诸天幻神印，特殊玄女簪，真龙蛋，孤命石，智脉破雾丹，大道真意并运真意，阴阳真意，剑之真意，天命点95000。评价：练习时长不足2年半的战斗技。看着童子给自己的评价，林然脸上划过一抹满意之色，微微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未脱离鸡的标签，但至少是从菜鸡蜕变到了战斗机。假以时日，他必然能够从战斗机蜕变为练习时长不足2年半的练习生。林真传，你怎么在府外修炼？这时，李化英从暗中走出，神色淡然，看不出丝毫喜悲。一袭青丝云梦裙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衬托得很是窈窕，裙摆随着徐徐吹来的微风飘摆不定，露出一对若隐若现的玉足，好似象牙般洁白无瑕。原来是李真传，不知你在暗中偷看本真传多久了？林然微微一笑，我也刚来不久，只看到你结束了修炼后，便愣在原地发呆。说这话时，李化英眼角带上了一抹不易察觉的促狭笑意，虽然一闪而过，但林然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我们大名鼎鼎的林真传这是怎么了？怎么落魄到只能够在府外修炼？林然撇了撇嘴，漫不经心道：还能怎么了？不过是被师尊赶出家门罢了。对了，今日李真传来阴阳峰找我，是为了何事？李化英微微点头，深呼吸一口气后，神色认真道：我想向林真传请教剑道，不知林真传一下如何？林然觉醒了九霄神劫剑骨，这是至强杀伐的顶级仙体，也与剑道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所以他想向林然请教剑道。听闻此言，林然双目微微眯起，似笑非笑地看着李化英。要不了几天便是真传大比了，李真传此时来向我请教剑道，该不会是为了在真传大比上打败我吧？李化英没有丝毫掩饰，很果断地承认了。不错，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林真传在命运大道上的造诣已让我心服口服，而今真传更是觉醒了九霄神劫剑骨，想必在剑道上也有着极深的造诣，所以我此番前来问剑，就是要以真传之长补我之短。李化英最后的一句话呛得林然直咳嗽，虽然他知道李化英说这话时并无其他意思，但这种虎狼之词听上去总会让人浮想联翩。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也配让本天命之子教你剑道？任务言辞拒绝李化英，并狠狠指责他痴心妄想。奖励13000天命点，1颗破碎的少女心。攻略任务自动视为失败。选项2，结。论剑好啊，论完剑后是不是得直接跳到论剑的环节了？任务答应李化英的请求，奖励13000天命点，紫霄神剑觉醒。我选2。林然瞬间做出了选择，当然哪怕是没有天命任务，他也会答应李化英的问剑请求。只因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要让所有真传对他心服口服，那么他便要彻底击溃李化英。若是他拒绝了李化英今日的请求，那么就算他在日后的真传大比中击溃了李化英，只怕李化英也会有些微词，口服但心也许不服。但若他表现出一副大无畏的气魄，不仅教李化英剑道，甚至还要在真传大比上狠狠挫败他，那么试问李化英还有何话可说？杀人诛心之后，李化英还不得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李化英，我徒儿是不会接受你的请求的，你请回吧。苏希月穿上一袭鲜艳红裙，衬得她妖冶而又美丽，纯洁仙然的气质仿佛惹上了尘世中的些许气息，却是更加诱人了。李化英闻言，脸色微变，一双清澈透明的美眸顷刻间暗淡了下去，眼底闪过一抹委屈，也闪过一抹气愤。不，李真传，我答应你的请求。林然风轻云淡的笑了笑，
答应了李焕英的请求。瞬间，李焕英的美眸又亮了起来，好似夜空中的2颗明星。逆徒，你！苏希月顿时气急，凤眸圆睁，忍不住的想给这个逆徒一脚。合着这逆徒生下来就是专门和他唱反调的。李真传，劳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有些私事暂时要处理一下。说罢，也不管李焕英什么表情，林然直接将苏希月拽进了府邸。进入府中，关上大门后，苏希月气得再也忍受不住，语气中压抑着滔天的怒火。你这逆徒，是不是只要有个女的前来请你帮忙，你是不是就要屁颠屁颠的过去了？也不是，童子要有攻略的才是。当然，后半句话林然是在心里说的，并未说出来。那你为何要答应李焕英的请求？你现在传授他剑道上的感悟，不就是让他实力增长，而后在真传大比上更好的击溃你吗？苏希月气得咬牙切齿。若林然只是叫女子剑道，他倒还没有这么生气。可关键的是，这个女子是李焕英啊，是号称最强真传，是圣子之位最为有力的竞争者呀。可这逆徒却是被美色诱惑，欣然答应传授李焕英剑道上的感悟，这才是让他最气愤的一点。哦，师尊这是怕徒儿叫李焕英剑道后，李焕英会在真传大比上击败徒儿。师尊，你未免也太小看徒儿了吧？而且这波师尊只站在了第1层，而徒儿则是站在了第10086层。林然将苏希月搂在怀里，自得道：“哼，此话怎讲？”苏希月愤愤捶了一下林然的胸口，闷闷不乐道：“师尊，你想啊，若因为我今日拒绝了李焕英的请求，而在真传大比上击溃了李焕英，那时李焕英会怎么想？而若我今日答应了李焕英，却又在真传大比上堂堂正正的击溃了李焕英，那时的李焕英又会怎么想？”林然轻轻含住了苏希月艳美诱人的下唇，双手搂着对方不盈一握的柳腰，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苏希月脸上划过一抹少女才有的羞赧，但心中却是有惊雷在翻涌，满脸震惊地看着逆徒。原来逆徒方才说的果然不错，他只站在了第1层，而逆徒却站在了10086层。逆徒的目光要比他看得更远，他只是单纯的想要为逆徒扫清登上圣子之位的障碍，而逆徒想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对他心服口服，这其中自然包括李焕英。可是李焕英实力不差，可不是徐坤能够媲美的。你当真有把握击溃李焕英？苏希月犹豫道：“师尊，难道你把我的命运仙体和9霄神劫剑骨当成假的了？”林然神色玩味，搂着苏希月的柳腰的双手缓缓下移，落到那挺翘、圆润、饱满的地方。苏希月抿了抿唇，叹息一声道：“好吧，既然你有这个自信，那为师就不多干扰你了。不过……”他话锋一转，咬牙道：“逆徒，你最好只是和李焕英论剑，若让为师发现你和李焕英除了论剑后还干些别的，你以后就别再回来了。”林然连忙点头，但心中却是不屑地撇了撇嘴。苏希月明知道关部住他这只大鹏鸟，却总是想着把他锁在身边，等好感度刷到100，他势必要让苏希月明白谁才是这座府邸中真正的主人。哼，算你识相。苏希月傲娇的微微颔首，而后踮起脚尖吻住了林然。他的吻就像是惩罚，写满了侵占和占有，双手紧紧搂着林然，越箍越紧，恨不得将林然整个人都融进自己的血肉当中。好了，师尊，再吻下去，徒儿就要喘不过气了。林然轻轻拍了拍陷入迷离中的苏希月的脸蛋，如沐春风的笑道。苏希月脸红的像朵玫瑰，将脸深深埋进林然的胸膛，声音闷闷的道：“好了，逆徒，你既然要与李焕英论剑，那便快去快回吧，为师也要去处理阴阳峰里的琐事了，毕竟总是麻烦人家西域也不太好。”林然目光温柔，揉了揉他的发顶：“师尊，那徒儿就先走了。”说着，他松开了苏希月，走出了府邸。“你师尊？”他怎么说？李焕英看着缓缓走出来的林然，小手不安地揉捏着裙摆，整个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什么？他怎么说？李真传，你还是没有弄清楚我的身份地位啊！你要明白，在这府中，一切由我说的算，可懂？林然自傲的颔首，趾高气昂道。李焕英目光怪异，上下打量了林然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黑着一张脸的苏希月，陷入了沉默中。就在之前，也不知是谁被苏希月赶出了府邸，只能在府外修炼。李真传，我们去哪里论剑？还是在你弟弟的府中？林然不顾身后的苏希月，询问道。李焕英摇了摇头，真武不在府中，去我府邸吧。可林然腾空飞起，朝着命运峰赶去。苏峰主，那我便先到辞了。李焕英冲着苏希月抱了一拳，随后离去。苏希月目光深邃地看了眼二人离去的背影，眸光一阵闪烁，不知在想些什么。来到命运峰之后，林然在李焕英的带领下，不断朝着他的小巢穴逼近。姐，林真传，你们这是准备干嘛？蓦地，一道熟悉的声音自二人身后响起。林然和李焕英停下脚步，转身看去，发现是李真武。如果你姐同意的话，那就干。林然淡淡道。李焕英，他狠狠瞪着林然，脸蛋像是火烧一般羞红，重重踩了林然一脚。色胚，登徒子。他看向李真武，同样没有好奇。还有你，以后不要说这些让人误会的话。李真武脸上写满了无语，他不就是正常询问吗？怎么也分到了一个国？你不是在外做任务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焕英哼了一声，
双手抱胸道：“任务不难，不用几天时间就做完了。”李真武嘿嘿笑道：“正好，既然你回来了，那便待在我府外。我和林真传准备在府中论剑，不希望被人打扰。你应该知道吧？”李化英淡淡的瞥了眼李真武。李真武闻言，眼前一亮：“姐，你终于想明白了。”李化英愣了一下，额头上布满了黑线。他知道自己这个该死的弟弟应该是又误会了。少废话！不多时，李化英便带着李真武和林然回到了自己府邸。姐，你放心吧，有弟弟我守在这里，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李真武识趣的待在府邸外，拍了拍胸脯保证道：“你最好是这样。”李化英抬脚便进入府邸，林然紧随其后。进入府中，林然看着这里的装饰，稍稍愣了一下，没想到外表冷清不近人情的李化英背地里竟然偷偷藏着一颗少女心。府中的装饰大多以粉色色调为主，显得很是可爱。最主要的是，他和李化英孤男寡女的身处其中，总感觉空气中蔓延着暧昧的气息。李真传，没想到你背地里竟然是这样的女子。林然目光稍显怪异道。背对着他的李化英耳尖泛红，沏茶的手也微微抖了一下，但却没有说些什么。林真传，请坐。李化英道。林然坐了下去，自然而然地拿起白玉杯，将其中的灵茶一饮而尽。李化英睁着一双水灵灵的杏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林然，似是在等着对方开口。这般模样显得可爱又呆萌。林然稍稍琢磨了一下，道：“想要我为你在剑道上解一释惑，便先要让我看看你在剑道上的不足。这些不足的地方，单单用嘴巴说出来不是很准确，我得亲自找出来才行。”李化英好奇询问：“怎么找出来？”“很简单，我这里有一门地级极品品质的剑道神通，我现在就传授给你，然后你施展给我看，这样一来，我也许就能知道你在剑道上有哪些不足了。”林然淡淡道：“地级极品品质的剑道神通，这……”李化英张大了嘴巴，眼神一阵错愕，写满了难以置信。“不行，我只是想向你请教剑术，岂能让你传授我地级极品？”李化英腾的一下坐起身来，连忙摆手。然而他话还未说完，林然却是一指点在他眉心，将剑珠9天传授给了他。“李真传，你我同为真传，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这门剑道神通很是深奥，你好好感悟，然后在我施展一番，届时我便可知道你在剑道上的修炼究竟有何问题。”林然做完这一切后，重新坐了下去，轻酌杯中的灵茶，感应着识海中庞大的信息量，李化英一阵哑然。林然没有骗他，这的确是一门地级极品剑道神通，而且其中蕴含的玄奥简直高深莫测。剑珠9天的威能也是让他暗暗吃了一惊。一门地级极品神通的价值，他再清楚不过了。可偏偏林然却是毫不犹豫地传授给他，没有丝毫犹豫。似乎林然除了有时候不正经，偶尔会吐出一些虎狼之词外，他的其余方面都近乎完美。偷偷打量着林然的侧颜，李化英竟莫名心跳加速，脸色羞红。定，检测到李化英好感度提升30点，奖励11000天命点。目前李化英好感度55。系统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林然嘴角勾出一抹邪笑。刷好感度这件事，他再轻车熟路不过了。李真传，有时间盯着我看，不如仔细感悟一下剑珠9天这门神通。林然似笑非笑道。李化英脸色更红了，像是被当众抓包了一样，支支吾吾道：“谁盯着你看了？你可别乱说，我刚才只是在看。”他咬了咬牙，精致绝美的脸蛋就像是有鲜血渗出，不知该如何解释。“哼，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得感悟一下这门剑道神通了。”李化英气呼呼地盘腿坐下，闭上双眸，开始感悟剑珠9天这门神通。见此一幕，林然轻笑着摇了摇头，没想到气质冰冷绝情的第一真传，竟然还有这样傲娇羞赧的一面。黄州圣龙王朝，一座灵气浓郁至纯的修炼室中，一位容颜俊逸非凡的少年缓缓睁开了双眼，正是萧火火。重生归来并夺得圣龙血脉的他，也是成功力压群雄，成为了圣龙王朝的储君。就连国主都对他的突然崛起倍感惊讶，认定他就是带领圣龙王朝登上顶峰的天命之子，斩凡境8重天了。虽然本帝才刚重生归来，但这修为还是有些不够看罢了。当下之急，还是得先赶赴云州，和华英解开误会才是。萧火火喃喃自语，毕竟他和李华英自幼便是青梅竹马，就算是有什么误会，估计互诉一下心肠就解开了。想到这里，他深呼吸一口气，气质锋芒毕露，语气中充满了威严。来人，备车！黄州和云州之间相隔甚远，即使他是圣龙王朝的储君，车辇不凡，更是登上了不少传送阵，却也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赶到云州。等他赶到飞仙宗时，早已是夜晚时分。站住！你是谁？来我飞仙宗是为何事？萧火火正要踏入飞仙宗的山门，却是被守卫们厉声质问。他心中虽有不爽，但也不敢在飞仙宗闹事，只好露出一抹得体的笑容。我乃圣龙王朝的储君，此番前来飞仙宗，是为了见一见华英，找李真传的。守卫们暗暗吃惊，他们上下打量了萧火火一眼，发现此人气度不凡，样貌堂堂，也许真是圣龙王朝的储君也说不定。好，你且在这里等着，待我们问一问李真传。其中一位守卫当即朝着命运峰飞去。萧火火沉下心来，但掌心之中却是沁出了密密麻麻的细汗。
呼吸竟有些急促。重生归来，他最想见的人莫过于李化英了。哪怕他上一世成为大地强者，也只敢在背地里默默注视着李化英。这一世，他不想再留下遗憾，只想与李化英互诉心肠，成就一段传世佳话。另一边，守卫飞到命运峰后，也是来到了李化英的府邸前，也见到了守候在府外的李真武。你来找我姐有什么事？李真武背负双手，淡然询问。有一位自称圣龙王朝储君的少年前来我们飞仙宗，想要见一见李真传。守卫恭敬地抱了一拳。圣龙王朝的储君。李真武稍稍眯起了眼睛，眼里闪烁出些许寒芒，因为当年那件事导致他对圣龙王朝并不感冒。行，你让他过来吧。李真武沉吟道，他倒要看看这圣龙王朝的储君究竟是谁，找他姐姐又是为了何事？遵命。飞仙宗山门前，得到了消息的守卫也是收起了刀割，道：萧火火面色一喜，化作一道流光，掠进了飞仙宗。在他看来，既然李化英选择见他，是否是已经原谅了他？毕竟当年那件事的确不怪他，要怪也只能怪他父亲罢了。但现在他是重生归来的大帝，他做事自有他的主见，不会再受控他人。只要他向李化英真挚的道个歉，再互诉心肠，凭借着他和李化英的感情基础，岂不是就能够抱得美人归，了结上一世的遗憾了？当然，他并不知道的是，让他进来的不是李化英，而是李真武。不多时，他便飞到了命运峰，一路询问，这才赶到了李化英的府邸前。萧火火，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你！正当萧火火看着眼前的府邸一阵入神时，他的耳边却是响起了一道充满了怒火的声音。他转头看去，发现李真武正满脸怒火地怒视着他。你是李真武？化英呢？萧火火双眼微微眯起，强压心中怒火。这要是前世有人胆敢如此怒视着他，他怕是早就一巴掌拍死此人了。但李真武不同，他是李化英的弟弟，自己若拍死了他，只怕是再难与李化英重合就好了。你和我姐姐关系很好吗？如此称呼她，就不怕让人作呕？当年是你选择背叛了我姐姐，现在你当上圣龙王朝的储君了，威风了，又想来和我姐姐重归于好。萧火火，你觉得你配吗？你圣龙王朝配吗？李真武满脸不屑，啐了萧火火一口。萧火火眉头紧蹙，眼中有一抹杀机一闪而过，但被他掩饰得很好。他沉声道：当年之事与我无关，那时我还不是储君，做不了主。停！李真武不想再听下去，连忙打断，知道自己理亏了，所以把你那混蛋老爹拉出来做挡箭牌了。萧火火，你知道我为何让你进来吗？因为我要彻底断了你的念想，免得让我姐看到你就直犯恶心。萧火火气得胸膛一阵起伏，杀机快要掩饰不住。想他前世堂堂大地强者，没想到归来后竟会被李真武这个斩樊进蝼蚁如此蔑视，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此时府邸中，林然探出神识，自然注意到了外面正发生的一幕幕。有点意思，这是在上演追爱火葬场。只可惜李化英是我的，谁也抢不走。林然唇角勾出一抹诡异的笑容，色胚，我这一剑施展的如何？李化英转动目光，满脸好奇地看向林然。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也是将剑诛九天这门地级极品神通领悟了个七七八八。只不过领悟归领悟，真要首次施展起来，他心里还是有些没底。虽有其形，但无其神。林然轻放下手中的白玉杯，摇了摇头，你这是瞧不起我的剑术？那你说说看，我这一剑到底有哪些缺陷？李化英先是一愣，随后气鼓鼓道：剑道可是他的主道，他自诩已将剑诛九天领悟了七七八八，可没想到却被林然如此诋毁，他心里自然有些小小的不满。林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站起身来，走到李化英身后，随后轻轻握着他的右手，两具肉身贴得很紧，双方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火热与滚烫。色胚，你！李化英彻底麻了，好似被五雷轰顶，愣在了原地。林然这个色胚，竟然敢如此亵渎他！但不知为何，如此零距离的接触林然，闻着对方身上传来的气息，他的美眸竟开始有些迷离，心海在泛滥，在翻涌。李真传，这一剑你看好了。林然凑到李化英的耳旁，灼热温润的气息拍打在他脸上，这一瞬间的悸动和害羞，更是让李化英说不出话来，只能够本能的点头。林然握着他的手，向前挥出一剑，这一剑仿佛人间王者展出的一剑，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威势浩荡，完全不是他刚才展出的一剑能够媲美的。你的剑为何要比我更强？李化英下意识询问。因为你没有一颗独属于剑道的王者之心。正所谓剑乃百兵之王，持剑者也当有一颗大无畏的王者之心，一往无前，成就无敌气魄。你虽然将剑诛九天领悟的差不多了，能够将自己的精气神加持其上，但却少了更重要的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心。说着，林然将手缓缓贴到李化英的酥胸上，看似一本正经，实则早已心猿意马。李化英本就生的绝美，祸国殃民，娇躯玲珑有致，窈窕无双。此番他与李化英零距离接触，说没有其他心思是假的，而且区区零距离接触罢了，他可不满足于此。他想要的可是和李化英负距离接触啊！李化英注意到了林然的举动，羞涩的垂眸，脸上含羞带怯，一颗躁动不安的小心脏快要跳出他胸口。
但眼下他更在意的是林然和他说的那一番话。剑乃百兵之王，持剑者也应当有一颗大无畏的王者之心，如此方可剑心通明，人剑合一。他隐隐抓到了一丝契机，一丝在剑道上突破的契机。而府外，萧火火也是一阵心急，不想继续与李真武在这里掰扯下去。滚开！他一掌拍出，斩凡境8重天的修为气息喷涌而出，李真武压根就抵挡不了，被他一掌拍翻在地。毕竟他是重生归来的大帝，底蕴深厚，又夺得了圣龙血脉，岂是李真武这个刚踏入斩凡境的蝼蚁能够拦住他的？该死！萧火火，你敢！李真武大口咳血，目眦欲裂地看着萧火火闯入府邸。华音，我才刚闯入李华英的府邸。萧火火正要说些什么时，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完全呆愣在了原地。只见一位容颜纤秀无双、气质出尘脱俗的少年正从后面揽着李华英，右手更是贴在了对方的酥胸上，二人简直是零距离接触，姿势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啊！一瞬间，萧火火整个人都裂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此人究竟是谁？为何与李华英如此亲密？回想他上一世的经历，貌似李华英身边并没有这个少年在旁，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上一世对李华英的关注有些许疏忽，所以连李华英身旁不知不觉多了一位少年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事实就在眼前，林然如此暧昧地抱着李华英，可李华英不仅不反抗，美眸反而呈现出一种迷离般的美丽，沉浸其中。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他简直难以相信，目眦欲裂。他没有想到李华英身边竟早已有了良人，可他上一世却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守护了李华英那么多年，直到他重生归来，第一时间想到的仍然是李华英。可现在不堪的事实将他的念想击溃，而且毫不留情。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被人欺骗的傻子，此刻胸腔中充满了滔天的怒火。他上一世可是大帝强者，即使重生归来，也有着大帝的威严与自尊，他绝对无法容忍他因为李华英而像个傻子一样团团转。简单来说就是他破防了。一想到他在背地里默默舔了那么多年的女神，却是早已变成了别人的形状，他直接破大防了。该死该死该死！真是好一对贱人，给本帝死！萧火火彻底疯狂了，他感觉自己的自尊就像是被李华英狠狠踩在脚下，并且反复碾磨。当着他这个竹马的面和别的男子如此亲热，这还有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还算他来得早，这要是再来晚一点，林然那只放在李华英酥胸上的手是不是还得换个地方？他是重生归来的大帝，绝对无法忍受这般羞辱。萧火火，你小心！林然惊呼一声，搂抱着李华英转身，嘴角则是浮现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鱼儿还是上钩了。林然暗中催动灵力，凝聚在自己的后背上，硬生生抗下了萧火火这一掌。说实话，萧火火只是斩凡境8重天修为，而他已是归一境9重天修为。萧火火这一掌轰在他身上，全然和挠痒痒一样，完全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不过演戏自然要演全套，不然他还怎么俘获李华英的芳心？日后还怎么和李华英负距离接触？噗！他咳出一大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下去，气息紊乱不堪，看上去就仿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势一样。华英，你没事吧？但林然却丝毫不顾及自己的伤势，而是一脸深情地看着李华英，声音柔和的像是一抹春风。林然，为什么？李华英看着林然的惨状，瞳孔猛地收缩起来。为什么萧火火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林然会为了他硬生生地抗下萧火火这一掌？从萧火火闯入他的府邸，再到萧火火抱起出手，也不过只在一瞬间，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为什么？因为不想看到你受伤的样子。林然这一句话直扎李华英的内心，因为不想看到他受伤，所以替他挡下了萧火火这一掌。这算是告白吗？他刚才在努力抓住那一丝见到的契机，对外界的确毫无防备。若是萧火火这暴怒之下的一掌打在他身上，的确是会让他重伤。正是多亏了林然，才让他没有受伤。不过他同样不想看到林然为他而受伤，而林然说出来的话，则更是让他心海一阵悸动。但同时，他眸中也燃起了滔天的恨意。李华英动作轻柔地擦去林然嘴角处的鲜血，一双眸子冷得吓人，死死凝视着萧火火。萧火火，你竟敢伤他，是谁给你的胆子？他一剑斩出，天水剑心和太初地体在此刻同时发威，使得这一剑势如破竹，无往不利。这便是天水剑心和太初地体吗？林然在背后默默看着这一幕，他对李华英倒是有过了解，毕竟号称第一真传，实力自然不是吃素的。而李华英拥有的天水剑心和太初地体，前者为初级神体，后者为高级地体，都是世间微能强大的特殊体质。看着李华英这丝毫不留余地的一剑斩来，萧火火神色骇然至极，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因为暴怒之下，使得大脑一片空白，贸然出手，却因此忘了李华英的修为。他现在只是斩凡境8重天修为，而李华英却已是圣人境3重天修为，他和李华英的差距着实有些大。圣龙护体珠出！萧火火不敢大意，连忙祭出他在圣龙尸骨旁找到的护身法宝
圣龙护体珠。圣龙护体珠绽放出神圣而不容亵渎的光辉，洋洋洒洒地落在他身上，替他挡下了李化英的全力一剑。该死，该死！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看着眼前一剑又一剑杀向自己的李化英，萧火火神色阴鸷，脸上像是酝酿了一场暴风雨。明明他今晚前来飞仙宗是为了与李化英互诉心肠，重归于好，结果现在李化英却是为了林然而与他彻底反目成仇，此刻更是要杀了他。他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明明记得前世的飞仙宗里也没有林然这号人啊！林然特么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猴子？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已是重生大帝，本天命之子打的就是重生大帝，任务击溃萧火火，亲手打碎他的自信，奖励8000天命点，顶级真意，生死真意。选项二，算鸟算鸟，都不容易，有什么深仇大恨，咱们坐下来仔细谈谈嘛。任务化大事为小事，化干戈为玉帛，解决李化英与萧火火之间的误会，奖励8000天命点，绿毛龟称号+1。我选一。林然直接排除选项二，瞬间做出了选择。重生大帝有点意思，不过他这个重生大帝是不是有水分？林然暗中打量着萧火火，目光中带有一丝怀疑和审视。毕竟这世间哪来的那么多重生剧本？真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是天命之子？这萧火火重生大帝的身份该不会是假的吧？对方身上也不见得有什么大帝威严。不过如果这萧火火真是重生大帝的话，那就有些意思了。林然看着萧火火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片绿油油的韭菜田，等着他去收割。好歹都是重生归来的人了，对于这天下的机缘，应该要了如指掌吧。而此时李化英的剑也越来越凌厉，越发的势如破竹，一往无前。他的剑，他的人，竟隐隐透露出一丝王者才有的无敌气魄。剑为百兵之王，剑出则无敌，持剑者便是需要以这份心态去出剑。可以说此刻的李化英已经彻底抓住了这一丝剑道上的契机，他的心正与他的剑在交织，他在剑道上的感悟也越来越深厚。而越是如此，他对萧火火的恨意便越发浓郁。想他初次与林然相识，除了对方偶尔会吐出些许虎狼之词外，但是却会毫不犹豫地教他命运大道的感悟。而现在林然赐他的一门地级极品剑道神通，又让他明白了何为真正的剑。一个如此完美无瑕，满心满眼都是他的谪仙人，这该死的萧火火，这只配阴暗的活在下水道里的臭老鼠，他是怎么敢动手伤林然的？间谍踏天浪，混元归灵掌。李化英眼眸猩红的低吼一声，左手施展出太初地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右手施展出天水剑心的第一式本源神通，两大至强杀伐的本源神通互相交织一起，杀威暴涨，竟直接轰碎了圣龙护体珠的防御。萧火火，今日你必死无疑！李化英眼眸暗沉，右手持剑，周身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萧火火神色无比难看，李化英的修为确实太强了，他若是再不祭出底牌，只怕今晚当真要身死于此。他还不能死，他是重生大帝，对这天下诸多资源了如指掌，他岂能身死于此？然而正当他要动用最后的底牌时，林然却是忽然开口：化英，够了，回来吧。闻言，李化英握剑的右手忽然一顿，满脸疑惑不解的回头。此事既然是因我而起，自当由我来了解。林然摇了摇头，轻声道：不是我不好，害得你身受重伤。阿然，你放心，我很快就斩了这只该死的臭老鼠，为你报仇。李化英怒气冲冲道：都说冲冠一怒为红颜，他为了林然同样可以冲冠一怒。看着二人在自己面前你侬我侬，并且自己已经成为了李化英口中的该死的臭老鼠，萧火火差点将鼻子给气歪了。好了，化英，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听话。林然唇角勾起一抹笑容，轻轻手指轻轻刮了刮李化英的穷鼻。化英，你刚才对我的称呼我很是喜欢。李化英脸上腾地冒出2朵美艳至极的霞云，道道白烟自他头顶蒸腾，看上去羞涩至极。刚才他一个心急换了个称呼喊林然，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让他羞得不行。不过既然林然已经说了喜欢他喊阿然这个称呼，那么他便遂林然的意，以后就不叫他色胚了吧。毕竟谁让林然方才第一时间将他护在怀里呢？自己现在对他好也是理所应当的嘛。叮，检测到李化英好感度提升35点，奖励16000天命点，破镜丹3枚，阴阳使道祖龙鳞片数量增加20枚，真龙蛋孵化程度增加20%。目前李化英好感度90，目前真龙蛋孵化程度45%。看着一连串的奖励到账，林然也是挑了挑眉毛，心情大好。仅仅演了一场有手就行的戏份，没想到就获得了这么多福利。李化英该不会是专门给他送福利的福利机吧？他淡淡的抬起眼眸，看向眼前气急败坏、恨意滔天的萧火火，表情冷漠的开口：萧火火是吧？这里是飞仙宗，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不过你既然真的这么想战，本真传心怀大度，自然可以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萧火火神色阴鸷，冷冷注视着林然，没敢轻举妄动。好半晌后，他才冷然开口：出来一战。说罢，他转身离去。走出府外时，他看了眼一旁挣扎着起身想要对他出手的李真武，他没好气的再度一掌拍出，
再次将李真武拍翻在地。阿然，萧火火变了很多，连我都有些捉摸不透了。再加上你方才受了重伤，要不还是让我斩了这臭老鼠吧。李化英扯着林然的衣袖，眉宇间尽是关心。放心吧，化英，即使我身负重伤，也不是这只臭老鼠能够奈何得了的。怎么，你不相信夫君？林然挑了挑眉，玩世不恭道：你少在这里贫嘴，什么夫君啊？李化英顿时羞得别过头去，但颤抖的指尖和起伏不定的酥胸却是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情。林然一时看得心猿意马，右手捏着李化英的脸颊，将她的头扭转了过来，随后俯身朝着那张粉嫩阴唇吻去。唇与唇相触的瞬间，好似一道惊雷在李化英脑海中炸开，震得她耳鸣不止，只能够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林然竟然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吻了他。按理来说，他应该推开林然，但他此刻全身僵硬，完全动不了，只能够任由林然索取。这个吻很是温柔，温柔的像是一池春水，一点一点的将李化英淹没。良久后，林然才逐渐与他唇分，甚至牵扯出丝丝缕缕的精液。化英，看为夫如何将这只臭老鼠打回现实。林然笑着捏了捏李化英的脸颊，旋即虎步龙行的走出府邸。许久后，李化英才终于回过神来，可眼前却早已不见了林然的身影。这色呸！他脸疼的一下烧了起来，耳尖红的要滴血，攥着衣角的手沁出薄汗，垂眸时睫毛颤得厉害，眼里全是潋滟至极的秋波。这是他的初吻，可却在自己不备时让林然夺走，但他心里却没有丝毫怒气，反而是心跳的厉害，春水快要淹没他的内心，他仿佛快要溺毙在独属于林然对他的温柔中。与此同时，府外，林然双手负于身后，眸光淡漠地看着眼前的萧火火。萧火火，看在你名字的份上，我可以让你先出手。林然神色淡淡道。萧火火看着眼前丝毫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林然，神色更显阴沉。林然先前就已被他重创，可现在却丝毫不将他放在眼里。他现在很想扯着林然的耳朵，大声问一句：你特么到底哪来的勇气？不过林然也是飞仙宗的真传弟子，而且修为在归一境9重天，他自然不敢有丝毫大意。青天化龙诀，他低吼一声，施展出高级地体圣龙血脉的本源神通。霎时，一股至圣至极的圣龙之气缭绕在他周身，隐隐显化出圣龙的虚影，气息很是骇人。而他的修为也是止不住的攀升，眨眼间就从斩凡境8重天修为暴涨至归一境7重天修为。圣龙血脉的第一式本源神通，就是他最后的底牌。对于林然，他要比对于李化英更狠。在他看来，若不是突然出现的林然，他的计划就不会被打乱，所有的一切都变了，而这全都要归咎于林然。大荒求天爪，萧火火一爪挥出，身后的圣龙虚影同样挥出一爪，霎时整个天地间都充斥满了一股蛮荒的气息，像是天地都要囚禁在这一爪中。不错，这还算有点意思。只是林然神色依旧淡漠，提不起丝毫兴趣。在他看来，萧火火的实力远不如发狂的徐坤，于他来说太过索然无味了。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3000天命点，紫霄神剑觉醒。恰好此时，系统的提示音再度响起。林然先是一愣，而后唇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正好与李化英论剑的奖励也在此时到手了，便让这萧火火来试验一下3大劫剑的威能。他暗暗催动9霄神劫剑骨，噼里啪啦的混沌劫雷自胸口处迸射而出，随之而出的是青霄劫剑、赤霄劫剑以及刚觉醒的紫霄劫剑。3大劫剑裹挟着杀伐至强的混沌劫雷，杀向萧火火，与他的大荒求天爪碰撞一起。这是萧火火瞳孔骤然一缩，就连呼吸都在一瞬之间忘记。他前世是重生大帝，自然知道林然的特殊体质是什么。混沌劫雷、9霄劫剑，这赫然是传说中的顶级仙体，9霄神劫剑骨啊！要知道，哪怕是他前世成就大帝时所拥有的最强体质，也不过才神体罢了。而林然的9霄神劫剑骨却是顶级仙体，甩了他不知多少条街。但奇怪的是，他前世并未听飞仙宗里有一位身负9霄神劫剑骨的天骄妖孽，这林然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青霄劫剑、赤霄劫剑、紫霄劫剑轻而易举地斩灭了大荒求天爪，就像是剪刀划过幕布一般。噗！萧火火躲避不及，整个人都被3大劫剑斩飞出去。青天化龙诀带给他的防御压根就难以抵挡3大劫剑的威能，他胸口上瞬间多了3道狰狞骇人的剑伤。可，萧火火艰难站起身来，看向林然的目光中有忌惮，有仇恨，更有怨怒。林然，不得不说，你已经彻底激怒我了，希望当你重见圣龙之时，还能够保持现在这般平静。萧火火神色愿厉的低吼，从怀中取出一枚晶莹剔透、辉光莹莹的鳞片。哦，终于要爆发小宇宙了吗？林然抬了抬眸，终于来了一丝兴趣。好歹是重生大帝，又取了个承载着大因果的名字，若是没有小宇宙爆发，他恐怕还真会看不起萧火火。林然，享受你最后得意的时光吧。萧火火将体内的灵力、圣龙血脉的本源全部注入进这枚鳞片中，这赫然是圣龙的逆鳞。对于每一个龙族生灵来说，逆鳞都是全身上下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逆鳞中通常都蕴含有滔天的血气与能量。霎时，鳞片绽放出万丈圣芒，
气息神圣滔天，竟逐渐显化出一头恢宏庞大的圣龙虚影。圣龙虚影长万丈有余，宽数百丈，双眸灿灿若两轮皓日，身上鳞片坚不可摧，散发着神圣的辉光。杀！萧火火催动着圣龙虚影，杀向林然。呵呵，终于有点意思了。林然向前踏出一步，身后显化出一轮乳白色的皓阳，正是先天纯阳。而今他的先天纯阳已修炼至第二转之境，所蕴含的威能同样恐怖。他祭出暗示剑，右手持剑施展出地级极品神通剑诛九天。这还未完，他继续催动600枚阴阳使到祖龙的鳞片，左手五指收拢成拳，施展出地级极品神通鲲鹏无量神拳。先天纯阳之气与命运真意、阴阳真意、剑之真意同时加持在这2大地级极品神通之上，使得这一剑一拳神芒惊世。该死，我是重生大帝，绝不会败！萧火火面目狰狞无比，杀气凛然滔天，双方的极招轰然碰撞一起，爆发出恐怖的法力波动。在一双双惊恐、惊诧、震撼的目光中，只见半空中的那道圣龙虚影竟在寸寸崩塌，逐渐归于虚无。破！萧火火最后的底牌终究还是无法与林然抗衡，圣龙虚影逐渐破灭，剑诛九天与鲲鹏无量神拳齐轰在他身上，直接粉碎了他的青天化龙诀，将他轰得倒飞出去，鲜血好似不要钱般的可出。他整个人重摔倒在地，掀起一片尘埃，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败了！他堂堂大帝众生归来，竟然败了，而且还败得这么彻底。可以说，此刻他肉身上的痛苦完全就比不上心灵上的痛苦。想他大帝众生归来，自诩资质傲世，掌握有诸多机缘的行踪，肯定能够重临顶峰。可结果现在，他刚重生归来，便遭遇了史上最大的滑铁卢。林然在闲庭信步之间，便将他击溃在此。尤其是林然还是当着李化英的面狠狠击溃了他。虽说在他心里，李化英已经不再是他深舔的对象了，但是当着李化英的面如此狼狈，让他感觉很是耻辱，颜面扫地。他艰难站起身来，身体宛若风中的残烛，晃晃悠悠。林然，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有本事我们日后再战。说出这番话时，萧火火神情坚定，眼里满是复仇的怒火。林然几乎快要成为他的心魔，他必须要杀了林然。阿然，快杀了这臭老鼠！林然身后，李化英听到萧火火这一番豪言壮语时，眼皮忍不住跳了跳。他总感觉多年未见的萧火火变得很不简单。今晚若是将萧火火放跑，只怕是会深埋祸根。此人必须杀了，绝对不能让他祸害我的阿然。李化英眉宇间闪过一抹骇人的杀意。萧火火不除，他请示难安。该死的贱人，婊子！萧火火眼眸猩红，拳头死死攥紧，嘶吼道。林然眉头微蹙，一掌拍出，将他拍翻在地。萧火火，本真传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当着我的面骂我的女人！林然向前踏去，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萧火火，眼中寒芒毕露。要不是看萧火火是重生大帝，还有些利用价值，就凭他刚才骂李化英的话来看，他今晚就绝对走不出飞仙宗。林然，萧火火神色一片怨毒。萧火火，你也不用这样看我，你放心，我今晚不杀你。不过，林然话锋一转，唇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的圣龙血脉和这枚圣龙逆鳞，本真传便收下了。他右手探出，法力暴涌，将萧火火体内的圣龙血脉剥离而出，同时将那枚圣龙逆鳞夺走。我的血脉，我的逆鳞！萧火火眼球突出，只感觉自己体内最为重要的东西被林然抽走。他的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被夺走了，他还拿去复仇林然。只一刹那，他的大脑便一片空白，无边的怒火冲昏了他的理智。萧火火，这就当是你挑战本真传要付出的代价了。希望你之后来挑战本真传时，能够带来更好的机缘。林然乐呵呵的道。好耶，阿然，你太棒了！对付这种臭老鼠，就应该让他在绝望中痛苦度过一辈子。李化英看着林然下手如此狠辣，不仅没有丝毫生气，反而还赞同不已。身为飞仙宗的真传，行事就应该狠辣一点，要不然怎么站得住跟脚？噗！李化英的话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萧火火吐出一大口老血，随后彻底晕死了过去。来人，将此人丢出去！林然唤来护卫，将萧火火毫不留情地丢出了飞仙宗。阿然，你现在可还有事？李化英似是想起了什么，连忙上来搀扶着林然，神色担心道。可他话音刚落，林然却忽然捂着胸口，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化英，可，我感觉现在有些呼吸不上来，要不……林然话还未说完，李化英便毫不犹豫地吻了过来，将甘甜的空气一口口渡给自己。阿然，现在可还好？瘦多了？李化英双手轻捧着林然的脸颊，脸上全是认真的神色。呼吸方面的确是好受多了，但我肉身受创，行动怕是不便。我想，我应该是回不去阴阳峰了。林然表现出一副好受了不少的样子，但却依旧虚弱无力。没事的，阿然，今晚你就在我府中休息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李化英搀扶着林然朝着府邸走去。可，姐，你弟弟都快被人给2巴掌拍死了，你就不关心我？李真武从地上爬了起来，嘴角还残留着血渍。他可和演戏的林然不一样，他是真真切切的受了严重的创伤。这么大的人了，
还照顾不了自己，回你的府邸涂抹些药膏就行了，别碍事。李化英皱了皱眉，没好气道：李真武，好，有了道侣忘了弟弟，他好歹也是在这里守门，才受到如此重伤的呀。而且若没有他一开始为二人牵线搭桥，李化英和林然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吗？苍天啊！看着李化英搀扶着林然进入府邸，李真武忍不住哀嚎起来。啪！一把剑柄突然从府中飞出，砸中了他的左脸。再鬼吼鬼叫的吵道：阿然，信不信我灭了你？李化英愠怒的声音从府中传来。李真武不敢再多待下去，生怕下一秒李化英真的会提剑出来。他连滚带爬的回到自己府邸。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8000天命点，顶级真意，生死真意。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林然的道果上再添一枚道液，赫然是生死真意。林然躺在李化英的床上，少女独有的幽香飘入他鼻中，沁人心脾。如今我道果上已有3枚道液了，不管是谁凝聚出的道果，都只能够修炼出9枚道液。而今除了化作道果的命运真意外，林然现如今还修炼出了阴阳真意、剑之真意、生死真意，也就是3枚道液。他也早已想好，剩下的6枚道液的位置，他要留给先9道剩下的6个大道的大道真意。如此，他的主道便是最强的命运大道。9条辅道中有8条是先9道，还有1条是杀伐至强的剑之大道，这简直堪称完美。不过，我得尽快领悟出其他先9道的大道真意了。童子啊，快发力吧！林然心中暗道。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取出一枚传音令牌。传音道：师姑，在休息吗？不一会儿，传音令牌便闪了一下。没呢，师姑我，在想你呢。听着颜如玉的声音，林然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他也来不及细想，而是道：师姑，刚才有个人被我丢出了宗门，你这段时间帮我跟踪一下他，将他的重要行踪汇报给我，可好？好的。不过小然然，师姑可是要报仇的。放心吧，师姑，师侄后面肯定会好好补偿你的。补偿师姑后面吗？听上去貌似也不错呢。小然然，等你哦。听着颜如玉的声音，林然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哪不对劲他也说不上来。好，那就麻烦师姑了，再见。说罢，林然将传音令牌收好。阿然，你要沐浴吗？这时，李化英一脸扭捏的走了进来，脸庞染上了一层娇羞的红色，宛若初绽的花蕾。沐浴。林然眼睛转了一下，一抹不易察觉的狡黠一闪而过。他故作一脸无奈，叹息道：化英，说实话我很想答应你，毕竟与萧火火大战一场后，我感觉身上都充满了汗臭味，可我身受重伤，感觉难受得很，仿佛动一下就会牵动内伤。这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李化英完全深信不疑。他连步轻移，轻轻握住林然的手，结结巴巴道：我知道，所以我想还是我来帮你沐浴更好。说到最后，李化英羞得简直快要说不出话来。她一个女孩子家的，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没想到竟然主动提出要帮林然沐浴，这也太羞耻了吧！林然又会怎么看她？她现在已经有些不敢去看林然了。好啊，那就有了化英了。当听到林然答应后，她满脸欢喜，连忙上前搀扶着林然。阿然，慢些走，不急。李化英柔声道，眼里满是汹涌的爱意。她带着林然来到一口大木桶前，里面装满了滚烫的热水，更有菱花花瓣漂浮其上，幽香四溢。化英，你有心了。林然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没有丝毫顾忌，进退身上衣物，躺进了木桶里。李化英看呆了，甚至忘记了脸红，忘记了挪开目光，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桶中这仙人的8块腹肌，然后目光再逐渐下移。这一看更是让他心惊胆战，双腿发软，右手下意识遮住了粉嫩阴唇。这要是和林然共同操练上，只怕是真会坏掉吧。好半晌后，他的脸才慢一拍地烧了起来，赶紧挪开目光，却又忍不住偷看。纤秀无双的绝世仙颜，健硕完美，找不到丝毫瑕疵的身材，还有这异于常人的矜持大鹏。可以说，林然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好似一根根爱神丘比特之箭，直射他的心巴，让他简直无法自拔。林然自然是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看着面板上不断增加的李化英好感度，他的唇角也是微微勾起。开玩笑，就他这天天和师尊师姑操练出来的肉身，岂是盖的？这不得直接拿捏住李化英。而很显然，李化英也的确被他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拿捏住了，好感度瞬间就飙升到了99点，只需要再进最后一步，便可直接拿下他这天命之子生涯中的第一份神秘大礼包。阿然，我先为你擦擦脸。李化英的声音都在颤抖，整个人更是红得像只熟透了的虾米，轻轻擦拭着林然的脸颊。林然靠在木桶边缘，轻轻闭上了双眸，悠闲惬意地享受着。说来倒也奇妙，白天还对他说出来的虎狼之词恨得咬牙切齿的李化英，没想到到了晚上就在这给他沐浴擦拭身子，如此巨大的转变仅仅在1天之内，只能说女人心的确就似那海底针，令人难以捉摸。擦拭完林然的脸颊后，李化英也是擦拭起他的身子。二人什么话都没说，但府邸中的氛围却是越来暧昧，那些粉色富有少女心的装饰更像是催化剂一般，
让这股暧昧的氛围越来越浓郁。李化英轻咬着红唇，一对洁白无瑕的玉足竟在不知不觉间搅在一起，像是在努力克制着什么。林然身上并没有什么汗臭味，反而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气息更是诱人无比。他完全沉浸在其中，心脏在狂跳，仿佛在催促他，让他现在就跳进这木桶里，将林然吃干抹净。好在他道心坚固，最终还是守住了底线，没有这么做。难受并快乐地为林然沐浴完后，李化英终于松了口气，用法力将林然身上的水珠蒸发掉，支支吾吾道：“阿然，好了，谢了，化英。”林然笑着穿好衣裳，拉着李化英的手便走进了卧房。他坐在床榻边缘，搂着李化英，让她坐在自己腿上，轻声道：“化英，你和萧火火之间的事，是不是得和为夫解释解释了？”这一次，李化英并未反驳林然的为夫称呼，而是羞涩地垂下了头，好半晌后才开口：“我和那臭老鼠也不过是儿时认识的玩伴罢了。阿然，我并非是云州人，我来自黄州，出生于绝剑皇朝。绝剑皇朝，黄州的霸主。”林然眼皮跳了跳，暗暗咂舌，没想到李化英的来头竟然这么大。绝剑皇朝虽然不如飞仙宗，但再怎么说也是一州霸主，实力能够弱到哪去？我是绝剑皇朝皇主的妻女儿，外人都称我七公主。李化英脸上透出一抹傲娇之色。既然你是绝剑皇朝的七公主，身份地位尊贵，为何要千里迢迢来到云州，加入人生地不熟的飞仙宗？林然好奇询问。以李化英的身份，完全可以在绝剑皇朝里当一个真正的公主，而不是在人生地不熟的飞仙宗里吃苦耐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秘辛才是。因为本公主野心很大，我要的不仅仅是七公主的身份，而是绝剑皇朝储君的身份。谁说女子不如男？既然我父亲可以管理好一个偌大的皇朝，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同样可以管理好一个偌大的皇朝。我来飞仙宗拜师学艺，便是为了夺得储君的身份做铺垫。李化英这一番话说的野心勃勃，要强好胜。可突然，他的气焰弱了几分，有些惴惴不安地看了林然一眼。阿然，我的野心这么大，是不是在你眼里有些不好？林然微微愣了一下，而后笑着摇头：怎么会呢？既然你要当这绝剑皇朝的女皇，那我自然会无条件的帮你。阿然，我就知道你最好了。李化英闻言一喜，在林然的脸颊上狠狠啄了一口。然后再说回我和那只臭老鼠吧。我和那只臭老鼠在机缘巧合之下，自幼便相识了几年，一起玩闹了几年。不过后来黄州发生变故，暗中有不少势力联合起来，想要推翻我绝剑皇朝，而圣龙王朝便是那些势力中的其中一个。也正因如此，萧火火背叛了我，他甚至连声招呼都不和我打，便与我断绝了联系。那段时间，幼时的我甚至还为此伤心了好几日。不过现在想来，我只觉得可笑。和我的阿然比起来，萧火火就是一只只配活在阴暗下水道里的臭老鼠。阿然，你真不应该放那只臭老鼠走，就应该一剑斩了他才是。说着，李化英甚至鼓起了腮帮子，仿佛还不解气一样。好了，再气就气成河豚了。我留着萧火火，自然有我的用意。他幼时背叛了你，而今却又突然想挽回你，这副做派简直令人作呕。对付这种人，直接杀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我们先给他一点希望，再给赐予他绝望，岂不是更好？林然笑着捏了捏李化英鼓起的脸蛋，乐呵呵地解释道：原来你是这样想的，阿然，你可真坏。李化英喜笑颜开，和林然打闹一起。闹着闹着，他竟被林然壁咚在了床上，红晕在他脸上涌动，如同害羞的纹绣，细腻而动人。他神色慌张，却又多了一分不易察觉的期待，目光慌乱，四下乱瞟。林然右手伸出，缓缓抚摸着李化英绝美的脸庞，替她理了理些许碎发。化英，你真美。他发出一声由衷的喟叹，低头吻向那张红唇。李化英没有拒绝，而是闭上双眼，静静感受着独属于林然的温柔。吻了片刻，李化英却突然伸出双手，轻轻抵住了林然的胸膛，声音有些颤抖，有些害怕。阿然，你会和那萧火火一样背叛我吗？他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萧火火，他在意的是背叛。他自幼生活在绝剑皇朝，看惯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又在幼时便遭受了背叛，可想而知这对他那颗幼小的心灵打击有多大。他将自己冰封住，化成一座生人勿近的冰山，便是为了掩饰他那颗外表看似坚强，实则脆弱不堪的内心。林然稍稍愣了愣，旋即声音轻柔道：化英，你的过去我不曾参与，是因为你我还未相遇，而今命运做出了他的选择，让你我相遇在此，所以我绝不负你。听着林然的话语，不知为何，李化英竟感到无比安心，下意识地选择相信。阿然，今晚只属于你我二人。一夜无话，待到日上三竿时，林然才结束了与李化英的共同进步。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攻略任务，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超大，超级大的那种。叮，请问宿主是否打开神秘大礼包？听着耳旁响起的系统提示音，林然也是温柔抚摸着怀中家人的细腻肌肤，目光柔和似水。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收获的第一个神秘大礼包竟然会是在李化英身上获取的。说实话，他此前当真认为自己生涯中的第一份神秘大礼包应该是在师尊苏希月或者颜如玉身上获取到。他现在已经十分确信
李化英就是专门给他送福利的专属福利机。打开，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大礼包，奖励8万天命点，云霄结剑、凌霄结剑觉醒，真龙蛋孵化程度提升20%，顶级道之真意，五行真意，暗事件提升至极品至尊器，顶级神体，太初神体，赐予性奖励，残月木药1枚。目前真龙蛋孵化程度65%。看着一连串的奖励接二连三的到账，林然笑得合不拢嘴。足8万天命点到手，直接将他现有的天命点堆到了22万3000点，距离觉醒命运仙体的第30本元神通只差了2万7000天命点。然后便是云霄结剑、凌霄结剑的觉醒，还有顶级道之真意、五行真意，直接大幅提升了他的实力。然后便是顶级神体、太初神体，它是赐予性奖励，只能够赐予他人，自己用不得。而很显然，这个奖励是赐予谁的，林然也心知肚明。至于这枚残月木药的话，林然稍稍眯起了眼睛，心中思忖不断。残月宗的传说他也听过，据说残月宗在覆灭之前，将数不清的机缘传承都埋葬在了残月之墓，唯有获得残月木药的人，方可进入残月之墓，夺取其中的机缘。不过我倒是听说残月之墓飘忽不定，下一次出现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等到残月之墓重新问世，我再靠着残月木药进入其中。林然暗自思索。这时，一只温润如玉的玉手轻轻贴在了他脸上，他低头看去，正与李化英那双含情脉脉的杏眼相对。阿然，在想什么？李化英柔声笑问。我在想，1周后就是真传大比了，到时候你是直接将圣子位让给我，还是先假意与我争斗，再故意让给我？林然坏笑道。哼哼，虽然嘛，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飞仙宗的圣女之位比不上你半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想我当初加入飞仙宗，便是为了圣女位而来，想让我故意让给你，你想得到美呢？李化英轻轻点了点林然的眉心，露齿而笑。这么说，你还是想和为夫争上一争了？也不知昨晚是谁哭着求饶，怎么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自己行了？林然眉毛轻挑，桀地笑了起来。闻言，李化英脸红得如同在滴血，狠狠一口咬在了林然肩上。昨晚还不是怪你没轻没重的，自己什么分寸心里没点数吗？直到现在，他都感觉自己双腿有些许发软打颤。他就知道，只要和林然那个，自己肯定要坏掉的。好了，别生气，这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你我一起炼化可好？林然笑着揉了揉李化英的发顶，取出了从萧火火身上剥夺的圣龙血脉与圣龙逆鳞，这2大至宝蕴含着精粹磅礴的能量，用来炼化再好不过了。也就只有萧火火那个蠢货才会想着将圣龙血脉嫁接到自己身上，再消耗圣龙逆鳞中的能量用以杀敌，这未免太浪费了。阿然，这圣龙血脉等级不低，你何不将它嫁接到自己身上？李化英眨了眨水灵灵的杏眸，询问道。他觉得萧火火之所以实力那么强，便是因为将圣龙血脉嫁接到了自己身上，否则萧火火绝无可能有这么大的蜕变。圣龙血脉虽然好，但我并非圣龙一族的生灵，而是根正苗红的人族，就算将圣龙血脉嫁接到自己体内，也无法完美驾驭，反而还会存在些许隐患。将它炼化了，用来提升修为才是最好的选择。林然笑着解释。原来如此。李化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果然，他的阿然考虑事情才是最周到的，哪像那个蠢货萧火火，只知道将圣龙血脉嫁接到自己身上，却是忘了其中所存在的隐患。和阿然这条真龙比起来，萧火火简直连泥鳅都算不上啊！阿然，没想到你竟然懂这么多，真厉害！我好像变得更爱你了呢。爱我，你刚才还咬我，咬就算了，也不知道换个地方轻轻咬。李化英自然知道林然话里话外的意思，当即妩媚的白了他一眼，暧昧的娇羞悄悄攀上他眼尾。好了，阿然，你好好在这里修炼吧。李化英坐起身来，正要穿衣离去。化英，讨什么？魏夫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我一起炼化这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林然一把拉住李化英，将她拉到了自己怀中。李化英稍微调整了下姿势，撩了撩秀发，道：我想还是算了吧，相比起我，你更需要炼化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毕竟他早已成就圣人境，而林然却才只是归一境9重天修为。为了林然，他可以选择不炼化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化英，你不是说你要成为绝剑皇朝的女皇吗？你若没有那个修为，还怎么当这女皇？好了，你就别再推脱了。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中的能量堪称精粹磅礴，足够我们2人修炼了。林然笑道。李化英微微皱着眉头，苦苦思索了一下，才重重的点了点头。好吧，阿然，我都听你的，这才对吗？林然乐呵呵的笑了起来。接着2人同时运转修炼功法，开始炼化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中的能量。与此同时，飞仙宗山门前被护卫丢在此地的萧火火也是渐渐苏醒，一股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了他全身，好似全身快要散架了一样。当然，更让他难受的还是心理上的痛苦。想他堂堂重生大帝，可结果却是惨败在林然手中，更是被丢出飞仙宗的山门。尤其是来来往往的飞仙宗弟子们，看向他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戏谑、怜悯。啧啧，听说此人昨夜想要挑战灵真传，可结果却是被林然轻而易举的击溃，
让护卫们丢出了山门。听说他还是圣龙王朝的储君呢，结果就这，呵呵，什么狗屁的王朝储君，碰到我家真传还不是得乖乖跪下？呸！好你个大胸萝莉，又把我家真传说成是你家真传了，你简直气煞本萝莉了！听着这些嘲讽自己、爱慕林然的话语，萧火火只感觉像是一根根银针扎在了他的心间，让他脸色阴沉的可怕。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一步步朝着自己车辇走去，随后坐上车辇离开了这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踏入车辇的瞬间，一朵淡蓝色的花瓣不易察觉地贴在了他后背，引入了他体内。颜如玉身着一袭黑色流仙裙，叼着一袋精致的血包从暗中走出，一脸妩媚妖娆，风情万种，让人目眩神迷。这就是小冉冉要我暗中盯着的人吗？看上去也不像是身负气运的气运之子，依我看，倒更像是个短命鬼。颜如玉含糊不清的自言自语，血包里装着的自然是林然的血，这是林然给他想出的一个主意，以备他的不时之需。哎，天天喝这玉质血，老娘的身材都快喝瘦瘪了，到时候瘪的还没有苏妹妹大，那可真就完了。颜如玉看着手中的血包，愁眉苦展。血包里的血都是玉质血，哪有直接抱着林然猛吸的血液鲜美？但再怎么说，这也是林然的玉质血，真要他丢弃，他又有些舍不得。哎，罢了罢了，等下次和小冉冉独处时，定要他在后面好好补偿我。颜如玉气得将血包里的血液猛吸干净，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原地。该死，该死，该死！车辇中，萧火火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面目狰狞地嘶吼起来：我的圣龙血脉，我的圣龙逆鳞！该死的林冉，本帝迟早有一天要将你挫骨扬灰！还有那该死的贱人，若是让本帝抓到了机会，等本帝玩完了你，再将你卖到风花雪月之地！萧火火神色暴怒，甚至有一种想毁灭世界的冲动。嗡！突然，他识海中传来一阵刺痛，痛得他倒吸一口凉气。他连忙查探自己的识海，发现竟是石榴至圣道盘散发出道道霞光，就像是被激活了一般。这个发现让他惊喜万分。自他重生归来，石榴至圣道盘便一直处于蛰伏的状态，任他如何呼唤都没有丝毫反应。而今石榴至圣道盘终于要苏醒，他自然兴奋难耐。他前世能够成就大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靠石榴至圣道盘。对于这件至宝的威能，他再清楚不过了。甚至他觉得，若不是因为此前石榴至圣道盘陷入了蛰伏的状态，林然不见得能够打败他。太好了，石榴至圣道盘终于要重新激活了。接下来我得先找到一枚残月木药，然后进入残月之墓。我记得残月之墓里貌似有一朵神花，内蕴精粹磅礴的黑暗大道本源，与我原本的特殊体质极度契合。萧火火暗中打着算盘，残月之墓他是肯定要进入其中，毕竟那里生长有一朵神花，能够助他的特殊体质蜕变为神体。前世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大帝，靠的不仅仅是石榴至圣道盘，还有他那蜕变为神体的特殊体质。无主，你的圣龙血脉呢？为何你重生归来后竟如此狼狈？突然，石榴至圣道盘内竟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吓了萧火火一大跳。你是谁？萧火火散发出大地威严，沉声道：无主莫怕，吾乃石榴至圣道盘的器灵。紧接着，一道朦胧模糊的身影在萧火火面前凝聚显化，是一位面目沧桑、眸光深邃的老者。你是石榴至圣道盘的器灵，可为何在前世本帝却不曾见你现身一次？萧火火将信将疑，心中依旧警惕。无主，石榴至圣道盘虽是至宝，但曾在一场大战中受创严重，连跟着我也一起陷入沉睡。时至今日，我也才堪堪苏醒。不过我虽陷入沉睡，但许是与主人心有所感，因此对于主人前世的种种经历，我都有所铭记。只是数天前，我正处于苏醒的关键时刻，因此才感应不到外界的一切事物了。但按理来说，主人这时候应该已经获得了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才是，可为何却搞得如此狼狈？老者神色疑惑不解，一提到这个萧火火脸上的神色便无比阴沉，难看的像是有一场暴风雨在脸上酝酿。别说了，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一世飞仙宗突然冒出来了一个绝世妖孽，不仅觉醒的是九霄神劫剑骨，更是夺走了我的一切。萧火火面目狰狞，恨恨道：觉着了九霄神劫剑骨的绝世妖孽。器灵老者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倒吸一口凉气。九霄神劫剑骨乃是顶级仙体，是仅次于大道仙体的至强体质，他也没有想到飞仙宗内竟会有如此人才。不过虽然我的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被夺，但我若依靠残月之墓里面的那朵神花，同样可以使自己的特殊体质完成蜕变。而且如今还有石榴至圣道盘和前辈您苏醒，那林然就更加不足为惧了。我相信等我下次再遇到林然，必可灭杀他。萧火火脸上重新浮现出自信之色，眼底是滔天的杀机。他是重生大帝，自然有复仇的信心。很好，百折不挠才应该是石榴至圣道盘的主人该有的特点。而今我已经苏醒，在修炼上我也会尽力指导主人。器灵老者欣慰地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前辈了。萧火火面色一喜，连忙抱拳道谢。果然是天不绝他萧火火呀！如今石榴至圣道盘苏醒，他的道盘老爷爷也是随之苏醒。试问那林然拿什么和他比？30年河东，30年河西，
他迟早有一天会杀回去，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云州、飞仙宗、命运峰。待到林然与李化英将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彻底炼化完毕，已经是4天之后。呼，圣人境3重天修为了。林然睁开了双眼，重重地呼出一口浊气。当然，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中的能量远不止他突破至圣人境3重天修为，不过这其中的绝大部分能量却是被阴阳使道祖龙以及先天纯阳吸收了。现在他丹田中的阴阳使道祖龙已经凝聚出了820枚鳞片，先天纯阳更是突破至第3转。虽说他的修为只是从归一境9重天突破至圣人境3重天，但他的实力却是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李化英的突破则显得有些夸张，竟直接从圣人境3重天突破到了圣人境9重天，只差一步便可突破至圣王境。李化英气息平稳，缓缓睁开一双灵动艳人的美眸，眼里写满了对林然爱意。阿然，谢谢你。他扑进林然怀里，一张绝美的脸庞深深埋进了后者的胸膛，声音闷闷道：化英，你变了。林然却是摇了摇头，忽然叹息一声：我哪变了？李化英心中咯噔一下，连忙抬头询问：你之前感谢我都是用实际行动身体力行的，结果现在却只成了说说而已的口头报答。哎，还是说你这么快就对为夫没感觉了？林然再度摇了摇头，右手极度不老实的在李化英光滑柔嫩的娇躯游走，随后猛地下滑。哼！一道糯糯唧唧的娇哼从李化英喉间溢出，她肩膀微微松动，呼吸变得急促，那娇羞不止的模样犹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欲战还休。阿然，你色胚！她紧紧抓着林然的肩膀，似生气却更似调情的轻轻咬了上去。这时一根手指仿佛得胜归来的将军落在他脸上，轻轻划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道意味深长的声音：化英，你看这不是有感觉吗？李化英美眸迷离，静态极颜，粉雕玉琢的脸蛋上升满了玫瑰花般的艳红，使得她越发动人至美。化英，我更喜欢你实际行动的口头报答，懂？林然桀的坏笑起来，你就知道欺负我。话虽如此，但李化英还是乖巧懂事地盘起了头发。1日后，林然这才离开了命运峰，回到了阴阳峰。回到府邸，可他却并未感应到里面有任何气息的存在。思索了一会儿后，他转身离开了府邸，直接飞向峰主大殿。推开禁闭的殿门，林然虎不龙行地走了进去，一眼便看到了坐在主位上正埋头处理峰内琐事的苏西月。果然，他猜得不错，苏西月仍旧在这里处理琐事。苏西月抬头看了眼林然，发现后者已经突破至圣人境，表情也是明显愣了一下。这么快就突破至圣人境了？苏西月一脸呆萌可爱道。林然快步走到他身边，一把将他抱起，随后自己坐到了主座上，他则是坐在了林然的腿上。圣人境3重天修为刚突破。林然轻轻环着他那曼妙婀娜的腰身，下巴靠在他肩上。苏西月唇角微微勾起，但还是一本正经道：突破境界是好事，不过你这境界也突破得太快了吧，有时间的话记得好好巩固一下根基。苏西月柔声道，自己这逆徒从一个练气境菜鸟逆袭突破至圣人，仅仅花费了3个月不到的时间，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试问其他天骄妖孽还怎么和林然比？但相应的，境界突破的越快，根基也就越不稳定，哪怕是林然也避免不了这个问题。我知道了，师尊宝宝，所以徒儿过段时间准备去外界游历一下，顺便巩固修为。林然吻着苏西月的耳垂，坏笑道：哼，逆徒，你这样还怎么让为师处理这些琐事？苏西月娇躯在不易察觉的颤抖，内心显然是不平静。师尊，要不先处理徒儿？林然坏笑着解开了苏西月的腰束，吻着对方精致的锁骨。苏西月被逗得无法忍受，瞬间转过身去，双手轻搂着林然的脖颈，唇角有着一抹邪笑。逆徒，这可是你自找的，怨不得为师。苏西月自然是知道的，对付林然这种人，狠狠套他就完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师尊，让徒儿看看你的奇术到底有没有长进。结，林然坏笑起来。成功解锁新地点，外面忽然下起了暴雨，时间过去得很快。今日飞仙宗再度响起惊天动地的骚动，喧哗声充满了每个角落，空中能够看到数不清的长老弟子在飞行，划出一道道流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仙尸山。传闻飞仙宗的开宗祖师便是于此地遇到的仙人，1日之间脱胎换骨，终而创造出了飞仙宗。开宗祖师将此山命名为仙尸山，便是为了纪念那位仙人。今日整个仙尸山的里里外外早已围满了人，水泄不通。宗主南风立身于世界碑前，身后是9大峰主、9大副峰主。每次真传大比开始之前，他都会将在外游历的峰主、副峰主喊回，毕竟真传大比之后便是立马挑选出飞仙宗的圣子，这是一大重视，峰主和副峰主必须到场。因此即使是在外监视萧火火一举一动的颜如玉，也是暂时回归了宗门。林然默默站在苏西月身后，目光却时不时地定格在命运峰峰主的身上。命运峰峰主是位女子，名为夏凌霜，生有一张倾国倾城的绝美面庞。她眉眼似霜，眉色淡且修长，眼尾微微上挑，瞳色浅淡如同冬日薄雾，看人时总带有几分疏离，几分清冷。雪肤乌发，
肌肤如星雪般冷白，黑发如绸缎般垂落，发梢偶尔掠过精致的锁骨，似墨迹滴在宣纸上。一件紧致纯白的雪裙，轻细纱织腰带随风飘动，衬得腰肢盈盈一握。一双雪白无瑕的玉足，笔直而修长，衬得她高挑美丽。但夏凌霜太冷了，她就像是一朵由冰山层层包围的雪莲，是与生俱来的冷，冷得让人不敢靠近。林然被她吸引，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一种气息。这股熟悉的气息与诸天幻神印在冥冥之中有些牵连。他暗暗猜测，莫非是青衣一脉的另一件至宝就在夏凌霜身上？而他在暗中打量夏凌霜的同时，夏凌霜也在暗中打量着他。毕竟他能够被夏凌霜身上的青衣一脉的至宝气息所吸引，同样的，诸天幻神印也能够吸引夏凌霜。然而夏凌霜也仅仅是稍稍看了眼林然，随后便收回了目光。他的冷眸平静的好似那湖水，完全就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逆徒，你若再敢看那命运峰峰主，为师就灭了你！苏西月气的怒不可遏，狠狠拧着林然的耳朵，传音道：“这逆徒现在是越来越不把他这个师尊放在眼里了。他都还站在这里呢，这逆徒却还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去偷看其他女子，这种事情就不能背着他偷偷摸摸来吗？不对不对，这种事情就算是背着他，逆徒也不能去做，逆徒只能欣赏他这一个女人。逆徒，看来为师是得好好控制一下你了。”苏西月凤眸圆睁，怒火中烧的传音。与此同时，南风缓缓转过身来，道：“9大真传出列。”闻言，苏西月狠狠剜了林然一眼，这才没好气的暂时放过了他。看着齐齐出列的9大真传，南风笑道：“仙界碑上刻着仙师当年传给我宗一祖的俚语道：行与德。你们见仙界碑，如见仙师，行礼，拜见仙师。”林然9人神色恭敬虔诚地冲着仙界碑抱拳行了一礼。南风点了点头，接着道：“仙界碑旁之作，是为圣作，乃是当年一祖倾听仙师讲道的圣作。而今一祖不在，时过境迁，这圣作也就逐渐成为了圣子、圣女们的宝座。而今你们9大真传在此，谁敢去做这第一个守护圣座的人？”话音刚落，众人的目光都纷纷落在了林然身上。林然也没有丝毫犹豫，抱拳道：“回宗主，弟子林然敢为人首。”说罢，他抬脚朝着圣座走去，神色虔诚地坐下，双手置于扶手，不怒自威。很好，可有谁不服林然的俚语道：行与德，想要挑战？南风道。一众真传弟子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人站出来。他们对于林然的实力可谓是有目共睹，哪怕是依靠着杀尽丹修为突破至圣人境7重天的徐坤，都身死在林然手里，他们如何能够与林然争锋？而且林然是命运仙体9霄神劫剑骨的拥有者，再加上他将9条极品灵脉分配给9大峰，如此种种下来，他早已成为了人民心中的圣子，他们自然不会自讨苦吃去挑战林然。话音，你来我非仙宗，不是一直以圣女之位当作目的吗？怎么今日反而安静的有些异常？夏凌霜眸光冷淡的看了眼身前的李话音，红唇轻启。其余些许在外游历，几日前才刚回归宗门的峰主、副峰主，看着自己真传一副异常安静的样子，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理来说，以自家真传闹起来都能够把封门给拆了的性格，今日是真传大比，这些真传不应该这么安静才是。可他们同样不知，自家真传对于林然早已是心服口服，压根就没有丝毫争锋之心。李话音抿了抿唇，缓缓走上前去。命运峰真传李话音前来挑战。李话音祭出清平剑，抱拳道。林然点了点头，刚要起身，可却是被人轻轻按在了圣座上。圣子稳如磐，方可益四方，你不用起身，就这般坐着与李话音争斗。南风淡然道：“宗主，这是否有些不尊重？”林然悄声道。南风摇了摇头，既已坐上圣座，你就要把自己当成圣子。圣子者，来我非仙宗之门面担当，其身份地位要远高于9大峰主，与我平起平坐。区区真传，在身份地位上如何比得了你？你与真传交手，实则为对下位者的指导，理应如此。听闻此言，林然这才点了点头，随后用歉意的目光看了眼李话音。规矩历来如此，圣子不必心存歉意。看剑，间谍踏天浪。李话音一上来便是急招，丝毫没有留手。圣人境9重天修为的气息毫无保留的倾泻而出。圣人境9重天修为，真不愧是号称第一真传的李真传。啧，这要是再进一步，李真传便是年轻圣王了，真是了得啊！当李话音的修为暴露而出，全场弟子、长老都为之惊叹连连。如此恐怖的修为，已经直逼一些普通的长老了。夏凌霜的表情虽无波动，但唇角却是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清冷疏离，却又美得让人想要靠近。小然然，小心！颜如玉下意识关心的大喊，但很快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抱着胸左顾右看，一副做贼心虚的表情。果不其然，夏凌霜的目光瞬间看了过来，面无表情道：“你是我命运峰的副峰主，还是他阴阳峰的副峰主？”颜如玉讪讪一笑，看样子有些畏惧夏凌霜。就是，要关心也该轮到我来关心。林然，小心！苏西月神色警惕地附和了一声，随后大声提醒道。颜如玉满脸不服气，撅着张赤红单唇，独自生着闷气。下意识的一句关心，可结果却受到了两面夹击，他心里自然不舒服，而他不舒服了，自然要发泄出来。
至于发泄的对象吗？结！他瞬间锁定了圣座上的林然，忍不住舔了舔红唇。圣座上，林然看着杀向自己的急招，连眼皮都未抬一下，仅仅是催动820枚阴阳，使到祖龙鳞片之力，随后简单一掌横推而出，轰隆隆，双方激烈碰撞一起，在众人震撼惊诧的目光中，法力大掌寸寸湮灭了剑气巨浪，冲着李化英碾去。是肉身！众强者看到这一幕，差点惊得下巴都掉在了地上。他们自然能够感知到林然肉身的强大，这是一种古老蛮荒、直通大道的伟力。这小子到底修炼了什么肉身法门？正为咂舌不已，感慨万千。混元归灵掌，李化英神色巨变，连忙施展出太初地体的第一式本源神通。轰！法力大掌碾压而来，继续碾碎了他的本源神通，将他轰出数百米远。看到这一幕，众人懵了，又是一掌逼退。林然的肉身之力当真恐怖到了这般地步。要知道，李化英可不是徐坤能够媲美的，这可是第一真传，而且是即将突破这圣王境的妖孽啊！可即使如此，李化英却依旧被林然一掌逼退，这也太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就像是面瘫了一样的夏凌霜也是忍不住错愕。李化英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可却还是被林然一掌逼退。他知道不是李化英太弱了，而是林然太强了。而且他可是听其他峰主谈过的，林然身负命运仙体与九霄神劫剑骨这两大至强体质，也就是说林然真正的杀招还未祭出，可李化英却已经有些吃不消了。林然看到这一幕，不由感到一阵汗颜。李真传，我下手是不是中了些？不中，圣子大人，你的实力可真了得呢。李化英站稳了身子，嘴角挂着一抹气急败坏的笑容，咬着牙一字一句道：林然。他总感觉此事结束后，李化英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见浪啸9天，尽虚之地。紧接着，李化英全力催动体内灵力，丝毫不留情面，又是两大急招施展出来。这两式本源神通，乃是天水剑心与太初地体的第二式本源神通。天水剑心与太初地体，一者为初级神体，一者为高级地体，再加上李化英这圣人境9重天的修为，这两大杀招一经施展，可谓是声势滔天，令人望而生畏。嗡！深奥晦涩的符文显化在圣座四方，层层叠叠，互相交织，化作一口囚笼，将林然囚禁。再加上那隐隐有吞没天地之势的剑气浪涛滚滚袭来，这貌似是个必死之局。然而林然神色丝毫无惧，他心念一动，九霄神劫剑骨顿时迸射出狂暴不堪的混沌劫雷，无柄气息恐怖的劫剑倏然缭绕在他周身，正是青霄劫剑、赤霄劫剑、紫霄劫剑、云霄劫剑与凌霄劫剑，是九霄神劫剑骨，而且已经觉醒出无柄劫剑了。夏凌霜看着这一幕，心头狠狠地跳动了一下。虽然他已知晓林然身负命运仙体与九霄神劫剑骨，但是当他亲眼看到五大劫剑同时出现后，这种最为直观的视觉冲击仍然让他心头悸动莫名。剑诛9天！林然低喝一声，五大劫剑齐齐斩出，那口由符文交织而成的牢笼瞬间被撕碎，恐怖的剑气夹杂着狂暴的混沌劫雷，将那吞没天地的剑气浪涛轻而易举的湮灭。古剑符出！李化英神色骇然，连忙祭出一枚漆黑色的剑符，古老的剑意直冲云霄，将他保护得密不透风。然而古剑符虽然了得，但五大劫剑却更是了得。在五大劫剑的杀伐下，这股护体的剑意瞬间被冲散，李化英整个人都被轰飞出去，身上也多了5道或深或浅的剑痕。卧槽！圣子大人，你这是对我解下狠手了呀！李真武吓了一大跳，感觉头皮发麻，下意识道：他整个人都快被吓傻了好不好？林然这么勇的吗？出手竟然如此毫不留情，莫非是上次林然与他姐论剑论爽了，所以现在想着把剑都捅到他姐身上？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猛的人，真是小母牛坐火箭，牛逼上天了。林然，开玩笑，我超勇的好不好？李化英重摔在地上，掀起一片尘埃，整个人显得十分狼狈，灰头土脸的。可，李真传，你败了。林然干咳一声，有些心虚的将目光转向另一边。李化英从地上爬了起来，狠狠咬了咬牙，一副会急哭了的表情，重重道：圣子，你赢了，本真传甘拜下风。这个该死的林然，睡一张床上的时候就知道甜言蜜语的哄着他，结果现在动起手来却没轻没重的，这是真怕他夺走圣子之位啊！我怎么感觉李真传快哭了？瞧你这话说的，被圣子大人这么虐一遍，是我早就哭了，还是李真传到心了的呀？这都没有哭出来，佩服。那个，我也想被圣子大人虐，当然，如果圣子大人能够骑着虐，我就更好了。一位长相甜美可爱的小萝莉脆生地举了举手，有些不好意思道。众人目光一惊，已不对劲。南风轻咳一声，扫视一眼全场，微笑道：李真传已败，可还有真传想要挑战。闻言，天地间一片死寂，再没有任何回应。就连修为最强的李化英都轻而易举地败给了林然，其余7位真传显然也不会是林然的对手。与其上去送菜，不如大方承认自己的不足。在下生死封真传郑成功，拜见圣子。郑成功身先士卒，第一个冲林然抱拳行礼。在下五行封真传莫言，拜见圣子。在下黑暗封真传，在下
一个个真传争先恐后朝着林然行礼。紧接着，无数弟子、长老乃至是副封主、封主们亦是抱拳朝着林然行礼。哪怕是身为林然好师尊的苏西月亦是如此。师尊，林然站起身来，想要上前搀扶起苏西月，可却是被苏西月暗中用眼神喝止。毕竟他现在已是名正言顺、万众心服口服的圣子，身份地位要远高于封主，与宗主平起平坐。封主向圣子或是圣女行礼，这很常见。都起来吧。林然重新坐在圣座上，道：“谢圣子。”众人声如洪钟，震啸9天。林然，从今往后，你便是我飞仙宗这一代的圣子，是我飞仙宗年轻一辈的代表。望你莫要辜负我等对你的期盼。南风将手轻轻放在林然的肩膀上，语重心长的笑道。林然目光看去，扫过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脸庞，发现他们脸上并没有对自己成为圣子的嫉妒，而是由衷的敬佩与崇拜。他瞬间明白了，飞仙宗能够在掌命地界屹立无数纪元而不到，根结便在这里。飞仙宗9大封，虽然每一封之间偶尔会有些摩擦争斗，但这是正常现象。毕竟只要是有生灵存在的地方，就势必会有争斗。但一旦有外界势力来袭，9大封势必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众志成城。虽说飞仙宗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徐胜、徐坤、徐瑜这3人，但林子大了，总归是什么鸟都有。而且无论是徐胜、徐坤亦或是徐瑜，其实从头到尾的目的也只是针对他，而不是祸害整个飞仙宗。所以总的来说，飞仙宗的固若金汤是有原因、有根结的。他承认自己已经有些开始留恋这个地方了。一朝成胜万众时，他日斩地天下之。虽有金鳞玉风云，亦有浪花淘尽英雄。我林然当作那浪花，不及之绝巅，只身立云端，笑看天下英雄过，千尺浪将。林然起身，双手负于身后，豪情万丈，盛气凌人，尽显年少轻狂，意气风发。无数女弟子吃了醉了，他们看着林然吟诗作赋，只感觉如饮万坛美酒，脸色通红，目光一片迷离。这便是他们的圣子，有逆天的颜值，有绝世的资质，有盖世的实力，还有常人不及之才情。林然的长处完全就长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简直爱死了呀！圣子大人，我等愿誓死追随圣子大人。圣子大人，您今晚有空吗？可否与师妹一起论剑？看着有些逐渐失控疯狂的场面，南风连忙道：“今日真传大比就到这里，散。”说罢，他自己率先逃离了此地。徒儿，我们走。苏西月一把抓着林然的手，慢悠悠地离开了此地。临走时，林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有2道幽怨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一道是李化英的，一道是颜如玉的。连命运仙体都未动用，便击溃了我这徒儿吗？有点意思。夏凌霜稍稍眯起了眼睛，看向了林然离去的背影。回到府邸后，苏西月反手关上了大门，而后扑进林然怀里，贪婪吮吸着对方身上的气息。林然唇角勾起一抹笑容，轻而柔地抚摸着他的发顶。好半晌后，苏西月才闷闷地开口，语气悠悠：“逆徒，没想到你现在已经是飞仙宗的圣子了。你现在在宗门的身份地位都要比为师高了。”林然愣了一下，旋即紧紧抱住了苏西月，道：“不管徒儿身份地位究竟如何，师尊便是师尊，在徒儿心里永远最重要。”苏西月闻言笑了，鬼话连篇，你这张嘴也就只会骗为师了，可偏偏为师还被你骗了这么久。你以前明明答应过为师不给为师找好姐妹，可你却并没有做到。林然心中咯噔一下，惴惴不安道：“师尊，你都知道了？”苏西月神色瞬间一冷，轻轻推开了他，冷然道：“我并不知道，但就算是猜也猜得出来，你和妍姐姐的关系是不是你与为师的关系？”林然罕见的沉默了一下，无声的点了点头：“师尊，抱歉。”苏西月笑了起来，只是这笑容很是凄美。呵呵，我就知道你生了一张只会说花言巧语的嘴，可为师却这么傻，偏偏就愿意相信你。只是现在为师实在是不敢再信了。笑着笑着，苏西月就哭了出来，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逆徒，你走吧，去命运峰，去妍姐姐那里，让为师一个人静静。苏西月一手捂着脸，一手驱赶着林然，内心痛苦万分。林然现在很急，毕竟师尊是被他伤到了心而哭的，而且看上去很难哄好。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办？在线的很急。师尊。林然将苏西月抱在怀里，并没有选择离去。他也不傻，自然知道这种时候最不能离去。若是自己真去了命运峰找颜如玉，只怕等他回来后就会收获一枚郁郁正师尊了。甚至情况再恶劣点，苏西月直接黑化成病娇也说不定呢。滚！你给我滚！你是个骗子！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谁知他的怀抱不仅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而是让苏西月哭得更加大声，挣扎得更加剧烈，对着他胸口一通乱捶。见此一幕，林然暗暗发狠，直接低头吻向苏西月的红唇。今日是生是死，就全靠他的颜值、满级的魅力值，以及踏入了第3转之境的先天纯阳了。第3转之境的先天纯阳对于女子的吸引可想而知，其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的确让苏西月的挣扎逐渐减少，甚至于最后苏西月反而紧紧搂住了林然，沉迷其中。林然心中大喜，果然
凭借着他的口才与苏西月的好感度，师尊说到底还是不舍得放开他。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苏西月仍旧在气头上，想要让他的气完全消失，接下来还得更进一步进行深入调查才行。毕竟床头吵架床尾和吗？一日不行就2日。既然东窗事发，那林然干脆也不继续隐瞒了，他会让苏西月知道谁才是这座府邸真正的主人。师尊，徒儿这就给你消消火。你为师现在火气很大，你消得了吗？师尊不是怎么知道呢？结。另一边，命运封主府邸，颜如玉因为还要继续去监视萧火火，所以简单和夏凌霜叙旧一番后便匆匆离去了。师尊，李化英看着面前冷若冰山的夏凌霜，也是有些惴惴不安。你我师徒又不是什么陌生人，拘束什么？坐。夏凌霜摆手示意，并想要亲自沏茶。李化英吓得一哆嗦，连忙接过夏凌霜手中的茶壶。师尊，还是让化英来吧。夏凌霜没有拒绝，就这么静静地看了李化英几秒，突然道：你和林圣子在一起了？李化英倒茶的手轻哆嗦了一下，抿了抿唇，没有说话。哦，看来被我猜对了。那么你看上了他哪里？夏凌霜依旧冷冰冰地问。因为阿然对我很好，长得又高大长长的，徒儿自然是喜欢上他了，此生非他不可。李化英痴痴地笑了起来，模样竟显呆萌可爱。满了。夏凌霜看了眼满溢而出的茶水，脸上浮出些许无奈。啊，抱歉师尊。李化英手忙脚乱地收拾。难怪你与他争斗时都没有下死手，若你真正全力催动那枚古剑符的神能，即使不击溃林然，也可凭此重创他。没想到根结就在这里。夏凌霜淡淡道。那师尊反对徒儿吗？李化英试探性地询问。反对，女大不中留，这是人之常情，我没必要反对。只要你觉得林然待你好，而林然也当真待你好，那便足够了。夏凌霜揉了揉李化英的发顶，如霜似雪的眉宇间竟罕见的浮现出些许柔和。化英知道，还是师尊对我好。李化英扑进了夏凌霜的怀里，甜甜地笑了起来。夏凌霜一边摸着他的头，一边微微眯起了双眼。虽然他不介意李化英和林然在一起，但他也得去探探林然的为人长短才行。1日复1日，足足7日过后，林然才让苏西月渐渐平息了心中的怒火。逆徒，你的话为师已经不敢相信了，但为师还是忍不住想问一问，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苏西月额上沁着薄汗，有些气喘吁吁地趴在林然胸膛上，脸上仍旧挂着一抹未散的红晕。师尊，你是想听假话还是真话？林然微微一笑，亲吻着苏西月的眼睫。苏西月睫毛颤了颤，抿着单唇，声音有些许苦涩。先听假话吧。假话就是师尊是这天底下最为美丽的女子，凭借着师尊的美貌，可在徒儿心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林然笑道。苏西月狠狠咬了一下他胸口，气鼓鼓道：啊，真话呢？林然疼得呲了呲牙，道：真话就是师尊虽然不是天底下最美的女子，但是在徒儿心中却凌驾于一切。为了师尊，徒儿可以放弃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命。这一番话说得信誓旦旦，铿锵有力，如同战鼓之响，响彻苏西月的内心。苏西月眼眸微微一颤，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但很快又消散了，板着一张脸道：那么为师现在要你放弃颜姐姐，只陪着为师呢？林然轻咳一声，神色有些不自然道。话又说回来了，关于这个嘛，师尊你知道的，一码归一码。苏西月无语，娇媚地白了他一眼，又在他胸膛处狠狠咬了一口。他垂眸，他叹息，脸上是深深的无奈。为师这辈子也算是栽倒在了你手里。逆徒，你知道的，为师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你的呼吸，你的气息，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为师都离不开。为师知道你很优秀，就算你心无旁骛，也会有那些臭不要脸的莺莺燕燕自己围在你身边。所以事到如今，为师也不想再在这件事上过多的去追究了。为师只想最后听你说一遍，我在你心里凌驾一切之上。苏西月缓缓起身，双手撑着床，乌黑柔亮似绸缎般的发丝轻轻垂落在林然的胸口，有些痒痒的，像是在挠他的内心。林然伸出双手，仿佛托住了满园春色，神色认真道：师尊，你在徒儿心里凌驾一切之上，以前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是，而且这也不会是徒儿此生说过的最后一遍。只要师尊想听，徒儿可以每天每夜都说给师尊听。苏西月抿了抿唇，一丝甜蜜荡漾在他心头，化开了那团怒气，也让他彻底释然了。是啊，自己这逆徒这么优秀完美，哪怕是天上谪仙下凡，也不见得能够比得上逆徒。他的身边肯定不会只局限于他这一位女子，但这又如何？只要他在逆徒的心里永远是至真重要的，永远是凌驾一切之上的，那就足够了。他是阴阳峰的峰主，心高气傲惯了，就算要当，也是当正宫，其他人只能算平妻或者是妾。想到这里，苏西月咬了咬红唇，凤眸有些许迷离，脸上再度涌起艳美的潮红。逆徒，饿了吗？师尊下面给你吃。林然看着如此主动的苏西月，一时之间也是愣住了。他的师尊宝宝刚才莫非是在脑海里泼自己？
这么快就扑自己成功了，好大的转变！既然是师尊盛情邀请，徒儿肯定不会推辞。结，我吃！待到天色明而转幽，幽而复明，一场海鲜大餐也是就此落下帷幕。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攻略任务，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定，请问宿主是否打开神秘大礼包？系统的提示音叫醒了林然，他先是看了眼在自己怀里安稳熟睡的苏西月，旋即打开了神秘大礼包。定，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大礼包，奖励10万天命点，大道仙体、阴阳仙体。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的神秘大礼包只有2种奖励，貌似远不如李化英的神秘大礼包更丰盛。然而，偏偏就是这2种奖励，硬控了林然足足2分半的时间。大道仙体竟然又是大道仙体，而且还是与仙九道有关的阴阳仙体。虽说阴阳仙体不如命运仙体，但是它同样是大道仙体，而且还是仙九道中的大道仙体，它的玄奥可不是九霄神劫剑骨能够媲美的。定，宿主可消耗15万天命点觉醒阴阳仙体的前2式本源神通，请问是否觉醒？觉醒！林然没有丝毫犹豫。定，恭喜宿主觉醒成功。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林然只感觉一股玄之又玄的信息量涌入自己识海。阴阳仙体第1式本源神通阴阳伏天是一门防御性的本源神通，至于第2式本源神通则名为阴阳大道宝瓶，内蕴至纯至强的阴阳2气，是杀伐恐怖的本源神通。林然盘腿坐下，开始吸收阴阳仙体觉醒时所带来的能量，凝聚阴阳使道祖龙鳞片。毕竟阴阳仙体与阴阳使道祖龙气息互相契合，用它带来的能量修炼阴阳使道祖龙鳞片，可谓是事半功倍。没多久，林然便将阴阳仙体的能量吸收炼化，成功凝聚出了180枚鳞片。至此，他的阴阳使道祖龙鳞片也是成功凝聚出了整整1000枚。他的肉身之力再度暴涨，以我现在的肉身之力，怕是能够一拳轰杀任何圣人吧。林然啧感慨，体内的力量如同爆发的火山，源源不断。与此同时，他的储物戒指中传音令牌突然亮了一下，他取出传音令牌，神识侵入其中。小然，大事！萧火火他并没有回到黄州，反而是前往了青州，并且在青州的霞红云海找到了一枚残月木药。小然，残月木药可是能够进入残月之木的宝贝，需要师姑现在出手杀了萧火火，将残月木药抢走吗？在线等，不急。颜如玉的语气听上去有些激动。林然稍稍琢磨了一下，随后传音：师姑，暂且不要轻举妄动，继续监视萧火火。他身上有一枚残月木药，自然看不上萧火火手中的残月木药，而且与其杀了萧火火，夺走他手中的残月木药，倒不如让他进入残月木药，做自己的寻宝鼠。等到这只寻宝鼠寻到了足够的机缘，自己再出手摘他桃子，这岂不完美？结！可以说，萧火火虽然还未进入残月木药，但他进入残月之木后的命运已经被林然安排死了。若是让萧火火知道了林然心中的盘算，肯定会气得破口大骂一句狗老六。行，师姑这就继续监视萧火火。小然，你记得快点来青州找师姑哦。师姑学了几个新花样，到时候和你试试。木马之后，颜如玉便再没有传音过来。新花样，林然的脑海中浮想联翩，不争气的流下了哈喇子。这时，一旁熟睡的苏西月突然发出一声糯唧唧的嘤咛，那双稍显疲惫却尽是艳足的凤眸也是缓缓睁开。师尊，你醒了。林然躺下凑了过去，将苏西月揽在怀中。逆徒，昨夜忘了告诉你，这段时间为师要进入阴阳峰的禁地，你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为师了。那么，你会想为师吗？苏西月紧紧搂着林然，脸颊在他胸口上蹭了蹭，声音甜腻道：当然会想师尊了。徒儿一想到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师尊，徒儿这整颗心啊，便痛得将要不能呼吸。痛，太痛了。林然故作一脸痛苦的模样道：扑哧，少贫嘴。苏西月忍不住笑了起来，轻轻捶了捶林然的胸膛。林然嘿嘿一笑道：对了师尊，你去禁地里做些什么？这个吗？苏西月眼睛狡黠地转了一下，随后神秘兮兮道：为师才不告诉你这个逆徒呢。不过嘛，为师进入禁地肯定是好事，你不用太担心。林然轻轻点了点头。既然现在苏西月不告诉他进入禁地是做些什么，那么想必禁的中定有些不为人知道隐秘，他现在自然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等他日后修为强大了，亲自去禁地一趟，便什么都知道了。苏西月慢悠悠地起身，随手取出贴身衣物，利索地换上。师尊，你现在就要进入禁地？林然忍不住问了一句。时间不等人，我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当然了，逆徒，你别误会，为师并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是浪费时间，为师只是……林然轻笑一声，打断了苏西月的话。师尊，我都懂，你快些去禁地。苏西月点了点头，那为师便先走了。对了，为师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自己最好节制一点，否则等为师回来，看我会不会饶了你。说罢，苏西月扑了过来，抱着林然深深地吻了下去。良久后，二人才藕断丝连。苏西月含情脉脉的道：逆徒，记得照顾好自己。嘱托完后，他才转身离去。看着空荡荡的府邸，林然的心也不知为何变得空荡荡的。师尊的离去，
对他来说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唉，林然重重的叹息一声，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就像是生无可恋的躺平一样。林圣子，可在府中？蓦地，府外传来了一道清冷冰凛的声音，正是命运峰峰主夏凌霜。林然神色顿时一震，起身穿衣。嚯，冰冷雪莲主动送上门来，有点意思。推开府邸大门，林然看着眼前身着一袭淡月仙云裙的夏凌霜，唇角不由勾起一抹笑容。夏峰主找本圣子是为何事？夏凌霜那双仿佛能够将天地冻结千里的冷眸看了过来，冷漠道：你身上怀有诸天幻神印。不是问句，而是肯定句。早在初见林然时，他便感觉到了诸天幻神印的气息，就算林然想隐藏都隐藏不了。看着直入主题的夏凌霜，林然也没有隐瞒，直接承认道：不错，诸天幻神印的确在我身上。夏峰主，你是想……他没再说下去，双眼微微眯起，上下打量着夏凌霜。把诸天幻神印借我一用，顺便我带你感悟一下星幻神天地真正的妙用。夏凌霜冷淡道。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借，必须借。不过蹭了本天命之子的诸天幻神印，你可得给本天命之子也蹭蹭哦。任务一，将诸天幻神印借夏凌霜一用。任务二，攻略夏凌霜，奖励一冒号8000天命点，破镜丹一枚。奖励二，神秘大礼包一份，大到超乎宿主想象。选项二，借你诸天幻神印一用。压喜压雷，任务拒绝夏凌霜的请求，并狠狠臭骂他一顿。奖励8000任务点，钢铁直男称号一枚，攻略任务自动作废。我选一。林然心中顿时做出了选择，没想到选项一竟然有2个任务，2种奖励。童子什么时候背着他悄悄升级了？暂时抛去这些杂念，林然轻咳一声道：夏峰主，你是如何知道我掌握有诸天幻神印的？你要借用诸天幻神印又是为了何事？夏凌霜闻言，玉手轻翻，取出了一柄冰蓝色的长剑，红唇轻启道：此剑名为诸天斩神剑，是青衣一脉流传下来的2大至宝之一。凭借此剑，我才感应到了你身上有诸天幻神印。另外，我身负太阴神体，体内郁积着一团狂暴不安的太阴本源，我要利用诸天幻神印帮我镇压一下这团太阴本源。这些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林然也无妨。太阴神体吗？夏峰主，你打算如何利用诸天幻神印镇压太阴本源？另外，可需要我帮忙？林然问。夏凌霜眉眼莫名柔和了些许，但依旧冷冰道：不用，我修为太高，太阴本源很是强大，我怕一个不注意就会将你冻结。说着，他又取出了一口赤红色的宝扇，精致的就像是个摆件一样。此物名为乌龙扇，是与火神乌龙有关的信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身上还怀有玄女簪。夏凌霜面无表情道：的确如此。林然取出了玄女簪。你将诸天幻神印拿出来，而后随我来。夏凌霜抬脚便朝着府中走去，就仿佛这是他的府邸一般，丝毫没有客气。林然拿出诸天幻神印，跟随在他屁股后面。夏凌霜探出神识，找到了府中的修炼室，带着林然进入了其中。他盘腿坐下，示意林然坐在他对面，二人中间摆放着诸天幻神印、乌龙扇以及玄女簪。神魂离体，夏凌霜冷淡地说了一句，下一秒他的神魂便脱离了肉身。林然亦是如此，随我进入诸天幻神印。夏凌霜神魂卷走了乌龙扇与玄女簪，进入了诸天幻神印中的新幻神天地。林然紧随其后，刚一进入新幻神天地，雅老便倏然浮现。小友，我们又见面了。如果我没感应错，这位应该就是诸天斩神剑的主人了。雅老面目祥和道：前辈明鉴。夏凌霜微微抱了一拳，他拿出玄女簪、乌龙扇递给了雅老。前辈，还请唤出火神乌龙与剑神玄女的神像。可雅老接过玄女簪与乌龙扇，口中念诵古老的经文，玄女簪与乌龙扇也在逐渐生辉，神芒耀世。轰隆隆，星幻神天的突然震颤起来，摇晃不定，就像是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即将降临。林然和夏凌霜纷纷抬头望向苍穹，目光或惊诧或震撼。只见苍穹之上蓦地撕裂了2个大口子，2座神像自口子中降下，神像高万丈有余，通体笼罩着金世神芒，布满了如同蝌蚪般大小的古老神纹，看上去栩栩如生，就宛若真的古神降临一般。圣子，你可在识海中领悟出了新幻神天地？夏凌霜收回目光，转头看向林然。林然轻轻点头。好，你看这2座神像分别是剑神玄女神只与火神乌龙神起，你去感悟神像上的神纹，便可以在自己的新幻神天地中凝聚出剑神玄女与火神乌龙的神像。之后你便可唤出剑神玄女与火神乌龙，助你杀敌。至于他们的实力如何，就全看你自己了。夏凌霜道：好了，接下来我也要感悟火神乌龙的火之大道了，看下能否压制住我体内的太阴本源。说罢，他朝着火神乌龙的神像飞去，盘坐于虚空之中。林然看向剑神玄女与火神乌龙的神像，仅仅是看了几眼，识海中的星幻神天地便有2尊神像逐渐凝聚而成，正是剑神玄女与火神乌龙。他身负满级根骨资质悟性，仅仅看了几眼神像上的神纹，便已将他们铭记于心，因此他在自己的新幻神天地中显化出这2尊古神的神像并不难。啧，果真是一如既往的妖孽啊！
雅老连连咂舌，暗自感慨：诸天幻神印中的星幻神天地与灵然识海中的星幻神天的互相牵连，他身为诸天幻神印的器灵，自然能够感应到灵然已经在自己的星幻神天地中凝聚出了玄女与乌龙的神像。这一发现无疑让他比上一次更加惊叹。这才过去了半分钟不到的时间，灵然就将神文记了下来，并成功凝聚出了玄女与乌龙的神像。这等绝世之天资，当真是古今罕见啊！雅老，那晚辈便先告退了。灵然微微抱了一拳，神魂随之离开了星幻神天地。他缓缓睁开双眼，看向眼前双眸依旧紧闭的夏灵霜，有些许百无聊赖。毕竟夏灵霜还在星幻神天地中感悟火神乌龙的火之大道，他只好在这里暂时安静等待着。无聊之下，他开始仔细打量着夏灵霜。不得不说，夏灵霜的确很美，峨眉脸蛋，睫毛修长，琼鼻高挺，鼻尖微微上翘，仿佛玉雕而成，唇如樱桃，嫣红而自然，泛着些许水润的光泽。若非她脸上有着万年不化的寒霜，让人不敢靠近，林然此刻当真会给她的美貌多打几分。正当林然细细打量着夏灵霜的美貌时，夏灵霜的娇躯却忽然一颤，随后猛地睁开双眼，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她周身瞬间散发出滔天的太阴之力，就像是铺天盖地的寒潮，顷刻间将整个修炼室给席卷。快滚啊！眼见林然还呆愣在原地不动，夏灵霜恨铁不成钢的怒吼一声。见此一幕，林然嘴角狠狠抽了一下，尼玛，他特么也想走啊！可是这漫天的太阴之力如同密不透风的冰墙，将他困在了这里，他特么哪走的了？太阴之力，对了，我可以动用先天纯阳，以纯阳之力化解太阴之气。林然眼前一亮，当即祭出第三转之境的先天纯阳。哗！乳白色的先天纯阳出现后，林然周身的太阴之力就仿佛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如同潮水般纷纷退去，唯恐避让不及。林然的手脚重新恢复了温度，行动自如，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修炼室，而是朝着夏灵霜步步紧逼。结，好感度，本圣子又来刷你了。你！夏灵霜看着林然朝自己扑来，目光不由一滞，正要说话时，阵阵温暖却是突然包裹住了他，他竟然被林然直接抱在了怀里。瞬间，他大脑一片空白，耳中嗡嗡作响，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男子如此搂抱。他脸色瞬间羞红，蔓延至脖后颈间，他心里则是在发狂。啊呀，这该死的登徒子，他怎么敢？可是为何被他抱着竟这么温暖？这是传说中的先天纯阳。原来如此。望着林然无双的鲜颜，闻着对方身上那诱人神魂的气息，夏灵霜竟有些迷恋，目光变得痴迷，变得迷离。他竟像一只祈求温暖的小猫，主动往林然怀里缩了缩。夏灵霜，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你可是命运峰的峰主，是生人勿近的冰山啊！你怎么可以主动往这登徒子怀里贴近？可是先天纯阳的气息太温暖了，实在是把持不住啊！林然看着冷眸不断闪烁，神情复杂的夏灵霜，唇角微微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夏峰主，虽说我的先天纯阳能够暂时压制住你体内的太阴本源，但这也只是表象罢了。一旦你我分离，只怕你体内的太阴本源又将暴动。所以，我想多给你一些先天纯阳之气，不知你意下如何？林然眼底划过一抹狡黠，问道。闻言，夏灵霜微微垂下琴手，白皙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裙，眼神稍稍闪躲，似有万千思绪缠绕心头，尽显羞怯之意。他发出一声若隐若现的叹息，抿了抿唇，道：好，你来吧。没想到他堂堂命运峰峰主，此刻竟然需要林然的先天纯阳来帮助他。林然桀地笑了起来，还不等夏灵霜反应过来，他便俯身含住了那对诱人的粉嫩阴唇，一股凛冽的甘甜瞬间沁他心脾。怀中的佳人很软，散发着凛冽的幽香，好似冰天雪地中独自绽放的寒梅，而佳人的唇则更是柔软，像是棉花糖一般，让人食髓知味。林然一边吻着夏灵霜，一边将先天纯阳之气渡进后者体内。夏灵霜则是懵了，彻底的妈了，他的初吻就这么被林然这个登徒子夺走了，就这么轻而易举，趁他还没反应过来，不是说好给他渡先天纯阳之气吗？这是什么意思？哦，虽然他的确能够感应到，的确是有如同长流细水般的先天纯阳之气渡进他体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吗？给他渡气就渡气，吻他是什么意思？他要彻底疯了，只感觉自己的冰山人设要彻底崩塌了。但不知为何，看着眼前为他认真渡气的林然，他内心深处的某片柔软竟莫名被触动了一下。夏灵霜体内的太阴本源虽然霸道，但先天纯阳之气却要比他更加霸道。在先天纯阳之气的镇压下，太阴本源的躁动也被逐渐压制了下来。夏灵霜的手脚逐渐恢复了温暖，娇躯渐渐变得火热滚烫，脸上泛着一抹别样美丽的粉红。叮，检测到夏灵霜好感度提升20点，奖励8000天命点。目前夏灵霜好感度20。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8000天命点，破镜丹一枚。林然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但他却置若罔闻，依旧疯狂索取着夏灵霜。太阴本源已被镇压，你还没吻够吗？夏灵霜没有急着推开林然，
反而是暗中传音给林然，语气中听不出丝毫感情。林然稍微愣了愣，这才松开了夏凌霜，讪讪一笑：“夏凌霜，你的唇很柔、很软、很甜，本圣子把持不住也是正常的。”夏凌霜没有说话，而是默默起身整理好衣裳。此事怪我，是我太高估自己了。本想借着火神乌龙的火之大道镇压太阴本源，可没想到却因此使得太阴本源越发狂暴，提前让他的躁动期降临。倒是我差点连累了你，若不是你身负先天纯阳，我以为你也要和他们一样，只怕是要害了你。夏凌霜罕见地顿了一下，眉宇间划过一抹深沉。他冷着一张脸，虽然是在感谢林然，但语气却听上去不像是在感谢，反而是在诉说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你是封主，我是圣子，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吗？林然轻轻拍了拍夏凌霜的香肩，嘿嘿笑道：“再拿你的猪蹄子碰我，我就剁了。”夏凌霜娇柔妩媚地白了林然一眼，没好气道：“如今斗气已经结束，可这林然却还敢对他动手动脚，真当他这只老虎不会发威？”林然撇了撇嘴，收回了手。这冰美人也真是的，说变脸就变脸。你说什么？夏凌霜转身瞪了他一眼。没什么。林然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抬脚向着府外走去。夏凌霜犹豫了一下，旋即跟了上去，与林然并肩而行。林圣子，之后有什么打算？夏凌霜问。林然脚下一顿，疑惑道：“怎么了？”夏凌霜脸色有些不自然，目光乱瞟，道：“你渡给我的先天纯阳之气，并不能镇压太阴本源太久，而一旦没有了先天纯阳之气，太阴本源应该又会躁动，所以我这段时间想暂时跟随在你身边，算是以防万一吧。”林然想了想，道：“这个自然可以，但我有一点很好奇，太阴本源的躁动期有多久？”夏凌霜听到林然答应，唇角似是勾起了一抹惊心动魄的笑容。虽然这个笑容的存在时间很短，短到让林然甚至误以为是错觉，但他却真实的捕捉到了。太阴本源的躁动期一般都很长，最短也有数个月时间，最长的时候甚至有1年。夏凌霜冷冰冰道：“那岂不是说你以前都是硬扛过来的？”的确如此。林然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太阴本源的强大他再清楚不过了，毕竟若是没有先天纯阳，即使他身负命运仙体和阴阳仙体，只怕是也会被这太阴本源冻结成冰雕。而面对如此强大的太阴本源，夏凌霜在遇到他之前却都是一个人硬扛过来的，可想而知他得有多么的痛苦。也难怪夏凌霜冷若寒霜，见谁都是一副万年不化的表情。想来根结就在这里。夏封主，难道就没人告诉你吗？你笑起来的样子才是你最美的样子。林然上下打量了夏凌霜一眼，由衷的笑道。夏凌霜微微一愣，些许霞红攀上云颊，忍不住白了林然一眼：“你现在是我宗圣子，少贫嘴，多做事。”开玩笑，本圣子超会做的好不好？林然坏笑道。你登徒子。夏凌霜生气的跺了跺脚，没好气道：“呵呵。”林然笑而不语。夏凌霜越是冷，越是难以融化，他就越发的来了兴致。他倒要看看融化之后的冰山究竟会有多美。夏封主，我接下来打算前往青州一趟。林然漫不经心道。你去青州？好，我跟着你，顺便也护着你的安全。毕竟你若是死了，恐怕这世间也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为我压制太阴本源了。夏凌霜淡漠道。林然一阵无语，担心就是担心，何必说的这么拐弯抹角，真是一点都不可爱捏。好了，等你出发前往青州时，记得告知我一声，那我便先回去了。夏凌霜转身飞离，身姿轻盈飘逸。他有心事，是我不曾知道的。也罢，等日后再慢慢套出来吧。林然看着夏凌霜的背影，忍不住摇了摇头。阿然，猜猜我是谁？这时，一道清美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一双手遮住了他的眼睛。华音。林然唇角微勾，道：“错，是我呀，姐夫。”李真武收回双手，大笑起来。李华音则在身后捂嘴偷笑。林然刚刚勾起的唇角瞬间垮了下去。李真武总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不一会儿，华音，你怎么来了？林然轻轻将李华音搂在怀里，又捏了捏后者的脸颊。李华音担忧似的看了眼犹如倒栽葱一般栽进了地里的李真武，但很快便收回了目光，沉浸在了林然的温柔乡里。我准备回黄州一趟，此番前来是与你告别。李华音恋不舍道。黄州出什么事情了吗？林然神色一凝，暗自询问。不，黄州的浩劫早就平息了，虽说仍有些许死灰想要复燃，但已不足为虑。我此次回黄州是为了储君一事，我想要成为绝剑皇朝的女皇，第一步便是成为绝剑皇朝的储君。李华音郑重其事道。好，不过你切记一切小心行事，若是你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记得告诉我，我与你一起想办法。林然笑道。我知道。李华音甜腻腻的笑了起来，踮起脚尖吻住了林然的薄唇，二人吻得难舍难分，谁也不想先放过谁。呼呼，好了阿然，那我便先走了。直至快要吻到窒息，李华音这才与林然唇分，额头上沁着密密麻麻的细汗，脸上有着一抹醉人的酡红。他不敢再继续留恋下去了，转身便离开了宗门。他怕再多待一会儿，再多看一眼林然，他就不想再回黄州了。真武，还要装死到什么时候？跟上！李华音那毫不客气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李真武这才将自己上半身从地里拔出，逃也似的离开了此地。姐夫，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林然无奈扶额，接着他默默思忖着接下来的打算。如今师尊进入了禁地，华阴返回黄州，师姑那里也暂时没有新的进展传回。接下来我便先借着龙皇灵脉巩固一下根基吧，等到残月之幕开启，若是夺得其中的机缘传承，便可直接突破境界。修为突破的太快，便会有根基不稳的苦恼。他这短短数月时间，便从炼气境突破到了圣人境，如此逆天的进步，哪怕是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林然回到了府邸中的院落，盘腿坐下，运转先天纯阳法，疯狂掠夺空气中的龙皇灵气。青州，他与黄州接壤，是黄州的灵州。此刻，青州某神秘之地，有着数道身影围聚在此，他们一个个气息强大，恐怖滔天，显然并非凡俗之辈。虽说当年覆灭绝剑皇朝的计划失败了，但绝剑皇朝本就是根深蒂固的霸主势力，底蕴深厚，失败也无可厚非。不过，这青州的青羽可与那绝剑皇朝比起来，可就差得太远了。呵呵，真没有想到啊！区区一方地界，竟然会有2块圣杯遗落。待到我天神山神主出手，斩断这方世界的气运，届时便是这地界的覆灭之日。圣杯是我们天神山的，谁也无法占有。那么接下来，便先从青州的覆灭开始吧。一场汹涌的暗流在神不知鬼不觉间于青州疯狂蔓延。很快，半个月的时间便过去了。飞仙宗，阴阳峰。林然缓缓睁开双眼，2道白色气流自他鼻孔中喷薄而出，如同2条万丈金龙。足足半个月的修炼，也是让他彻底巩固了根基。虽然他的修为并未有任何增长，但实力却无疑要比以往更强。结束修炼了。突然，一道冰冷淡漠的声音响起，吓了林然一大跳。他猛地转头看去，发现夏凌霜竟独自坐在一旁喝茶，只是浑身散发着恐怖的寒气，凝脂的肌肤上也覆盖有一层淡淡的寒霜。我早就来了，看你在巩固根基，便没打扰你。你上次渡给我的先天纯阳之气还是太少了，仅仅为镇压了太阴本源3天时间，我实在冷得难受，所以不请自来，想着靠近你，也许能够温暖些。夏凌霜自言自语，像是在解释。林然叹息一声，上前将他抱在怀里，祭出先天纯阳。傻瓜，你既然冷得受不了，为何不喊我？独自一人承受这种极寒，你是故意要让我心疼吗？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我承认你成功了。你知不知道，和你比起来，巩固根基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它甚至不是个事。林然没好气道，刷好感度吗？多说点让人感动的话，怎么了？为了神秘大礼包，这不寒碜？夏凌霜整个人呆愣在了林然怀里，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说。他轻轻叹了口气，林圣子，我不是18岁的小女孩，这些话你对别人说说也就行了，不必用来哄骗我。你我现在这般，我只是将它当做一场交易，等到太阴本源的躁动期结束了，你我的交易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会在宗门内停留太久，也不会在你这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温柔里停留太久。林然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心里一阵腹诽，这座冰山怎么这么聪明？这要是换作苏西月或者颜如玉，只怕早就被他哄骗得死去活来了。第一次见到这么聪明的女人，到时候必须重点调教一下。不过你能对我说这些话，还是让我感到些许愉悦。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夏凌霜略显乖巧地缩在了林然怀里，一抹嫣然的笑意浮现，如同春风中含羞怒放的桃花，煞是美丽动人。在她面前，就仿佛天地都失去了色彩。饶是对美色司空见惯的林然，也是有些微微失神。不得不说，笑起来的冰山的确扰他心神。需要我为你渡先天纯阳之气吗？林然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道。夏凌霜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脸上浮起一道薄薄的红云，声音细微的几乎听不见。你来吧。说着，他闭上了眼睛，修长的睫毛微微颤抖，昭示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内心。说是说，只是一场交易，身体倒诚实得很。切，女人啊！林然看着夏凌霜摆出这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心中暗自偷笑。接着，他没有丝毫犹豫，低头轻轻含住了那张冰冷甘甜的阴唇。哼！一道糯唧唧的阴鸣下意识地从夏凌霜喉间溢出，这一瞬间几乎让他羞得想死。他在怀疑，他在抓狂。刚才那软软糯糯的阴鸣，真是从他口里发出的。他的冰山人设难道真要毁在林然手里了？等等，赌气就赌气，这登徒子怎么突然伸舌头了？夏凌霜整个人还未反应过来，林然便撬开了他的牙关，找到了他的柔软，2条灵活的小舌瞬间纠缠一起，难舍难分。夏凌霜愣住了，空白的大脑什么都记不清了，耳边只能够听到那咚咚作响的心跳，几乎快要震碎他的耳膜。他双手快速拍打着林然的后背，同时暗中传音：林圣子，什么？你想更猛烈一点？行，小馋猫，本圣子答应你。林然没有给夏凌霜挣脱的机会，攻势突然间变得猛烈，打了夏凌霜一个措手不及。夏凌霜彻底麻了，从头麻到了脚底。他拍林然是为了让林然的攻势更猛烈点吗？分明就是让林然住嘴啊，他的清白啊！更关键的是，林然第一次只是单纯的吻他，第2次就敢撬开他的牙关了。难以想象，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林然这登徒子会用舌头撬开他身上的哪个部位？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但不知为何，他心底竟开始迷恋上了这种快感。一张绝美冰冷的脸庞红如滴血，
眼见先天纯阳之气已经渡得差不多了后，林然也是暂时放过了夏凌霜。反正太阴本源的躁动期还长，他刷好感度的机会多的是，也不差这一次2次的。定，检测到夏凌霜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6000天命点。目前夏凌霜好感度35。看着奖励成功到账，夏凌霜的娇躯也是再度变得滚烫。林然开口笑道：“夏封主，我次次利用先天纯阳之气助你镇压太阴本源，也就不需要你给报酬了。”你，夏凌霜一阵气急，这该死的登徒子，罗他清白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还敢提报酬，还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上，简直该死啊！罢了，看在你我同为青衣一脉之传人的份上，本封主便不与你计较那么多了。不过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对不可有第3个人知道，你懂？夏凌霜重新恢复了冷冰冰的模样，道：“我懂，放心吧，夏封主，你的清白在本圣子手上，将会保管得非常完美。”林然桀地笑了起来：“你最好是如此，你若让我清白尽失，看我会不会饶了你。”夏凌霜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林然撇了撇嘴，正要说话时，储物戒指中的传音令牌却是亮了起来。他拿出传音令牌，神识探入其中，急！小然然，这次残月之木出现在了霞红云海的海底，已经有不少掌握了残月木药的势力赶到了霞红云海，而且这段时间以来，青州的格局愈发混乱，有一股不知名势力突然崛起，正在大肆侵占青羽阁。颜如玉的声音充满了焦急，光是听他的语气，都能够对青州此刻的形势窥见一斑。怎么？看着林然的眉头突然皱起，夏凌霜眼底闪过一抹担忧，竟鬼使神差地伸出玉手，想要抚平林然的担忧。林然抬眸看去，与他四目相对，夏凌霜的指尖就像是触碰到了滚烫的岩浆一般，被烫的瞬间缩回了手，脸色通红一片。没什么，只是残月之木竟然出现了，就在青州的霞红云海的海底。林然摇了摇头，笑道：“也是，青州再怎么混乱，那也是青州的事，跟他这个云州人有个鸡毛关系。他此去青州，只是为了残月之木，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管。残月之木那里可是有着残月宗留下的机缘啊！圣子，那你可有残月木药？”夏凌霜激动道：“偶然获得过一枚。”林然点了点头：“太好了，时不我待，我们这便出发前往青州。”夏凌霜衣袖一甩，缠绕住了林然的腰身，带着他飞向青州的霞红云海。他是命运峰的峰主，修为高深莫测，从云州赶赴青州花不了多长时间。对了，圣子，你和华英在一起了？途中，夏凌霜百无聊赖，突然开口提了一嘴：“华英和你说的？”林然愣了一下，反问。夏凌霜好看的白了他一眼：“我不是瞎子，自然看得出来，在真传大比上，华英都会全力以赴。我想，以他的性格，并不应该如此，所以这其中定有隐秘。后来我稍稍试探了一下，便探出来了。”林然点头：“你和华英在一起，我不会说些什么，但你要记住，华英是我的弟子，你若敢亏待了他，我这个做师傅的可是会亲自为他讨回来的。”夏凌霜稍稍眯起了眼睛，语气中透出一抹凛冽的刺寒。林然不屑地撇了撇嘴，想收拾他，猖狂，就连刺头师尊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现在只配沦为他的摇摇车，偶尔也化身玉兔捣一捣药。区夏凌霜还妄想倒反天罡，简直可笑。迟早有一天，他要吃到夏凌霜和李化英的师徒盖饭。不到半天时间，夏凌霜便带着林然抵达了青州。刚一踏入青州，他们便嗅到了空气中残留的战火，并且夹杂着丝血腥味。看来青州的形势的确不太好，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我们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残月之木。林然微微摇头，突然一片洁白圣洁却又彰显诡异的纯白花瓣从天穹上飘落了下来，从二人眼前滑落，掉在地上，瞬间腐朽，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腥臭。林然忍不住皱眉，拉着夏凌霜想要后退，可却是打了个趔趄，只因他完全拉不动夏凌霜。夏凌霜脚下如同生根了一般，死死盯着地上的腐朽之物。他双眸猩红如血月，呼吸愈来愈急促，娇躯在颤抖，且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滔天的杀意、恨意以及些许惧意在他周身浮现，就仿佛是看到了某种可怕的事物，又像是让他回忆起了不该回忆的往事。夏封主，夏凌霜，你他妈醒醒！眼见夏凌霜周身的杀意越来越深厚，林然连忙怒吼一声，他怕这种可怕的杀意侵蚀了夏凌霜的内心，让他失了神智。我没事。夏凌霜娇躯狂抖，从口中艰难地吐出这3个字，听上去却更像是野兽在嘶吼。林然索性将他打横抱起，按着颜如玉的指引，朝着霞红云海飞去。他能够清晰感觉到夏凌霜在发抖，抖得可怕，是一种近乎恐惧的发抖，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透骨的寒冷。这股冷不是太阴本源的冷，而是夏凌霜本身的冷，这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抱着一座冰山。那朵花瓣到底是什么，竟然能让夏凌霜恐惧到这种程度？林然一边朝着霞红云海飞去，一边暗自琢磨。突然他感觉怀里貌似有什么动静，低头看去，才发现夏凌霜的身子一抽一抽的，低沉的呜咽自他口中传出，冰冷的泪珠一颗接着一颗的滴落在他的胸口，冷得可怕。林然顿时停下了脚步，有些手足无措地抱着夏凌霜，难以想象堂堂命运峰峰主竟然会在此时和一个脆弱的小女孩般痛哭流涕。别离开我，
不知道是对谁说出的，但确确实实是从夏凌霜的口中传出。林然轻轻拍着夏凌霜的后背，声音轻柔地安慰道：“凌霜，别担心，我就在你身边，哪都不去。”夏凌霜没再说话，只是一个劲的低声呜咽，冰冷刺骨的泪水好似一根根锋芒毕露的冰棱，刺透了少年的胸膛，贯穿了他的心脏，让他很是不忍。夏凌霜呜咽了很久，渐渐停息，脸上挂着2行浅浅的泪痕。林然伸手拭去，一如既往的冰冷。凌霜，你笑起来的样子是最美的，哭泣的样子也是最丑的，你不知道吗？而且啊，你的眼泪太冷了，难道你是想活活把本圣子冻死，好提前为了话音教训我吗？林然一手勾着夏凌霜的腿弯，一手搂着她的曼妙腰肢，笑着打趣道。噗嗤，夏凌霜闻言瞬间破涕为笑，甚至还娇憨地冒出了一个鼻涕泡。林然看了一个劲的偷笑，原来高不可攀，冰冷淡漠，贵不可言的命运封主，竟还有如今这般娇憨好笑的一面，这算什么黑历史吗？都怪你，你不许笑话我！夏凌霜脸色羞红，慌忙取出手帕。凌霜，果然还是你笑起来的时候最好看了，本圣子很喜欢，真希望能多看见你的笑颜。林然微笑道。贫嘴。夏凌霜害羞地别过头去，嘀咕一声。叮，检测到夏凌霜好感度提升25点，奖励12000天命点，半块太阴天命石，赐予性奖励，破镜丹1枚。目前夏凌霜好感度60。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林然右手微微一翻，取出了那半块太阴天命石。凌霜，这个……他话还未来得及说出口，夏凌霜就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一般，瞳孔猛地一缩，惊吓地尖叫了起来。啊，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快拿走！不，你快把它丢了！不要，我失去的够多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你。夏凌霜在挣扎，在恳求，在怒吼，状态极其不稳定。林然连忙收回了这半块太阴天命石，甚至已经开始在心中怀疑，难道这半块太阴天命石不是赐给夏凌霜的？但也不应该啊，夏凌霜身负太阴身体，这半块太阴天命石理应赐给他才对。他也没有想到，这半块太阴天命石竟然会引起夏凌霜这么大的反应，失算了呀。不过当下他也想不了那么多了，现在的夏凌霜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这些东西还是之后再慢慢斟酌吧。凌霜，别怕，我可以向你保证，此生此世都不会让你失去我。林然紧紧抱住了夏凌霜，用最为轻柔的语气，最为坚定的誓言，逐渐安抚狂躁不堪的夏凌霜。林然，对不起，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那是不祥之物，你把它丢了好吗？夏凌霜用一种近乎恳求、哀求的目光看着林然，语气哽咽，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凌霜，别担心，我刚才就已经将这不祥之物丢了，我又岂会让它伤害到你？那就好。夏凌霜脸上挂着一抹劫后余生，庆幸道：我们现在暂时不去想那么多，好吗？我们现在只去霞红云海。林然轻轻抚摸着夏凌霜的后背，柔声安慰道。夏凌霜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脸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但是看向林然的目光中却又带上了一抹别样的柔情。抱歉，林圣子，让你担心了。那朵花瓣让我想起了曾经不好的回忆。夏凌霜微微低垂着眼眸，眸中思绪万千。所以那朵花瓣到底代表着什么，竟能够让你如此害怕？林然好奇询问。夏凌霜抿了抿嘴，脸上浮现出一抹滔天的怨恨。这朵花瓣来自于天神山。天神山，掌命地界有这个势力吗？林然心中一惊，立马询问。不，他的确不是我们掌命地界的势力，而是来自十朝神界。我在外游历多年，知晓了许多秘辛。天神山来自十朝神界，他盯上了掌命地界，貌似是为了某种至宝，只是我现在还并不清楚这至宝是什么。但我唯一知道的，便是若遇到天神山之人，见一个杀一个。夏凌霜语出惊人，又是让林然大吃了一惊。十朝神界，天神山。林然低低的呢喃，将这几个字牢牢记在了心里。至于为何那朵花瓣会让我如此恐惧害怕，甚至称你手中的那半块石头为不祥之物，这个我现在暂且不想和你说。夏凌霜微微摇头。行，以后和我说也没问题。林然笑着拍了拍胸脯。你想得倒美。夏凌霜娇媚地白了他一眼。他沉默了一下，随后别过头去，脸上逐渐升起一抹霞红。不过刚才还是多谢你的陪伴了，也许我们之间不只会是一场交易。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夏凌霜的声音很轻，甚至轻到连他自己都听不清。凌霜，你说什么？没什么，林圣子，你还是叫我夏风主吧。好的，凌霜。夏凌霜无语，正要带着林然前往霞红云海时，远方天际貌似有一道人影正在急速靠近。小心，此人气息很强。夏凌霜将林然护在身后，神情凝重地看向前方。林然探出神时，发现来人是一位女子，不过她的状态很是不好，气息像是严重受创了一般，显得虚浮不定。她额头上沁着银汗，几缕碎发粘在她头上，美眸略显迷离。她的样子与当初深中情堕九尾花的苏西月有些许类似。林然猜测，此人应该也是中了情毒。而在女子的身后，漫天纯白花瓣朵朵落下，其中有着数道若隐若现的身影，是天神山的人。天神山的人都得死。夏凌霜看见那漫天飞舞的纯白花瓣后，
骇人的杀机自周身迸射而出，凝结成实质。他祭出诸天斩神剑，化作一道流光，冲向了花瓣当中。放肆！你是何人？胆敢冒犯我天神山之人，杀的就是你们天神山的畜生！该死！他是大地凌天的剑气刺破了云霄，将那漫天花瓣搅成粉碎。更有强者喋血，完全就抵挡不住夏凌霜的杀招。夏凌霜是命运峰峰主，早已成就了大地果位，一举一动都带有无上的威势。他的杀招，岂是这群天神山之人能够抵挡的？跟我走！与此同时，女子也飞到了凌然身前，不由分说便带走了凌然。我身中百毒神水，这是由百种奇淫之物中的毒素所炼制而成的邪物，我需要你做我的解药。女子浑身滚烫，嘴角处还挂着丝丝缕缕的鲜血，眸光愈发显得迷离美丽，呼出的气息也在逐渐加重。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任务：答应梦晴的请求，助他度过此劫，奖励13000天命点，先天纯阳突破至第4转。选项二，路见不平，机不可失。任务：拒绝梦晴的请求，让他独自一人自生自灭，奖励13000任务点，护机使者光环1枚。选项三，路见不平，落井下石。任务：拒绝梦晴的请求，并狠狠呵斥他，奖励13000任务点，大恶人光环1枚。我选一。凌然无奈做出选择，这一个个选项看下来，也就选项一的奖励还算入得了他眼了，不冲选项一冲哪个？当然，他也并非是小头爸爸控制大头儿子的那种人，相反，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你要我帮你化解百毒神水的毒素，自然可以，不过你得先立下天道誓言，事后不准伤我半分半毫，否则哪怕是我将自己阉了，也不帮你解毒。凌然硬气道。没办法，他也害怕自己碰到又当又立的女人啊。如果梦晴不仅要他帮忙排毒，事后还要因为清白而恩将仇报，那他岂不是炸了？闻言，梦晴几乎快要被气笑了。她这么一个绝世美人主动投怀送抱，她自己都还未说些什么，结果凌然却反倒不乐意了，甚至威胁她立下天道誓言，还不惜将自己阉了。不是，她看上去难道很像那种恩将仇报的女子吗？行，我现在就立。梦晴气急败坏地咬了咬牙，当着凌然的面立下天道誓言。她发誓，现在她所受到的侮辱以及满腔的怒意，她待会是必要在凌然那里还回来。进去。梦晴找到一处干净、干燥、没有生灵存在过的山洞，随手便将凌然丢了进去。脱！梦晴急不可耐地褪去粉色衣裙，里面还裹着一件贴身的白色纱衣，以及一件印有胖头鱼图案的胸衣。但这二位很快也躺到了地上。别急，心急可吃不了热的。凌然一边欣赏着梦晴的身材，一边悠哉悠哉地褪去白衣。啪！梦晴不乐意了，在他后脑勺上狠狠来了一下。快点，本地属道山。脱！我脱！一夜无话，只有狂风暴雨猛烈拍打着石洞，勾勒出美妙的交响曲。翌日，凌然率先苏醒，目光向下看去，能够发现光滑的地面有着一抹如同玫瑰般艳美的刺红。梦晴整个人缩在他怀里，气息平稳绵长，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晶莹剔透的泪珠。梦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青州的霸主清月阁，其阁主便是梦晴。我这是睡了女帝阁主？凌然心中思忖不断，目光闪烁不定。也还好他昨日让梦晴立下了天道誓言，不会在事后对他出手，若不然他此刻只想带着夏凌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3000天命点，先天纯阳突破至第4转。凌然收下奖励，转头看向怀里的家人。孟晴生有一张精致的瓜子脸，银白生辉的额头下是一对饱含秋波，眼周泛着淡淡粉晕的桃花眼，小巧琼鼻，粉嫩娇嗔的樱桃小嘴，嘴角微微上扬。修长的雪颈下是汹涌如怒的波涛，随着呼吸的起伏，一浪接着一浪，颤颤巍巍。凌然轻轻吸了口凉气，像孟晴这种低头看不到脚尖的人，身上带着这么2个巨大的负担，就一点都不累吗？在孟晴面前，别说是李化英、苏西月了，哪怕是颜如玉都逊了3分啊！接着往下，便是那柔软纤细、盈盈一握的腰肢，苗条的身段玲珑窈窕，凹凸有致，让她的臀部显得更加坚挺浑圆，夺人心目。那双如同象牙白玉般的美腿轻轻搅在一起，为她平添些许风韵。真不愧是号称青州第一美帝青羽阁阁主，哪怕是凌然也忍不住感慨了一声。本帝体内的毒好像还没排完，我们继续。突然，孟晴嘤鸣一声，微微睁开了一双迷离睡眼，晃晃悠悠的起身扑了过来。Dune！孟晴带球撞人，凌然瞬间被撞倒在地。他正想起身，胸膛上却是压住了2个硕大的奶白的靴子，简直将他压得难以动弹，快要喘不过气。凌然此刻只想要翻身做主人，毕竟被孟晴这样镇压，简直有损他飞仙宗圣子的威严，必须他反压孟晴一头才行。夫君，别闹！孟晴左手穿过凌然的发丝，扶着他的后脑勺，神态迷离地吻了过去。他的右手则是顺着凌然的胸膛缓缓向下。凌然挣脱不得，也不能化被动为主动，一时之间生无可恋，只好任由孟晴去了。洞穴外，听着里面又响起交响乐，夏凌霜生气的狠狠跺了跺脚，来回不停地踱步。他感觉自己此刻就像是无能的妻子，
只能够在外面偷听着林然与梦晴的欢赏，却什么都做不了。该死的登徒子！天下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气死我了！这该死的花心大萝卜！夏凌霜咬牙切齿，恨不得一剑将林然斩成数段，嘴上对他说着花言巧语，转头却又投入了其他女子的怀抱。现在的林然在他眼里简直不是人啊！日上三竿，洞穴内，林然和梦晴各自穿衣，相互沉默。可，刚才一口一个夫君叫着，怎么现在不说话了？林然轻咳一声，试探地问道：“你闭嘴！”梦晴脸色绯红如血，咬牙瞪了林然一眼。想起刚才还是自己主动推倒林然，他便顿感一阵羞耻。虽说林然的确是帅了点，气息也诱人了点，但他身为青羽阁阁主，刚才怎能那般主动？他有些搞不懂。梦晴，青州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身为青羽阁阁主，怎么又沦落到了这般地步？林然询问道。这与你无关。总而言之，青州现在的形势很不好，你从哪边回哪去吧。今日之事，你最好忘了他，不然对你没什么好处。梦晴叹息一声，摆了摆手。林然双眼微微眯起，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攻略任务，请自行阅读以下内容。吃了本天命之子，就想提起裤子不认人，好事都让你占了。任务攻略梦晴，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很大很大的大礼包，没有一点水分哦。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林然逐渐朝着梦晴逼去。你想干嘛？本帝警告你，虽然本帝立下了天道誓言，不会对你动手，但这并不是你对本帝胡作非为的理由。梦晴散发出大地威压，娇躯却是下意识后退一步。啪！林然一把抓着梦晴的手腕，将她抵在了岩壁上，身体逐渐向前靠近，却是被2团不知名物拦截了。梦晴，吃了本圣子就想跑，你把本圣子当什么了？看着如此霸道的林然，梦晴感觉大脑有些空白，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林然也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低头朝着那张樱桃小嘴吻了过去。梦晴显然没有料到林然竟会如此大胆，在明知道他是青羽阁阁主，是当世女帝的情况下，竟然还敢这般吻他。难道仗着天道誓言，林然就真敢在他这里为所欲为了不成？不过随着林然的吻逐渐加深，逐渐粗鲁狂暴，他的心海竟在此刻泛滥，眼周的粉晕越发深沉。他仿佛回想起了昨夜，双颊蓦地嫣红，颓然如醉，秋波流淌。梦晴，梦阁主，本圣子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是本圣子的女人，谁也改变不了你，这辈子都休想逃。林然凑到梦晴的耳边，呼出一道道灼热的气息，吻着她那绝美的脸颊，缓缓向下吻去。梦晴娇躯发颤，头顶甚至有白气在蒸腾，心跳得如同战鼓在敲响。她轻轻推开林然，又羞又怯又气地逃离了此地。我已警告过你，你爱走不走，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别想着本帝会帮你。待到林然走出洞穴，却早已不见了梦晴踪影。定，检测到梦晴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8000天命点。目前梦晴好感度35，看你一副失神落魄的模样，莫非是别人跑了？你很不甘心？夏凌霜这时从一旁冒出，满脸寒霜，冷不丁道。林然撇了撇嘴，嘟囔道：“我的清白没了，他却什么都没留给我，我怎能甘心？”当然，梦晴也并非是什么都没留给他，至少还留给了他35点好感度以及8000天命点。哼，你还有清白可言？夏凌霜眸光冰冷，嘴角挂着一抹冷笑。林然目光一瞥，注意到夏凌霜的睫毛上竟挂着些许寒霜，他知道上次渡给夏凌霜的先天纯阳之气又没了。林然走上前去，祭出先天纯阳，一把将夏凌霜搂在怀里。别碰我，我可不稀罕你的先天纯阳。话虽这么说，但夏凌霜也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旋即便乖巧的窝在林然怀里。先天纯阳踏入第4转后，他感觉林然的怀里温暖了不少，太阴本源的镇压程度也显著提升了。在林然的怀里，他只感觉很是安心，仿佛他与林然本就该如此。林然笑着捏了捏他的脸颊，问道：“上次我渡给你那么多先天纯阳之气，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夏凌霜摇了摇头，语气稍有缓和：“估计是我昨日动怒灭杀那群天神山的畜生，从而不小心牵引了太阴本源，导致他吞噬了先天纯阳之气。”林然微微点头，在太阴本源的躁动期结束前，答应我不要轻易动怒，好吗？夏凌霜眼眸低垂，喃喃道：“我无法向你保证，因为我只要遇上天神山的人，见一个便会杀一个。我对天神山的恨，并非简单的至死方休，哪怕轮回10世，我也要杀光天神山的人。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因此生死道消，永无轮回之日，我也不会畏缩半分。”闻言，林然心中一惊，他还是低估了夏凌霜对天神山的恨意。哪怕是轮回不休，他也势必要灭了天神山；哪怕是会为此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他也绝不会因此而畏惧半分。林然心中琢磨不断，开口笑道：“哦，那我便陪你一起灭杀天神山之人。你是命运峰的峰主，我身为圣子，岂能不帮你？”夏凌霜抬眸看着林然，眼眸中是无限的感动。其实，你不用与我一起冒这个险，我一个人与天神山抗衡就足够了。林然摇了摇头，打断他的话：“凌霜，你觉得我会忍心看你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吗？你我都是青衣一脉的传人，我不帮你，谁帮你？”夏凌霜娇躯微颤，抿了抿唇，双手略显生涩的轻轻搂着林然的脖颈。他轻轻蹭了蹭林然的胸膛，
感受着那铿锵有力的心跳，声若蚊足地应了一声。好。林然轻轻抚摸着夏凌霜的发丝，唇角微勾，低头打量着那张虽冷却惊心动魄的容颜。他吻了下去。夏凌双眼睫微微颤动，竟主动打开牙关与林然纠缠。定，检测到夏凌双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11000天命点，顶级真意，黑暗真意。目前夏凌双好感度计15，二人今夜互度，予所予取，缠绵悱恻，入骨难分。良久，林然才逐渐与夏凌双唇分，后者满面红晕，眸子里含着春水，潋滟的快要溢出来。他唇瓣轻微红肿，微微低垂着琴手，有些羞涩的不敢去看林然，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虽然很淡，却是真实存在。凌霜，你笑起来的样子的确很美。林然有些失神，由衷赞美。哼，这话你昨晚没少对那女子说吧？就知道贫嘴，花言巧语。夏凌霜动作妩媚娇柔地撩拨着耳旁碎发，但心里却是被一阵甜蜜包裹。林然干笑一声，道：“对了，凌霜，你口中的那个不祥之物。”听到不祥之物这4个字后，夏凌霜的娇躯明显颤抖了一下，恐怖之意溢于言表。林然，你究竟想说些什么？夏凌霜声音颤抖，神色恐惧道。林然将她紧紧搂在怀里，语气坚定道：“凌霜，你相信我吗？你想覆灭天神山吗？”夏凌霜明显愣了一下，滔天的恨意、杀意覆盖了她的恐惧。想？我做梦都想覆灭了天神山，我恨不得将天神山的所有人抽筋剥皮，碎尸万段。夏凌霜怒发冲冠，杀意凝成实质，化作尸山血海的模样。好，凌霜，你听我说，你口中的不祥之物，其实并非是真正的不祥之物，它是太阴天命石，是指属于你的太阴天命石。林然取出了那半块太阴天命石，郑重其事道：“你没有丢了它，太阴天命石吗？可它分明就是不祥之物，它害我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是他，都是他害的我。”夏凌霜流出冰冷刺骨的泪水，神色痛苦不堪。不，都怪我，我不该将他带回去，不该，不该。他开始痛哭，开始自责。林然只是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无声地安慰他。哭了好一会儿，夏凌霜像是在为他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至此，林然才终于是将一切都捋顺了。原来夏凌霜自幼时起便捡到了半块太阴天命石，只不过他那时并不清楚太阴天命石是什么，只是感觉与其有缘，冥冥之中又有所牵连，因此鬼使神差之下才将那半块太阴天命石带回了家里。但这却也为他的家族埋下了祸根。夏家在云州不强，连3流势力都混不上，族中也只有数百口人。而随着那漫天纯白的诡异花瓣神不知鬼不觉地落下，除了夏凌霜以外，夏家上下无一人生还。而夏凌霜几乎是亲眼目睹了这整个过程，他的父母、哥哥、弟弟、妹妹以及其他的族人纷纷惨死在了他面前。而那时的他也不过才8、9岁。至于为何他夏家会发生如此惨案，他知道是因为那半块太阴天命石。太阴天命石引来了天神山的人，不仅灭了他夏家，甚至那群人还要杀他。若非是太阴天命石在最后关头突然绽放出道光，刺激了他的太阴神体，让他的太阴神体彻底觉醒，从而冻结了那群天神山的人，否则若无太阴天命石，只怕他也要惨死当场。但归根结底，这一切的祸根都是太阴天命石带来的。若无太阴天命石，天神山的人便不会降临夏家，从而灭了夏家。也正因此，夏凌霜视太阴天命石为不祥之物，并且在逃亡的途中将那半块太阴天命石丢弃。林然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定了定神，道：“凌霜，这半块太阴天命石是你的，谁也夺不走。夏家覆灭的祸根，并非是太阴天命石带来的，罪魁祸首乃是天神山。我们必须灭了天神山，而你也要将你自己的天命牢牢掌控在手中，懂吗？”他将这半块太阴天命石放到了夏凌霜手里，轻轻握着对方的双手，神色坚毅。当然，他执意要将太阴天命石赠给夏凌霜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这是赐予性奖励，他用不了，否则他早就自己用了。我的天命！夏凌霜眸光空洞地看着自己掌心之中的太阴天命石，冥冥之中的悸动在此刻重新响应。他太在乎过去了，太在乎以往那一幕幕画面了。他将那半块太阴天命石丢弃，又劝林然丢掉这半块太阴天命石，只是因为他害怕自己重蹈覆辙。那么，他是在害怕太阴天命石，还是在害怕天神山？错，他是在逃避。他始终认为夏家的覆灭在于他一人，是他捡了太阴天命石才导致夏家覆灭。但林然说的不错，祸根是天神山带来的，造成那一切的原因都是天神山，而不是他。而想要覆灭天神山，便需要绝对的实力。炼化这半块太阴天命石，掠夺其中蕴含的天命，凝聚出天命道身，提升自己的实力，他才更有把握覆灭天神山。他不能再束缚于过去了，他必须得向前看了。林然，谢谢你。夏凌霜收下这半块太阴天命石，低低的道了声谢。谢我做什么？这只不过是我应该做的。林然微微一笑，没什么，我们还是先前往下红云海吧。夏凌霜摇了摇头，眉眼含笑，脸上那一抹万年不化的寒霜终究在融化，眼里的秋波潋滟的快要溢出来。从今往后，他不会再逃避过去，
他将正是太阴天命时，正是自己的心，正是天神山。神并不可怕，人亦可发神。他的心结彻底解开，为了覆灭天神山，他将不再逃避太阴天命时。定，检测到夏灵霜好感度提升15点，奖励16000天命点，地级极品神通追云逐月神翼。目前夏灵霜好感度90。林然扭头瞥了眼夏灵霜，没想到对方的好感度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来到了足足90点。恰好此时夏灵霜转头与他对视了一眼，随后又慌忙转过头去，不再看他。但夏灵霜那泛红的耳尖还是透露了他此刻不平静的内心。他衣袖甩出，缠绕住林然的腰身，朝着霞红云海飞去。与此同时，霞红云海的上方，明里暗里已经汇聚了不少势力，这些势力都掌握有残月木药，打算让自家的年轻天骄进入残月之墓，夺取其中的机缘。夏灵霜带着林然赶到此地后，颜如玉也是从暗中现身。小冉冉，你终于来了，师姑可想死你了呢。颜如玉迫不及待地扑进林然怀里，贪婪吮吸着对方身上的气息。他看着林然的脖颈，獠牙竟不自觉地露出，神色显得克制又冲动。但一看到夏灵霜也跟着来了，他还是收回了獠牙，有些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夏灵霜。封主大人。颜如玉干笑一声，暗中则是狠狠传音：混蛋小冉冉，来得这么晚就算了，你怎么把这个女魔头也带来了？原本他还打算在残月之墓彻底开启前与林然好好温存一番，结果没想到夏灵霜竟然也跟着一起来了，那他还温存个屁啊！林然听到颜如玉对夏灵霜的称呼后，忍不住笑了笑，眉毛轻挑，正要说话时，夏灵霜却是快他一步：颜如玉，你什么时候和林然在一起的？夏灵霜冷着一张脸询问：我家小冉冉早就和我在一起了，怎么你连我的私事也要管？颜如玉双手环胸，哼了一声：哼，颜如玉，是本峰太久没有管教你了，导致你现在都敢这样和本峰说话了。别忘了，宗主当初让你加入我命运峰，可是有言在先的，让我好生管教你，以免你祸害天下。夏灵霜眉眼一冷，朝着颜如玉步步紧逼，气势汹汹。颜如玉打了个冷战，连忙缩到了林然怀里，叫嚣道：呸！夏灵霜，我和小冉冉的私事你也管？你怎么不上天和月亮肩并肩？说着，他转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林然，委屈道：圣子大人，夏峰主欺负你的女人，你难道就不管吗？哼，魅魔精！夏灵霜冷哼一声，收敛了气势。你！颜如玉气急败坏，正要和夏灵霜继续掰扯时，林然却是捏着他的脸颊：好了，别说话，吸血。林然一脸无奈，颜如玉顿时眼前一亮，抱着林然猛吸起来。果然啊，玉质血跟林然体内的血液压根就比不了一点，这段时间天天喝玉质血，他简直都快喝吐了。林然，你就这样让他吸你血？夏灵霜看着这一幕，脸都气绿了。他昨晚和今早已经当了一回无能的妻子，现在不想再继续当下去了。无妨，师姑有分寸的。林然微微一笑，脸上尽是宠溺。就是，我又没吸你血。颜如玉一边吸着林然的血，一边含糊不清道：还不快给本峰住嘴！若是你伤到林然的根基，本峰拿你试问。夏灵霜狠狠敲了一下颜如玉的脑袋，没好气道：呜，小冉冉，你快帮帮师姑嘛！师姑这几天喝玉质血都快喝吐了，如今你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可又有夏峰主阻扰我，这还让不让师姑活了？颜如玉一边卖惨，一边猛猛吸着林然。林然无奈扶额，都说3个女人一台戏，可在他看来，这2个女人也可以演一台戏了。好了，灵霜，没事，我身负命运仙体，精血浩瀚如海，不会有什么事的。林然一边搂着颜如玉，一边捏了捏夏灵霜的脸颊，笑道：哼，你就宠着这魅魔精吧。夏灵霜双手抱胸，哼了一声。林然哑然失笑：小冉冉，我们不管他，让他一个人吃醋去。颜如玉神情得意，优雅地稀释着林然体内的血液。对了，小冉冉，这个给你。颜如玉从怀里取出了一片粉色花瓣，她拔出獠牙，舔舐着牙尖上的血珠，解释道：这是子母灵花的紫花瓣，母花瓣则是在萧火火身上，有了这紫花瓣，便可时刻了解萧火火的踪迹。另外，萧火火就在这附近，你看那边。颜如玉伸出一根纤纤玉指，指着一个方向。林然顺着他手指看去，的确能够看到一位身穿黑袍、头戴兜帽的神秘人。哼，舞得这么严严实实，就有这么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吗？林然笑了笑，他将子母灵花的紫花瓣收好，等到进入残月之墓，这朵花瓣肯定会发挥出大作用的。不过该说不说，这萧火火也的确是个气运之子。这家红云海底下的残月之墓还未开启，他便在这附近寻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机缘，而今他的修为已经突破至归一境9重天了。颜如玉微微颔首，眸中闪烁着几缕杀机。萧火火是林然的敌人，那便是他的敌人。若非是林然执意不杀萧火火，他早就现身一掌拍死这蝼蚁了，何须等到现在？归一境9重天修为吗？呵，林然并未说些什么，但仅仅一个呵字便足以说明一切。虽然萧火火突破到了归一境9重天修为，但是他到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已经没了，实力比之前都还要大打折扣。只能说，除了继续获得下一次的大机缘，否则萧火火
连与他碰面的资格都没有。萧火火呀，萧火火，希望在残月之墓里，你能给本圣子带来不小的惊喜。与此同时，萧火火背后寒毛着树，一股没来由的寒意从他背后升起。萧火火，我们好像被别人盯上了。道盘老爷爷在暗中提醒着萧火火。谁盯上了我们？萧火火四下乱看，神色有些慌张。别看他现在突破到了归一境9重天，但他的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都被凌然夺走了，实力比之斩凡境8重天修为时都还不如。虽说有时留至圣道盘在手，但他总归是心中没底。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些许圣龙的气息，我想应该就是那位夺你圣龙血脉与圣龙逆鳞的凌然了。道盘老爷爷神色凝重道：什么？竟然是他！萧火火瞳孔猛地一缩，一股恐惧之意油然而生，吓得他双腿有些许发软。以他现在的状态去面对凌然，只有被再一次挫败的份。唯有找到残月之墓中的那朵神花，使他的特殊体质完成蜕变，他才有击溃凌然的实力。现在的他去碰凌然，唯有死路一条。不过他应该没有认出你，他的视线在我们这里停留的不算太久。道盘老爷爷安慰道。闻言，萧火火这才松了一口气。该死的凌然，若非是你，本帝又岂会沦落到这般地步？待我夺得藏元神花，体质蜕变为神级体质，便是你的死期。萧火火恶狠狠地在心中盘算着。这一次有了石榴至圣道盘的力量，他必须要将自己在凌然那里失去的一切通通夺回来。还有李花一那个婊子，迟早要成为他的胯下玩物。这般每每幻想着，一道尖锐的声音突然打断了萧火火。贱人，今日你若不臣服子臣圣子，这残月之墓里将再无你容身之处。不远处，一位长相甜美、耳如蛇蝎般的少女正不停地打出神通术法，源源不断地攻杀向另一位少女。而在他们的一旁，还站着一位气质华贵、容貌英武的少年，与一位身段婀娜多姿、窈窕有致的少女，是青羽阁的圣子子臣。他的身边应该就是缥缈圣女风缥缈了。不错，是他们。至于另外2人，同样是青羽阁的圣女，一个名为萧雪样，一个名为叶明月。听说子臣圣子乃是青羽阁这一代的年轻一辈中最强的存在，听说他机缘颇深，早早便突破至圣人境修为，而今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不止如此，他还想让其余3位圣女臣服于他，成为他的胯下玩物。而今缥缈圣女和萧雪样已经臣服于他了，只剩下这个叶明月。哎，这子臣来历不凡，即使在青羽阁中也是有不小后台的存在。叶明月草根出身，势单力薄，如何能够与子臣作对？不过我倒是听说青羽阁现在的处境不好，貌似遭到了神秘势力的袭击。脑袋不要了吗？这可不是你我能够议论的。有青州的年轻天骄看到这一幕，纷纷摇头叹息。当然，更多人的脸上还是戏谑玩味。毕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好残月之幕尚未开启，霞红云海上又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他们自然乐意凑这个热闹。萧火火，待会儿出手救下他。道盘老爷爷暗中提醒道。为何？萧火火有些不愿意。他现在已经与凌然为敌了，若是再为了一个叶明月而去得罪子臣，那他之后的路只会更加难走。更不用说子臣早已突破至圣人境，以他现在的状态，压根就不会是子臣的对手，他也无能为力啊。萧火火，你忘记了吗？前世有一位手段残忍、心狠手辣的天之娇女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斩杀了不少赫赫有名的天骄妖孽，最终正道成帝。而这位女帝正是现在的叶明月。我能够感应到她是真正的转世女帝，只是现在她的前世记忆尚未觉醒。你现在出手帮助她，在她面前刷一刷好感度，日后未免不可以混个眼缘。而且若是你在这之间运行得当，甚至可以抱得美人归，日后岂不是就有一尊女帝为你撑腰了？所以不要犹豫了，去吧。萧火火。萧火火目光闪烁，说实话他已经有些心动了，但子臣的修为摆在了那里，他现在也的确无法与子臣抗衡。可是以我的修为，慌什么？有老夫的暗中运营在，必保你安然无恙。区圣人境8重天修为的年轻一辈罢了，老夫还不放在眼里。道盘老爷爷信誓旦旦道。萧火火闻言，这才下定了决心。然而他的决心下得有些晚了，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住手，放开那个女帝转世的女孩，让我来。任务，出面解决叶明月的困境，奖励12000天命点，猎枭结剑觉醒。选项2，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本天命之子甚至还要喝彩。任务，落井下石，嬉笑而过，奖励12000天命点，女帝的怨恨硬件软化，不可逆版。我选1。凌然暗道。他看向被萧雪样一直压着打的叶明月，目光一阵闪烁不定。这可是童子亲口认证的转世女帝，可不是萧火火那个有水分的重生大帝能够比的。这要是把叶明月捆绑在身边，那他岂不是多了个女帝丫鬟？让一尊女帝为他端茶倒水、洗脚按摩，想想都刺激啊！想到这里，凌然也没有丝毫犹豫，身后延展出追云逐月神翼，云翼大展，若垂天之云，载着他化作一道急速。夏凌霜和颜如玉见此一幕，神色虽有疑惑，但却没有阻止。叶明月，
少在这里装清高，臣服子臣圣子，服侍子臣圣子，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你也不希望今日进不去残月之墓，还要被我等打个半死吧？萧雪样虽长着一张清甜的面容，但心如蛇蝎，下手极其狠辣，丝毫不给叶明月丝毫喘息的机会。你们喜欢服侍这个废物，那你们就自己去服侍，何必拉我一起下水？想让我叶明月臣服，他子臣配吗？叶明月咬牙低吼，眸底是可怕的杀意在酝酿。放肆！你这个贱人，子臣圣子也是你能够评头论足的存在，你只配给他擦鞋。萧雪样脸色瞬间阴沉，攻势也变得愈发狂暴。叶明月苦苦咬牙坚持，心里则是在不断盘算。虽说他只是归一境9重天修为，而萧雪样却早已是圣人境3重天修为，但他若是祭出自己最大的底牌，可以瞬杀了萧雪样。只不过那时的情况只会更糟。他在青羽阁里人轻言微，如若真的杀了萧雪样，只怕他下场不会很好。既然你不选择臣服子臣圣子，那就死吧！萧雪样眸光一狠，施展出本源神通。他身负终极至尊体，再加上他圣人境3重天的修为，此刻施展出本源神通，完全就不是叶明月能够抵挡的。眼看着杀招降临，叶明月深呼吸一口气，他知道他已退无可退，今日不是萧雪样死，就是他死。正当他有所动作时，一道流光突然掠至他身前，随后一拳轰出，显化出鲲鹏越北海的意象。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先吃我一鲲吧！林然催动1000枚阴阳10道祖龙鳞片，再加上命运仙体、阴阳仙体的肉身，此刻他这一拳下去堪称惊世骇俗，哪怕是圣王境修为的强者也不见得能够挡下他这一拳。你萧雪样甚至来不及说话，便见他的本源神通在鲲鹏无量神拳之下瞬间湮灭，整个人也爆成了一团血雾。静，死一般的寂静。堂堂青羽阁的圣女，圣人境3重天修为的天之娇女，竟然被人一拳轰成了渣。这位突然现身的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该死，是他！萧火火在不远处看着突然现身的林然，滔天的怒火几乎要将他的理智吞噬，同时一股透心的凉意从他脚底开始蔓延至他全身。仅仅一小段时间不见，林然的实力貌似变得更加恐怖了。虽然他也的确在成长，但林然却成长得比他更快。这个发现简直让他感到绝望。不，我还有藏元神话，只要我炼化了藏元神话，这个林然终将死在我手里。萧火火恶狠狠地想着，但他现在也在一阵懊恼。早知道林然会捷足先登，他便早点现身了。如今在转世女帝面前刷好感度的机会白白丢失，他顿时懊悔不已。毕竟他现在还得苟着发育一下，肯定不能够在林然面前招摇过市的。另一边，林然一拳轰杀了萧雪样后，也是霸气的将叶明月搂在怀里，淡漠扫视着子晨与风飘渺。本圣子的人，你们也敢动？莫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此刻的叶明月只感觉大脑有些短路，抬眸呆呆地望着林然这张无双的面孔。这还是他此生第一次被陌生男子如此抱着护着，顿时一股异样的感觉在他心中流淌。他的脸颊浮起了樱花般的粉红，煞是艳美。而也就在他失神之际，林然也在偷偷打量着他。叶明月身姿婀娜，容貌艳丽动人，仿佛从画中走出来一般。他身穿一袭精致的紫银蝶舞裙，裙摆随风飘动，长发为独特的粉紫色，如丝般柔顺光滑，轻轻拂过白皙如雪的肌肤。头顶上方精心梳理成2个小巧玲珑的圆形发髻，点缀有精美的粉金色细巧发饰。一双浅灰蓝色的瞳孔深邃如星空，明眸善睐。长长的睫毛浓密且卷曲，挺直小巧的鼻梁下方，樱桃小嘴不点儿珠，泛着淡淡的玫瑰红色泽，娇艳欲滴，惹人怜爱。胸前那一抹若隐若现的春光，被轻薄的粉纱绣裙巧妙地包裹起来，却又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迷人的弧度，宛如隐藏在春日桃林中的娇羞花朵。那双纤纤玉足，纤细的好似刚出水的嫩藕一般，修长笔直，风华绝代。林然看得暗暗咂舌，真不愧是转世女帝，尚未彻底成长，便已有了祸国殃民之姿容。你是何人？风飘渺秀眉轻蹙，冷喝道。子晨双眸微微眯起，死死凝视着林然。直觉告诉他，林然很不简单。单单是从林然一拳轰杀了萧雪样便可看出，林然的实力绝对不简单。最主要的是，他竟有些看不透林然。这位道友面生得很，应该不是我青州的天骄吧？子晨向前踏出一步，皮笑肉不笑道：别想着攀本圣子的高枝，谁与你是道友？你配吗？林然左手搂着叶明月，神色淡漠，眼神轻蔑的好似一位人间帝王在看待一只蝼蚁。你，哼，真是好胆！我不管你是何来历，但此乃我青羽阁的事情，你一个外人插手，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子晨语气森然，圣人境8重天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掀起阵阵罡风。真不愧是子晨圣子，如此年纪便已有了这般修为，只怕再过不久他便能够成就圣王之境了。真不愧是从青羽阁走出来的妖孽，此人惹到了子晨圣子，估计要完了。无数双戏谑嘲笑的目光落在林然身上，等待着接下来的好戏。虽说林然一拳轰杀了萧雪样，的确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惊，但换作是子晨，同样可以一拳轰杀萧雪样，所以能否一拳轰杀萧雪样并不能代表什么。废话真多。林然摇了摇头，右手祭出暗示剑，
一记剑珠9天施展而出，凌厉的剑气开天辟地，一往无前，死气东来。感应到这一剑的威势，子辰神色微变，赶忙施展出本源神通，如丝绸飘带般的紫气自东方而来，好似潺潺流水，威势赫赫。是高级地体，紫皇地体。啧，听闻子辰圣子已经领悟出了3世紫皇地体的本源神通，此人又怎会是子辰圣子的对手？谁说不是呢？周围天骄议论纷纷。轰！剑珠9天与子辰的本源神通碰撞一起，如同2座古月在碰撞，隆隆作响。哼！子辰闷哼一声，忍不住倒退半步。反观林然，则一步未退。周围天骄纷纷石化当场。按理来说，子辰这一招本源神通下去，应该是要直接击溃林然才是，怎么反倒是子辰落了下风？这也太让人瞠目结舌了吧！够了，公子，你不必为了我而去得罪子辰。叶明月眼眸微沉，低低的呢喃着：“怎么，你怕我杀不了他？”林然轻轻捏了捏他的脸颊，笑道。叶明月浑身僵硬，心跳剧烈，脸上像是火烧一般，滚烫无比。公子，你我素不相识，何必如此？不值得。他深呼吸一口气，整个人宛若害羞的小兔子，可爱至极。林然无声的笑了笑。叶明月自然不会知道，自己早已看穿了她转世女帝的身份。若能够收服一位转世女帝，那无疑是极好的。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值得与不值得？我看不惯他们欺负你，做事全随本心。林然淡淡道。子辰看着叶明月宛若温顺的兔子般躲在林然怀里，眼中的妒火仿佛要焚烧天穹。在青羽阁的3位圣女里面，就属叶明月的容貌最为绝美。风飘渺的萧雪让他早就玩了不下100遍，可偏偏是叶明月，他却连手都没碰到过。尤其是叶明月眼里对他的不屑和厌恶，更是让他怒火中烧。正所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叶明月越是厌恶他，他便越是要征服叶明月，甚至于他已经将叶明月当成了自己的痉挛，谁也不得染指。结果现在看着叶明月与林然你侬我侬的模样，他简直恨得要将后槽牙咬碎。贱货，平日里装出一副冰清玉洁的模样，结果现在却白白倒贴别人，我还真以为你能高洁到哪去，没想到也是个搔首弄姿的货色。子辰冷笑道。叶明月脸色瞬间煞白，气得手指都在哆嗦。你闭嘴！林然却是哈哈大笑起来。不错不错，真是让本圣子开了眼啊！没想到这世间竟会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真不知道青羽阁的阁主是不是真的胸大无脑，什么人都收来当圣子了？难不成青羽阁是垃圾站吗？专收你们这种垃圾！一番话下来，全场瞬间鸦雀无声，看向林然的目光宛若见了鬼一样。此人究竟是谁？竟然敢公开辱骂青羽阁阁主是胸大无脑的女子，而且还敢骂青羽阁是专门收垃圾的垃圾站。在青州骂青羽阁，就算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他掉的呀！无趣，像你这种垃圾，只配待在垃圾桶里，出来蹦跶都算是恶心天下人的眼睛了。林然右手轻抬，凝聚出命理道盘，恐怖的命运之气汹涌澎湃，杀向子辰。这是看着如此恐怖的本源神通施展而出，在场众人无不为之大吃一惊。子辰面色骤变，催动体内灵力，施展出紫皇地体的第3世本源神通紫皇耀天威。恐怖的紫气冲天而起，凝聚成一位头戴帝冠、地威煌煌的大地虚影。杀！子辰双掌横推而出，身后的紫皇虚影同样横推双掌，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轰隆隆，双方的急招碰撞一起，好似2颗星辰在碰撞。哼！这一次，子辰倒退了数步，嘴角处有丝丝缕缕的鲜血溢出。反观林然，依旧一步未退。该死！此人究竟是谁？子辰虎视眈眈地看着林然，满脸的阴沉狠厉。如此强大的本源神通，此人绝非无名之辈。死吧！林然催动命运仙体的本源，猩红色的命运之气刺破了凌霄，于苍穹之上凝聚出一柄巨大的神剑。命运仙体第2世本源神通中剑审判。望着气息如此恐怖，好似能够斩断世间一切的巨剑，所有人目光呆滞，诚惶诚恐地咽了口唾沫。那是命运仙体！有见多识广的年轻天骄失声惊呼，张口结舌。命运仙体可是大道仙体，而且还是最为强大的大道仙体，它所蕴含的威势，那是何等惊天动地！区高级地体的紫皇地体，岂能与命运仙体抗衡？萧火火脑袋像是短路了一样，汹涌的恐惧瞬间将他淹没。林然不仅身负9霄神劫剑骨，竟然还身负命运仙体，也就是说，他在飞仙宗与林然厮杀的那次，林然甚至还未动用全力。这特么到底是什么妖孽？竟然是命运仙体！子辰心头狂颤，极度骇然。显然，无论是谁，只要面对命运仙体，都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而且，命运仙体的第1世本源神通都已经让他有些抵挡不住，更何况是第2世本源神通紫皇印出！够了！正当林然与子辰即将再一次交锋一起时，一道怒喝声突然响彻天地之间，遮天蔽日的法力大掌急坠而下，将天穹上的神剑拍灭。而后，一位身材佝偻、面容苍老、神色阴鸷的老妪突然现身，怒视着林然：“我青羽阁的事，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插手。叶明月，你若是识趣，便给为师老老实实滚回来！你的命生来就是如此，臣服子辰圣子才是你的归宿。”老妪怒道：“
叶明月深呼吸一口气，从林然怀里挣脱而出。林然淡淡的看着这一切，暂时没有出手。叶明月歉意的看了他一眼，随后扑通一声朝着老妪跪了下来。师尊，这也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当年你带我回青羽阁的恩情，我成为圣女后便已还清。如今你说我成为青羽阁圣女的宿命，便是为了臣服子臣。那么从今往后，我不再是青羽阁的圣女，我与青羽阁再无瓜葛。说罢，叶明月轻轻磕了一个头，接着神色毅然地站起。见此一幕，老妪神色一片铁青，脸上的杀机止都止不住。他没有想到叶明月竟真的会因此而退出青羽阁。要知道，他们青羽阁可是青州的霸主，修炼环境可不是其他势力能够媲美的。这叶明月凭什么主动脱离青羽阁？就算要离开，也是他们将叶明月踹走才行。正好本圣子身边缺了个贴身丫鬟，叶明月，不知你可愿意跟随本圣子？林然双手负于身后，风轻云淡地笑了起来。叶明月美眸闪烁不止，脸上划过一抹沉思。不一会儿，他忽地嫣然一笑，道：如果是公子的话，明月愿意。说实话，他对林然的确好奇，好奇此人究竟有着什么底气，敢为了他与青羽阁叫板？难道是命运仙体？也是，命运仙体不可能籍籍无名，也许林然的来头真的很大也说不定。最主要的是，和林然待在一起，并不让他有丝毫的排斥，反而是林然的容貌与气息深深吸引着他，让他忍不住想要去探究林然。哈哈，好！林然伸手将叶明月揽在怀里，大笑道。叶明月一脸娇羞，双手轻轻贴在他的胸膛上，脸红得如同盛开的玫瑰。哼，好一对狗男女！既然你选择离开我青羽阁，那么你这些年来在我青羽阁中花费的一切，是否要吐出来了？放心，本尊要的不多，留下你的双手就行。老妪右手成爪，凌厉地探出，势必要留下叶明月的双手。他自然不会傻到对林然出手，毕竟对方乃是身负命运仙体的绝世妖孽，背后不可能没有人。他针对的只是叶明月罢了。公子小心！叶明月惊呼一声，这老妪是他师尊，他对其实力自然无比了解，这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准地强者啊！林然就算再妖孽，在准地强者面前也不会有丝毫的抵抗之力。然而林然不仅丝毫未动，反而嘴角缓缓上扬，一副戏谑轻蔑的笑容。他嘴唇缓缓蠕动，轻轻吐出了4个大字：你死定了！噗嗤！果不其然，下一秒，只见2条干枯苍老的手臂高高飞起，血涌如注。啊！老妪神色痛苦，凄厉的嚎叫起来，豆大的冷汗滚滚落下，淋湿了他的衣襟。但下一秒，他的声音戛然而止，一双浑浊的眼珠透出极致的惶恐与不安，死亡的威胁瞬间将他笼罩。聒噪！再敢发出一点声音，便断你轮回之路！一柄闪烁着寒芒的长剑抵在了老妪的喉咙处，剑锋刺透了他的皮肤，渗出颗颗血珠。他喉咙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丝毫不敢轻举妄动。即使他的双手被人斩下，即使他此刻痛苦不堪，也丝毫不敢动。眼前的夏凌霜带给他的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哪怕他身后站着青羽阁，夏凌霜也敢毫不犹豫地灭了他。敢对我家小冉冉出手，老东西，不得不说你胆子很大哦。颜如玉扭动着曼妙的腰肢从暗中走出，站在了林然身旁，看着突然出现的2大绝世佳人，并且气息强大滔天，且都十分护短林然，众人只感觉如梦似幻，艳羡不已。长得帅难道真的能够为所欲为吗？你是飞仙宗的宗主？老妪身躯瑟瑟发抖，惶恐不安地看着夏凌霜。什么？飞仙宗？听到老妪说夏凌霜是飞仙宗的宗主后，全场众人再度狠狠地吃了一惊。飞仙宗，整个掌命地界的生灵都知晓的霸主，他是当之无愧的霸主，掌控了云州无数纪元，在巅峰处屹立了无数纪元，传言更是与传说中的仙人有些渊源。飞仙宗的实力远不是青羽阁能够抗衡的，敢对我宗圣子出手，这2只手便是你的代价，你可服？夏凌霜冷冷地看了眼老妪，语气如同冰锥，狠狠刺着老妪的内心。老身服。老妪咬着牙道。不服？他敢不服吗？飞仙宗的宗主在这里，就算真的杀了他，青羽阁又能如何？原来是飞仙宗的圣子，难怪这般妖孽。无数年轻天骄看向林然的目光中充满了畏惧、敬畏，再也不似先前的轻蔑。飞仙宗圣子，暗中萧火火看着这一幕，恨得牙齿都快咬碎。公子，你来头这么大！叶明月窝在林然怀里，满脸难以置信，眼中写满了震撼。呵，本公子可不仅仅是来头大哦。明月，你想深入了解一下吗？林然凑到叶明月的耳旁，一脸坏笑的轻声说道。公子，你就别打趣我了。叶明月的耳朵梳得红了，像春天的樱桃，几分羞涩的扭转过去，颇像一朵含羞草，难为世俗的眼光。他还这么小，林然就给他吃这么大的虎狼之词，一点都不考虑他能否吃得消，真是的！哈哈！林然大笑了几声，忍不住捏了捏他那滚烫的脸颊。果然，女帝还是要从小就培养啊！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2000天命点，猎枭结剑觉醒。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林然的9霄神劫再度觉醒了一柄。至此，林然觉醒出的9霄神劫也已经来到了足足6件，只需再觉醒出最后的3件，
他便能够初步觉醒九霄神劫剑骨的本源神通。飞仙宗圣子子辰在后方恨恨地看了眼林然，眸底杀意凛然。轰隆隆！就在此时，霞红云海的海底突然震颤了起来，绽放出道道霞光，在海面的中心逐渐凝聚出一口漩涡，源源不断地吞噬着海水，就好像在这海底之下有一庞然大物正在苏醒，在进食。是残月之幕！太好了，残月之幕终于开启了！眼见残月之幕终于开启，手握残月木药的年轻天骄神情振奋，争先恐后地冲向那口漩涡，很快便没了身影。明月，你可有残月木药？林然低头看了眼乖巧的叶明月，问道。回公子，明月身上的确有一枚残月木药。叶明月微微点头，行，我们走。林然施展出追云逐月神意，带着叶明月冲向那口漩涡。小冉冉，一切当心啊！颜如玉担忧的传音。转瞬间，林然与叶明月的身影便消失在了漩涡之中。萧火火眼眸一亮，冲入了漩涡之中。经过好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林然与叶明月也是进入了传说中的残月之幕。放眼望去，此地竟显一片阴森诡异，充满着死寂与黑暗。公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叶明月抬头望向林然，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问：随便搜寻一下吧，看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机缘。林然悠悠道：反正他手握子母灵花的紫花瓣，可以随时观察到萧火火的动向。等到萧火火搜寻的机缘差不多了后，自己再从背后跳出来摘他桃子，这岂不美哉？好。叶明月点了点头，小脑袋主动向前探路，寻找着机缘。另一边，萧火火自进入到残月之幕后，也是按着前世记忆的指引，朝着藏元神花的所在之地飞去。藏元神花是不可多得的神物，我若是炼化了它，不仅能够使我的特殊体质发生蜕变，还能够大幅提升修为。届时便是林然的死期。青梅被夺，圣龙血脉被夺，圣龙逆鳞被夺，颜面被夺，转世女帝又被夺了。可以说，萧火火现在已经恨林然恨到了入魔的程度。若是不亲手杀了林然，林然势必会成为他的心魔，乱他修行。飞行了大概半个时辰，一朵浑身喷涌着黑暗本源的气息，内蕴无穷精粹磅礴的能量的神花倏然映入他眼帘。藏元神花！萧火火神色激动万分，浑身激动到颤抖，将眼前心心念念的藏元神花摘下。萧火火，快找个僻静的地方去炼化藏元神花，届时我们进入真正的残月之幕，去获得此地最终的机缘。道盘老爷爷连忙提醒。好。萧火火不敢有丝毫大意，连忙逃离了此地，准备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炼化藏元神花。林然，纵使你身负命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但你的死期也快要到了，等着吧。你得医不了多久。公子快来，这里有一株7品灵药。叶明月飞身上前，摘下一株散发着莹莹光辉的灵药，欢喜道：7品灵药对应着圣王境界，也就是说，即便是圣王境的强者，也能够利用这株7品灵药提升修为。你将它炼化吧，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些。你炼化了它，便可一举突破至圣人境了。林然微笑着揉了揉叶明月的头，哼哼，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明月可就不客气了。叶明月的确没有丝毫客气，当即盘腿坐下，开始炼化这株7品灵药。传说中的残月之幕，怎会只有这些零零散散的机缘？不应该如此才对。林然站在叶明月的身边，眉头微蹙，暗暗思忖着。这一路走来，他和叶明月虽然获得了不少机缘，但却并非是那种大机缘，反而是零零散散的小机缘。而叶明月发现的这株7品灵药，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目前为止获得的最好的机缘。但这里可是传说中的残月之幕，若仅仅只有这种程度，岂不是太掉价了？林然一边轻轻揉着叶明月的发顶，一边抬头望向悬挂于苍穹上的那轮残月。残月之幕，残月。林然眼睛微微眯起，似乎联想到了什么。轰！这时叶明月周身散发出磅礴的气息，一株7品灵药的确蕴含有不少能量，使得叶明月的修为成功突破至圣人境5重天。公子！叶明月站起身来，耳尖微红，轻轻地喊了一声林然。走吧。林然抬脚向前走去，叶明月紧随其后。明月，我问你，青羽阁的势力格局究竟如何？叶明月想都没想道：在我青羽阁，自然是阁主最强，话语权最大，而在阁主之下便是3大家族，也被人称为御三家。这御三家分别是子家、战家和封家，其中子家与封家都有一位大地老祖坐镇，2家狼狈为奸，甚至想要推翻阁主的地位。林然眉头一挑，继续道：那为何你们阁主还要留着这2家，直接灭了不就是了？闻言，叶明月嘴角浮出一抹苦笑，道：公子，这2家岂是说灭就能灭的？青羽阁不比飞仙宗，他的霸主地位可以说是名不副实。在这青州背地里，仍旧有不少势力能够轻而易举地灭了青羽阁，只是这些势力都是隐士势力，他们不想参与这天下的纷争罢了。但仍有不少势力对青羽阁虎视眈眈，想要灭了青羽阁，壮大己身。若是阁主将子家和封家覆灭，青羽阁的实力将会大打折扣，到时候青羽阁就再难挡外界势力的攻势了。最主要的是，现在的青羽阁已经是火烧眉毛了。近段时间以来，有神秘势力突然出现在青州，不断压迫着青羽阁。现在的青羽阁可谓是人人自危，若是在这个关节点上
阁主若一意孤行，要继续覆灭2大家族，这无疑是自断两臂，怕是会搞得人人自危，青羽阁也将彻底分崩离析。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你们阁主是什么修为？林然点了点头，问。大地境5重天修为。叶明月傲娇地挺了挺胸脯。林然脚步一顿，转头看着这位粉发少女，目光一阵怪异。怎么了，公子？叶明月眨了眨水润润的大眼睛，疑惑问道。林然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轻声嘀咕道：区大地境5重天修为，也敢当一州霸主，胸大无脑，还真是说对了。叶明月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有些许不满道：公子，你怎么能这样说阁主呢？你现在又不是青羽阁的人，梦晴算不得你阁主了。可是怎么，你要为了梦晴而与本圣子作对？不敢不敢。二人继续向前搜寻，一路上没有放过一株灵药。虽然他们尚未遇到一个大机缘，但是大大小小的灵药却遇到了不少。在炼化了不少灵药后，林然的修为也是突破至圣人境5重天修为。至于叶明月，他的修为提升得更快，直接突破到了圣人境8重天修为。公子，你看那！忽然，叶明月满脸兴奋地伸手指向前方，那里有着一口散发着熠熠道光的泉水，是暗灵泉。林然唇角勾起一抹笑容。多久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像样的机缘。暗灵泉内蕴精粹的黑暗本源，能量浩瀚四海，是不可多得的宝物。此乃我宗药源，擅闯者死。这时，一个狰狞庞大的头颅缓缓从暗灵泉中浮出水面，2个猩红的瞳孔犹如天穹上挂着的血月。当这头庞然大物彻底浮出水面时，林然与叶明月才终于看清了其真容。这是一头刚踏入圣王境的荒鳄，身负一丝荒古血脉，体态庞大，伟力无双。残月宗都没了，你还在这里独自守着药源，何苦呢？林然摇了摇头，笑道。他心中则是在不断盘算着，没想到他现在的所处之地竟然只是残月宗的药源，也难怪此地灵药随处可见，但大机缘却少得可怜。而且时过境迁，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年轻天骄进入此地后，哪怕是残月宗的药源，其中的灵药也所剩无几了。闭嘴！既然你敢来这里，想必你已做好了轮回的觉悟。死！荒鳄拖着庞大的身躯，如同一座古山一般，每踏出一步都使得大地震颤，形成一个个深坑。哼！区区一头畜生也敢在公子面前逞凶！天地灵印！叶明月娇喝一声，催动元灵至尊体，引动天地之间的灵气，施展出第1式本源神通。元灵至尊体乃是顶级至尊体，能够引动天地间的灵气，很是强大。此刻，天地间的灵气汇聚成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散发着狂暴的气息。叶明月一掌拍出，灵气长河如同一条怒龙，携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轰击在荒鳄的肉身上。咚咚！荒鳄忍不住向后倒退，发出震天巨响。然而，这看似威势恐怖的一招，却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仅仅是摧毁了他身上的几块鳞片罢了。这点小伤对他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然而，这对于荒鳄来说却是个莫大的耻辱。他愤怒地咆哮着，周身散发出来自荒古的气息，煞气滔天。在他眼里，叶明月只是一个圣人境8重天修为的蝼蚁，只配乖乖站在原地成为他的口粮，何能够伤他？这就像是一只蝼蚁咬伤了大象，虽然大象不疼，但这却是一种羞辱。他催动恐怖的法力，独属于圣王境的气息如同潮水般倾泻而出，强大的本源神通裹挟着灭世之威，让人望而生畏。公子，这头荒鳄体内的血脉等级是终极至尊体，再加上他来历不凡，肉身的防御很是强大。不过，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有信心斩他。叶明月自信满满，眼里翻滚着滔天的战意。他之前好歹也是青羽阁的圣女，若没有一点真本事在身，岂能说得过去？然而林然却是微微摇了摇头，向前踏出一步，将他护在身后。还是我来吧。他心念一动，催动阴阳仙体的本源，身前顿时浮现出一口道灰氤氲、气息遮天的宝瓶，正是阴阳仙体第2式本源神通阴阳大道宝瓶。看着眼前的阴阳大道宝瓶，叶明月瞳孔猛地一缩，随后是一阵剧烈的头痛，疼得他捂住了脑袋，神色痛苦不堪。阴阳大道宝瓶，阴阳仙体。他声音嘶哑，头痛欲裂。这是在觉醒前世记忆。林然淡淡的瞥了叶明月一眼，随后便不去管他。觉醒前世记忆是好事，记忆觉醒的越多，转世重修者便越是妖孽。只是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单单是施展出阴阳大道宝瓶，便让叶明月想起了些许前世的记忆。阴阳二气演万象，天下兵刃随我心。杀！林然右手一挥，阴阳大道宝瓶倾泻出滔天汹涌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凝聚成一口口兵刃，锋芒毕露，威势滔天。数万兵刃朝着荒鳄暴冲而去，轻而易举地将荒鳄的本源神通撕裂。噗噗噗！荒鳄的鳞片虽然坚不可摧，但是由阴阳二气凝聚而成道兵刃却更是锋芒绝世。他那引以为傲的鳞片正在争先恐后的消亡，血肉之躯完全暴露在外，一时之间血肉横飞。唰！林然身后延展出追云逐月神翼，神翼振翅，顷刻间便掠至荒鳄的头顶上方。他右手五指收拢成拳，全力催动1000枚阴阳使道祖龙鳞片，
命运仙体与阴阳仙体的肉身为力，施展出鲲鹏无量神拳。好，北海的异象显化而出，鲲鹏虚影在其中有转腾挪，其体态遮云蔽日，好似群山古岳，猛地撞击在荒鳄身上。轰！地面瞬间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荒鳄嵌入其中，只觉头晕目眩，身上血肉模糊。好防御，那就再吃我一鲲吧。林然由衷的赞美一声，却不给荒鳄丝毫喘息的机会，再度施展出鲲鹏无量神拳。轰！又是势大力沉的一记鲲鹏无量神拳轰出，这头圣王境一重天修为的荒鳄甚至还未反应过来，便又重重挨上了一拳。但这一次，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却在难起到作用，如同小山般的肉身深深嵌入地底，血流成河，没有了丝毫动静。林然安稳落地，踏在荒鳄的尸身上，阴阳大道宝瓶释放出阴阳二气，化作一双双大手，抓住了荒鳄的尸身，将其吸收炼化。被阴阳大道宝瓶吸收的生灵会化作最为精纯的阴阳本源，可供林然修炼。林然盘腿坐下，开始炼化阴阳大道宝瓶中的阴阳本源。一头圣王境修为的荒鳄所形成的阴阳本源并不多，仅仅只为林然多凝聚出了3枚阴阳使道祖龙的鳞片。以我现在的肉身之力，哪怕是圣王境的强者，怕是也难与我比肩。林然微微一笑，一道本源神通，再加上简简单单的2拳，便轰杀了一头圣王境修为的荒鳄。这要是传出去，不得将那些年轻天骄吓傻。解决了荒鳄这个麻烦后，林然转身看去，发现叶明月已经恢复了正常，正满脸复杂的看着他。怎么了？林然疑惑询问。公子，你还身负阴阳仙体？叶明月惴惴不安的询问。你好像不希望我身负阴阳仙体。林然似笑非笑道。叶明月的反应很是奇怪，就好像知道他觉醒了阴阳仙体后，对方反而还不高兴了。叶明月现在身为他的贴身丫鬟，不应该是他越妖孽便越高兴激动吗？有点奇怪。公子，我刚才头痛欲裂，等清醒过来后，脑子里便莫名多了些奇奇怪怪的记忆。这些记忆中有我对阴阳仙体的认知。阴阳仙体身为大道仙体，还是先9道的大道仙体之一，乃是天底下名副其实的双修圣体。只要是身负阴阳仙体者，若身后无坚实可靠的背景，那么他们的下场大多都会沦为那些至强者的炉鼎，无有一个例外。叶明月神色复杂道。林然满头黑线，心中暗自追问系统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而系统的回答却是让他更加死心了。回宿主，阴阳仙体就是最厉害的双修圣体哦，你最好别让那些坏女人抓住了，否则本系统也保证不了他们会不会狠狠蹂躏你1万遍。1万遍啊，切记是1万遍。看着系统的再三强调，林然额头上的黑线更深了。好半晌过后，他才在心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暗道：行，我知道了。不过在这掌命地界，他应该是不必担忧太多的，飞仙宗作为他的靠山已经足够用了。公子，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叶明月冲了上来，紧紧抱住了林然，轻轻的喃喃道。他被子晨、风飘渺、萧雪样3人欺压时，是林然毅然决然的站了出来，助他脱离了苦海。而现在他更是林然的贴身丫鬟，且他与林然待在一起时会莫名的感到安心，所以他不想看到林然被人抓走沦为炉鼎，而且以林然这般绝世无双的资质，也不应该沦为炉鼎。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而且我若是被人抓走了，谁还来护着你？林然唇角勾起，揉了揉叶明月粉色的发顶。叶明月感觉一股热量直冲脸颊，想来是脸红了。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踮起脚尖，在林然的脸颊上轻轻啄了一口。公子，谢谢你。叶明月声若蚊足，娇羞的用手遮住了半边脸颊。看着如此娇羞可爱的叶明月，林然心中的些许阴霾也是一扫而空。女帝丫鬟进入后宫的进度增加1%。好了，我接下来准备在这口暗灵泉中修炼，你为我护道吧。林然摸了摸叶明月的头，笑道。公子。这时叶明月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玲珑有致的娇躯突然扭捏了起来。明月能不能和你一起炼化这口暗灵泉？说罢，叶明月双手托腮，眼里喷涌着粉色爱心，一脸期待渴望地看着林然。林然眉头轻挑，眼底闪过一抹不怀好意。他伸出右手，轻轻捏着叶明月的下巴，打量着这张惊心动魄的魔鬼面容。银白生辉，散发着慧光的额头，如秋水般清澈的双眸，仿佛玉雕而成的秀鼻，嫣红而自然的樱桃小嘴。叶明月的面容简直完美到无可挑剔。假以时日，待他彻底长成，必是祸国殃民的妖孽。明月，有付出才有收获，这个道理你可懂？叶明月的耳尖窜起灼灼桃色，鼻尖沁出细密汗珠，梨窝随着咬唇动作若隐若现。他的心在狂跳，咚咚作响，快要震碎他的耳膜。林然身上的气息实在是太过诱人了，满级的魅力值、先天纯阳以及双修圣体阴阳仙体，可以说现在的林然在女子眼里，她的每一寸肌肤都要比唐僧肉更加的诱人。叶明月虽是转世女帝，但这一世仍然是个纯情少女，哪里抵得住林然这般挑逗？下一秒，叶明月美眸倏地放大，手足无措，又羞又慌。她虽答应做林然的贴身丫鬟，但可不是这样的贴身法呀，她只卖艺不卖身啊。不过不知为何，被林然稳住后，她全身竟有种发软的感觉，像是要液化成一池春水。若非林然搀扶住了她的柳腰，
只怕他已瘫软在了地上。好在林然并没有稳多久，否则他只怕是要彻底水漫金山了。到时候他真的会忍不住将林然推倒，让林然对他的挑逗变成挑逗。别傻愣着了，随我来一起修炼。林然捏了捏叶明月滚烫的脸颊，甚至感觉有些烫手。他率先进入暗灵泉中，运转先天纯阳法，开始吸收暗灵泉中的黑暗本源。叶明月深呼吸一口气，暂时将心头的那一抹悸动压下，进入了暗灵泉中。与此同时，另一边同样有一位气运之子成功炼化了机缘，修为大幅暴涨。成了，成了，本帝终于成了！如此美妙的感觉，是绝对的力量啊！林然，本帝必杀你！萧火火放声狂笑，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他体内喷薄而出，这股气息赫然是圣王境修为。不止如此，除去他的修为气息，还有他的体质气息在汹涌，在澎湃。他原本的特殊体质只是区高级道体，但现在炼化了这株藏元神花后，他的特殊体质一跃蜕变成了初级神体，内蕴无穷的本源神力。圣王境3重天修为，初级神体，隐暗神体，再加上石流至圣道盘。林然，享受你最后的宁静吧！你的死神来了！萧火火面目狰狞，满腔的杀意溢出体外，几乎快要凝成实质。萧火火，清醒一些！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去取林然的性命，当下之急还是先前往真正的残月之墓，夺取里面的最终机缘。只要你夺走了最终机缘，斩杀林然岂不是更有把握？道盘老爷爷轻喝一声，将萧火火拉回了现实，他心中则是暗暗咂舌。萧火火对林然的恨意实在是太深了，几乎快要成为心魔。不过这也无可厚非，萧火火不过一草芥罢了，所谓重生大帝也不过是黄粱一梦，心境自然比不了那些真正的大帝强者。但无妨，他有这个能力和自信将萧火火彻底调教好。前辈说的对，只要本帝夺取了最终的机缘，那林然就已经是个必死之人了。本帝的确无需急于这一时，便先让那林然再多活些时日。萧火火恨恨地说了一声，而后朝着天穹上那一轮残月飞去。根据他前世记忆来看，天穹上的那轮残月才是残月之墓的真正入口，而其中的最终机缘至今都还未有人夺走。暗灵泉，林然缓缓睁开双眼，轻呼一口浊气，锐利的眸光爆射而出。圣人境9重天修为，阴阳使道祖龙也修炼到了1200灵之境。林然缓缓站起身来，带起一片水花。童子，打开宿主面板。宿主面板，姓名林然，身份飞仙宗圣子，冲师逆徒，修为圣人境9重天，根骨悟性，资质魅力满级，特殊体质阴阳仙体，命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功法先天纯阳法，九龙创界术，神通追云逐月神翼，剑诛9天，鲲鹏无量神拳，本源神通阴阳大道宝瓶，阴阳伏天，中剑审判，命理道盘，法宝镇仙魔剑，暗世剑，诸天幻神印，特殊真龙蛋，孤命石，至脉破物丹，破镜丹，大道真意，命运真意，黑暗真意，五行真意，生死真意，阴阳真意，剑之真意，天命点267000，评价666，演都不演了。这个入世贵，练习时长不足2年半就成圣了。看着系统对自己评价的改变，林然也是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童子，给我觉醒命运仙体第3世本源神通。林然微微颔首，暗道：命运仙体第3世本源神通的觉醒需要花费25万天命点，而他现在足足有267000天命点，用来觉醒足够了。叮！恭喜宿主成功觉醒命运仙体第3世本源神通诸神黄昏。林然微微颔首，开始感悟命运仙体的第3世本源神通。这一世神通严格来说应该算是辅助神通，不仅可以形成一方独特的领域，增强命理道盘与中剑审判的威能，甚至还可以将生灵的命运照射出来，展其命运。虽说是辅助性的本源神通，但若是与命理道盘和中剑审判相互结合，则能够爆发出不俗的威势。总而言之，身为最强体质的命运仙体，他的本源神通绝对没有弱的。看着自己所剩无几的天命点，林然突然有了一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罢了，天命点没了还可以再攒，但本源神通觉醒了，对我实力的提升可是永久性的。林然瞬间释然了，他转动目光定格在叶明月的身上。此刻叶明月仍旧紧闭双眸，在努力吸收着暗灵泉。其实他能够吸收到的黑暗本源极少，大多都被林然给吸收了。毕竟林然身负命运仙体、阴阳仙体，又修炼有先天纯阳法，他想要与林然抢黑暗本源简直是无稽之谈。要不是林然还算有些人性，给他留了大概1/10的黑暗本源，只怕他的初吻不仅没了，黑暗本源恐怕还一滴都吸收不到，那未免有些亏大了。这妮子体质貌似不简单啊！林然凝视着叶明月的心口，发现那里有着一股极强的伟力在酝酿，这股气息是黑暗大道。也就是说，叶明月不只是身负元灵至尊体这么简单，他的体内还蕴藏着一种至强的体质，是神体。什么等级的神体？林然眼眸微沉，自言自语。不一会儿，在将1/10的黑暗本源彻底吸收炼化后，叶明月周身爆发出一股狂猛的气息，修为暴涨，竟从圣人境8重天一举突破至圣王境5重天。不错，这还算是有了一点转世女帝的雏形。林然咧嘴一笑，
有些赞赏的点了点头。公子，我修炼完了。叶明月睁开一双清澈明亮的杏眼，猛地扑进林然怀里，甜甜的笑了起来。明月，你好像不只身负元灵至尊体这一个特殊体质吧？林然揉了揉他的头，笑着询问。除了元灵至尊体外，明月还觉醒了终极神体吞灵神心。吞灵神心是与黑暗大道相牵连的特殊体质，所以我才会想要与公子一同炼化暗灵拳。叶明月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好似月牙一般娇俏可人。早知道便多让给你一些黑暗本源了。林然笑着回道。叶明月摇了摇头，不用呀公子，这些黑暗本源已经足够了。我不仅突破到了圣王境，还觉醒了吞灵神心的第30本源神通。想我遇到公子前，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归一境修士呢。说这话时，他可爱的眨了眨杏眼，语气无辜，看上去俏皮动人，惹人垂爱。林然微笑着捏了捏他脸颊，哪怕没有我，你也迟早会走到这一步，甚至这绝不会是你的终点。那就承公子吉言了。叶明月眉眼弯弯，脚尖轻点，在林然的脸庞上轻轻啄了一下。林然轻笑一声，取出了子母灵花的紫花瓣。没有了束缚的紫花瓣也是顺着母花瓣的指引，朝着天穹上的那轮残月飞去。明月，跟上！林然目光一闪，施展出追云逐月神意，朝着悬挂于天穹上的残月飞去。他之前的猜测果然没错，传说中的残月之幕岂会只有这零零散散的小机缘？或许他现在的所处之地压根就不是真正的残月之幕，也许真正的残月之幕就是天穹上的那轮残月。叶明月施展出吞灵神心的第30本源神通赤暗神翼，他身后有一对庞大的黑色羽翼延展，如同垂天的乌云，流淌着浓郁的黑暗本源。哗，双翼一震，好似风雷大作，他整个人顿时化作一道炽盛的乌光，连忙追上林然的步伐。天穹上的残月看似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二人没飞多久，便已经抵达了残月之上。林然立于残月之上，放眼望去，能够发现此地矗立着数不清的墓碑，那是一个个强者的坟墓，每个墓前都堆放有一口宝盒，并设有禁制。公子，这才是真正的残月之墓，这些宝盒应该就是残月宗的那些大能留给后世之人的机缘了。只可惜我们来的还是太晚了点，这些宝盒都空了。叶明月神色略有遗憾地叹息一声，放眼望去，虽然这里有无数墓碑，有无数宝盒，但他还未发现一口完好无损的宝盒。几乎每个宝盒都好似被人撬开的蚌，里面的珍珠已经被人夺走了。走吧，我们的目的不在残月之墓的外围。林然摸了摸叶明月的脑袋，随后跟着紫花瓣的指引，继续朝着前方飞去。与此同时，残月之墓的深处地带，两方人马在激斗，其中一人是萧火火，他的对面则是青羽阁的圣子子晨与圣女风缥缈。而在他们的一旁有着一处坟墓，坟墓前是一具通体漆黑的无头尸身，尸身怀里捧着一口散发着莹莹光辉的宝盒，尚未打开。任谁都知道，宝盒中定然蕴藏着大机缘，甚至于这残月之墓的最终机缘就在这口宝盒内。此地机缘不是你们能够染指的，滚！萧火火释放出圣王境3重天的修为，气息凛冽，恐怖如斯。哼，真以为突破至圣王境就天下无敌了？老子治不了飞仙宗圣子，还他妈治不了你！子晨向前踏出一步，同样爆发出圣王境气息，而且他的修为要比萧火火还高了1重天。他同样是身负气运之人，在残月宗的药园里搜寻到了不少机缘，并一举突破至圣王境。至于他身后的风缥缈，虽然比他差了不少，但也突破到了圣人境9重天之境，战力同样不俗。不走，那便都别走了。听到子晨间接地说自己不如林然，萧火火瞬间暴怒，隐暗神体的本元神通玄级施展而出，狂暴的气息甚至影响到了天地，异象纷呈。这人疯了！缥缈，一起出手！子晨眉头微蹙，想不明白萧火火为何突然暴怒。不过他身为青羽阁的圣子，修为也要更强一分，倒也无惧这萧火火。此黄耀天威，风之极，龙啸！子晨与风缥缈一同施展出杀伐至强的本元神通，与萧火火的杀招碰撞一起，恐怖的气流四处狂涌，将三人震退了数步。该死，这又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妖孽？子晨神色难看，脸上的杀机如同雷电般在闪烁。妈的，之前被林然一人击溃也就罢了，好歹对方是飞仙宗的圣子，还身负最强体质命运仙体，但现在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萧火火，他与风缥缈一起出手都无法在第一时间拿下对方，这让他情何以堪？萧火火也是神情凝重地看向子晨和风缥缈，没有再轻举妄动了。虽说子晨远不如林然，但好歹也是青羽阁的圣子，身旁又有圣女风缥缈的辅助，他想要第一时间拿下对方也不是件易事。轰轰轰！正当双方欲要再度交锋时，一道惊天动地，好似鼓乐在横溢的声音响起。三人略显惊恐的目光瞬间看去，发现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如同小山一般的青年正缓缓踏步而来。他肉身之强，每走一步便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硕大的脚印，这种压迫感着实强大，让人心惊肉跳。都别争了，残月之墓的最终机缘是我的。不对，这里的最终机缘是我族神女的。青年语气憨厚，声如洪钟，暂时没有恶意，只是在简单的驱逐萧火火三人。你是霸族之人？
子辰瞳孔猛地一缩，脸上浮现出肉眼可见的惊恐。霸族，青州的隐世势力传承古老悠远。霸族虽然人数稀少，但个个身负霸体，在肉身上有着极强的造诣。不错，我的确来自霸族，名为苍厉。你们现在离去，我可不对你们出手。苍厉憨憨的点了点头，笑道：哼，不过是个力气大的蛮子罢了，给本地死。萧火火才不管这那的，残月之幕里的最终机缘，他势在必得。黑暗界行术，他施展出隐暗神体的第3式本源神通，脚底顿时喷涌出滔天的黑暗本源，将一方空间包裹，化作无边无际的黑暗。在这无尽的黑暗里，萧火火分裂出黑暗化身，化作无数个自己，虚虚实实，难以捉摸。怎么想和我动手？那就让我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硬。苍厉哼了一声，周身喷涌出猩红的气体，这赫然是血气。他身负终极神体等级的霸体，体内气血汹涌澎湃，伟力无双。汉神，他催动体内法力，一拳轰出，犹如神奇在怒吼，瞬间打爆了数百个萧火火的黑暗化身。圣王境5重天修为，眼见苍厉爆发出自己的修为气息，萧火火瞳孔猛地一缩，肉身之力如此强大也就算了，修为境界还要比他高出了2重小境界，这也太变态了吧！苍族究竟是什么种族？怎么随便走出来的年轻天骄都这么妖孽变态？石流至圣道盘，镇压。萧火火咬了咬牙，祭出石流至圣道盘，将自己的法力注入其中。哗！霎时，一条亘古长河悬挂虚空，不知其始，不知其终，充斥着浓郁的时间本源，正是传说中的时间长河。但这很明显不是真正的时间长河，而是一位至强者创造出来的假的时间长河，顶多就是个赝品。但即使是赝品，其威势依旧强绝。哪怕是苍厉被困在这条时间长河中，亦是受到了时间本源深深的影响，行动都为之变得迟缓，实力锐减。黑千羽杀！萧火火趁着苍厉受困于石流至圣道盘之际，施展出隐暗神体的第1式本源神通，遮天蔽日的黑暗羽刃爆射而出，锋芒毕露，锐不可当。苍山印！苍厉冷哼一声，手掐法诀，同样施展出霸体的本源神通，不甘示弱。一座恢宏古老的山岳从天而降，立于他身前，将这漫天羽刃拦截。轰！无穷无尽的黑暗羽刃轰在古老的山岳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最终两者纷纷消散，化作虚无。圣子，我们是作弊上官，还是？风飘渺轻声道：不急，现在一旁看着，想要夺走这宝盒，还需要破解禁制才行。我们先在这一旁静观其变。然后子辰话还未说完，却见眼前乌光一闪，随后一道吞天噬地的法印朝他袭来，势不可挡。他眼皮狂跳，死亡的威胁在心头蔓延，连忙打出一道本源神通，与这法印轰在一起。噗！因为是仓促出手，导致他并未发挥出100%的实力，再加上出手之人修为不弱，因此子辰连连倒退，大口咳血。无尽暗潮随着一道交合声响起，恐怖的黑暗本源化作汹涌澎湃的潮水，涌起阵阵浪涛，如同吞噬一切的巨兽，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风之劫，无根，此黄药天威。子辰和风缥缈连忙施展出本源神通，抵挡着这股气势汹汹的黑暗暗潮。然而突然，他们身后顿时冒出一阵凉意，他们表情僵硬的转头看去，发现林然不知何时起出现在他们身后，并朝着他们轰出平平无奇的一拳。然而偏偏就是这平平无奇的一拳，竟轻而易举地将虚空打穿。鲲鹏虚影自北海中一跃而起，裹挟着数种大道真意，威势煌煌，不可阻挡。轰！风缥缈和子辰二人被轰飞出去，二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压根就不受控制，跌倒在黑暗暗潮中。接着林然没有丝毫犹豫，心念一动，瞬间祭出阴阳大道宝瓶，恐怖强大的阴阳二气化作万般兵刃，朝着风缥缈和子辰暴冲而去。你！子辰先前便以贝叶明月和鲲鹏无量神拳重创，而今在面对阴阳大道宝瓶的攻势，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之力。此道有不死贫道，圣子，你帮我抵挡1、2。风缥缈脚下生风，竟暂时脱离了黑暗暗潮的吞噬，身后浮现出一对风翼，神色惶恐地朝着远方逃离。风缥缈，你！子辰神色愤怒，没想到与自己多年同床共枕的女人竟会在这种关键时刻拿他做挡箭牌。然而他此刻再愤怒也无用了，阴阳二气化作的兵刃将他吞没，阴阳大道宝瓶再度喷涌出阴阳二气，化作一双双大手将他吸入了瓶中。想走？林然眼眸轻抬，看着逃离的风缥缈，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他心念一动，身后延展出追云逐月神翼，风雷大作间，下一秒他瞬间掠至逃亡的风缥缈面前，暗示剑旋即祭出，斩出一记剑诛9天。风缥缈心中顿时浮现出一抹死亡的恐怖，他双手掐诀，打出无数锋刃，可却没有丝毫意外的被浩瀚剑气湮灭。他在林然面前显得太过孱弱。命里道盘，杀！林然趁热打铁，右手轻抬，凝聚出命里道盘，杀向风缥缈。风缥缈抵挡不住，身形再度倒飞出去，重新跌回了黑暗暗潮中。风缥缈，在青羽阁里，你与子辰、萧雪样欺我辱我时，可曾想过今日？如今看来，你所臣服道子辰，貌似并不能保你
一生一世。叶明月倏然出现至半空中，一脸莫笑地看着在黑暗暗潮中不断挣扎的风飘渺，只感觉心中快意不断。他眼里并没有什么怜悯，在林然面前，她是乖巧柔弱、容易害羞的小兔子，但是在敌人面前，她是腹黑霸道的黑暗女王。更何况这风飘渺曾经在青羽阁时可谓是将她欺压惨了，她就更加不会对其有丝毫怜悯。叶明月，可可，你不能杀我，我是风家的传人，你若是杀了我，我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风飘渺惶恐不安地发出无力苍白的威胁，那汹涌的黑暗本源正在侵蚀着他的肉身。他很清楚，叶明月完全有能力瞬间将他斩杀，但叶明月却是要用这种近乎折磨的方式，让他更为直观地感受死亡的降临，这完完全全就是在折磨他。风家很厉害吗？信不信我家公子一句话，让你风家就此除名？叶明月言语霸道，傲娇地挺了挺傲人的酥胸，不屑道：开玩笑，他家公子可是飞仙宗的圣子，想要覆灭一个小小的风家，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可别乱说，你家公子是那种说让人家家族除名就让人家家族除名的人吗？林然笑着出现在叶明月身边，轻轻敲打了一下他的脑袋。叶明月俏皮地吐了吐舌头，亲昵地挽着他胳膊。黑暗暗潮中，看着叶明月身旁的林然，风飘渺眼前一亮，像是突然看到了生还的希望一般，连忙道：圣子大人，我可以为奴为婢，此生对您不离不弃，还请您高抬贵手，饶奴家一命。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喜新厌旧，这才是本天命该有的风格。任务踹了叶明月，把贴身丫鬟换成风飘渺，奖励11000天命点，转世女帝的怨恨。选项二，风飘渺今日能够背叛子臣，明日就敢背叛本天命之子，此女绝不能留。任务灭杀风飘渺，奖励11000天命点，顶级真意，光明真意。选项三，小孩子才做选择，本天命之子全都要。任务化解风飘渺与叶明月之间的仇恨，收下风飘渺，奖励11000天命点，本系统脸部按摩服务一次。我选二。林然暗道，选项一和选项三的奖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玩意，直接无脑冲二就完事了。呸！你这贱货，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也配给公子为奴为婢？你连给公子擦鞋都不配。叶明月神色漠然，但眼底却有着一抹慌乱。公子，你可千万别放过他，像他这种贱卖自己、随意背叛他人的女子，是绝对不能相信的。这要是真让风飘渺诱惑到了林然，那他的地位可就不保了呀。林然的贴身丫鬟有他一个就够了，而且风飘渺在青羽阁时对他的欺压，他就算是将风飘渺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他绝不肯轻易放过风飘渺。林然双眸微微眯起，看着在黑暗暗潮中不断挣扎却又心存一丝侥幸的风飘渺，旋即将叶明月搂在怀里，使后者的肌肤紧贴自己。风飘渺，你有我家明月漂亮吗？你有我家明月胸大吗？你有我家明月腰细吗？你有我家明月屁股翘吗？你有我家明月这双大长美腿吗？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抛弃明月，转而收你这种全身上下87%的部位是白的，只有13%的部位为黑的女子做贴身丫鬟？得了吧，我可看不上你这种黑武士。林然神色不屑，右手一挥，阴阳大道宝瓶喷涌出阴阳二气，将风飘渺吸收炼化。直到死前，风飘渺依旧处于蒙圈的状态。他其实很想为自己辩解一句，他特么全身上下都是白的呀。公子。叶明月双手生涩地搂着林然的腰，绝美的脸颊晕开极艳的绯色，浑身绵软地靠在他怀里，头埋在他颈边，俨然是一只害羞的小兔子。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1000天命点，顶级真意，光明真意。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林然的道果上再添一枚顶级大道的道叶。放心，你是我认定的贴身丫鬟，谁也取代不了你的位置，有我在，谁也欺压不了你。林然笑道。公子。叶明月抬头看向林然，眼里闪烁着感动的泪花，更有深沉的情愫在酝酿。是林然的出现，才让他安然无恙地脱离了青羽阁，再也不受子臣三人的欺压。林然就像是一道曙光，刺破了他世界的黑暗，为他带来了希望。他暗暗发誓，此生此世都不会离开林然，只愿服侍这一人。林然微微颔首，转头看向依然在激战中的苍丽和萧火火，双目微微眯起。看来这萧火火的确是获得了不小的机缘，修为都已经突破至圣王境3重天了，而且自身的体质貌似也发生了蜕变，真不愧是重生大帝啊！公子，就让这两个家伙争去吧，我们作弊上官，渔翁得利。叶明月傲娇得意地笑了起来，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不如一起镇压更快点。林然摇了摇头，周身喷涌出恐怖的命运本源，于苍穹上凝聚出一柄命运神剑。真不愧是公子。叶明月双手托腮，满脸崇拜爱慕地看向林然。按理来说，作弊上官才是最稳妥的做法，但林然却剑走偏锋，想要将苍丽和笑火火一并镇压，这才是真正的大无畏、大无敌啊！他简直是爱了呀！苍穹上，命运神剑急坠而下，朝着苍丽和萧火火迎头斩去。哼，无芒苍辈！苍丽冷哼一声，催动本源，于身后凝聚出一块恢宏庞大的石碑，散发着古老深邃的气息。这正是霸体的第30本元神通——石流至圣道盘。萧火火冷汗直流，
连忙祭出石榴制胜道盘，杀向命运神剑。二人的杀招迅猛而霸道，但命运神剑却是要更加强大，有一种斩断天地万物的一往无前之势。噗！哼！杀招的碰撞狂猛而强烈，萧火火止不住的倒退，大口咳血，哪怕强如苍力，也是倒退了半步，喉咙间溢出一道闷哼之声。这是命运仙铁，你是谁？苍力来自古老的霸族，自然见多识广，知晓这是命运仙体的本源神通。飞仙宗圣子林然。林然双手负于身后，淡漠道：原来是飞仙宗圣子。苍力眼底涌出滔天的战意，一顿摩拳擦掌，气息强大。他自然知云州的霸主飞仙宗，甚至还知道飞仙宗与传说中的仙人有所渊源。更重要的是，飞仙宗的每一代圣子圣女都是绝对的妖孽，个个惊世骇俗。而今飞仙宗这一代到圣子林然，更是身负命运仙体的绝世妖孽，这对于出身自霸族的他来说，绝对是个绝佳的挑战对象。可突然，苍力摩拳擦掌之后，却是默默地退至一旁。哦，你这是做什么？林然看着突然偃旗息鼓的苍力，也是有些好奇地询问。林圣子，我想要的是一场堂堂正正的交锋，等你解决完他后，我再来挑战你。我想要看看，是你命运仙体的肉身之力强大，还是我霸族霸体的肉身之力强大？苍力憨厚道。有点意思。林然上下打量了苍力一眼，笑了起来。不过这样也好，他便先割了萧火火这颗韭菜，再来镇压苍力。萧火火，让你蹦跶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该让你回馈本圣子了。就让本圣子看看，你这次给本圣子带来了什么机缘？看着林然那眼神，萧火火便恨得将后槽牙咬碎。那种眼神是猎人看待猎物的眼神。林然至始至终都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只是将他当成了一个寻宝鼠。林然，你能出现在这里，莫非是有原因的？萧火火暂未出手，而是发出一声如同野兽般的嘶吼。算你还有些聪明。林然取出子母灵花的紫花瓣，笑道：你的身上有这朵灵花的母花瓣，本圣子正是靠着这枚紫花瓣找到你的。你真以为在飞仙宗挑衅了本圣子，本圣子会安然无恙的放你离开？不过不得不说，你这只寻宝鼠还算是有些资格，这次应该为本圣子寻到了不小的机缘吧。林然听到这里，萧火火心中的怒火与恨意如同火山般爆发，瞬间将他的理智吞噬。黑暗界行术，黑千羽。他全力催动体内法力，施展出2大本源神通，并将大道真意加持其上，使其威能更加恐怖。废招！林然嘴角扯出一抹冷笑。9霄神劫剑骨在嗡鸣，在震颤。青霄劫剑、赤霄劫剑、紫霄劫剑、云霄劫剑、凌霄劫剑、烈霄劫剑齐浮现在他周身，剑身吞吐着灵力滔天的剑意，更有恐怖的混沌劫雷迸发，噼啪作响。剑珠九天。林然右手作剑指状，一剑斩下6柄劫剑，其师展出剑珠九天这门地级极品神通。轰！在6柄劫剑恐怖的威能下，萧火火的本源神通完全就像是纸糊的一般，被恐怖的剑气轻而易举的撕裂，化作虚无。噗！剑气汹涌四海，将萧火火吞没。他的身上顿时多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伤痕，鲜血滚滚渗透，完全变成了一个血人。萧火火，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还是趁早将机缘交出来吧。林然冷笑一声，催动1200枚阴阳使到祖龙鳞片，旋即施展出鲲鹏无量神拳。1200灵之境，其肉身之力足以轰碎山川古岳，可手握星辰。这肉身，看到林然如此至强的肉身之力，甚至都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压迫感。苍力眼前顿时一亮，无穷无尽的战意在眼底酝酿，在昂扬。他来自古老的霸族，身负霸体，最是看重肉身，也最是好战。林然的出现让他的战意彻底沸腾了起来，只想要与林然堂堂正正的碰一碰。萧火火看着这势如破竹的一拳朝着自己轰来，瞳孔猛道收缩，慌忙祭出石榴至圣道盘。时间长河自石榴至圣道盘中汹涌飞出，将鲲鹏虚影给拦截。时间长河不对，是假的。林然心头跳了跳，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传说中的时间长河不可能会出现在一件法宝中，唯一的可能便是这时间长河只是一件赝品，是某个大能创造出来的。但即使如此，这也很是惊世骇俗了。即便是赝品的时间长河，其威能依旧强大。前辈，快助我！萧火火心中焦急万分，求助于道盘老爷爷。林然太强了，命运仙体和9霄神劫剑骨的加持，简直强大的让他感到绝望。萧火火，接下来我将动用石榴至圣道盘的威能，将你的一缕未来生换来，届时你的修为将会暴涨，不过事后将会遭受严重的反噬，你可想好了？道盘老爷爷沉声道。说实话，他看着眼前的林然，同样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他很难想象，即使是在他的调教下，萧火火依旧不是林然的对手，甚至于萧火火在林然眼里只是一只寻宝鼠。这城府太过深沉了，这资质太过妖孽了，连他都感到可怕。只要能够杀了林然，天大的代价也无所谓。萧火火已经彻底入魔了，此刻一心一意只想要杀了林然。见状，道盘老爷爷不再犹豫，当即手掐法诀，开始引导着那条虚假的时间长河，从其中摄取出一小部分的时间本源，加持在萧火火身上。轰！萧火火周身顿时喷涌出强大的气息，修为在不断攀升，
转瞬之间便突破至圣王境9重天。哦，有点意思。萧火火，本圣子很想知道，今日你究竟还有什么手段能够杀我？林然神色依旧风轻云淡。很简单，我成尊便是了。只见萧火火发出一声低吼，他话音刚落，周身气息越发狂猛，竟在下一秒突破至新尊境1重天。至尊境，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境界，在至尊境这个大境界里，又包含了新尊境、月尊境和阳尊境。也就是说，至尊境的前3重天为新尊境，中3重天为月尊境，后3重天为阳尊境。唯有修炼到阳尊境9重天，才算是真正的至尊境9重天强者。而现在，萧火火强势突破至新尊境1重天，足以称得上是少年至尊。虽说只是暂时的至尊，但依旧强大。林然，今日我暂时成尊，而你必死。萧火火依靠着新尊境1重天的修为，自信心再度恢复，眼中的杀意化作实质，要将天地给淹没。在他看来，修为仅有圣人境9重天的林然，如何会是他这个少年至尊的敌手？公子小心！叶明月下意识地站在了林然身前，心头乱跳不止。没办法，此刻的萧火火的确太害人了。新尊境1重天的修为，足够吓死一众年轻天骄了。黑暗界行术！萧火火怒吼一声，隐暗神体的第3式本源神通随之施展而出。这股力量并不属于你。林然眼眸深邃道：呵呵，林然，本帝获得的是假力量，但你没的可是真性命。萧火火声音沙哑冰冷。林然微微摇头，伸手将身前的叶明月揽在怀里，心念一动间，天穹之上突然有一只眼眸缓缓浮现。那是何等的瞳眸，仿佛来自最为古老的太虚，是能够看破世间一切的神眸。神眸之目光扫过之处，所有生灵的命运都无所遁形，纷纷浮出体内。林然看到了萧火火的命运，甚至看到了萧火火身上所谓的重生大帝的秘辛。他嘴角不由勾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正如他之前所预料的一样，所谓的重生大帝不过是萧火火的黄粱一梦罢了。石流至圣道盘从天而降，砸中了萧火火的额头，将其砸晕了过去。随后，其中的神秘存在动用大神通，带着萧火神游了一遍掌命地界，知晓了这天底下的些许机缘所在之地，并且他利用石流至圣道盘中的时间长河，给萧火火创造出了一幕幕虚假的未来。萧火火从来都不是什么重生大帝，他所认为的前世不过都是石流至圣道盘中的神秘存在所创造出来的。至于那位神秘存在为何要这么做，林然猜测，神秘存在应该的确是想要培养萧火火。他先让萧火火确信萧火火就是重生大帝，想要为萧火火塑造出一颗无敌道心。只可惜萧火火遇到了他，自此之后便一路溃败，最终走到了这般境地。果然是有水分的重生大帝。林然嘴角勾起一抹讥笑，在我的诸神黄昏下，所天下所有生灵的命运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包括你萧火火。你的失败便是你此生注定的命运。林然催动命运仙体的本源，凝聚出命理道盘以及那柄能够斩断一切命运的命运神剑。在诸神黄昏的领域下，命理道盘和中剑审判这2式本源神通的威能变得更加强大，堪称是无往不利。轰隆隆，双方的急招碰撞一起，纵使萧火火的修为暂时突破至新尊境1重天，且还有石流至圣道盘的辅助，但是在命运仙体的3式本源神通下，也感到了阵阵吃力。林然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六柄九霄结剑齐齐浮现，施展出地级极品神通剑诛九天。命运仙体是最强的大道仙体，而九霄神劫剑骨则是顶级仙体。面对着这2大至强体质的杀伐，萧火火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瞬间倒飞而出，重重摔倒在地，不知生死。林然神色淡漠，祭出阴阳大道宝瓶，喷薄而出的阴阳2气化作一双双大手，抓向萧火火。阴阳仙体，滚！随着一道光芒自石流至圣道盘上闪耀而出，恐怖汹涌的时间本源将重伤昏迷的萧火火笼罩。本圣子看上的猎物，你也敢阻拦？找死！林然眸光一凛，祭出诸天幻神印。他识海中的星幻神天的与诸天幻神印中的星幻神天的互相牵连，气息相通。剑神玄女神像与火神乌龙神像自他眉心中一闪而出，屹立于天地之间，神像庄严，至高无上。杀！林然一语落下，玄女神像与乌龙神像齐齐冲着石流至圣道盘杀去，恐怖的杀招一道接着一道。破！林然则继续催动阴阳大道宝瓶，将笼罩在萧火火周身的时间本源摧毁。一双双阴阳2气化作的大手瞬间抓住了萧火火。该死！道盘老爷爷神色阴鸷，惴惴不安。他狠狠咬牙，全力催动石流至圣道盘，时间长河愈发汹涌澎湃，将玄女神像与乌龙神像暂时逼退。他调转矛头，利用时间长河包裹住萧火火，随后破空离去。不好，公子，他要逃了！叶明月看到这一幕，神色有些许焦急。林然摇了摇头，逃了便逃了，无所谓了。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得到了。是什么？叶明月愣了一下，问。林然不语，只是将阴阳大道宝瓶中的隐暗神体的本源取了出来。这是萧火火的体质本源，已经被我全部掠夺了过来。我想萧火火之前应该在残月宗的药园里找到了某种神药，使他体质获得了蜕变，修为也因此提升了不少。只可惜现在他的体质本源被我全部掠夺了，
相当于他的特殊体质在我手上。之前吸收炼化的那株神药也给我们做了嫁衣。林然哈哈笑道，第一次遇到萧火火是在飞仙宗里，那时萧火火便给他带来了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而现在他第二次遇到萧火火时，萧火火送给了他隐暗神体的体质本源。说实话，他已经开始期待了，他第三次见到萧火火时，萧火火又会送给他什么机缘？哦，那是不是说萧火火已经废了，再也威胁不到公子了？叶明月眉眼弯弯笑道，我何时把他当成了威胁？林然笑着揉了揉他的头，林圣子。这时苍丽冲着林然微微抱了一拳，脸上浮现出些许敬畏，毕竟就连短暂突破至新尊境一重天的萧火火都惨败在了林然手中，从这便可看出林然的实力。更关键的是，林然不只身负命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他还觉醒出了阴阳仙体，两种大道仙体，一种顶级仙体，全部出现在了一人身上。这特么难道是要塑造出一个独断万古的艺术妖孽来吗？苍丽，你想如何挑战本圣子？林然双手负于身后，淡淡道。对于苍丽，他还是看得比较顺眼的，毕竟苍丽为人憨厚，也没有在他与萧火火的厮杀中搞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从这一点来看，他对于苍丽便没有什么敌意。林圣子，我只想与你比拼肉身之力。刚才你与萧火火的厮杀，我也看在了眼里，你的肉身之力绝对称得上是恐怖，而且圣子不仅身负命运仙体，还身负阴阳仙体，肉身应该更加恐怖，所以我想挑战圣子的肉身。苍丽摩拳擦掌，战意昂扬，兴奋道。可林然点了点头，对于苍丽的这个挑战，他自然不会拒绝，而且他也想感受一下霸族这个古老种族的强大。神骨彻，苍丽不再犹豫，双脚踏地，猩红的血气自他周身冲天而起，浩瀚如烟海，于顶空凝聚出一口血气神骨。神骨在震颤，神音隆隆，响彻天地。在神音的震慑下，苍丽的霸体仿佛激发了全部潜能，他整个人的身躯变得无比庞大，肌肤像烧红的烙铁，蒸腾出滚滚白烟。那种恐怖的肉身之力，竟使得虚空开始扭曲。汉神苍山印，在神骨的激化下，苍丽左手施展出汉神，右手结出苍山印，恐怖的肉身之力加持在这两大本源神通上，使得天地都为之震颤不安。不愧是来自霸族的天骄妖孽。林然见到如此强大的肉身之力，也是忍不住点了点头，由衷的赞叹起来。他全力催动1200枚阴阳使到祖龙鳞片，命运仙体、阴阳仙体也在此刻发力。他双手握拳，随后一气轰出，两轮北海异象浮现半空，其中更有两道鲲鹏虚影在遨游。苍丽的本源神通与林然的鲲鹏无量神拳碰撞一起，这不仅仅是发法力上的碰撞，更是肉身之力上的碰撞。噔噔噔，碰撞过后，苍丽闷哼一声，向后倒退了数步不止，嘴角溢出丝丝缕缕的鲜血。林圣子，是我败了，在肉身之力上，我不如你。苍丽收回神通，伸手擦去嘴角出的鲜血，心服口服地抱了一拳。你的确很强，肉身之力仅在我之下，虽然你败于我，但也不必气馁，因为在这整个掌命地界，没有一位年轻天骄能够败我。得到我的称赞是你的荣幸。林然双手负于身后，给人一种无敌寂寞之感。哇，公子简直太帅了，太骚了。叶明月满脸爱慕地看向林然，眼中的粉色爱心止不住的喷涌。多谢林圣子开导。苍丽神色感激地冲林然抱了一拳。林然说的对，败给林然这种艺术妖孽是很正常的，甚至他对于林然所说的在这整个掌命地界没有一位年轻天骄能够败林然的话，他也是深信不疑。要知道，林然可是集命运仙体、九霄神劫剑骨、阴阳仙体于一身的艺术妖孽啊！试问有哪个年轻天骄会是他的对手？所以败给林然不丢人。而且也正如林然所说的那样，能够得到林然的称赞，甚至算得上他的荣幸。只一瞬间，他便释然了。可以说，若无林然这一番话，他恐怕会深深的质疑自己，从而道心受损。所以他对林然不仅仅有敬畏，还有着深深的感激。苍丽，我好像记得你们霸族的规矩吧？若是年轻一辈中天之骄子若败于他人之手，则要追随拜你们的那个人；若是天之骄女败于他人之手，则要与之永结连理。我想应该是这样没错吧？叶明月突然想到了什么，眉宇间顿时闪过一抹不怀好意之色，道。苍丽愣了愣，点头道，我霸族的确是有这个规矩。说着，他冲林然单膝跪地，抱拳道，若林圣子不弃，苍丽愿意追随圣子大人。很好，起来吧，从今往后，你便是本圣子的第一个追随者。林然欣然接受，毕竟苍丽的确是万里挑一的妖孽，又身负终极神体等级的霸体，的确有资格成为他的追随者。而且霸族是青州的隐世势力，传承悠远，也许他可以借着苍丽这条线，在霸族身上做些文章。林然定了定神，转头看向一旁的无头尸身。这具无头尸身很是诡异，哪怕是刚才大战中的强烈余波都没有影响到其分毫，他就这般静静的屹立原地，正对着眼前的墓碑一动不动。公子，叶明月看着这具无头尸身，总感觉身后传来一阵凉意，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躲到了林然身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族长说过这口宝盒里就是残月之墓中的最终机缘，里面装着的乃是残月宗那一门极负盛名的斩神剑术。苍丽解释道。
残月诸神见绝。林然微微侧头看向苍丽，他曾在生死台上与徐坤厮杀时，徐坤便祭出过残月宗大能的尸骨，并以某种秘术使得这具尸骨活了过来，对他施展出了斩神的剑术。所以他猜测这口宝盒中的斩神剑术应该就是残月诸神剑术了。不错，正是这门剑术。这门剑术曾经在掌命地界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号称若见残月，非死即伤，哪怕是神奇也难挡残月之威。苍丽神色敬畏道：若是残月宗不灭，而今最少也是一州霸主，恐怕就连强大的飞仙宗也不见得能够与残月宗抗衡。单单是这一门斩神剑术，便将残月宗的威名拔高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地步。林然心中微微琢磨了一下，绕着这具无头尸身仔细观察起来。无头尸身浑身布满了如同蝌蚪般大小的符文，尸身坚不可摧，怀里抱着的宝盒更是难以取走，哪怕是林然用出吃奶的力气，也难以拨开无头尸身的半根手指。取不走，要不将它炼化了试试。林然祭出阴阳大道宝瓶，阴阳二气喷涌而出，缠绕住无头尸身。然而无头尸身却像是古月一样纹丝不动，任凭阴阳二气如何发威，他依旧巍然矗立，就仿佛一尊万法不侵的神器。圣子大人，要不还是斩断试试？苍丽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林然也别无他法，祭出暗视剑，正要斩向无头尸身的双臂时，突然无头尸身动了起来。只见他机械般的转动身躯，明明没有头颅，却给人一种错觉，他正在凝视着林然手中的暗视剑。扑通，无头尸身突然双膝跪地，像是在臣服，又像是在行礼。他双手将宝盒奉上，给人一种卑微的恭敬。见状，众人满脸不解。公子，也许这柄剑和这尸身有些渊源，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利用这柄剑控制这具无头尸身。叶明月凑到林然耳边悄声道。林然微微点头，伸手接过宝盒，目光一瞥，看到了无头尸身的腰间挂有一个宝袋。他摘下宝袋，神识探入其中，并未发现里面装有任何东西，反而是里面的空间中残留有淡淡的湿气。林然心中恍然，先是将这口宝袋炼化，接着口中轻喝咒，霎时无头尸身化作一道乌光，被收进了宝袋中。这具无头尸身很是不凡，也许日后对我大有帮助。林然暗道，他也不知道这无头尸身的实力究竟如何，他只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是全力出手，也难以伤到这无头尸身半分，就连画出白痕都做不到。紧接着，林然寻找到了一口干燥的洞穴，转头看向苍丽道：我准备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你就在外面为我护法吧。苍丽点了点头，好。这时叶明月双手突然抓住了林然的衣角，神态扭捏，眨了眨水灵灵的杏眼。公子，明月也想和您一起炼化萧火火的血脉本源。公子放心，明月愿意付出代价的。说罢，他轻轻闭上了双眼，双颊绯红，像是等待着林然来采撷。他身负吞灵神心，这是与黑暗大道有关的神级体质，而萧火火的隐暗神体也是与黑暗大道有关的神级体质，所以萧火火的体质本源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为了能够和林然一同炼化萧火火的体质本源，他心甘情愿付出一些代价。别说只是上面的嘴了，就算是林然要吻要吸另一张嘴，他也100个愿意啊。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天命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想和本天命之子共享机缘，你配吗？任务1，言辞拒绝叶明月，让他摆清自己的地位，奖励13000天命点。伤心难过的粉发女帝。任务2，结蹭了本天命之子的机缘，可就要被本天命之子蹭哦。任务答应叶明月的请求，一举拿下叶明月，奖励13000天命点。神级控尸符1枚，顶级真意，空间真意。选项3，本天命之子最受不了粉发女帝撒娇卖萌了。任务当场冲叶明月开炮，奖励13000天命点。我不是炮神光环1枚，我选2。看着抽象的选项 E 和选项3，林然一阵汗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选项2。选项2的神级控尸符有大用，刚好可以让他控制无头尸身。虽说他手握暗示剑，可以让无头尸身臣服于他，但也仅此而已。想要操控无头尸身，还是得看这张神级控尸符。明月，你也想和我一起炼化萧火火的体质本源？林然笑着轻轻捏着叶明月粉嫩嫩的脸蛋道：叶明月睁开水润润的眼眸，用力点了点头，呵呵，我答应了。至于你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先进去再说。林然桀的坏笑起来，右手勾着叶明月的腿弯，左手搂着她的腰，将她抱进了洞穴。圣子大人，这是修炼呢，还是操练呢？苍丽愣愣地看着这一幕，小声嘀咕道：算了，这不关我事，我还是好好待在这外面为圣子大人护道吧。与此同时，抱着叶明月进入洞穴后，林然低头朝着那张莹润富有光泽的樱桃小嘴吻去。叶明月双眸紧闭，眼睫轻颤，心潮澎湃，不由自主地沉沦其中。无双的仙颜，满级的魅力值，第4转的先天纯阳，还有身为双修圣体的阴阳仙体。此刻叶明月压根就难以抵挡林然的攻势，他也不想去抵挡，只想与林然共享沉沦知极乐。明月，萧火火的体质本源在我看来要比暗灵泉还要珍贵，所以你这次要付出的代价有点大，你受得了吗？林然亲吻着叶明月娇嫩白皙的肌肤，嘴角坏笑不止。叶明月双眸迷离，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展现出他那善解人意的一面。公子，明月要你吻我、吸我、爱我。见此一幕，林然也不再犹豫，当即开始与叶明月共同进步。既然阴阳仙体是双修圣体，那么他自然要在与叶明月的操练中炼化萧火火的体质本源。他倒是想要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修炼阴阳仙体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惊喜。另外，阴阳大道宝瓶里还有炼化了紫尘和风飘渺所形成的阴阳本源，他同样要趁机一并炼化。圣王剑，他势在必得。与此同时，另一边带着重伤昏迷的萧火火破空离开残月之幕后，道盘老爷爷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最终，他将萧火火安置在一处偏僻无人的静谧之地后，也是虚弱地钻进了石流至圣道盘中。他本就是神魂状态，虽说有石流至圣道盘的酝酿，但实力肯定不及生前。他催动石流至圣道盘，强行提升萧火火的实力，又在最终关头带着萧火火破空离去，这早已到达了他的极限。不多时，萧火火终于苏醒了过来。此刻，他感觉肉身空荡荡，唯有无尽撕裂的痛楚涌上脑门，痛得他目眦欲裂。我的隐暗神体没了，什么都没了。萧火火如同一条死狗般躺在地上，突然疯笑起来，好像疯魔了一般。青梅李花音没了，圣龙血脉和圣龙逆鳞没了，如今就连蜕变之后的隐暗神体也没了。现在的他就如同一条被人打断了四肢的丧家之犬，简直是雪上加霜。萧火火，冷静一些！道盘老爷爷低喝一声道。他看着自暴自弃的萧火火，有些许恨铁不成钢。他耗费了这么大的劲，才带着萧火火从残月之幕里逃了出来，可不是为了看萧火火自暴自弃的。但同时，他心底也感到了些许畏惧和绝望。林然此子简直过于可怕，其资质、实力和城府简直万中无一。他感觉他和萧火火早就被林然给安排得死死的了，也难怪林然能够觉醒命运仙梯了。就凭林然这种玩弄他人命运的手段，他不觉醒命运仙体谁觉醒？前辈，当时在残月之幕，为何您不直接出手灭了林然？萧火火将矛头转移，双眸猩红，内心早已被怨恨吞噬。可笑！我若是出手灭杀林然，凭借着飞仙宗的能力，届时你我必死无疑。现在我们能够活下来，你不感谢本尊也就罢了，你反而来指责本尊。萧火火，若没有本尊，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道盘老爷爷冷着一张脸喝道。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杀林然，他想要的只是让萧火火镇压林然，化解心魔。若他真帮助萧火火杀了林然，以飞仙宗的能力，他们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等待他们的也唯有死路一条。萧火火想死，他可还不想死。只要林然死了，就算我们之后被飞仙宗追杀又如何？我只要林然死。萧火火完全疯了，此刻只想要杀死林然，而且还是不计任何后果的杀死林然。道盘老爷爷的脸色一片铁黑，但很快他叹息一声，眸光深邃道：也许你还没有彻底失败，接下来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也许能够让你再度发生蜕变。萧火火眼前一亮，兴奋的呼吸都开始加重。是什么地方？你先恢复伤势，等到时候去了你就知道了。残月之幕洞穴中，林然睁开一双锐利的眼眸，嘴角咧开一抹邪笑。没想到阴阳仙体竟还有这种奇效。在他与叶明月共同进步的过程中，阴阳仙体竟自主为他吸收萧火火的体质本源，以及阴阳大道宝瓶中的阴阳本源。不止如此，在这个过程中，阴阳仙体竟会自主产生额外的阴阳本源供他修炼，且叶明月也得到了阴阳本源的滋润，修为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就连娇躯也变得越发水灵，肌肤吹弹可破。也难怪阴阳仙体会被世人称为双修圣体，若无强大的背景，定会被人抓走当作永生永世的炉鼎。就单单凭阴阳仙体这种无与伦比的双修能力，都足以让阴阳仙体得到这种待遇。圣王境7重天修为，阴阳使道祖龙也修炼到了1500灵之境，勉勉强强吧，还算看得过去。林然淡淡一笑，仔细感受着体内澎湃四海的力量。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天命任务，奖励13000天命点，神级控师符1枚，顶级真意，空间真意。看着自己道果上再添1枚顶级道业，林然也是稍稍眯起了眼睛。他的主道是命运大道，还可修炼9条辅道，而他所修炼的7条辅道中，仅有1条是高级大道剑之大道，其余的都是仙9道中的顶级大道。而今他只差因果真意、时间真意尚未领悟，他必须加快脚步了。他必须在领悟出道之地势前，将因果真意和时间真意领悟出来，若不然，他的道之真意将会定格于此。要知道，领悟出了道之地势后，将再也无法领悟道之真意，所以在领悟出道之地势前，所有天骄妖孽都会尽可能的多领悟出道之真意。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哪天突然福至心灵，便领悟出了道之地势。突然，一旁熟睡中的叶明月突然发出一声糯唧唧的嘤咛，那双秋波盈盈的杏眼缓缓睁开。公子，他就像是一只没有安全感的小猫咪，醒来的第一瞬间便是钻入林然怀里，双手紧紧搂着后者的腰身。明月，可还疼？林然抚摸着叶明月的粉紫色长发，笑道：不疼，毕竟那可是公子对明月波澜壮阔的爱意呢。叶明月摇了摇头，喜笑颜开。你的修炼如何？
林然笑问。叶明月想了想，兴奋道：“虽然明月只吸收了1/10的体质本源，但是在和公子拿压的过程中，明月还吸收了不少阴阳本源。现在明月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圣王境9重天，只差一步便可踏入星尊境，而且明月的吞灵神心也获得了不小的滋养，估计用不了多久便可觉醒出第40本源神通了。”突然他顿了顿，撅起了一张樱桃小嘴，有些郁闷道：“可惜的是，明月并未能吸收到公子体内的阴阳道元。阴阳仙体觉醒后会在体内凝聚出一种道元，视为阴阳道元。与阴阳仙体第一次双修的人，可夺走阴阳仙体的阴阳道元。”林然是知道这个的，他心里暗暗推算，他是在攻略了苏西月之后才获得的阴阳仙体。之后他便和夏灵霜来到了青州，途中遇到了身中百毒神水的梦晴，然后便与梦晴互相传经授3业。他想，应该就是那时候他的阴阳道元被梦晴给夺走了。我的阴阳道元的确是没了，不过我怎么感觉阴阳道元还会再凝聚出来？林然微微蹙眉道：“他的阴阳道元虽然被梦晴夺走了，但是那种根还留在他体内，他将之称为道元之根。阴阳大道宝瓶可炼化万物，产生阴阳本源，而当他吸收的阴阳本源到达一定数量后，道元之根便能再度凝聚出阴阳道元。只能说阴阳仙体不愧是双修圣体，林然也是头一回知道道元还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的。在某种方面，阴阳仙体的确是要比命运仙体还了得。真的吗，公子？那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够夺取一次公子的道元？”叶明月眨了眨无辜的杏眸，灼热的呼吸拍打在林然的胸口，像是有一片羽毛轻轻挠着林然的心窝。“放心，你想要的东西我还能不给吗？等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体验一下夺取阴阳道元的快感。”林然呵呵笑道：“阴阳道元于他无用，留着也是留着，还不如回馈给自己的后宫。”“哦耶，那明月就多谢公子了。”叶明月将林然推倒，抱着他又亲又吻，但吻着吻着，他的目光便越发不对劲了，变得迷离娇媚，风情万种。“公子，前几日都是你主动，明月被动，这一日换作明月主动，公子被动，可好？”叶明月跨坐在林然身上，媚眼迷离，也不管林然同意还是不同意，便开始了卸甲。1日后，林然搀扶着叶明月走出了洞穴，笑着打趣道：“明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压本圣子一头的，现在可遭到反噬了。”叶明月没有说话，羞得面颊通红似血，浑身滚烫。“圣子大人！”苍丽也结束了修炼，冲林然恭敬抱了一拳。残月之墓里应该也没有什么机缘了，一路走来，那些宝盒全都被人捷足先登，我们也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林然道。叶明月和苍丽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残月之墓的入口前有着3道身影缓缓浮现，正是林然3人。眼见林然出现，夏灵霜和颜如玉顿时现身在他面前。“小然然，收获如何？”颜如玉将林然抱在怀里，狠狠给对方洗了波脸，问道：“收获还行吧，我要的东西也都到手了。”林然挣脱出来，大口喘气道：“那就好。萧火火呢？重杀而逃，怎么不杀了他？”颜如玉问。林然摇了摇头：“萧火火没那么好杀，或者说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不过我有预感，等下次再见到他时，他必死。”颜如玉轻轻点头：“只要你有把握就行，师姑相信你。”夏灵霜看着颜如玉和林然你侬我侬，而他自己却要默默忍受极寒之苦，因此不由感到些许吃味。林然注意到了这一幕，又看到夏灵霜的娇躯上又附上了些许寒霜，当即挣脱开颜如玉的怀抱，转而将夏灵霜搂在怀里，祭出先天纯阳。“灵霜，可是先天纯阳之气又消耗完了？”夏灵霜沉默的点了点头。“为何不直接说呢？你需要什么，直接和我说便行。你在我心里同样占据着不可割舍的地位。”林然语气温柔，却又带上了些许埋怨。夏灵霜抿了抿嘴，微微撇过头去，小声嘀咕道：“我只是觉得你貌似并不需要我。”林然愣了一下，随后笑了起来。看来夏灵霜这是没有安全感啊！想要让夏灵霜的好感度突破至100，自己还得给足她满满的安全感才行。“灵霜，在本圣子眼里，你有些傻得可爱。你说本圣子不需要你，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臆想罢了。你又怎知我这颗心若失去了你，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林然抓着夏灵霜的手腕，轻轻放在了自己心口。夏灵霜清晰感受着林然的心跳，莫名的，就连他自己的心跳也开始加快。他脸颊上浮现出微妙的红晕，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羞涩，耳垂的红意倒是淡了些。“好啦好啦，你们2人就不要再谈情说爱了。小然然，接下来我们是回云州呢，还是留在青州？”颜如玉莲步轻移，打断了2人的亲密。林然看了眼叶明月，目光深邃道：“去青羽阁，我这贴身丫鬟在青羽阁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这个做主子的自然要为她讨回公道才是。”闻言，夏灵霜和颜如玉还未有何表示，叶明月却是一脸为难，惴惴不安道：“公子，要不我们还是回您的飞仙宗吧。”他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与青羽阁有任何瓜葛，自然不想再回青羽阁。“明月，有公子在，你不必担心那么多，你只需带我们前去青羽阁即可。”林然笑着揉了揉他的发顶。叶明月感到些许安心，这才点了点头。好，众人马不停蹄前往了青羽阁。青州神羽山，这里常年笼罩着淅淅沥沥的灵雨，
从远处看去，就像是蒙蒙细雾笼罩着这座神山，美轮美奂。而青州的霸主势力青羽阁便坐落在此神山中。青羽阁中，孟晴高坐神座之上，眸光淡漠，静静看着下方的双臂尽失的老妪。你是说，你惹到了飞仙宗圣子，然后被飞仙宗的宗主给斩了双臂？萧雪样死在了飞仙宗圣子手里，而圣子子辰和圣女风缥缈死在了残月之墓。你怀疑他们两个也是被飞仙宗圣子斩杀的？孟晴语气淡漠，嘴角扯出些许讥笑。回阁主，除了飞仙宗圣子，还有谁能够斩杀子辰圣子和缥缈圣女？阁主，一定要为我青羽阁的圣子、圣女报仇啊！若阁主不为我个圣子、圣女报仇，不为我报仇，只怕是会寒了人心啊！风雨墨双膝跪地，满脸痛苦之色，眼底却闪过些许算计。孟晴看着下方的风雨墨，双眸微微眯起。若是放在以前，考虑到青羽阁的势力格局，他的确是会前往飞仙宗讨一个公道。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自从和林然坦诚相待过后，他也不是之前的他了，再也不必郁郁久居人下，看他人脸色了。你所说之事，本地会派人去一一证实。至于是否要为死去的子辰三人讨回公道，还得看事实究竟如何。你若没什么事，便先退下吧。孟晴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道。闻言，风雨墨浑身一颤，慌忙道：阁主，这退下，本地不想再说第三遍。孟晴眸光瞬间凛冽，就连空间的温度都骤然降至冰点。风雨墨下意识打了个冷战，起身慌忙离去。他总觉得孟晴有些不一样了，貌似变得比以前更加强硬了。但他想不明白孟晴的自信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明明之前还步入了他人的圈套，中了百毒神水，怎么一回来后就变了一副模样？风雨墨有些想不明白。但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将孟晴的变化上报封家，毕竟封家和子家可不喜欢强硬的孟晴，这两大家族喜欢的只有那任人摆布的孟晴。神座上，孟晴缓缓起身，离开了此地，回到了自己府邸。阁主大人，府中的侍女眼见孟晴回来，也是连忙行礼。都退下吧。孟晴微微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卧房。自从和那个家伙做爱做的事情后，我的修为便莫名突破至半步神火境了。而今我能够摆脱子家和封家的摆布，也多亏了他才是。再怎么说，我和他也是有夫妻之实的人了。等我将封家和子家这两个麻烦彻底解决后，便可以着手去寻找那人了。可惜的是，子辰、风缥缈、萧雪样死了之后，我青羽阁的年轻一辈里，貌似没有哪个人才能够看得过去了。一想到青羽阁现如今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孟晴便满脸愁容。一个势力想要长久稳定的屹立巅峰，除了那些顶端的战力外，妖孽的天骄同样不可或缺。当那些顶端战力战死、老死、意外而死之后，要有人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取代他们的位置作用，如此细水长流，才是一个势力可长久发展下去的根本。但现在的青羽阁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个根本，所以孟晴现在心中的忧愁已经让他很难去想其他的事情了。阁主大人，阁主大人，叶明月圣女回来了。这时，一位侍女的声音自门外响起，打断了孟晴的愁绪。叶明月。孟晴听到这个名字后，下意识愣了一下。残月之墓前的事情早就在整个青州传得沸沸扬扬的了。飞仙宗圣子林然斩杀青羽阁圣女萧雪样，叶明月又脱离了青羽阁，转而成为林然的贴身丫鬟。这两件事几乎人尽皆知。而现在与青羽阁再无瓜葛的叶明月，确实又突然回归，这是何意？孟晴双眸闪烁不定。但无论如何，他这个做阁主的都应该亲自现身。叶明月可以说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圣女，对于叶明月他还是非常信任的，不是子辰、风缥缈、萧雪样三人可以媲美的。他对叶明月有恩，他也知道叶明月为何会脱离青羽阁，无非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罢了。但以前在封家和子家的压迫下，他只能袖手旁观，装聋作哑。但现在不一样了，若是叶明月肯回归青羽阁，有他在，谁也不能再欺压叶明月。想到这里，孟晴起身走出府邸。下一秒，他出现在青羽阁楼门前，抬眼一看，瞬间呆愣住了，脸上表情变得僵硬。只因叶明月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男两女，而在这两男两女中，就有曾经与他同地共眠的人。他难道就是飞仙宗圣子？看着叶明月站在林然身后，满脸恭敬的模样，孟晴也是感到一阵不可思议。他刚才还下定决心，准备解决完封家和子家这两个大麻烦后，便着手去寻找为他排毒的那个男人。结果现在，那个男人竟然亲自找上门来了，而且还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飞仙宗圣子。孟晴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如梦似幻。孟晴阁主，本圣子亲临你们青羽阁，可不是为了站在这外边和你说风凉话的。林然双手负于身后，一脸风轻云淡的神色。孟晴抿了抿嘴，道：诸位贵客，随本地来。不一会儿，青羽阁的主殿中，孟晴坐于神座上，下方是林然等人，除此之外便再无他人。没想到你那天睡的人竟然是青羽阁阁主林然，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身份了，所以才这么火急火燎地赶来青羽阁？夏凌霜看了眼上方的孟晴，又看了眼身边一脸淡然的林然，问道。听到有八卦，颜如玉立马凑了过来，兴奋的好奇道：小然然，你竟然把青羽阁阁主都给睡了，快说给师姑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叶明月和苍丽也没有料到林然和梦晴之间竟然存在这种关系，他们二人当即把耳朵靠了过来，准备听一听这八卦。关于这件事嘛，其实还是梦晴主动找上的我。当时林然也没有丝毫想要隐瞒的打算，准备将当时之事告诉众人。神座上，梦晴看着下方侃侃而谈的林然，不由得满头黑线，轻咳一声：“林圣子，你前来本地的青羽阁，难道是专门为了调侃本地来了？”林然面无表情道：“自然不是，本圣子来此是为了给明月讨一个公道而来。”讨一个公道？什么公道？梦晴双眼微微眯起，道：“明月现在既然是本圣子的贴身丫鬟，那么她先前在你们青羽阁所受到的那些欺压可不能白受了。本圣子自然得为她出头。”林然双手负于身后，道：“不知为何，看着林然如此为叶明月挺身而出的模样，他心中竟感觉有些吃味。其实他现在也很想得到林然的力挺，而且是越有力越好。林然这个花心大萝卜，怎么就猜不到他心思呢？难道他不说，林然就永远猜不出来吗？”梦晴神色有些郁闷，有些幽怨：“来人，传大长老风雨墨。”林然听出了梦晴语气中的幽怨，一时之间竟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个胸大无脑的女人，该不会是看到他为叶明月出头，然后吃醋了吧？嗨，早说呀！他又不是不能在梦晴身后力挺，就怕到时候梦晴经受不住他的力挺，到头来还反要责怪他。真是的！不多时，双臂尽失，一脸茫然的风雨墨便来到了此地。他有些搞不懂为何自己的前脚刚走，梦晴便又将他传了回来。不过当他看到林然等人出现在主殿中后，他貌似明白了什么，心中竟隐隐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阁主，就是这群人杀了紫辰圣子、缥缈圣女，还有萧圣女，那个女子还斩了我的双臂，求阁主为我和紫辰圣子他们出头啊！要不然我风家该怎么看待阁主？紫家又该怎么看待阁主？风雨墨双膝跪地，痛苦哀求道。上方，梦晴双眼微微眯起，眼中杀机迸发。直到现在，这风雨墨依旧不忘用风家和紫家来压迫他，真就一直把他当成以前的他了。明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应该就是你的师尊吧？林然似笑非笑地看着风雨墨。叶明月一脸淡漠地摇了摇头，他早就不是我的师尊了，我和他早就再无瓜葛，而且他只顾着把我带回青羽阁，却未曾管过我。若不是梦晴阁主让他收我做弟子，只怕他不会正眼瞧我半分。而且也就是他把我带回青羽阁，所以才让我被欺压了那么久，甚至于我要脱离青羽阁时，他还要加害于我。现在的我对他只有恨。叶明月看着跪倒在地的风雨墨，眼里再无半点情感，有的只有淡漠。看似她是青羽阁圣女，风光无限，但其中的苦与恨唯有她自己知道。而且她成为青羽阁的圣女，和风雨墨有鸡毛关系？不还是梦晴看中她才一手将她提拔上来的？风雨墨不仅不会管她生死，甚至还时刻强迫她臣服紫辰。他对风雨墨哪会有恩？风雨墨却有此事。梦晴冷脸看向风雨墨，道：“风雨墨身躯抖若筛糠，没敢说话。”见此一幕，众人也是心知肚明。林圣子，你想怎么做？梦晴嘴角微微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道。林然注意到了他嘴角处的笑容，双眼微微眯起，心中已然有了些许判断，但还不敢笃定。他定了定神，将叶明月搂在怀里，道：“明月是本圣子的贴身丫鬟，欺他便是欺本圣子，本圣子的话就到为止了。”唰，他话音刚落，夏凌霜便祭出诸天斩神剑，一剑将风雨墨的头颅斩下，没有丝毫手软。直到死前，风雨墨的神色都是一片茫然惶恐，他丝毫不敢相信自己身为青羽阁大长老，一位货真价实的准地强者，竟然就这么平平无奇的生死道消了。欺我宗圣子，便是欺我飞仙宗，此人当杀！夏凌霜的声音无比淡漠，丝毫不将青羽阁放在眼里。梦晴不仅没有丝毫怪罪，神色反而还轻松了不少。林圣子，你在我青羽阁杀我阁大长老，这是不是太不把本地放在眼里了？梦晴伸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悠然道：“没办法，本圣子向来霸道惯了。梦晴阁主莫非还想杀了本圣子？”林然似笑非笑道：“说实话，本地的确有这个想法。不过你背靠飞仙宗，本地若对你出手，无疑是自掘坟墓。为了我青羽阁，本地可不会傻到对你出手。”梦晴笑道：“那你还说这些废话干什么？”梦晴，实话实说，本圣子观你这神羽山的风景还算得上是美不胜收，所以想要在你青羽阁里待上一些时日，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林然毫不客气道。你看着林然这般对自己大不敬的态度，梦晴也是气得咬牙切齿。随你来人，带林圣子等人下去挑选府邸。梦晴衣袖一甩，气呼呼的离去。两夫妻一唱一和的，这是故意演给我们看呢，还是故意演给别人看呢？颜如玉看着梦晴生气离去的背影，也是笑呵呵道：“公子，阁主应该是真的生气了，你不去轰轰吗？”叶明月担忧道。林然祭出阴阳大道宝瓶，将风雨墨的尸身吸收炼化，才道：“不急，公子，我自有拿捏梦晴这种女人的手段。”说罢，他转动目光，落在了颜如玉和夏凌霜的身上，发现二人竟瞠目结舌地看着自己，满脸不可置信，仿佛活见鬼了一样。“你们两个怎么了？”林然不解道。这个阴阳大道宝瓶。
颜如玉麻木的伸手指着阴阳大道宝瓶，结结巴巴道：“哦，这的确是阴阳大道宝瓶，阴阳仙体的第二式本源神通，没什么好稀奇的。”林然摆了摆手，漫不经心道。然而颜如玉和夏凌霜却是张大了嘴巴，简直能够赛下一根超大号的黄瓜。小冉冉，你什么觉醒的阴阳仙体？颜如玉彻底麻木了，感觉眼前的一幕有些天方夜谭。林然身负命运仙体和九霄神劫剑骨也就罢了，可这阴阳仙体是什么时候觉醒的？之前也没见他动用过啊。2种大道仙体，而且还是与仙九道有关的大道仙体，再加上1种顶级仙体，这可都是千百万年难得一见的体质啊！结果现在全都落到了林然身上，这也太变态了吧！他们飞仙宗这是真的要彻底崛起了。这时林然收起了阴阳大道宝瓶，对于夏凌霜和颜如玉的大吃一惊，他早已见怪不怪了。讲真的，惊这种东西，颜如玉他们还是少吃点为好，就算要吃，也不是用上面的嘴吃。小冉冉觉醒了阴阳仙体，难怪之前吸他血时，感觉他的血液与之前有些不同了呢。世人都说阴阳仙体是双修圣体，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如传闻中的那么神。颜如玉舔了舔猩红的嘴唇，眼底浮现出深深的贪婪和欲望。林圣子，请随我来。这时青羽阁的侍女走了进来，带着他们前去挑选暂居之所。青羽阁浩瀚无垠，挑选出一座供林然等人暂时落脚的府邸，可谓是信手拈来。圣子大人，那我便先去修炼了。苍厉是武痴，也是个修炼狂，刚一进入府邸，便火急火燎的一头钻进修炼室。你们随意，我便先回房了。林然抬脚正要走进一间空房，结果却是感觉自己衣角被人拉住了，回头一看，竟是神色有些不自然，满脸羞红的夏凌霜。我感觉太阴本源又要躁动起来了，你可否再为我渡些先天纯阳之气？看着夏凌霜这般害羞的模样，林然也是轻笑了一声，自然可以。紧接着他抓着夏凌霜的手，一同进入了一间空房。哼，有了新欢忘了旧爱，明明以前都是先陪我的。颜如玉气愤地跺了跺脚，撅着一张艳红小嘴，神色有些幽怨和不满。那个颜姐姐，那我便先回房了。叶明月则是松了一口气，连忙回房。在残月之墓里，他因为强行压林然一头而遭受的反噬，到现在都还未彻底消散。他实在是怕了，不敢再继续与林然操练下去了，否则他怕到时候自己连床都下不了。与此同时，房间里林然躺在床上，怀里搂着夏凌霜，祭出先天纯阳，低头吻住了他的朱唇。良久后，夏凌霜与他唇分，羞云满面，有些气喘道：“林然，你若是累了的话，便好好休息吧。有你在我身边，同样可以镇压太阴本源，不必执着于为我渡气。无碍，我体内的先天纯阳之气还有很多，不会妨碍到我。”林然微微一笑，作势又要吻下去。夏凌双眼尾泛着桃红，热烈地迎合着林然。他好像越来越离不开林然了，不只是他需要林然的先天纯阳之气来镇压处于躁动期的太阴本源，更是他在生理、心理上都离不开林然。他好像变得食髓知味，越发的渴望和林然在一起。简单来说，就是他成功被林然给媚住了。毕竟种种因素叠加起来，现在的林然简直就是雌性杀手。林然，你和那叶明月应该不只是普通的主子与丫鬟的关系吧？夏凌霜忽然轻轻推开了林然的脸颊，将滚烫的脸埋进了他胸口。林然愣了一下，没有想到夏凌霜会突然这般问，但他也没有隐瞒，直接承认道：“不错，我和明月的关系正如你想的那样。反正就算他现在不说，夏凌霜在日后肯定也会知道，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听到林然的答复，夏凌霜眼眸微沉，那难道你身边的女子貌似越来越多了？不过这也正常，像你这样的妖孽，日后还不知会有多少女子倒贴给你。林然干笑一声道：“好了，凌霜，别多想，你只需要知道，你在我心里永远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便足够了。对了，凌霜，你现在是什么修为？”夏凌霜疑惑了一下，但还是有些许郁闷道：“大地境6重天，他特么现在正处于煽情的阶段，怎林然突然问他修为了？这种时候不是应该狠狠地吻他，爱他，蹂躏他吗？”林然微微点头，取出了3枚破镜丹。这3枚破镜丹足以让你突破至大地境9重天修为。之前童子奖励了他不少破镜丹，他一共积攒了5颗，而今拿出3颗给夏凌霜修炼，也还剩下了足2颗破镜丹。真的，我相信你。夏凌霜接过这3枚破镜丹，神色感动不已。虽然他知道他是大地境6重天修为的强者，3颗丹药就想要提升他3重小境界，这未免有些太过天方夜谭，但他就是愿意相信林然，而且林然也没有理由骗他。好了，凌霜，你先利用破镜丹突破修为吧，那我便先走了。林然轻吻了一下夏凌霜的额头，起身便要离去，可突然一股轻柔的推力将他推回了床上。夏凌霜将他压在身上，白玉般的脸颊飞上2朵红云，眉眼含羞，娇媚滑入他的眼底，就像一朵任人采撷的盛开玫瑰，迎风飘香。凌霜，你这是？林然有些不会了。夏凌霜不是高不可攀、万年不化的冰山吗？在不清楚夏凌霜的心意前，他都不敢对夏凌霜做些其他的小动作，怎么现在夏凌霜反而将他推倒了？难道
这座万年不化的冰山终于被他融化了。不过也正常，夏凌霜毕竟对他有着90点好感度。说实话，这要是换做另一个攻略对象来，他早就强推了。要不是因为是夏凌霜这座心事重重的冰山，他岂会畏手畏脚？好在现在的夏凌霜总算是自己想清楚了，开窍了，倒也省了他不小的气力。夏凌霜微微咬唇，浑身泛着羞涩难耐的粉红，声音像是被羽毛轻轻覆盖了一层。林然，我不想再落于人后了，我要让你需要我，让你离不开我，我想要你。在得知比他后来的叶明月都紧紧套住了的肉身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下定了决心，要狠狠套住、套紧、套牢林然。他已经对林然食髓知味，彻底离不开林然了。那么，他就要让林然对他也食髓知味，彻底离不开他。不能总是让林然主动，他自己也得动一动才行。要不然，林然岂不是要被他累死了？凌霜，林然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轻轻抚摸着夏凌霜那滚烫的脸颊。现在的夏凌霜有些烫得吓人，不仅烫他的手，还烫他的胸口，烫他的小腹，烫他的。夏凌霜面若桃红，媚眼如丝，俯身吻了下去，双手扣住了林然的手腕。定，检测到夏凌霜好感度提升9点，目前夏凌霜好感度99。系统的提示音唤醒了熟睡中的林然，怎么又卡在了99？林然看着夏凌霜的好感度，只感觉有些汗颜。颜如玉的好感度卡在了99也就算了，怎么夏凌霜的好感度也卡在了99？他现在有权怀疑，所谓的天命系统该不会是个砍多多吧？这最后的一点好感度，莫非需要他妖人来砍几刀才能够获得？罢了，凌霜的好感度便先这样吧，我还是先去收割师姑的神秘大礼包。林然看着不断闪烁的传音令牌，桀地笑了起来。在他和夏凌霜传经授业的这段时间里，颜如玉家里的下水道应该是堵坏了吧？没事，他马上就来帮颜如玉疏通下水道。林然看了眼怀里气息平稳，脸上泪痕未消，仍旧在熟睡中的夏凌霜后，也是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房间，并没有吵醒他。他走到颜如玉的房门前，轻轻叩响了大门。进，一道慵懒妩媚的声音传出，大门竟自主打开。是。林然抬脚走了进去，正要和颜如玉打声招呼时，声音却是戛然而止，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只见颜如玉侧身横卧于床榻，身姿曼妙婀娜，似一朵盛开的玫瑰，娇艳欲滴，妩媚妖冶。她身着一件轻薄透明，宛如蝉一般的浅红色纱衣，那衣衫下摆堪堪盖住关键之处，却难掩里面滴旖旎风光。而也就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春光，才最是扰人心弦。那双修长笔直，如同白玉雕琢而成的玉足，被一双紧紧包裹其上的黑丝笼罩，将这双美腿衬得愈发修长纤细。这一幕幕画面，看得林然血脉喷张，热血瞬间涌上脑门。小然然，师姑我美吗？颜如玉右脚伸出，轻轻勾起林然的下巴，眼神像是一根根细丝，缠绕住了林然的身与心。林然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其他地方也不争气了起来。这就是颜如玉先前和他说的新花样。他承认，他被狠狠拿捏住了。看着林然的变化，颜如玉嘴角浮现出一抹邪魅的笑容。林然抓着一只黑丝大腿，趁势将颜如玉拉了过来，随后俯身壁咚颜如玉。颜如玉不甘示弱，双手搂着他的脖颈，将他埋进了自己的洗面奶中。小然然，师姑一直吸你的血，心中难免有些过意不去。要不？颜如玉嘴角邪笑更盛，舔了舔妖冶的单唇。师姑也让你吸我的。林然再度咽了口唾沫，差点被颜如玉身上的香味给香迷糊了。吸哪里？这里，还是这里？颜如玉轻轻抓着林然的手指，放在了自己雪白的脖颈处，又滑到了自己的心口，最后又顺着滑落了下去。师姑，这是你自找的，可怨不得本圣子了。林然低吼一声，与颜如玉开启了一场惊世骇俗的赤壁之战。3日后，看着地上破烂的黑丝，趴在林然怀里的颜如玉也是有些郁闷。小然然也真是的，一点都不勤俭持家，本来洗还能用的呢。林然惬意悠闲地眯起了眼睛，道：再让人制作一双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颜如玉气呼呼地鼓起了腮帮子，生气地哼了一声。对了，师姑，你我之间的事情师尊已经知道了。林然语气悠悠道：真的？颜如玉神色顿时紧张了起来，双手下意识地攥紧。苏妹妹她怎么说？师姑，难道你就对本圣子这么没信心吗？有我在，搞定师尊还是手到擒来的事情。我们在一起，他就是不答应也得答应。林然的意洋洋道：当真？你真的搞定了苏妹妹？颜如玉脸上的紧张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兴奋之色。林然未免也太给力了点吧，他都还未发力呢，结果林然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苏希月，如此迅速的办事效率，简直了！太好了，小然然，师姑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小然然，师姑真是爱死你了念。颜如玉抱着林然，又亲又蹭，心情舒畅到了极点。看着颜如玉这般粘人的模样，林然也是无声的笑了笑。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天命攻略任务，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很大，非常大。定，请问宿主是否打开神秘大礼包？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林然心情更是舒爽了起来。果不其然，他之前的猜测没错，想要让颜如玉的好感度突破至100点，就必须要让苏希月接纳颜如玉才行。毕竟苏希月才是正宫，他要是不松口，
颜如玉等人连平妻或是妾都算不上，而今他搞定了苏西月，也算是消除了颜如玉心中的那根刺，好感度自然而然的就突破至100点。打开，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大礼包，奖励12万天命点，阴霄结剑、太霄结剑、昊霄结剑觉醒，顶级真意，因果真意，顶级真意，时间真意，破镜丹3枚。看着如此丰富的神秘大礼包，虽说没给他奖励顶级仙体或是大道仙体，但却助他觉醒了9霄结剑剩下的3柄结剑，以及因果真意和时间真意。林然能够清楚感觉到，仙九道中这最后的2大顶级真意领悟出来之后，他的道果竟散发出了圆满的气息，表面熠熠生辉，道光耀耀。他感觉只差最后一丝契机，他便可修炼出道之地时。师姑的神秘大礼包虽说不如师尊的神秘大礼包，但也不差了。林然心中笑了笑，他看着自己怀里乖巧如猫咪一般的颜如玉，伸手摸了摸她脸颊，笑道：“好了，师姑，梦琴那边的事情我也得去解决一下了。”颜如玉眼睛一转，眼底闪过一抹狡黠，皎然然：“不急，师姑再多陪你玩玩。”说罢，他就似一条灵活的泥鳅，娇躯滑了下去，盘起了秀发。与此同时，一座奢华的府邸中，梦琴独自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神色有些许落寞，不知在想些什么。林然自从落脚他的青羽阁后，便从来没有来找过他，也是他和林然仅仅只是一夜的管鲍之交罢了，那更像是一场交易。他不应该对此抱有幻想，他是青羽阁的阁主，肩上琐事繁重，他也不应该被这些儿女情长所束缚。如今更重要的事情，还是得找到传说中的七曜神拳才行。梦琴声音低低的呢喃了一句，脸上的失落却是肉眼可见。一个人坐在这里，莫非是在想本圣子？七曜神拳是什么？不妨说与我听听。林然突然出现至梦琴身后，双手轻轻搂着对方的娇躯，闻着对方身上散发而出的诱人芳香。梦琴一时间想得出神，竟没有察觉到林然的到来。等林然搂住她时，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却也不免被吓了一大跳，差点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小心！林然趁势将梦琴拦腰抱在怀里。你还不放开本帝？梦琴脸色通红，有些不敢去看林然。与林然如此亲密的接触一起，闻着对方身上雄性生灵的独特气息，他竟感觉心跳加速，羞涩不安。怎么，刚才还在想本圣子，现在本圣子出现了，你又要推开本圣子？林然眉梢轻挑，似笑非笑道：“谁说本帝刚才在想你？你别乱说！”梦琴语气结巴，眼尾浮出一抹羞愤：“本圣子不瞎，怎么会看不出来你在想我？”林然坏笑一声，低头轻轻含住了梦琴的耳垂。霎时，梦琴瞳孔一缩，整个人就像是触电了一般，娇躯轻颤，忍不住发出一声糯唧唧的娇哼，身躯瘫软的仿佛要化作一池春水。看着羞云满面、肌肤泛粉的梦琴，林然也是愣了一下，他这是触碰到了某个神秘开关，难不成耳垂是梦琴的敏感部位？他半信半疑，张嘴又含了一下。梦琴呼吸越发急促，双眸紧闭，喉咙处却是忍无可忍的不断发出哼声，娇躯滚烫的可怕。梦琴，上次你睡了本圣子就跑，莫非以为本圣子再也找不到你了？我可不会管你是不是青羽阁的阁主，又是不是当时女帝，我只知道你睡了我，便是我的女人。从今往后，你若是再敢跑，本圣子就打断你的腿。说罢，林然毫不客气地将梦琴撇在了床上，随后俯身吻了上去。你又要欺负我？叮！检测到梦琴好感度提升20点，奖励13000天命点，破镜丹1枚。目前梦琴好感度55。林然才刚刚睡醒，耳边便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他看着怀里微微张着樱桃小嘴，安静熟睡的梦琴，目光也是逐渐变得柔和。只不过梦琴的气量实在是太大了些，这2个沉甸甸的压在他胸口，简直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这是苏西月、颜如玉等人所不及梦琴的一点，而且是远不及梦琴。而此地也不愧是天天被蒙蒙灵雨笼罩的神羽山，也不知是不是梦琴在这里生活太久的原因，整个人也如同此地天气一样，里里外外都水灵灵的。和梦琴斗的过程中，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快要被淹死。林然动作轻柔地将梦琴安置在一边，随后祭出阴阳大道宝瓶，运转先天纯阳法，吸收其中的阴阳本源。夏灵霜斩杀了风雨墨后，他也是将后者的尸身炼化，形成了精粹磅礴的阴阳本源。他想要看看炼化了一尊准地强者所凝练出的阴阳本源，究竟能够为他修炼出多少枚阴阳10道祖龙鳞片。不一会儿，在将阴阳大道宝瓶中的阴阳本源尽数吸收炼化后，阴阳10道祖龙的鳞片数量也来到了足1650枚。不愧是准地强者，没想到竟为我修炼出了150枚鳞片。不过九龙创界术越是修炼到后面，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多，想要凝聚出3000枚鳞片，还是任重而道远啊。林然暗自咂舌，你竟还身负阴阳仙体。突然身旁传来了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只见梦琴不着寸缕地坐了起来，一脸复杂地看着他，乌黑如绸缎般的发丝随意落下，遮盖住了部分白皙细腻的肌肤。先将衣服穿上吧。林然轻咳一声道。梦琴脸颊瞬间羞红，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窘态，双手慌忙地遮住胸口，背过身道：“你不准看。”林然闻言不由撇了撇嘴，切，早就被我看光了，还在这自欺欺人。
你闭嘴！孟晴穿好衣裳，回头羞愤地瞪了他一眼。林然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伸手将他搂在怀里，说说吧，你青羽阁的处境现在如何？孟晴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最后才叹息一声，道：如今外界的神秘势力仍在不断压迫我青羽阁，可我却连他们是谁都不清楚。他们在暗，而我在明，确实非常棘手。林然轻轻点头，今闻你们青羽阁内有3大家族。孟晴点头道：不错，此3大家族分别为子家、封家和战家。当初我修为尚且不够，于是便想着与这3大家族联手，创建出了青羽阁。可以说，这3大家族都是我青羽阁的元老级势力。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子家的老祖不知从哪得来的机遇，修为竟一朝攀升，突破至大地境9重天修为。人一旦有了相应的实力，野心便会与实力同步。如今青羽阁已经发展成型，子家的那位老祖便想要取而代之，废掉我，从而自己做这青羽阁的阁主。而封家则是子家的盟友，至于战家则是中立。不过战家是否中立也改变不了什么，毕竟战家的老祖虽是大地强者，但也仅仅是刚踏入大地境不久罢了，比不得子家和封家的老祖。说到这里，孟晴顿了一下，眉宇突然变得柔和起来，笑道：不过还好让我遇到了你。上次在外面与你共度极乐之后，我想我应该是吸收了你的阴阳道元，从而一举从大地境5重天修为突破至半步神火境。而今我已有了不俗的修为，也不必再忌惮封家和子家了。而且我有一个想法，那便是趁此机会来一个杯酒释兵权，彻底收服3大家族。林然，你觉得如何？孟晴满目期待地看着林然，像是一个想要得到夸奖的小女孩。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顾忌太多。你只需要记住，你是我林然的女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你身后力挺你。林然笑道。闻言，孟晴心里宛若吃了蜜一样的甜，但很快她像是反应了过来，眼神开始闪躲，红晕慢慢爬上她的脸颊。林然，你口中的力挺，怕正经吗？林然愣了一下，嘴角突然浮现出一抹坏笑。孟晴，本圣子可以力挺你，自然也可以在你身后力挺你。那么你是想要哪种力挺吗？说罢，他俯身含住了孟晴的右耳垂，眼底的坏笑指都止不住。孟晴娇躯颤抖，脸颊红得像是在淬血，没有说话。见状，林然瞬间秒懂，孟晴不说话等于没有拒绝，没有拒绝就等于不想主动，想被动。不管如何，都是要动。林然动作轻柔地将孟晴的娇躯掰过去，让她背对着自己。林然，我想让你成为我青羽阁的新圣子，你觉得如何？毕竟你若是成为了我青羽阁的圣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插手我青羽阁中的事情了。孟晴紧咬着唇，眉头微蹙，看上去有些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无穷尽的快感。她要让林然成为青羽阁的新圣子，自然有着自己的私心。一是因为林然确实妖孽，可以暂时解决青羽阁青黄不接的问题；二是因为林然是飞仙宗圣子，若是再成为他们青羽阁的圣子，不仅他们青羽阁的威望将会暴涨，林然的威名也会水涨船高。再怎么说，他们青羽阁也是青州明面上的霸主，不会委屈了林然的身份。随便吧，我倒是无所谓。林然漫不经心的回复，只想狠狠力挺孟晴。另外，我想让叶明月回归青羽阁，你可否帮我出面求个情？孟晴媚眼迷离，恳求道。这事我做不了主，明月究竟还要不要回青羽阁，只能靠你自己了。毕竟他是在青羽阁里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才离开的，你身为青羽阁的阁主，想要让叶明月回归，不得你亲自挽留吗？林然摇了摇头，